重生回到80年代，我靠采摘山上没人要的8月瓜，赚到了第1桶金。你这8月瓜怎么卖啊？这可是我昨天半夜特意去板场沟深山里摘的，新鲜又好吃。你要的话，给你2毛钱1斤。2毛都可以买4根油条了，你怎么不去抢啊？油条1年4季都能有，我这8月瓜可不是天天有的。特别是我这大老远山上山下的跑，2毛钱1斤，哪里会贵？你再看看，你往年吃的8月瓜有这么大的香甜的吗？当初我靠的就是餐饮发家，推销产品可是我的拿手绝活。小胖墩听这么一说，看着那皮薄肉厚的8月瓜，足足深思熟虑2秒钟。那我要2斤。好嘞，这就给你装，多送你2个。好吃的话，带同学爸妈来买啊。好吃我再来。小胖墩离开后，周围一直在观望的人也陆陆续续捏着钱涌了上来。陈旭，你这8月瓜多少钱1斤呢？姐，2毛钱1斤，1斤送2个，多买多送。有点贵，不过你这味道确实不错，给我来5斤。好嘞，这就给你装。我看你都没称，可别少啊。姐你就放100个心，我这手可比称还稳，给你只多不少。不信等会儿你回你自己家称称，少1两我赔1斤。嚯，起码也6斤多。陈旭，你可以啊。一单成交后，更多的人也赶紧涌了上来。也给我来3斤，这东西对孕妇好。我儿媳妇快生了，吃了赶紧给我生个大胖孙子。我也要2斤，给我挑大个点的啊，好吃我以后再来。小兄弟，我要2斤。各位一个一个来啊，都有，注意安全，别踩着碰着了呀。一上午的功夫，60多斤的8月瓜销售一空，算一共卖了10块02毛钱。老板，你下午还来吗？我还没买到就没了。来，我现在先回去吃饭，下午3点左右再过来。8月瓜这东西也就图个新鲜，今天能卖，不少人今天尝了味儿，解了近1年的馋，后面也不会再花钱来买。有了钱，第一时间我就来到供销社里买了一些日用品和米粮油，然后就满面春风的回了家。可等我刚踏进院子，几道齐刷刷的目光直接朝我便看了过来。你干啥把你堂姐夫和堂姐打成这样？我看到这2张熟悉的面孔，一眼就将2人认了出来，爷爷陈青山以及大伯爷爷陈国栋。现在这情况一看就是2老回来，这堂姐就恶人先告状了。爷爷，他俩要是不惹我，我会揍他们吗？我又不是吃多了撑的。哼，他们再怎么惹你生气，也是你堂姐姐夫，昨天才刚结婚，你至于给人下这么重的手吗？以前就听说堂弟会打人，没想到刚结婚第1天就见识了，以后怕不是天天都要被打。这就是陈家对上门女婿的态度吗？臭小子，你赶紧给人家道歉，一家人怎么能动不动就动手？你这好女儿和好女婿冤枉我是流氓，但人闯我屋子，我打他们一顿怎么了？2人听到我这话，脸色颇为意外，齐刷刷回头看向陈倩楠和张强。我还不是着急啊，张强表妹同学住我们家里，半夜被人掳走了，我们肯定要赶紧查清楚在谁那里啊。藤头村这么多人，你不去找，直接带人砸我们，我还是头件出事了，直接往亲堂弟身上泼脏水的。再说你怎么就知道人家被掳走了？难道是你掳的吗？这么清楚？我们怎么可能掳走她？那姑娘后来找到了，说是梦游还是做噩梦吓到跑出去了。那你陈旭也不能这么打人啊，她可是你亲堂姐。打的就是他，我还嫌没打够呢。爸，你看这就是你孙子，现在打堂姐堂姐夫，以后指不定你也打，这种人留着干什么？还不如直接赶出陈家。国栋，这次的事虽然是个误会，但倩楠和张强也过了一点。当然陈旭打人也不对，陈旭他不懂事，下手没个轻重，但是也是你们堂弟，我身上也就只有这些，你们拿去买点药擦擦，就当我替他陪你们。爷爷，你可得好好教育一下陈旭，我是他姐夫，不跟他计较，你随便给点药费就算了，要是换了别人，早抓他去派出所了，不仅赔偿，还得坐牢呢。晓得。一旁的陈国栋看老头子忙着袒护他那大傻孙子，心里越发的不平衡。但现在张强都说不追究了，他也不好发作。你就惯着你这宝贝孙子吧，迟早进去吃花生米。说完，不等陈青山回应，就招呼着陈倩楠和张强回了东屋，丝毫没有让陈青山一起回去的意思。你小子以后可别惹你大伯生气了，你看今天又得饿肚子了吧？爷爷，跟我去西屋，我有吃的。吃啥？吃西北风吗？爸爸爷爷地瓜你们吃，小鱼儿没偷吃，送过来了，爸爸不打好不好？爸爸不打你，过来，爸爸抱抱。你手里那地瓜就是我给你放床上的，让你醒了吃的，干嘛要打你呢？那是爸爸把我放床上吗？是啊，爸爸抱你去床上睡的，现在醒了就不让爸爸抱了。此话一出，小鱼儿更是受宠若惊，今天的爸爸温柔的让小小的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我知道了，小鱼儿是不想爸爸抱是吧？想抱。对不起，以后爸爸再也不会打你了。虽然不是我打的，但是感觉有必要替原主给这小家伙道歉。咱们今天不吃地瓜了，爸爸今天给你带了很多好吃的。臭小子，你去街上抢了？虽然他不知道我今天是哪根筋不对，突然对小鱼儿这么温柔，更让他在意的是这大半背篓的东西。他这孙子口袋常年都比脸还干净，怎么可能有钱买东西吃？唯一的可能就是昨天吃饱了有力气，今天又去街上抢了。爷爷，你放心，这是我买的。买的？你臭小子，不会是去街上抢钱的吧？不是我抢的，爷爷你就放100个心吧，我没偷也没抢。
我是卖八月瓜挣了钱才买这些东西的。一定是老祖宗显灵了，我这大孙子终于不傻了。哈哈。好了，爷爷，咱开始做饭吧。不一会儿的时间，厨房里的老大小三人就忙活了起来，特别是3岁不到的小鱼儿，干活却出人意料的麻利。鱼儿，谁教你添柴的？四姑教的。他四堂姑平日里会带他捡柴，加个火，割猪草，偶尔他肚子饿的时候会给他点。陈青山顺口说到这儿，面色变得有些复杂起来。给他点什么？四堂姑会给我猪料子，吃到饱。这个恶心玩意不是给猪吃的吗？那东西起码能填个肚子，让他不挑食儿，以后我死了他也能活下去。再说这能怪谁？还不是他那老妈身体不行，为了能赖在我们家，非要给你生儿子，最后娃刚生下来人就没了。好了，爷爷，都是过去的事了，以后别再提了。以后小鱼儿我来养活。很快，一桌子还算丰盛的饭菜就上了桌。刚要动筷子时，陈倩楠走了进来，准备请老爷子回去吃饭。然而当他看到那一桌子油光蹭亮的肉菜时，当场愣住。倩楠，啥事？爷爷，爸让我来喊你回家吃饭。跟你爸说，我在你堂弟家吃，不回去吃了。都这个点了才叫我回去了，还有什么能吃的？脸色倒是能吃上不少。好，那我回去跟爸说。倩楠，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你爷呢？还在西屋？还在那边，那就等着跟西屋的人一起饿死吧。爸，不是，今天西屋吃上肉了，还有好多菜，还是猪油炒的，远远看过去油光瓦亮的。陈倩楠此话一出，饭桌旁的2个男人皆是一愣。爷爷又给钱开小灶了？怎么可能？他身上最后那点私房钱不都替陈旭赔给你了？自从知道老爷子爱偷偷资助我，陈国栋就每个月换法把老头子50块的退休金弄到手里来。这个月陈倩楠结婚，他早就把老头子给榨干了，仅剩的几块钱都给张强了，哪能一下子搞这么多钱？吃菜又吃肉的。那陈旭这是哪儿来的钱呢？他能怎么搞钱？除了抢能干嘛？陈国栋说到这儿，故意提高音量，生怕我听不到。他就惯着他那宝贝孙子吧，迟早关进去挨花生米。我听到这话，却是不以为然，嗓音也大了起来。爷，小鱼儿，多吃点肉，过2天我再去镇上给你们买些精细粮，咱天天吃大米。与此同时，镇上的一家药店里，一个戴着头巾、几乎将脸遮了大半的年轻女人正在买药。这个吃了就一定不会怀孕吗？吃了一定不会怀，但是1年最多只能吃1次，吃多了对身体伤害很大。女孩子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知道吗？谢谢。很快，药材打包完毕，女生拿上药就匆匆离开。几分钟后，店里突然传出售货员的惊呼声。刚才那姑娘避孕药拿错了，拿成保胎药了，避孕药还在桌上呢。哎呀，赶紧叫人！很快2名售货员冲出药店，却连一个人影也没看见。完了，这小姑娘不像是我们镇上常住居民，还这个脸，我也不认识，找不到她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啊，怎么跑这么快吗？那她有没有可能不会怀上啊？没吃那药，还真有一定概率怀不上。吃了药的话，吃完午饭后，我就背着大半背篓的8月瓜来到集市。上午没能买到瓜的人，看见我回来了，就赶紧来到我摊子前。老板，我要半斤。我要3斤。老板别卖完了，留4斤给我。不一会儿，我就被一众握着毛票、踊跃要购买8月瓜的人堵了个水泄不通。好，别急啊，一个一个来，我马上给你们装。与此同时，街头一角，张强看到了这一幕，只觉得难以置信。难怪今天陈旭回家的时候背着背篓，原来是去山上摘8月瓜来卖了，而且看上去好像卖得不错。我得马上回去叫上婆娘一起去后山摘8月瓜，这东西放几天，下个赶集天，更甜更好卖。一波消耗下来，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20多斤的8月瓜就差不多卖了干净。我将毛票掏出来，大致数了一数，今天又挣了10块05毛，加上上午买完东西后剩下来的5块，我现在一共有15块7毛钱。今天这8月瓜卖的值，不过这东西也就卖个刚上市的新鲜，可能下个赶集再来卖1天，最多就挣个2、3块了。如果别人再跟着卖，可能1、2块都挣不着。我摸着下巴，开始合计接下来挣钱的路子。一旁卖板栗的大叔看着自己那几乎还剩2大半筐的板栗，心里五味杂陈，甚至还有点怨气。他在这里蹲1天，也才卖了20斤，赚1块多。要不是我今天在他旁边卖着8月瓜，他一个赶集天最少也能挣3块钱。所以大叔现在越看我越是不顺眼。也就在这时，我视线不经意间落到大叔跟前的板栗上，眼神微微发亮起来。于是我赶紧拿出最后一个8月瓜，然后走到大叔身旁。叔，我这里还有些8月瓜，味道真不错，你尝尝。啊，谢谢。大叔接过8月瓜后，也伸手抓上一把板栗，来，你也尝尝。我接过板栗，当下就剥开尝了尝，吃下一颗竟然意外的好吃。特别是比我后世吃过的板栗还要甜上不少。几颗板栗下肚，我很快就有了主意。叔，你这板栗我记得是8分钱1斤对吧？嗨，大家也算是熟人了。你要是想吃，我送你1斤，不用买。叔，不用送，你这剩下的几十斤板栗，7分钱1斤，我全要。7分钱1斤，你全要？罗成禄看了看筐子里的板栗，起码也还剩60多斤，顿时就来了精神。如果是称个4斤5斤，7分钱1斤，他倒要考虑考虑。但是一下子几十斤，把他这些存货全收了，确实是得便宜点。对。叔，你要是愿意卖的话，称一称，都到我这背篓里来，我马上给钱。卖肯定卖啊，
如果不卖，带回去估计下个赶集也卖不完。现在有人全要，价钱也不低，赶紧卖了，还不用再挑回去。达成一致后，罗成禄就将2个土筐里的板栗全部倒进了我的背篓里，一共是63斤板栗。叔，这里一共4块4毛1，你数数。哦，可以数没错。小兄弟，你以后要是还想买板栗，我这里还有，我家的绝对比别人家的好吃。那叔，你家里还有跟这味道差不多的吗？我还想要100斤左右。你一下子买这么多干啥？叔，你就说有没有，卖不卖？我有，你要是还要，我也7分钱1斤给你。好，那叔你尽量明天一早给我送过来，我家就在半边街桥头过去第一家。好，就这么说定了。一旁的商贩见我一下子买这么多板栗，百思不得其解。难不成下个赶集，陈旭这家伙改卖板栗了？我是打算卖板栗，但是不打算在这村里卖了，而是去天文新镇。镇上那么大的人流，去卖炒板栗这种小吃最合适不过。陈旭，你要去镇上卖板栗？对，后天赶集，去镇上卖卖看。爷爷，你明天去三伯家帮我问问，他驴车后天有活没？没有的话，2块钱租给我1天。哪里要得2块，1天1块5就差不多了。这板栗又不是什么很好吃的，你7分钱1斤买来，就算去镇上，最多也就1毛钱1斤，1天也估计就卖个几十斤，这生意不亏钱。卖1毛1斤不挣钱，最少也要卖3毛5一斤。镇上消费力肯定比村里高，只要我板栗炒得够香，卖3毛5一斤合情合理。爷爷你就放心吧，我心里有数，不挣钱的事儿我可不干。你这又是要干啥？去河沟捡点石子。要卖炒板栗，肯定得准备一些石子。炒栗子时加入小石子，板栗才受热快，传热也快，也会让栗子更甜更有风味。这也是上一世我卖几个月炒板栗得出的经验。在河沟里待了没一会儿，就刨上了20多斤的小石子，然后石子简单的淘洗一番，就放进背篓，赶紧回了家。翌日天刚蒙蒙亮，大叔就上门送了2大筐板栗，分量很足，100斤多点儿。罗叔，这是板栗钱，你数数。交完货，罗成禄就喜滋滋的扛着扁担离开。之后我就拿上工具，开始给板栗划口子，这样在炒栗子时能让栗子内部更快变熟，同时能加热更加均匀，也方便客人吃的时候剥壳。你这是干啥呢？割板栗，你看不见吗？不就是卖瓜挣了几个臭钱吗？给谁脸色看呢？等下个赶集，我也去卖8月瓜，你卖2毛，我就卖1毛8，就不信还会卖不过你一个缺根筋的傻子不成？今天先把这些板栗划一划，明天一大早就拉去镇上开卖。隔天一早天蒙蒙亮，爷，差不多了，你快回去补觉。这驴经常去镇上，知道路，你路上牵缰绳就行，注意安全。爷，放心吧，有小鱼儿呢，我肯定注意。招呼完，我就驾上驴车，载着板栗和家伙，正式出发前往文兴镇。经过2个多小时的路程，终于到达目的地。之后我选中一家馄饨店旁边的空地，可我刚准备要炒板栗时，一个老太太看到自己店旁空地上的驴车和大个子，顿时就皱了皱眉。我也注意到了一旁靠近的人影。阿婆，小伙子，你是要在这里卖东西？是啊，这店是老人家您的吧？我想在这旁边卖卖板栗，如果你让我在旁边摆摆，我这边1天给您1块钱的租金怎么样？现在就算是粮管所的米，也才1毛5一斤，1天给1块钱的租金已经不少了。如果老太太还是不让摆的话，我也只能挪地了。老太太听到我这话，倒是有些意外，她还以为我要强占她这地呢，没想到不仅不强占，还给这么高的租金。这样吧，5毛钱，我这块地租给你半天，中午人多的时候，我要在这边多摆些桌子，就不能租给你了。好，这块地段不错，要是板栗好卖，1个上午应该也能挣不少。老太太回去开铺，我也开始炒起了板栗。不久，板栗炒出了香味儿，不少赶集的人闻着味儿，跑到我摊子前询问价格。老板，你这板栗怎么卖啊？3毛5一斤，包糯包甜。这么贵？是啊，3毛5都快能买2个大肉包子了。我这板栗可不是普通板栗，而且加工工艺也是独一家，包香包甜，这个价格已经很实惠了。除了我这工艺，现在整个镇上只有我一家在卖板栗，价格肯定要高一些。如果卖得好，很快就会有人跟着卖，竞争一大，利润就低，肯定得趁现在多挣一些。虽然我说的有板有眼，板栗也很香，但很多人还是摇摇头离开，去了别的摊子。不过也有几个馋得不行的，想尝尝味儿。那给我半斤，我也要半斤。好嘞。第一批板栗卖出去，一开始舍不得钱的人从买的人那里要上1-2颗，但凡是吃过这板栗的人，当即就掉头跑到我摊子前买炒板栗。半个小时不到，摊子前就已经围上30-40号人，水泄不通。5个小时不到，100多斤的板栗就卖了个1干2净。卖完板栗，我也没耽搁，赶紧收摊，把东西都搬上车，把空地给老太太腾了出来，然后付给对方1块钱。不是说5毛吗？你给我这么多做什么？今天要不是您，我都还得重新去找其他位置摆摊，可能还没这么好卖呢。而且以后我可能还会在您这打扰，每天多给您一些租金，您看行不行？这个位置实在太好卖炒板栗，而且我也发现今天过来这里买板栗的大多都是镇上的居民和学生，花钱的力度比我想象的还要大。以后除了3天1次的赶集，我平时也可以过来卖。5毛的租金已经不便宜了，客气啥？你以后要是想继续在我这租摊子，就不要跟我这么客气。我本想将钱塞回去，听老太太这么一说，刚伸出去的手就僵在了半空。感情我要硬给，以后人家就不租地给我了。好吧，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鱼儿想不想吃馄饨？想。好，那我们今天中午吃馄饨。阿婆，3碗馄饨。好嘞。老人家不收我多的钱，
我就帮忙照顾一下生意，并且以后过节还要送点礼品。吃完馄饨，我这才将今天卖板栗的钱掏出来数了数，不数不知道，一数吓一跳，这160多斤的板栗，一共卖了55块6毛5分钱，就算是除去15块左右的成本，净赚就是40多块。一个上午就挣了城里普通工人1个多月的工资，这板栗卖的值，加上之前口袋里剩的3块9毛9，我现在一共有59块5毛6，在这个年代可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了。陈旭，你怎么还给我送过来了？我过几天自己上门去拿就行了。我这趟也是顺路过来还筐子，也是想问问你家里还有板栗吗？我接下来每天都要100多斤。你把那100多斤板栗卖光了？不是才半天时间，这大个子就把我平时赶集1个月才能卖掉的板栗卖光了，这是咋卖出去的？是卖完了，叔，我赶着回去，你就跟我说你这板栗还有没有？有，不过我得现剪，而且还得放上3天才能有卖给你那么甜。明天你要是要的话，我可以先让我弟弟那边卖一些给你，他家有库存，这肯定没问题。好，那就麻烦叔你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明天凌晨4点半我过来取货，150斤。如果他们能帮我把每颗板栗划上小口，我每斤多加1分钱，8分钱1斤。划1斤板栗1分钱的工费，对于现在的农村人来说可不少。罗成禄听到我这话，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以后每天都要100多斤，每天12块钱呢，这哪里是村中恶霸，简直就是财神爷啊！二伯，这是今天租驴车的钱。陈旭，你去抢了。二伯，我这不是抢的，是我去镇上卖板栗挣的钱，这是答应给你的租金，1天2块。你还会卖板栗？对，卖板栗挣的，而且以后我天天都会去镇上卖板栗。二伯，你这驴车我照常每天给2块租金。那你这个挣钱多吗？一下子给我2块的租金，你还有没有钱赚啊？二伯，你放心吧，我给你这么多租金，肯定是钱挣得多，以后你就每天管着喂饱驴，放心租给我就成。陈家老祖宗真的是显灵了，陈旭竟然不傻了，还会挣钱了。听这口气，起码1天也是10块8块的挣，出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又带上小鱼儿来到镇上卖炒板栗，板栗还没熟，昨天在我这儿买过板栗的人就已经排起了长队。老板，给我来1斤，我也要1斤。好嘞，马上给你们装。父女俩人忙得不亦乐乎，甚至偶尔忙不过来，一旁的老太太还得上前跟着帮忙。一旁几家早餐店看着我的摊子火热的场面，一个个简直羡慕嫉妒的眼冒绿光，甚至1、2个老板都开始琢磨着也要去周围的村子收购板栗，卖炒板栗算了，毕竟这炒板栗看上去实在是太挣钱了。忙活的间隙，我注意到了斜对面的一张熟悉面孔，张强，看得出来，估计他也是动了卖板栗的心思。原来这傻小子每天给板栗划口子，去河沟挖石子，就是来这镇上炒板栗卖，这么火爆的生意，难怪家里天天又吃大米又吃肉。表哥，我这里有一笔挣钱生意，想跟你谈谈。今天的生意依然火爆，150斤的板栗也在下午2点不到的时候就卖了个1干2净，一共进账50块7毛5。然而第二天，我刚摆好摊，准备开始炒板栗，对面的张强就已经支起摊开始吆喝起来：“糖炒板栗2毛5一斤了，又大又甜啊！”张强这一吆喝，我摊子前的客人还真有不少动摇起来。老板，你看你板栗这么小，隔壁家比你的大可都才2毛5一斤，不然你也给我算2毛5，我在你这里买。对，老板，你要是也1斤降1毛钱，我也继续在你这里买。我也是，不然心里怪不平衡。人家比你大个的也才2毛5一斤。各位，我来这边摆摊第1天就说过了，我这炒板栗手艺独一家，而且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板栗，炒出来3毛5一斤已经非常实惠了，我不会降价的。想通过降价的卑劣手段抢我的生意，你们也得有这实力才行。几个想趁火打劫的人，没想到我会这么果断拒绝，接连掉头去了张强摊前掏钱买板栗。然而去张强那边买板栗的人很快就后悔了，卖的什么板栗难吃死了。虽然他们的板栗大个，但是几乎没什么甜味，而且还不糯。不少跟过来在后面排队的客人看到几人反应，赶紧就从队伍里脱离出来，掉头回到我这里。老板，给我1斤，我还是买你家的吧，你家的炒出来香味都比较香。我也要1斤，还是觉得陈老板家的好吃。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我的摊子又恢复了以往的热闹。两人看着我这边再次爆火的场面，急得直跳脚。在商量一番后，赶紧吆喝着又降低了5分钱的价格。虽然我的炒板栗的品质口感留住不少客人，但是张强那边还是低价拉走了不少。今天的生意受到了些影响，直到收摊也才卖了120斤。张强今天不错，卖了60多斤的板栗，以后技术再提升一下，还能卖更多。我这上门女婿不比老二家那蛮傻子差。以后张强，你只管炒板栗和卖，多卖一些，收购板栗跟划口子交给我跟爸就成。那肯定的，明天估计卖个100斤都不成问题。我看着这一唱一和的3人，嘴角露出一抹玩味笑容。爷，我这5块钱给你，昨天你给我折了50、60个三角带，当做给你的工费。50个三角带就直接给5大块。
爷爷给那傻子折几个三角带，他都给5块。我跟我爸辛辛苦苦给你划板栗收板栗，你一天就每人只给8毛。要不是我的自行车，我亲戚的店，我去炒，你们一天干农活能挣8毛钱吗？我给的合情合理啊。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媳妇上，我还不想给呢。不让你们做白工都很不错了。好啊，那你自己请人去划，请人去给你收板栗，这活老娘不干了。陈国栋本来只是心头有些不痛快，听到张强这话，哪还干得下去？女儿前脚刚走，他也黑着脸起身，抬脚进了屋。陈青山看着这一幕，捏着手里的5块钱，简直哭笑不得。这陈家老祖宗显大灵了呀！我这大孙子不仅不傻了，还成了个人精。这一手挑拨离间，就算是我这活几十年的老头子，都自愧不如。第二天出摊的时候，张强那边已经把炒板栗的价格拉低到了1毛8一斤，也吆喝得更卖力了几分。现在我的口袋里已经有将近400块了，我开始琢磨起了今后的打算。现在有了资金，要挣更多的钱，当然是去绝对是遍地黄金和机遇的大城市里。特别是对于前世经验丰富的我来说，只要能过去，就可以直接提着麻袋捡钱。明天将库存的板栗卖完，就正式去荣城发展。做完这个决定后，我就将板栗的价格降了下来，2毛钱一斤。不少客人听到我降价的吆喝，赶紧就一窝蜂朝我这边涌了过来，疯狂抢购。下午3点不到，150斤的板栗就被一扫而光。苏青莲和老伴刘爱国也是几十年的人精，也从我下午反常的举动里看出了些端倪。小陈，你是不是不打算在这里卖板栗了？是不是打算去大城市发展了？差不多，明天我可能还会来一天，把板栗供应商那边的库存清完，然后打算去荣城看看。去荣城啊？那不会太远，而且我外孙女也在那边上学。现在荣城那边应该很适合发展，确实可以去试试。对了，如果小陈这几天要过去，我们赶紧包些丫头爱吃的馄饨带过去给她，怎么样？啊，对，这丫头上次回来就说在那边吃不到家里这么好吃的馄饨，现在小陈要过去，正好我帮给她带些过去。可以啊，反正我也要去四处走走，正好给她送过去。回家的路上，我琢磨起去荣城的生意。再卖板栗的话不太现实，毕竟这个板栗供货量有限，也是季节性的东西，卖一阵就没了，所以得考虑一种供货量大，而且容易大批量储存，还不容易坏的东西。爷，你把这些土豆压碎做啥？我们这塘头村不都是专门种土豆和玉米吗？今年粮食不给生产队，我们自己留，这么7、8亩地2、3万斤的土豆人吃不完，特别是这些小个的，交公粮上面也不要，索性就煮一煮，碾碎，跟猪草一起喂猪，给猪吃。我看着这满满一盆的土豆，以及几乎堆了半个堂屋的土豆，忽然脑中灵光一闪，对去荣城那边的第一笔生意忽然就有了眉目。对了，爷，后天我得去一趟荣城，能帮我照看一天小鱼吗？可以是可以，你去荣城干啥？先去逛逛，到时候给你带好吃的回来。将板栗的库存清空后，我就去镇上搭火车前往荣城。叔，我是过来替人给叶青雨送东西的，你先放在这里，等晚点他放学我拿给他。叔，这里面是馄饨，放太久里面的肉可能会变质，你可以告诉我他教室在哪吗？我马上给他拿去。那位女同学，你过来一下，这个是外面这个小伙子给叶青雨同学的，你帮忙给他同学带一下。妹子，里面的馄饨是青雨外公外婆让我帮忙带的，2包板栗是他外公外婆朋友送的，你帮我送去吧。好的，我马上去。将东西送到，我动身去往附近的黑市，打算先去买一些粮票、肉票、布票、工业票等等，到时候好去采购麻辣土豆需要的调料。刚才我被送东西的那个大哥吓了一大跳。世界上还会有比彭老师还凶的人吗？今天小晴看到的大哥凶不凶我不知道，但是上次我跟青雨回去看到的那个人，看你一眼都要刮下2两肉那种，好吧？要是彭老师站在他旁边一比，哎呦，那彭老师简直不要太温柔，太小鸟依人哦。叶青雨思绪被拉回10多天前，回想起之前那个男人跟他交流时的每一句话，那个人也就看起来比彭老师凶，实际上性格应该要比彭老师温柔不少吧。小伙子，是媳妇想你了吧？媳妇都没一个呢，谁会想我呀？想到这儿，不禁又回想起10几天前那场邂逅，也不知道那妹子现在怎么样了，应该没给她造成心理阴影，耽误她今后的生活吧。今天走了好几个地方，综合考虑下来，还是火车站这里适合卖炸土豆试水。这里人流量大，土豆直接从火车上拉下来就可以开卖，也比较方便。我来到距离火车站最近的一家茶馆。叔，可以耽搁你几分钟吗？什么事？好事。小兄弟，到底啥事啊？叔，是这样，我想在你旁边支个摊卖东西。什么？你要在我店旁边摆摊？这不是明摆着抢我生意吗？你要是在我这旁边支个摊，那我这生意也不用做了。我要给租金的，1天1块，而且不会影响你茶馆生意，还能给你茶馆带来更多的生意。老板闻言突然来了兴致，1天1块的租金还能给他带生意？你这是要卖什么？叔，你就说你答应不答应？不答应的话，我去对面茶馆问。老板听到这话，看了对面的竞争对手一眼，生怕我真走了。可以，但是先说好，如果你影响到我这边的茶水生意，给钱我也不租给你。放心，肯定不会。不仅不会，到时候指不定带着这茶馆挣多少呢。当然，我这摊子也适合开在茶馆旁边，2人一拍即合。现在荣城摆摊的事有了着落，回去之后，明天把土豆准备好，
后天一早就过来开卖。小子，你今天不去镇上卖板栗了吗？昨天你没去镇上卖板栗，那张强回来说板栗都炒不赢，今天一大早就把陈国栋跟陈倩南叫去帮忙了。陈青山琢磨，我是不是被张强那小子仗着本地人的身份欺负了，不去卖了？不卖了，我打算卖别的。那你打算卖啥？爷，大伯家的土豆你有份吗？当然有啊，我也是跟着下了地的。咋的？你要？5分钱1斤，先给我500斤，别人的话我3分钱收，自家爷爷多给点。你要卖这个，这东西怎么卖？还5分钱1斤，在我这收，到时候就怕3分钱1斤都没人要，好吧？对，5分钱1斤，如果好卖的话，再多收一些。臭小子，城里人都是吃精品大个的土豆，这小个也就我们农村人自己会吃，而且家家户户都吃不完，谁会买你这个呀？爷，你就说你卖不卖？不卖我可去别家买了。哎呀，卖！我卖的话，陈旭这几百斤土豆卖不出去，我还能给这大孙子退回去，别人可不一定了。张强几人今天本来高高兴兴，以为我被他们干趴了，以后一家独大卖板栗，赚大钱，吃大肉。但是看着周围支起来的几家炒板栗的摊子，热络的人气，再看着自己无人问津的摊子和今天一早拉过来的200多斤板栗，脸都绿了。这几家摊子板栗的价格不仅跟他们家一样，最重要的是他们炒出来的板栗味道都跟我炒的相差无几。而这几个人都是前天跟我在板栗摊子前聊了半天的人。根据上一世自制不下几百份麻辣土豆的经验，很快我就做好了一盆色香味俱全的麻辣土豆。于是我开始规划起明天卖土豆的事情。爷，这土豆削皮挺耗费时间，得找个人帮我。街上你有合适的人选吗？陈青山正寻思怎么开口跟我说找老婆的事儿，现在听我这么一说，当即就有了主意。那还真有一个，街上那个吴翠芳你知道吗？哪个？就是那个小虎哥的妈妈呀。啊，想起来了，她前几年男人出意外没了，也是一个人带孩子，家里地不多，一年下来挣不了几个钱。你要是想找个人帮你忙，可以找他，让他挣点生活费也行。虽然他也想赶紧看着大孙子再找个老婆，但是吴翠芳人具体怎么样，他也不清楚。正好趁这个机会，两人能一起相处下，合适的话日久生情，不合适就拉倒。我听到老爷子这话也没多想。那爷，我下午就去找他，问问看他有没有意向。成。忽然，大臣，你干啥呢？你怎么不问问你宝贝孙子在镇上干了什么好事？胳膊肘往外拐，还针对自己堂姐夫。老二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我意思还不够明显吗？炒板栗的秘方你不跟你姐夫说就算了，还交给外人，拉低价格。现在整条街就你姐夫炒的板栗难吃，你不干了，有必要这么针对他？好歹也都姓陈，自己不挣钱了，连我们家的生意你也要搞垮，你就是见不得陈家有人好是吧？陈旭，你这样也太过分了。哼，恶意拉低价格抢我生意，想一家独大的是你张强，你他妈自作自受，现在还来我这里找麻烦是吗？张强听到我这话，瞬间就心虚了。确实一开始是他在故意拉低价格，想等我干不下去再抬价，没想到才挣了1天，都还没来得及抬价，我就来了这一招。张强他再怎么错，也是你姐夫，你有必要？够了，都给老子闭嘴！带着你的人滚回东屋去问清楚了，要真是陈旭做的不对，老子给你做主。陈国栋听着老头子这话，就算心头不服，也大气不敢喘一声，喊上张强和陈倩南，灰溜溜的回了东屋。爸，那个爷爷也太……你给老子闭嘴！这女婿避重就轻，把我当枪使就算了，那老爷子还处处袒护那宝贝孙子，我倒要看看陈家两家都不挣钱，一直败落下去，遭殃的到底是身强力壮的我们，还是老头子那把一身疾病缠身的老骨头？陈国栋几人离开后，我也没能避免被陈青山训斥了几句。虽然知道是张强的问题，但也没一个老人愿意看着子孙后代相互计算，闹个两败俱伤。下午我就去找吴翠芳，跟对方说了帮我削土豆的事，1天1块钱的工钱。本来以为对方会怕跟我一起相处，没想到竟然比想象的还要积极很多。看来这寡妇日子是真的太苦了。第2天凌晨，天刚蒙蒙亮，我就扛上300斤土豆，带上小鱼儿，叫上吴翠芳一起出发，前往荣城。之后来到临街茶水店门口，和老板打了声招呼，还跟茶水店老板借了2张桌子，摊子总算是支了起来。10来分钟的时间，一锅金灿灿的土豆就出锅，不少路过的人很快就将视线转移到了这边，陆陆续续走到摊子前。这一走近，浓烈的香味侵入鼻尖。老板，你这土豆怎么卖？这么一海碗4毛钱，可以免费尝1块。这么贵？我去国营菜市场称1斤也才1毛钱，这碗里看着也就半斤，就算是榨出来的4毛也很贵了。大姐姐，我爸爸炸的麻辣土豆超级好吃哦！呀！女人被小奶娃那声大姐姐叫得心花怒放，脸上当即就露出笑容。哎呀，我都快30了，该叫阿姨了。你不说，我还以为你才20出头呢，还真没看出来。女人笑得更灿烂了几分，将土豆送进嘴里，嚼吧几口，微微一怔，像是发现新大陆。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土豆，这一碗我要了。店里有座位，进去坐着慢慢吃。跟过来的人群看到女人的反应，也是口水直流，纷纷上前踊跃购买起来。
茶水店老板看着我一波接一波让客人端着碗来他店里，顿时就不乐意。我就答应让他在店门口支一个摊，什么时候同意给他桌椅招呼客人了？简直得寸进尺。今天生意本来就很差，现在见我这么乱来，更是越想越气，当即就要去找我麻烦。然而还没等他来得及过去，老板，快给我来一碗茶水，这玩意儿真辣呀，不过我喜欢。好，这就来。一碗茶水刚刚上桌，另外一桌客人也吆喝出声：我的天，又麻又辣又香！老板，我也要一碗茶。好嘞。1个小时不到的时间，茶水店就坐满了客人，我摊子前也被堵了个水泄不通，一行几人简直都忙得像陀螺。下午6点不到，我带来的300多斤土豆就卖了个一干二净。店老板也累了一天，昨天他一个人开茶馆才挣2块钱不到，今天我一过来就给他带来8块6毛4的收益，加上摊位就已经9块多了，1个月下来200多块了。陈老板，你以后可一定天天来我这摆摊啊！这些桌椅板凳，店里的东西，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那就多谢老板你了。除去人工和原材料的成本，今天这300多斤土豆就挣了170块，卖半天就抵在镇上卖3天的板栗，非常可观。而且今天还是削皮供应不上，一开始也有些生疏，耽搁了不少时间。下次再过来带个500斤，应该也能轻松卖完。考虑每天从藤头村运送土豆过来，已经快到中午，卖完收摊已经没回去的火车，所以接下来要继续卖的话，得先在火车站附近租一套小院子，可以住人，也能一次性多运一些土豆过来储存，就不用来回奔波，2天只能卖1趟土豆。之后在茶馆老板唐国山的介绍下，我花一次性付了3个月的租金9块钱，租下了一个大院子。租完房子，我掏了20块钱给吴翠芳，让她帮忙置办一些锅碗瓢盆、棉被、床单，再把屋里打扫一下。现在荣城这边的住所解决了，我还得回镇上叫一辆拖拉机，再回村里大批量采购一批土豆过来。要是早发现这男人这么好，以前看着他就不躲着走了。当然，除了陈旭口袋里的钱，他也好多年都没。陈旭那身材、那体力，还有身上散发出来的魅力和谈吐，他这几天啊，是越看越喜欢，越期待。什么？你300多斤土豆全卖光了？这些次品小土豆可是粮管所都不愿意收的，你竟然1天就给卖光了？爷，土豆还有吗？你要卖，我再从你这买几千斤。卖啥呀？你要是还在我这卖，爷马上又被张强盯上了，又耽误你做生意。行，我去别家收。我倒也不是怕了张强，只是不想老爷子操心这些事情，不能在老爷子这里买，我就去二伯家收。他们家今年也种了不少土豆，一次性在他手里多订几千斤，拉去荣城慢慢卖。下午6点半，二伯一家子就帮着我将1500斤的土豆全搬上了拖拉机，跟拖拉机师傅交代几句，便让对方驾驶着拖拉机离开，前往荣城。二伯，这是今天土豆的钱。20张大团结，200块。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摸到大团结，而且一次就是20张啊！二伯母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一改以往横眉冷对。小旭，今天晚饭就在我们家吃吧，家里炒了一盘猪肉。不用了，伯母，小月儿还等我回家做饭呢。晚上我又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本来想好好犒劳一下老爷子，但没想到的是，今天老爷子睡得格外的早。等我去喊对方吃饭的时候，对方已经睡下了，似乎还有些起床气，让我不要打扰。此时我还没有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不是说是脊椎关节问题吗？怎么胸口也这么痛？虽然早就知道有这一天，但是没想到竟然这么痛苦。但是这病就是个无底洞，哪里治得起？翌日天刚蒙蒙亮，我就带着小鱼儿赶往荣城。虽然停了一天，但今天土豆摊子的生意也是异常火爆。刚出锅一锅土豆，很快就被早就过来等候的客人们一扫光。我这一忙就是1个多礼拜的时间，麻辣土豆也成了火车站的标志性小吃。随着这麻辣土豆火爆，周围不少人都跟风售卖起来。虽然别家跟风卖的都没我炸的好吃，但是多多少少也影响了一些生意。1个礼拜下来，除去成本，存这里的钱已经累积到了1751。要知道现在荣城这边一套好一些的二手房也才1000多块钱。哎呀，陈旭，我也一眼将对方认了出来，这是街上小胖墩的妈妈。姐，进城来玩吗？进城来买点东西，之前就听人说你来城里做生意了，原来是卖起土豆了，生意应该很不错吧？还可以，姐你也尝尝，请你吃一份。这时女人突然想到了什么吧？陈旭，等一下，你这段时间都没回去吗？是啊，在这边卖6、7天了。姐，怎么了？你爷爷快不行了，你知道吗？此话一出，我脸上的笑容骤然僵住。他说什么？爷爷快不行了？怎么可能？之前都还好好的。忽然我想起离开的前一天晚上，老爷子那破天荒的早睡，顿时心头一震，赶紧将手里的活丢给吴翠芳管理，然后带着小鱼坐火车回家。而吴翠芳也从壮壮妈嘴里知道了老爷子的事，这病想要治好，最少几大千，而且就算治好，以后很可能还会一直汤汤药药，是个无底洞。如果真的想治，我倒要考虑要不要跟陈旭结婚了。毕竟这土豆的生意因为有不少人跟风，收益越来越差。陈旭家已经有一个累赘了，再来一个无底洞，我再跟陈旭结婚，不就是往火坑里跳？老爷子的脊椎有问题，陈国栋是一开始就知道的，刚开始也带去镇上看过几次。
虽然家里经济条件差，但他也给陈青山买过中药调理。但在知道老爷子一直拿工资去偷偷照顾原主，花钱给原主讨了个老婆后，陈国栋一气之下就没再给老头子买药。床上，陈青山剧烈咳嗽声再次传来，枕头已经被冷汗打湿，身体因为剧烈疼痛阵阵发颤。张强被这一声声咳嗽，整个人烦躁至极。这老头什么时候才能断气？每天晚上咳吵的老子都没法好好睡觉，我就等着老爷子赶紧断气，好吃席。就在这时，我走了进来。陈旭，爷爷。床上，陈青山听到身后忽然冒出的声音，微颤的身体顿时愣住，咳嗽声也短暂的止住了。我刚才是幻听了吗？怎么好像听到大孙子的声音了？这臭小子怎么突然回来了？爷，我带你去医院。你别那样动爷，他会痛。爷强直性脊椎炎一直舍不得花钱治，现在发展到了晚期，很多器官受到影响，迅速恶化。医生说没几天了。我手里动作一僵，赶紧将手收回。只听壮壮妈说老爷子不行，就第一时间冲回来了。老爷子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嗨，也没事，人迟早都会有这天的。我看着这明明一头冷汗还硬撑的老头，心底不舍和不甘越发浓烈。应该还有机会。爷，我带你去荣城，这乡镇医疗水平有限，肯定不如荣城发达。去荣城的话，肯定还有一线生机。去有什么用？人家医生说了，老爷子现在这身体情况，就算想再挣扎折腾，没个3000块下不来。而且就算你3000块花了，人也不一定能救过来，救过来也可能要汤汤水水，一直不能断。你就算把陈家这宅基地卖了，村里挨家挨户的借500块都凑不到吧？所以你还是认清现实，别瞎折腾，让老爷子赶紧走吧。走了我好吃席，这样家里还少一个累赘。此话一出，没等张强反应过来，我就冲到他面前。陈旭，你要干嘛？快放我下来！你一个上门女婿，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以后再他妈敢乱说，老子撕烂你的嘴！收拾完张强，我不敢耽搁，转过身，将里屋的门板拆了下来，然后抱着门板走到床边，来帮忙啊！现在家里最多只有270多块，治我肯定想治，但是钱不够的话，只会白折腾老爷子。老爷子也怕拖累这一大家子，看到动静，赶紧开口：我不治。爷，治不治我说了算，我手里现在就有1700，虽然目前不够，但是我会尽快凑齐。什么？陈旭竟然有1700块钱？在父女二人无以复加震惊的心情中，我已经将陈青山转移到木板上，招呼着两人将人抬着送到等候已久的拖拉机上。陈国栋父女也不放心跟着我坐的拖拉机前往荣城，由于老爷子身体太重，拖拉机也不敢停步，足足花10来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凌晨2点才到荣城医院。患者强直脊椎炎已经晚期，关节外也发生了病变，肺部开始纤维化，眼睛也出现虹膜炎的症状，情况很不乐观。要治疗的话，手术加上后续的费用没3000下不来，以后还可能一直需要吃药调理，你们知吗？医生说完，就一把将报告都扔在了桌子上。不用想也知道，这么一笔昂贵的医疗费，这家人肯定拿不出来。特别是这种上了年纪的老人，别说3000，就算是500块，很多家庭都直接选择放弃，回去等死。医生，你尽管给我爷爷治，医疗费我会尽快弄过来。你确定几天之内可以凑出来？这是3000块，可不是30。可以的，我这里已经有1700，我等下就去交，剩下的我在2天之内尽快凑上。陈国栋看着我几乎没有犹豫掏钱出来，心中一阵动容，攥紧带来的布袋，一咬牙，我这里也有280块，这傻小子都知道要救爷爷，我这做儿子的又怎么能退缩？无论治不治得好，起码也尽力了，反正我就这么多，你非要治，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说完就带着陈倩楠走出了医生办公室。我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原本发沉的心忽然涌入一股暖流。忽然发现我这大伯好像没那么让人讨厌，还差1000，2天之内我一定凑齐。医生完全没想到这一家子竟然会有这么多钱，还齐心协力，愿意花几千块救一个老人。好，既然你们要治，我就尽力给你们治，也尽量给你治好。从办公室出来，我就直接去收费处缴了费，跟陈国栋父女招呼一声，才抱着已经熬不住睡着的小鱼儿离开。9点半，我回到家，走进院子，正在院子里削土豆的吴翠芳就赶紧起身迎了过来，跟我询问情况。我也没隐瞒，将老爷子的情况告诉了吴翠芳。陈旭要救老头子治疗费最少也要3000打底，最近他麻辣土豆的生意可一天不如一天，就算这3000块凑够，陈青山就过来。这一把年纪的老人这么一折腾，以后不汤汤药药不断，3天2头去医院，整个家不被拖垮。吴翠芳越想越后怕，打起了退堂鼓。忽然她就不想跟我好了。翠芳姐，你怎么了？陈旭，我今天做完就不做了，我大娘说给我物色了个合适的对象，让我回去看看。我本来也有辞退吴翠芳的想法，现在她正好有事主动辞职，倒也不用麻烦了。好，那我先提前恭喜你。我还挺怕陈旭强留的，没想到竟然答应的这么爽快，虽然心里多少有些失落，但是起码我今天干完就可以赶紧走人了。陈旭要救他爷爷还是奶奶都跟我没关系，反正现在这男人我绝对不嫁。我对女人研究不深，也不知道吴翠芳心里这些小九九，在院子里跟她说上2句，就招呼着她一起去出摊。
重生回到80年代，我靠卖村民专门喂猪的土豆赚得盆满钵满。什么？你300多斤土豆全卖光了？这些次品小土豆可是粮管所都不愿意收的，你竟然1天就给卖光了？爷，土豆还有吗？你要卖，我再从你这买几千斤。卖啥呀？你要是还在我这卖，爷马上又被张强盯上了，又耽误你做生意。行，我去别家收。我倒也不是怕了张强，只是不想老爷子操心这些事情，不能在老爷子这里买，我就去二伯家收。他们家今年也种了不少土豆，一次性在他手里多订几千斤，拉去荣城慢慢卖。下午6点半，二伯一家子就帮着我将1500斤的土豆全搬上了拖拉机，跟拖拉机师傅交代几句，便让对方驾驶着拖拉机离开，前往荣城。二伯，这是今天土豆的钱。20张大团结，200块。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摸到大团结，而且一次就是20张啊！二伯母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一改以往横眉冷对。小旭，今天晚饭就在我们家吃吧，家里炒了一盘猪肉。不用了，伯母，小鱼儿还等我回家做饭呢。晚上我又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本来想好好犒劳一下老爷子，但没想到的是，今天老爷子睡得格外的早。等我去喊对方吃饭的时候，对方已经睡下了，似乎还有些起床气，让我不要打扰。此时我还没有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不是说是脊椎关节问题吗？怎么胸口也这么痛？虽然早就知道有这一天，但是没想到竟然这么痛苦。但是这病就是个无底洞，哪里治得起？翌日天刚蒙蒙亮，我就带着小鱼儿赶往荣城。虽然停了一天，但今天土豆摊子的生意也是异常火爆。刚出锅一锅土豆，很快就被早就过来等候的客人们一扫光。我这一忙就是1个多礼拜的时间，麻辣土豆也成了火车站的标志性小吃。随着这麻辣土豆火爆，周围不少人都跟风售卖起来。虽然别家跟风卖的都没我炸的好吃，但是多多少少也影响了一些生意。1个礼拜下来，除去成本，存折里的钱已经累积到了1751。要知道现在荣城这边一套好一些的二手房也才1000多块钱。哎呀，陈旭，我也一眼将对方认了出来，这是街上小胖墩的妈妈。姐，进城来玩吗？进城来买点东西。之前就听人说你来城里做生意了，原来是卖起土豆了，生意应该很不错吧？还可以，姐你也尝尝，请你吃一份。这时女人突然想到了什么感？陈旭，等一下，你这段时间都没回去吗？是啊，在这边卖6、7天了。姐，怎么了？你爷爷快不行了，你知道吗？此话一出，我脸上的笑容骤然僵住。他说什么？爷爷快不行了？怎么可能？之前都还好好的。忽然，我想起离开的前一天晚上，老爷子那破天荒的早睡，顿时心头一震，赶紧将手里的活丢给吴翠芳管理，然后带着小鱼坐火车回家。而吴翠芳也从壮壮妈嘴里知道了老爷子的事，这病想要治好，最少几大千，而且就算治好，以后很可能还会一直汤汤药药，是个无底洞。如果真的想治，我倒要考虑要不要跟陈旭结婚了。毕竟这土豆的生意因为有不少人跟风，收益越来越差。陈旭家已经有1个累赘了，再来1个无底洞，我再跟陈旭结婚，不就是往火坑里跳？老爷子的脊椎有问题，陈国栋是一开始就知道的，刚开始也带去镇上看过几次。虽然家里经济条件差，但他也给陈青山买过中药调理。但在知道老爷子一直拿工资去偷偷照顾原主，花钱给原主讨了个老婆后，陈国栋一气之下就没再给老头子买药。床上，陈青山剧烈咳嗽声再次传来，枕头已经被冷汗打湿，身体因为剧烈疼痛阵阵发颤。张强被这一声声咳嗽整个人烦躁至极，这老头什么时候才能断气？每天晚上咳吵的老子都没法好好睡觉，我就等着老爷子赶紧断气，好吃席。就在这时，我走了进来。陈旭，爷爷。床上，陈青山听到身后忽然冒出的声音，微颤的身体顿时愣住，咳嗽声也短暂的止住了。我刚才是幻听了吗？怎么好像听到大孙子的声音了？这臭小子怎么突然回来了？爷，我带你去医院。你别那样动爷，他会痛。爷强直性脊椎炎，一直舍不得花钱治，现在发展到了晚期，很多器官受到影响，迅速恶化。医生说没几天了。我手里动作一僵，赶紧将手收回。只听壮壮妈说老爷子不行，就第一时间冲回来了。老爷子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嗨，也没事，人迟早都会有这天的。我看着这明明一头冷汗还硬撑的老头，心底不舍和不甘越发浓烈。应该还有机会。爷，我带你去荣城，这乡镇医疗水平有限，肯定不如荣城发达。去荣城的话，肯定还有一线生机。去有什么用？人家医生说了，老爷子现在这身体情况，就算想再挣扎折腾，没个3000块下不来。而且就算你3000块花了，人也不一定能救过来，救过来也可能要汤汤水水，一直不能断。你就算把陈家这宅基地卖了，村里挨家挨户的借500块都凑不到吧？所以你还是认清现实，别瞎折腾，让老爷子赶紧走吧。走了我好吃席，这样家里还少1个累赘。此话一出，没等张强反应过来，我就冲到他面前。陈旭，你要干嘛？快放我下来！你一个上门女婿，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以后再他妈敢乱说，老子撕烂你的嘴！收拾完张强，我不敢耽搁，转过身，将里屋的门板拆了下来，然后抱着门板走到床边。来帮忙啊！现在家里
最多只有270多块，治我肯定想治，但是钱不够的话，只会白折腾老爷子。老爷子也怕拖累这一大家子，看到动静赶紧开口：我不治。爷，治不治我说了算，我手里现在就有1700，虽然目前不够，但是我会尽快凑齐。什么？陈旭竟然有1700块钱？在父女二人无以复加震惊的心情中，我已经将陈青山转移到木板上，招呼着两人将人抬着送到等候已久的拖拉机上。陈国栋父女也不放心跟着我坐的拖拉机前往龙城，由于老爷子身体太脆，拖拉机也不可能太快，足足花10来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凌晨2点才到龙城医院。患者强直脊椎炎已经晚期，关节外也发生了病变，肺部开始纤维化，眼睛也出现虹膜炎的症状，情况很不乐观。要治疗的话，手术加上后续的费用没3000下不来，以后还可能一直需要吃药调理，你们知吗？医生说完，就一把将报告都扔在了桌子上。不用想也知道，这么一笔昂贵的医疗费，这家人肯定拿不出来。特别是这种上了年纪的老人，别说3000，就算是500块，很多家庭都直接选择放弃，回去等死。医生，你尽管给我爷爷治，医疗费我会尽快弄过来。你确定几天之内可以凑出来？这是3000块，可不是30。可以的，我这里已经有1700，我等下就去交，剩下的我在2天之内尽快凑上。陈国栋看着我几乎没有犹豫掏钱出来，心中一阵动容，攥紧带来的布袋，一咬牙：我这里也有280块，这傻小子都知道要救爷爷，我这做儿子的又怎么能退缩？无论治不治得好，起码也尽力了。反正我就这么多，你非要治，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说完，就带着陈倩楠走出了医生办公室。我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原本发沉的心忽然涌入一股暖流。忽然发现我这大伯好像没那么让人讨厌，还差1000，2天之内我一定凑齐。医生完全没想到这一家子竟然会有这么多钱，还齐心协力，愿意花几千块救一个老人。好，既然你们要治，我就尽力给你们治，也尽量给你治好。从办公室出来，我就直接去收费处缴了费，跟陈国栋父女招呼一声，才抱着已经熬不住睡着的小鱼儿离开。9点半，我回到家，走进院子，正在院子里削土豆的吴翠芳就赶紧起身迎了过来，跟我询问情况。我也没隐瞒，将老爷子的情况告诉了吴翠芳。陈旭要救老头子治疗费最少也要3000打底，最近他麻辣土豆的生意可一天不如一天，就算这3000块凑够，陈青山就过来。这一把年纪的老人这么一折腾，以后不汤汤药药不断，3天2头去医院，整个家不被拖垮。吴翠芳越想越后怕，打起了退堂鼓。忽然她就不想跟我好了。翠芳姐，你怎么了？陈旭，我今天做完就不做了，我大娘说给我物色了个合适的对象，让我回去看看。我本来也有辞退吴翠芳的想法，现在她正好有事主动辞职，倒也不用麻烦了。好，那我先提前恭喜你。我还挺怕陈旭强留的，没想到竟然答应的这么爽快，虽然心里多少有些失落，但是起码我今天干完就可以赶紧走人了。陈旭要救他爷爷还是奶奶都跟我没关系，反正现在这男人我绝对不嫁。我对女人研究不深，也不知道吴翠芳心里这些小九九，在院子里跟她说上2句，就招呼着她一起去出摊。重生回到80年代，我靠卖麻辣土豆，2天就凑够了爷爷的1000块天价手术费。各位，我这摊子也摆好一阵子了，今天做个活动回馈一下新老顾客，但凡是在我这儿买麻辣土豆的，累计2份就可以参加一次抽奖。那奖品是啥？立马免单2份麻辣土豆，1/10的中奖几率哦。客人们一听，眼睛顿时就亮了。我的麻辣土豆做的好吃，1份本来就不太够吃，现在听说买2份有机会免单，不少客人顿时就来了兴致，都朝摊子前涌了上来。那我先来2份，万一中奖就可以免单了。我也来2份的吧，本来是不打算给家里那死鬼打包的，现在有抽奖机会，就给他打包1份。虽然奖品不大，但是这带着点彩票性质的购买方式，大大刺激了客人们的购买欲望。今天从10点多一直忙到晚上9点才开始收摊，整天下来卖掉610斤左右的土豆，营业额在450左右。如果明天再拼一把，再晚点收摊，卖个500多，手术费差不多就能凑齐。就在这时，一叠大团结递到我跟前来，抬头看去，拿着钱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茶水馆的老板唐国山。叔，你这是？陈老板，你家的情况我知道一些，虽然这100块可能不算多，但是也是我的一点心意，先借给你应急。我看着手里一叠的大团结，一股暖烘烘的热潮涌上心头。叔，谢了。嗨，客气啥呀？经过这些天的相处，我跟你不仅是合作伙伴，也算是朋友了。现在朋友家里困难，我能力所能及，能帮一些是一些。收完摊，我就将吴翠芳的工钱一次性结算给了他，然后再将手里的现金全部清点一遍。今天挣的钱加上唐国山给的，一共是558块2毛5。明天再挣个500，老爷子的手术费就能凑齐了。第二天出摊，虽然没了吴翠芳，但唐国山连夜帮忙找来2个手脚麻利的小工，做起事情来也不比吴翠芳慢上多少。在抽奖活动的加持，今天的生意仍旧火爆的一塌糊涂，今天的营业额也大大超出了我的预算，一共513块钱。加上昨天的560，老爷子剩下的治疗费用总算是凑齐了。数完钱，我紧绷的神经也稍微放松一些，赶紧去往医院缴费。来到医院已经是11点多。妹子，缴费。
骨科病房3021床，陈青山。好，这2天医院都在议论一个农村年轻人要花3000块治疗爷爷的事，看来就是这个小伙子了。在这个年代，只要是存款过万，就是城里少之又少的有钱人。所以我花3000巨额就年过花甲的爷爷的事情，也在2天之内在医院里传了个遍。虽然已经近12点，病床上的陈青山却丝毫没有睡意。我这大孙子要花几大千在我这老骨头身上，感动之余更内疚是自己拖累了这2家子。爸，很晚了，睡吧。睡不着，你去睡吧。哦，我也睡不着，坐。爷爷、大伯，你们怎么还没睡？太爷爷打针了，快好了。你个臭小子，治我做什么？我不治了，什么治疗费你也别凑了，我要回家，赶紧把交上去的钱退回来。我可不想因为自己这把老骨头把你们都害了。爷，治疗费我已经凑齐交上去了，你现在只管放心治。什么？陈旭竟然在短短2天里就把剩下1000多的治疗费给凑齐了？大伯，医生这2天怎么说？医生下午说手术方案已经出来了，等钱凑齐，随时可以安排手术。爷，现在钱和治疗方案都有了，你可得好好配合，赶紧好起来。太爷爷乖乖吃药，听医生话，好起来。陈国栋虽然没开枪，却也目光定定地看着陈青山，无声胜有声。好，我一定好好配合，赶紧好起来。老爷子答应下来后，我这才带着小鱼儿准备离开。忽然一阵略显僵硬的声音传来：“你注意，别太累。”我说：“因为治老爷子把自己累垮了，到时候我们东屋可不管你。”好。第2天上午，老爷子手术前的准备工作都做得差不多，在下午2点进了手术室。这是一个大手术，特别是老爷子的情况，最少也得好几个小时，而且手术的失败率也非常高。从老爷子被推进手术室开始，我和陈国栋就在手术室门口焦灼的等待。与此同时，蓬头村陈倩楠一阵心神不安。我回来都2天了，也不知道现在陈旭到底凑够钱没有，爷爷身体怎么样了？虽然说平日里他不满老爷子总是偏心我，但到底是血浓于水。现在老爷子生死关头，他在这家里完全静心不下来。哼，你爷又没死，你天天垮起个皮脸做什么？张强，你说话能不能积点口德，就不怕遭报应吗？张强刚入赘陈家没1个月，就被我揍了2顿，本来就窝火得很，现在又被陈倩楠指着鼻子骂，心里早就积蓄已久的怒火一下子就窜了上来。老子看你他妈是反了天了，指着老子鼻子诅咒老子赶紧死是吗？谁让你骂我爷的？陈倩楠说完就要离开，不曾想被张强拦下去路。哼，妈的，骂了老子还想跑？老子今天不好好教训你一顿，打得你脱一层皮，老子就不信张。张强，你要是敢打我，我爸不会放过你的。老子倒要看看你到时候怎么跟你爹告状。陈青山这场手术足足进行了4个多小时的时间，晚上6点半，大门被人从里面打开，我和陈国栋看到医生，几乎是第一时间快步上前。医生，我爷爷怎么样了？虽然过程非常困难，但是我们也顺利完成了手术，患者意志力也很强，非常配合，手术非常成功。我和陈国栋听到医生这话，几个小时里来一直高高悬着的心，总算是落到了肚子里。手术成功了就好。虽然陈青山手术非常成功，但也没有彻底脱离危险，需要去重症监护室里观察几天，情况转好才能转到普通病房。谢谢医生。医院这边有陈国栋照看，我也没多耽搁。接下来的几天，每天准时出摊卖麻辣土豆，虽然收益没以前那么火爆，但也趋于稳定。1个礼拜下来，平均每天的收益就有250到300块左右。就算爷爷那边每天20-30的花销，这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也绰绰有余。今天是老爷子在重症监护室1个礼拜转入普通病房的第1天，于是我就早早的收了摊，提上炖了半天的鸽子汤去往医院。哦，你这做饭菜炖汤的手艺，恐怕是这花家鼎鼎有名的大厨师过来都比不上。爸爸做的饭很好吃，比翠芳婶婶做的都要好吃。翠芳婶婶炒的菜像水煮的，青椒炒肉只有青椒和几根肉丝，米饭也煮成糊糊。以后家里的饭都让我来做就行。陈青山听小鱼儿提起吴翠芳，又琢磨起了大孙子讨老婆的事情。对了，旭儿，吴翠芳在你那做的怎么样了？翠芳姐早就回去了，现在没在我这做了。啊，回去了？当初那没人上门，不是说这吴翠芳也有意向想跟陈旭在一起的吗？怎么突然就？她不会是在我来荣城之后就走了吧？我知道，就是太爷爷来荣城第2天走的。果然，因为自己这病，大孙子差点到手的媳妇儿跑了，这都快3年了。刚有个人看上我大孙子，我生个病就给人吓跑了。我也将吴翠芳的事细细想了一遍，才终于后知后觉。爷，你不会是想让翠芳姐？想有什么用？你看我这一病，媳妇儿都给你病没喽。爷，你可别乱点鸳鸯谱。好在她走了，不然拖到现在还真麻烦。你不喜欢吴翠芳？不喜欢。自从上一世被女人伤过，我就对男女感情这种事无感，更别提那整天叨叨叨的吴翠芳。翠芳我也见过，看起来就好生好养，你还不喜欢？那你喜欢啥样的？太爷爷，爸爸肯定喜欢漂亮大姐姐那样的。哦，
哪个大姐姐？就是给鱼儿糖果吃的大姐姐呀。老爷子闻言顿了顿，很快脑海里就有了印象。那个不行，太瘦了。主要是人家怎么可能看上我这大孙子哟？这太爷孙俩又在说谁啊？这天藤头村2个身穿一身军装的男人去了陈青山家，张强当即吓一大跳，心想是不是陈倩楠这娘们趁他不注意去告他家暴抓人来了？结果没想到对方开口竟然是打听陈青山的事。啊，他老人家现在不在家里。那他人现在在哪？啊，他病了，就在荣城第一医院。我只是他们家的。什么病了？2人顿时一阵惊骇，相视一眼，当即就跟张强告别，迅速离开。这时听到动静的陈倩楠从里屋跑了出来，他还以为是陈国栋他们回来了。张强见陈倩楠冲出来，脸色很是不快。妈的，不是叫你不要出来吗？怎么的？以为是你爸你爷爷回来了，赶着出来告状是吗？陈倩楠瞪了张强一眼，只要等他爸和爷爷回来，他就马上告状，跟这个男人离婚。张强一眼看穿陈倩楠心思，以后陈家那群男人回来，你他妈要是敢告老子状，也别怕老子把你设计陷害陈旭强奸犯的事情抖出来。那明明是你出的主意，你跟我说那个女生背景不简单，都是你出的主意。是我出的，你这个堂姐不是也参与了吗？你敢告状不让老子好过，老子把这事抖出来，你们陈家全完蛋。当初我为什么要鬼迷心窍，听张强的蛊惑，干了那些蠢事？如果真的被张强抖出来，就算陈旭跟女生没发生什么，他爸和陈旭他们也不会饶了我。张强见陈倩楠不再吱声，脸上露出得逞的笑，还不赶紧去给老子做饭？我马上去。上集说到，我靠卖4毛1碗的麻辣土豆，2天就筹够了1000多元的天价手术费。但由于要照顾老爷子，我每天收摊都很早，导致很多顾客连续几天没吃到麻辣土豆，每次都扫兴而归。今天我特意将摊子开到了6点半，才准备开始收摊。收摊前，我也大概估算了一下，今天多开了半个小时才收摊，卖的土豆比昨天多了7、80斤。话说这几个女生今天还来吗？土豆眼看也快没了。可恶的老彭，每次下课都拖我们这么久。今天我一定带我们家青雨吃上这热腾腾的麻辣土豆。也不知道老板收摊了没，我们这几天都跑空好几次了。要不是学校同学们都说好吃，也尝过1、2块，就算是冷的，那味道也让人无法自拔。不然的话，才不会一下课就这么大老远的跑过来。几人心里惦记着土豆，走得飞快，10来分钟的时间，几人就来到茶水店门口。这时我刚刚收完摊，正提着炉子往店里走。秦妙几人看着空空的桌子，虽然感觉眼前的男人有些熟悉，但急着想吃土豆，也没工夫多想。老板，等等。听到有人喊自己，我转过身，可等3人看清我模样时，瞬间石化。特别是叶青雨，1个月前那原本已经逐渐模糊的记忆，再次一一浮现在脑海中。怎么会这么巧？这不是那个妹子吗？叶青雨脸色一阵刷白，想赶紧转身逃离这个尴尬的现场。然而转身还没踏出一步，就身子一软，眼前一黑昏了过去。我见状，几乎是出于本能，在摔倒之前将叶青雨捞进怀里。这妮子是不是又被我吓晕了呀？老唐，快，你去叫人力3轮，我先给她急救。唐国山被吓得慌了神，赶紧去叫车。千万不能把这女生吓出问题来。好在很快，怀里的人就有了动静。我见叶青雨醒过来，心头一松，也生怕自己再给人吓晕过去，赶紧让秦妙去接手。青雨，你吓死我了，怎么会突然晕呢？你是哪里不舒服，还是……秦妙说到这儿，抬头看了我一眼，后面的话没再好说下去。怎么看也像是被我吓晕的，我也老尴尬了。真没想到自己竟然给这妹子造成这么大的心理阴影，又把人吓晕了。我不是，可能是这几天没好好吃饭，血糖低，跟外界因素没关系。我听到这话，心头一喜，看向叶青雨。真的不是被我吓到了？真的不是，原来是没吃什么东西低血糖了。那好办呢，大哥，其实青雨今天就是特意过来吃你这个麻辣土豆的，不然你给他炸一些，让他多少吃点儿，应该能改善低血糖的症状。大哥，再给他做一份吧，最近他什么都不爱吃，想吃你家麻辣土豆，但是每天过来都跑空。我听到2人的话，满脸意外，原来他们这就是唐国山说的每天都来的几个年轻姑娘。每天过来，那个妹子，你想吃吗？想吃，我马上给你炸。想。好，那你们稍等片刻。不得不说，这大哥说话声音还挺好听，刚才跟青雨说话时，听得我都酥酥麻麻的。感觉人好像挺不错，特别是上次我冤枉他，人家都没生气，给我吃沙包大的拳头。10几分钟后，叶青雨已经吃完了1碗里的土豆，抬头看向我，又有些不好意思。我已经吃完1大海碗了，再要1海碗的话，好像不太好。自己跟他的关系这么尴尬，应该见面就走人的。坐下来吃1碗土豆都已经很离谱了，再要1碗就更离谱了。我感受到女生投来的视线，还要？好，再给你盛1碗。老板，我也还要。我也要，太好吃了。啊，没土豆了，你们下次再来吧。随后我将1碗满满当当的土豆放到叶青雨跟前。怎么回事？莫名感觉这大哥有一点偏心呐。就算没土豆了，青雨这碗里满满尖尖，几乎都快装不下的土豆，就不能匀一点给我们吗？2大海碗麻辣土豆下肚，叶青雨总算是有了力气。刚吃饱就跟我招呼一声，主动付钱，然后赶紧就带上2个姐妹匆匆走人。以后这妹子应该不会再过来了吧？
叶青雨出来后，发现自己晕晕沉沉，甚至还泛着一丝恶心的感觉，并没有减少太多。一旁的秦妙也察觉他有些不对劲。青雨，你是不是还不舒服？不然我们还是去看看吧。学校那边不是有一家很不错的中医馆？好，那我们去看看。晚上我来到老爷子病房门口时，发现门外竟然站着2个一身军装的男人。我当即上前询问，才得知这2人是陪着领导过来看老爷子的。这时正好里面的几人听到动静，也赶紧将我给叫了进去。哎呀，不愧是国良和陈吕的后代，光是看着就精神。小钟，这是我孙子陈旭，还有我太孙女小鱼儿、旭儿、鱼儿，这是小钟，旭儿你叫他钟叔就行，小鱼儿叫叔公。钟叔，叔公。小陈，多亏了你了，这次陈吕这么危险的情况不跟我们说，要不是你，我恐怕得遗憾一辈子。我被男人口中陈吕2个字惊得愣了一下，明显有些意外，只知道自己这爷爷是从部队退下来的，但是没想到竟然还是一个旅长。这都是我们这些做后辈的应该做的。钟叔过奖了。一病房人说了几句，老爷子看时间不早，就让钟震赶紧带着他的人回去，别搞这么大的阵仗。钟震也不敢违抗老旅长的命令，就出了病房。这个是我上个月的工资，还有你爸那边的家属补贴，你都拿去。我伸手就将老爷子递来的钱接过，倒不是缺钱，而是老爷子总是对他那巨额的治疗费耿耿于怀，要是不接的话，这老头怕是又要更郁闷。旭儿，你愿爷吗？你是我爷，我和你做什么？怎么感觉老爷子今天情绪不太对劲？如果当初我不让你爸参军，或许他就不会牺牲，你妈妈也不会。爷，你想什么呢？如果我爸不愿意参军，你让他去，他会去吗？我爸肯定是自愿参军的，我也很敬佩他。没有你们这样的英雄，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怎么会有如今现在的盛世？我为你们感到自豪。一旁的陈国栋眼里莫名感觉像是进了砖块，现在他才彻底反应过来。从老二没了开始，他把陈青山才对西屋格外关照，自己却一直将矛盾点放在陈旭是他孙子的性别上，认为老爷子就是重男轻女。其实更多的是老爷子对老二的内疚。大伯，我今天多炖了一些汤，你也快来喝。好。老中医号了一会儿脉，脸上的表情忽然一沉，仿佛在确认什么。医生，我很严重吗？这可不兴说严不严重啊。医生，我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你丈夫呢？啊，医生，您就别卖关子了，我到底有病没病？姑娘，恭喜啊，你怀孕了快2个月了，还是双胞胎。老中医话音落下，叶青雨几乎是瞬间彻底呆住，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我怀孕了，还是双胞胎？不可能，是不是错了？我明明吃药了的，怎么可能怀孕？老中医见女孩脸上没有半分喜色，脸色突然阴沉起来。这是哪家混账小子？一定是没结婚就骗人家小姑娘，现在给人肚子搞大了，才会吓成这样。但这可是双胞胎啊，我这儿不会确诊错。如果你跟对象感情好的话，赶紧结婚。老中医接下来叨叨叨的声音，叶青雨一个字也没听进去。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实在是猝不及防，也实在喜悦不起来。叶青雨走出看诊室的时候，整个人都像是失了神。怎么也没想到吃了药竟然还会怀孕。喂，走路当心点啊！哎，真是造孽啊！对象身体不舒服也不跟着过来，这是哪家混小子？青雨，糖果买好了，你头还晕吗？青雨，你都看完了，什么情况啊？叶青雨现在完全没心思去搭理人，情绪简直低落到了极点。回宿舍吧，虽然我喜欢宝宝，但现在的年龄和条件，我完全没想过要生孩子。况且跟孩子爹还没感情，这也不是对方的错，对方特意叮嘱我要避孕的。对于自己就要喜当爹的事儿，我还丝毫不知情。这几天一如往常，天天出摊卖土豆。不过一边卖土豆的同时，也在琢磨年前卖什么东西利润最高最挣钱。老板，来1份土豆。妈妈，等会儿吃了土豆就去街上逛街嘛。对呀，快过年了，置办点年货，再扯些布，回去给你们做一身新衣服。哇，妈妈，那我想要一件穿起来不会皱皱巴巴的。去年的新衣服刚穿1个上午就皱皱巴巴的了。好，妈妈尽量给你做不会皱皱巴巴的。好耶！这时土豆也装好，母子2人接过土豆，一边吃一边往街道走去。我看着2人离开的背影，特别是看着女人那补好几个钉的棉袄，对年前消费热潮这波挣钱项目也有了眉目。现在荣城这边市面上流行的布料大多都是纯棉的粗布羊布，色泽暗淡不说，还非常容易起皱变形。上一是一款叫做的确良的布料，在这80年代初中期几乎风靡整个华夏，让我印象极为深刻。这种面料不同于传统的棉布，它能挺直不皱、不缩水、干得快、不变形、不怕霉等等优势。如果估计没错，不出1年，这款布料也会大量流通到荣城这边来，引起一阵购买热潮。而我要做的就是趁着的确良大量流通过来之前，在年关这波消费热潮来临时，进购一批的确良过来卖。这款布料本来就紧俏，利润也非常高，肯定能趁过年前狠狠赚上一笔。重生回到80年代，我决定放弃日赚300的土豆生意，转头去做更大更赚钱的项目。老唐，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最近想去做点别的项目，打算找个人合伙接手我这摊子，把炸土豆的技巧和调味料配比也一并交给合伙人，你有意向吗？唐国山听到我这话，顿时就来了兴趣。我这摊子每天净利润打底200，
现在说想找人合伙，他怎么能不激动？你这土豆生意不是挺好的吗？你还想折腾啥？一天200多，一个月几大千里，怎么可能还有比这个挣钱的生意？老唐，你就说你愿不愿意？愿意的话，配方和技术给你，以后这麻辣土豆净利润我3你7。哦，这个土豆摊子少说一天也有200，就算55分，我一天也能拿100。别说净利润3、7，就算是55开我也乐意啊！我这茶馆每天累死累活，顶多也才17、8块。如果真的能接过陈旭的摊子，简直就和白捡钱没什么区别。陈老板，既然你相信我，那这摊子我就接下了。甚至他还主动提高我的分成，不过我仍旧坚持3、7。毕竟交给唐国山之后，这摊子我就基本不管了，等于躺着收钱。要是我分成太高，时间一长，难免唐国山会生出一些不平衡的心理。老板，给我们来3份麻辣土豆。好，这就给你们装。老板，你是不是很会做吃的呀？还行，从小就爱研究这方面。两姐妹听到我这回答，顿时来了兴致。那你知道除了麻辣土豆，还有什么东西能开胃吗？你们胃口不好吗？不是，是青雨，就是上次被你吓晕啊，不，饿晕的女生，她好像生病了，还是很严重的那种。她什么都吃不下，就只想吃你这个土豆，但是偶尔吃下去就吐出来。今天问她想吃什么，又说要吃你家的土豆，但是我怕她又吐呀，呛得她掉眼泪，也不能一直吃这么辣的东西吧？怎么回事？几分钟的时间，我将叶青雨现在的情况问了个大概。不过听完秦妙2个女生的描述后，我就觉得情况有些不对劲，头晕、恶心，闻着油烟味就会吐。这情况怎么感觉像是怀孕了？想到这，我不自觉的有些紧张起来，头皮一阵发紧。如果她真的怀孕了，不用想，肯定是我的。毕竟那一天是她的第一次，我越想心里就越发的发慌。我记得那天妹子离开的时候有叮嘱过她避孕，而且对方一看也不是马虎大意的性格，特别是在对待这种后果非常严重的事情上。唐国山也跟我猜了个8、90，第一想到的就是这女生可能是怀孕了，不过肯定不能直白的问。秦妙跟严小晴都是未经人事的少女，并不知道这是怀孕时的表现。她有没有去医院检查过？有的，我们有一起陪青雨去一位很厉害的老中医那里看了，说是肠胃有些问题。大叔大哥，这问题很严重吗？你们怎么都这么严肃？那天他们也以为是什么大病，后来一问，才从叶青雨那里知道是肠胃问题。我听到两人这话，面上的神色瞬间缓和下来，刚刚提起来的心也放回了肚子里。是肠胃问题啊，不是怀孕就好。倒不是我不喜欢宝宝，而是那姑娘现在最多不过20岁，跟我也没感情。因为一个晚上的意外，两人就有了孩子的话，对女生来说，无论是对身心伤害可都不小。但是我还是有些不太放心，毕竟这姑娘的症状听起来实在是太像怀孕了。那个老中医靠谱吗？会不会诊断错？毕竟那天我刚穿越过来，没搞清楚状况，中标的概率可不小。见我对老中医的医术似乎有质疑，两人当即就不乐意了。虽然怕我，但还是你一言我一句，给老中医证明。而原本同样有些怀疑的唐国山，在听到老中医的名头后，当即就打消了心底的疑虑。原来是叶老啊，那他绝对不会诊断错。当初我儿子生一场大病，就是他治好的。听到唐国山也这么一说，我这才彻底放心下来。就是说嘛，那姑娘肯定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一定会避孕，没怀孕就好。那你们等我一会，我去给她煮一份酸辣粉，你们带回去看看她能不能吃。叶青雨将搪瓷盆的酸辣粉吃了个精光，又吃了一海碗的麻辣土豆，整个人感觉又重新活过来了。而她这突然变得惊人的食量，也将宿舍几个小姐妹都惊呆了。看来青雨不是生病了，而是缠上陈旭做的好吃的了。那个大哥好厉害啊，青雨什么都不吃，但是他做的东西就都能吃下去。确实，随便一碗酸辣粉都比国营饭店里的东西好吃。那个大哥还卖酸辣粉吗？我之前过去怎么没看到？不，人家可没卖。听我们说你胃口不好，专门给你煮的。说来也怪，刚开始我们问有没有开胃吃食时，大哥脸上都很随意的样子。可知道胃口不好的人是青雨，当即就一副很紧张样子，还特意给他煮了酸辣粉，这也偏心的太明显了吧？大狗熊竟然特意给我煮酸辣粉。青雨，你不会真因为这酸辣粉和土豆对那个大哥有好感了吧？从认识青雨开始，给他送情书送小玩意的男生多了去，也没见他脸红过，怎么这会儿说起那大哥就反应这么大？秦妙看着自己这跟仙女儿似的小姐妹，再想想那个壮硕如山、面相凶悍的男人，不行，绝对不行！青雨这么好的白菜，绝对不能让猪拱了。叶青雨被几人这么盯着，虽然没那个想法，但也莫名一阵心虚。想什么呢？我这是被辣的，我去洗碗，明天把碗还给他。说完就拿着碗赶紧出门，逃离几人探究八卦的视线。翌日，经过1上午的实践，唐国山差不多适应了，再和他简单的签下合同，我正式脱手将麻辣土豆的摊子彻底交给他了。土豆摊的事情弄完，下午就接上陈青山回藤头村。这次老爷子的手术很成功，后续的治疗也很顺利，今天就能出院回家慢慢调养。明天一早我就得赶紧去广城一趟，找的确良的货源，然后赶紧进货过来卖。回到村的时候，不少熟悉的街坊听到动静，热情的出来招呼。当然，大部分也是因为我花3000多块钱巨款把爷爷给治疗好了的事传到了村里。加上这段时间陈春龙帮着我在街上收了不少土豆，现在街上的人
说不得多稀罕我。听说一家子回来了，可不得跟着打一声招呼。这会儿吴翠芳听到动静也出来凑热闹。我还以为陈青山还得在荣城医院待好一阵子才会出来，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出院了，而且听这声音，状态似乎很不错，身体应该是好的差不多了。早知道当初我就不走那么快了。既然现在老爷子身体好了，我可得赶紧点，让王大娘再帮忙上门说亲才是。今天陈家院子里也是格外热闹，为了给陈青山接风洗尘，陈国栋嫁出去的3个女儿今天也回来了。陈旭、小鱼儿，你们也快来坐。姐你也坐。这个大堂姐在我印象里还不错，就嫁在街头李家，平日里看到都会打上2声招呼，为人很实诚。陈旭，这次爷爷身体能治好，可多亏了你。听人说你是卖那个什么土豆挣的钱是吧？这是3堂姐陈影娣，是陈家4姐妹中生的最好看也最势利一个，以前见着我可没给过一个好脸色，更别提跟我说话了。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不过3姐你跟姐夫平日里不是都挺忙的吗？都快半年没见了吧？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在原主的记忆里，自从这堂姐嫁到隔壁镇上去，就算是过年过节也很少回来，回来也待不住几分钟就一脸嫌弃的走人。特别是她那3姐夫，我都快忘记长什么样了。这不是你3姐夫工作太忙，我那供销社里也忙，不是这个同事生孩子，就是那个生病的，根本走不开。我这工作也是你3姐夫好不容易才托关系找到的，实在不敢随便请假啊。这个年代能在供销社里有一份工作，就是人们眼中的铁饭碗，不亚于后世的公务员。哼，我们家几姐妹还真就老3人聪明，直接撬了她同学墙角，找了个有后台的3姐夫，都给她弄供销社了。什么时候把我们几个也安排个铁饭碗呗？陈来娣这话一出，陈青山和陈国栋老脸瞬间就黑了下来。老二，你那个嘴就没个把门的吗？我跟怀明那是自由恋爱，你懂什么？不是你这个蠢货到处跟人说，别人会知道。说你能干你还不乐意了？撬人家墙角这事外人都知道了，在自家人面前还见外个啥？都给老子闭嘴！今天是爸出院的好日子，你们要吵吵就滚出去吵，真的是烦了个人了。刚回来见个面就吵个没完。陈国栋这话一出，陈影娣和陈来娣当即就低下头不再吱声。要不是惦记着陈旭，这傻子都能挣大钱的土豆生意，这家我稀罕回。好了，爸，不生气，难得一家子人聚在一起，先吃饭，先吃饭，都他妈快饿死了，这几个娘们还吵。说完，默不作声踢了一旁的陈倩楠一脚。爷，爸，现在也不早了，咱们先把饭吃了，别气着。我越看越觉得陈倩楠有些不对劲，身形看着也好像比以前消瘦了许多。4姐，你好像瘦了很多，是这段时间在家里过得不好？众人听到我这话，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将目光集中到了陈倩楠身上，这才发现陈倩楠似乎还真瘦了许多，而且脸上还有伤。上集说到，老爷子住院回家后，我意外发现了姐夫打堂姐的伤。跟爷说，你这脸是怎么回事？不用怕，爷可以给你做主。哎呀，我这个啊，是昨天不小心摔跤，正好摔在门槛上了。最近也老是想着爷的事，平时也没什么胃口吃东西，还不知不觉就瘦了，挺好的。以前我还觉得我胖了点呢。现在也好了，大姐还提半只猪头过来，我感觉今天就能干2大碗。毕竟他跟张强陷害我的事要是捅出来，到时候不仅张强要挨揍，他也少不了。他爸陈国栋恐怕也会受到牵连。以前他只知道那女生家后台很大，但是没想到竟然能带到京都那边。要是早知道，他绝对不会干这么自寻死路的事情。倩楠，你多吃点，这一瘦我心疼不说，爸跟爷也担心不是。你也吃？哎呦，二婚的妹夫就是好啊，比头婚男人要知道心疼珍惜老婆。哼，这蠢货！要是这张强头婚，会愿意入赘到这鸟不拉屎的蓬头村吗？陈青山虽然仍旧觉得有些不对劲，但陈倩楠也没告状，也不好再说什么。毕竟以他这孙女的性格，如果张强真做了什么，肯定会告状才对。对了，陈旭，你这个土豆生意介意带人吗？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干脆辞了我供销社的工作，去跟着你做生意吧。虽然说我那供销社的工作是铁饭碗，一个月工资能有60来块。但是陈旭这土豆生意，听说3天就凑齐1000块医疗费。我要是跟着学，以后自己干，1天下来能挣个200块，都抵3个多月工资啊。不介意。那你什么时候再去荣城？我跟你去一趟现场学习。我这傻堂弟啊，不亲堂弟真是不错啊。3姐，虽然我不介意，但是我现在没做土豆生意了，摊子转手给别人了。什么？摊子已经转手了？陈旭，你那土豆生意不是做的挺好的吗？怎么突然转手了？你怎么回事啊？那么好的生意不做了，再不济1个月1000也是有的吧？我有我的打算，而且做生意也不稳定。3姐，你还是好好抱紧你的铁饭碗吧。还以为西屋这傻子聪明了，会做生意挣大钱了，没想到好好的土豆生意都拱手让人。唉，看来终究还是个蠢蛋。早知道这傻子没做那生意了，我就不回来了这家遭罪了。哎呦，还有好消息呢，这简直不要太开心，哈哈哈！今天我必须要多干2大碗饭。
这趟去广城，光是火车上来回都得2天，再去找纺织厂的话，估计没个3天回不来。带上小家伙的话，着实不方便。但是放在这家里，我现在还真有些不放心。鱼儿，明天跟爸爸一起去广城。爸爸要去做事情吗？顺便带你去玩一玩。鱼儿不去。为什么？彬彬哥妈妈说了，大人做事，小孩子不可以打扰。爸爸，我在家等你。我这次带着小鱼儿确实不太方便，但是不带上留他在家里又不放心。思索片刻，很快我就想到了一个折中的法。明天去镇上坐火车，到镇上的时候，馄饨店也该开门了，就先让刘爱国二老帮忙带2天。虽然跟二老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是很合得来，关系也不错。最主要的是二老为人和善，也比较放心。决定下来，我就将想法跟小家伙一说。好的，我要去吃婆婆做的馄饨。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跟爸爸早起哦。与此同时，李家院子门口，陈招娣已经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即便双腿冻得生疼，也只能搓着手在院门口来堵。这时院门被人从里面打开。嘿嘿，婆娘你回来了，我还说去接你呢，你去借的钱呢？陈旭他土豆生意没做了，我没借。什么？他生意不做了？那半个猪头呢？你白给陈家人吃了。爸他们回来的时候，肉都上桌了，我还能直接拿回来不成？那我猪头肉赔了，钱也没借到，我弟拿什么结婚？两人的动静很快就被屋里的郑春梅听到，当即一脸吃惊冲到院子里。你没借到钱，肉也没了。没吃饭才知道陈旭生意没做了，他又给爷治病。哎呀，你怎么这么蠢呢？不先问清楚就把肉赔进去了，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吧，生怕你小叔子讨了媳妇是不？小叔子结婚干啥要我堂弟给钱？他钱又不是大风吹来的。哎呀，怎么的？回一趟娘家，翅膀就硬了不是？还敢顶起嘴来了？郑春梅指着陈招娣鼻子就一通臭骂，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李德建也越看着媳妇越不顺眼，不仅不帮腔，也跟着一通乱骂。陈招娣听着耳边一声声不堪入耳的谩骂，想离婚的念头又冒了出来。但一想到离婚后自己不仅要受到村里人指点，陈家肯定也脸上无光，他人笨也没个一技之长养活自己，终究只能掐灭这个念头。翌日一早，我就带着小鱼儿来了馄饨店。刘爱国夫妇知道我想让小鱼儿在他们这住2天，简直开心的合不拢嘴。哎呀，别说在我们这待2天，就算是待2年，我都巴不得。小鱼儿，以后都在刘太爷家，天天给你吃糖好不好？可以的，但是能不能让爸爸也一起住在太爷家里？可以呀，几颗糖果就骗来个太孙女和能干的大孙子，值。听到了吗，小旭，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呀。那我也不错呀，白捡2个热情疼人的爷和奶。在店里跟二老聊上几句，这才动身离开，搭上去荣城的火车。所以他以后都不来了吗？今天叶青雨是来还搪瓷盆的，也想说怀孕的事。对于肚子里的宝宝，她实在拿不定主意。生下来的话对她来说根本不现实，毕竟没有结婚，她还在上学。本想去打掉，但2次去了医院门口，想着肚子里2个小生命，她怎么也迈不进去。小姑娘，你也别难过，她偶尔还是会过来的。以后她过来，我让你学校的同学跟你带话，怎么样？不用了，谢谢。我也就是问问，等他过来的时候，可能我都已经去医院了。还告诉我做什么？哎，姑娘，不是过来还盆的吗？怎么又暴走了？话说这陈旭也是，如果多待2天，说不定就能跟着姑娘多发展发展了。哎，可惜了，这小子还是太年轻，都不知道好好把握，可惜可惜。大哥，我站好几个小时了，腿好酸，你能让我在你座位旁边坐一会儿吗？没事，姑娘，我让你坐。大哥，不用给我让座，我就在你旁边挤一挤就行。啊，好，那你坐我旁边。小梅，海之纺织你应该听说过吧？我就是里面负责跑原材料的。广城一向就有小魔都的称号，而海之纺织是华南最大的纺织厂之一，和现在名声大盛的太和钢厂一样，能在里面上班的工人个个自豪感爆棚。男娶海之，女嫁和钢这句话也在当地广为流传。哇，你好厉害呀！也还好，反正就是比别人勤快些，勤能补拙嘛。随后2人聊了1个多小时，直到火车即将在一个中间站停站。哥哥，今天谢谢你啦，我走啦，以后联系哦。好，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我看着这蠢货还在出神的看着，当即伸出了腿。你踢我干嘛？色字头上一把刀，你不先摸摸看口袋里有没有少东西？胖子听到提醒，当即一愣，赶紧掏了掏左手边的裤子口袋。好家伙，口袋里几百块钱不见了。抓小偷啊！有小偷在哪里？哪个？赶紧抓小偷啊！一阵骚动过后，人赃俱获。之后，胖子一脸颓废的走了回来，缅怀他这还没开始就结束了的恋情。哥，谢了，要不是这大哥提醒，我口袋里那350多块钱可就跟我的真心一起被偷走了。你不报警就直接让他走了？嗨，我也想啊，可是他都吓哭了，求我不要报警抓他，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聊这么久我也舍不得。大概这就是后世人们口中的舔狗属性吧。
对了，你也是在广城上班吗？不是，我就自己做点小生意。哥，你很厉害啊！那你卖的是什么？就是做点纺织布匹的小生意，混一口饭吃，没你说的那么厉害。哎呀，那还真是缘分，我刚好在纺织厂子里上班啊。我叫刘红，你呢？陈旭，刚才隐约有听到你跟那姑娘的谈话，有知道一些。你们厂子是有批直销布料，不好处理是吗？是啊，最近港城那边吹来一阵风，广城和周围的城市开始流行踩脚裤、喇叭裤，还有什么蝙蝠衫。原来热销的的确良热度立马就下去了，就算厂子里已经尽快处理出去，都还堆着不少货呢。那你们厂子的确良多少钱1米？1米2块，一匹也就是60来块。哥，你想要？你们海之纺织的布，我要是能买到，肯定比其他小厂子好。但是就算是滞销下来的，2块1米的价格有点贵。这都是厂子里定下来的价格，我这边也做不了主，不然要是我，肯定给你便宜一些。荣城那边的确良的价格我也了解过，1米8块钱，这海之纺织厂1米才卖2块钱，我倒卖过去，这利润简直太可观了。当然，如果能再压低一些价格，这边能赚的钱就很多。马上就过年了，这些货在你们仓库也是存死，以后越来越不值钱，还不如赶紧处理了。好像也确实是这么回事。我的理想价格是1块7一米，一匹51，不过我第一批货要的也不多，只要25匹。这生意我也只跟你谈，我在你这里收1块7，至于你能在你们厂子那边谈下来多少钱，都是你的事。可以啊，哥。两人一拍即合，我算是找到的确良的货源，还是海之纺织的，心思也松了下来。很快就跟刘红天南地北的聊了起来，打发这火车上无聊的时间。重生回到80年代，我靠卖的确良布料，轻松实现日入1000块。旭哥，生意成了，25匹布，每匹51块，我这边1米挣2毛差价，等下我就可以带你去拿货。虽然跟厂长磨了不少嘴皮子，还送了1包3块的红卡衫，但是这一单成了，我可就直接挣150，价格也还是陈旭的理想价1块7，而且我跟厂长开价1块6，转手就挣150，爽。这会儿刘红看着我，简直双眼冒光。可以，不过在过去拿货之前，我们先去吃个饭。那几百斤的东西可是力气活，不吃饱饭怎么行？成，这附近有家国营饭店不错，我带你去。等我跟着刘红到厂子的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多，25匹加起来最少也有500斤。看，我们海之的的确良，肯定比市面上不少纺织厂纺织出来的都要好吧？确实不错，难怪这海之能成为纺织行业的领头羊，这质量没得说。原来我打算1米卖8块，现在看了这布料，决定直接卖10块。验货完毕，我就将1275的货款爽快结清。旭哥，以后要买布一定再找我啊！一定。然后招呼着过来搬货的大壮，每人扛上200多斤的货，正是前往广城火车站往返农场。翌日早上9点，我和大壮扛上货回到了茶水店。我的天，陈旭，你这里面装的是啥？这么大？这是25匹布，这阵子如意街那边好像挺热闹，下午我就把这些布带过去，看看市场行情怎么样。你又要卖布了，而且你这是怎么搞到的？3天不到的时间，陈旭就去了一趟广城，还把海之纺织的的确良给搞到手了。且不说这布进货可能都得5、6块1米，单是这么小的量，换做我过去，恐怕连海之纺织的大门都进不去。我也没工夫跟唐国山多说，给了大壮10块钱的车费和工钱，就让他离开。这时唐国山忽然想起叶青雨的事，既然回来了，要不要先去荣城师范找一下那个叫什么青雨的姑娘？过去找她干嘛？能干嘛？你难道不想再娶媳妇吗？这姑娘性格不错，你俩都相互有意思，你不抓紧把握。老唐，你也没发烧啊？怎么净说胡话？什么叫我跟那姑娘相互有意思？我可能多少对对方会有点好感，毕竟这女生是真漂亮，性格也不错，身材更是没得说。但是用膝盖想，这妹子也不可能喜欢我呀。我也没心思再想这事，扛上10几匹布就往如意街走去。那边有个很大的供销社和副食品店，大部分本地人和从各个镇上赶来采购年货的人，几乎都会聚集在这里。毕竟人流量实在是太大，在那能摆上一会儿就能挣不少钱。哟，这是的确良吧？怎么卖的啊？这颜色看起来比供销社里的还鲜亮丽。确实，特别是这红色，用来做过年的衣服，别提多喜庆。小伙子，你这布多少钱一尺啊？3块3一尺，1米等于3尺，10块钱1米的话，论尺卖差不多就3块3一尺。这么贵，供销社里头可都才2块6厘。其他大婶们也是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我这布也太贵。各位，想必你们也看得出来，我这布要比市面上的亮也更艳，摸起来也更光滑。可是广城海之纺织生产出来的高级布匹，专门供应海城和港城的紧俏货，整个荣城就我一家。我这的确良做出来的衣服，保准又亮又舒服，而且在我这里卖布不需要布票，3块3一尺已经很实惠了。现在这个年代，买布除了要钱，还得用布票才行。大婶们一听不用布票也能买，特别是这布色纯正又漂亮，一个个脸上的表情当即就亮了。老板，你这个当真不要布票，一次性扯多少都可以。对，
不限量供应。那给我来一张红色的。好嘞，一张33块，姐你给32就成。带起了个头，周围还有些犹豫的大婶们看着不多的布匹，也赶紧涌上前来。那我要6尺，给我2个孙子做一身新衣服。我来2张。不一会儿的时间，我的摊子就被团团围了起来，一张一张的大团结赶着往我跟前递。1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我带过来的13匹布被扫得只剩几匹蓝色和白色的，红色布匹早就被抢购一空。这会儿，叶青雨和几个小姐妹也闻讯赶来了如意路这边。听说如意路这边有不用布票就可以买的确粮，几个爱美的小女生当即就趁着午休时间赶了过来。哇，那边好多人拿着布出来，应该就是那边，我们快去抢，等会儿就被买光了。哇，那布好亮啊！走走走，咱们一定要抢到。而叶青雨看着那边拥挤的人群，顾忌着肚子2个小家伙安全，当即就打起了退堂鼓。你们，哎呀，青雨还愣着干啥呀？快快快，抢布，等会儿都被阿姨他们抢光了。叶青雨话刚说到一半，就被几个已经红了眼的女生连拖带拽冲到摊子前，往几乎水泄不通的人群挤进去，直到被挤到摊子前，叶青雨才赶紧摸了摸小腹，松了一口气。当2人看到熟悉的个头时，顿时愣住。我去，这不是大哥吗？怎么不卖土豆了？怎么跑来卖布了？叶青雨也惊呆了，他以为今后都可能不会再见到我，没想到也就几天，竟然又见到了。这几天空落落的心好像又瞬间恢复了活力。我听到摊子前少女的惊呼，循声看去，顿时一愣，10多天没看到她，怎么感觉瘦了许多？大哥，喊你几声了，听不到，快快快，给我扯6尺布！大哥，我也要！周围的大婶们看着这几个挤进来插队的小女生，一阵不快，个别脾气火爆点的，更是瞬间被点着，当即就张嘴准备怒骂。感觉到空气弥漫的火药味，我赶紧开口：你们几个都是后面来的，再等等，我先给新来的客人扯。哇，太过分了吧！我跟你不仅是老熟人，而且我表哥还是你堂姐夫呢，多少也带点亲戚关系啊，竟然拒绝的这么干脆。一众不满的大婶们听到我这话，那窜上来的火气顿时就消散下去了。哎呀，老板是个有原则的人，本来准备买6尺，现在我要1丈。大婶们说着就往一个个摊子前挤。叶青雨身子本来就单薄，站在前面没支撑，这会儿人群突然挤上来，忽的一个胖大婶忽然往前一挤，直接就给叶青雨顶了出去，一个没站稳往前摔去。我看到叶青雨往摊子这边倒来，几乎是本能的就冲过来了，将他拉住。你没事吧？没事，谢谢。哎呀，老板布都踩脏了。我这才回神，低头看去，一块布匹上已经被印一个大脚印。刚才急着扶人，也没关注这些。没关系，你到我这边来，不然等会又挤着。叶青雨看着我，呆了呆，心里莫名生出一股古怪的感觉，倒也没说什么，乖乖去了我身旁。姐，你刚才是要1丈对吧？啊，对对对。叶青雨站到身旁，倒也没闲着，见我忙不过来，我可以帮忙。注意点，别伤着手。有了叶青雨帮忙，我捡布快了不少。半个小时不到，剩余的布匹就被抢购一空。哎呀，某些人可太偏心了，对青雨一个样，对我们一个样，我们连个队都不让插，青雨就直接拉身旁去，为了人家不踩脏了，眼皮儿都不带抬一下的。你插队你还有理了，要不是你们忽然要插队，那些大婶也不至于那么激动，我也不会差点摔。你这丫头竟然还有怨气了。要不是你们几个要插队，我那布也不会踩到，差点没卖出去呢。哼，好一个夫唱妇随。这话我没听到，一旁的叶青雨倒是全听进耳朵里，脸上染上一片霞红。好了，今天不卖你们布，也是好的色料，被人挑走了，你们都是我土豆摊上的老顾客了，肯定给你们留着更好的呀。我土豆摊那边还有布，红色、蓝色、白色，还有一些鹅黄色的布料，你们想要什么颜色的，我下午给你们留。刚才那情况，要是真让几个女生插队，我没了诚信不说，个别脾气火爆点的大婶不得跟这些女生动手。我只想做生意，可不想发生流血事件。真的还有布？好了，这些布匹我会给你们留下来，等你们放学的时候去土豆摊找老唐拿就行。谢谢大哥，大哥真不错。对呀，大哥也很厉害，能搞到的确良，还是海织的，这边供销社里都弄不到海织的布料呢。好了，我得回去了，到时候记得来拿布啊。啊！叶青雨回神，见我要走，想着怀孕的事还没说，就有些着急，但周围都是同学，要单独约到一边吧。然而还没等他开枪，哎呀，还有几分钟就要上课了，还是老彭的，快快回去，不然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哎呀，光记着抢布了。秦妙在彭老师手里吃过不少亏，反应更快，早就已经拉着叶青雨跑远。看路啊，别摔了。算了，下次一定要跟他讲。我见几个女生离开，不禁有些疑惑，是不是跟这女生走了肌肤之亲？我现在好像格外关注她。算了，反正以后也不一定能再遇到，再遇到也可能就像今天这样简单交流几句。现在我应该以挣钱养娃为主，将儿女情长的事抛诸脑后。我将今天的收益数了数，13匹布，390米，平均下来9块91米，一共净账3861块，减掉成本672，净赚3189块，赚麻了。上集说到，我靠卖的确良布料，在80年代半天就日入3000块。对于卖布料的成绩，我很是满意。于是我决定在过年前消费的高峰期到来时，再订购几百匹布料。刘红，再给我留100多匹的的确良。旭哥，你放心，我一定每匹都好好给你把关注，尽快让人给你打包上。好，我估计大后天过来，你有资源的话，再帮我联系一辆货车。成。一通电话结束，我将剩余的布匹带上，
去往如意街。等我来到摆摊位置的时候，发现周围已经站上了不少人。就是他，他就是那个卖布的老板。哎呀，还真来了，看上去布也不多的样子。老板，我先来的，给我2张红布有没有？我也早就来了，我要1张。一群妇女蜂拥而来，将我给团团围了起来，瞬间引起一片不小的骚动。1个小时不到，城管们就接到红眼并举报，闻讯赶来抓卖布的人。可等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的带来的布已经被抢购一空，我也已经前往回镇上的火车站的路上，直接抓了个寂寞。老婆子，不然明天我去一趟荣城。去荣城有什么用？人家又不是去的荣城，而是广城。啊对，瞧我这记性。今天都第4天了，天也黑了，难道爸爸今天也不会回来了吗？小家伙这么想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朝这边走来。哇，爸爸！哎呦，可算是回来了。还没吃饭吧？我马上给你做。还真有些饿了，想吃苏奶您煮的馄饨。成，我马上就去给你煮，你快坐着休息下。爱国爷也不知道你跟奶喜欢吃什么，多买了一些，你看看有没有喜欢吃的。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做什么呀？你这孩子，买这么多我们哪吃得完？下次可别这么浪费了。说着就将麦乳精拿了出来，我先泡一些给你们喝。这东西泡出来又甜又好喝，在这个年代可是非常受欢迎的。我记得青雨那丫头也爱喝，过阵子她就放寒假了，我还准备去城里买呢，现在不用去了。二老的外孙女青雨。片刻后，我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头皮一阵发麻。二老的外孙女叫叶青雨，之前我送完馄饨也没在意这名字，直接忘了，现在才彻底反应过来，跟我有过肌肤之亲的姑娘也叫青雨，也在荣城师范上学。完了，我竟然和二老的外孙女。小旭，小旭，你这孩子想什么呢？麦乳精泡好了，趁热喝呀。好。看着眼前面容慈祥和蔼的老人，只感觉莫名一阵心虚，想着跟叶青雨的事，就算这玩意儿味道还行，喝着也食之无味，也琢磨着要不要跟二老摊牌，主动道歉。虽然是被强迫的，但是总觉得对不住二老。但是摊牌认错的话，我又不知道叶青雨那边愿意不愿意。哎，难办啊。暑假的时候，青雨每天都会给我们泡一杯一起喝，但是这东西太贵，就算是荣城都断货好几个月了，现在估计快过年又上了一些货，也就小旭你挣点钱就赶着买这么好吃的东西给我们。没事，以后小旭就是我们家人了，就当多了个大孙子。对了，小旭，你这趟去广城的事顺利吗？去广城进了一批的确粮过来试卖，进行的还算顺利。我打算明天再去广城再进一些货，可能小鱼儿还得劳烦你们二老再帮忙照顾几天。小家伙本来喝得香喷喷，这会儿听到我又要离开，饶是再懂事也有了小情绪。哪有这样的，刚回来就要走？我被小家伙这么一看，那叫一个心疼，忙伸手。爸爸就在忙这一阵子陪鱼儿过大年，好不好？对，鱼儿乖，你不是想爸爸赶紧找老婆吗？等爸爸多挣些钱，就可以给你找妈妈了。对，爸爸多挣钱，就可以早点给鱼儿找漂亮的妈妈了。说起要给我讨老婆，小鱼儿顿时就来了兴趣，当即开始催婚起来。那爸爸，你可以在过大年之前找到老婆吗？爸爸尽量。当然，过年之前给小家伙找一个合适的妈妈是必不可能的，先安抚住他情绪再说。那爸爸最好是漂亮大姐姐那样的哦。漂亮大姐姐到底是谁？不管了，管她是谁，先答应下来再说。与此同时，荣城师范。再过10来天就寒假了，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是啊，时间过得真快，肚子里的宝宝都2个多月了。对了，小如，今天如意街那边有卖的确粮，老板那红色的不可限量了。你哥不是要结婚了吗？可以跟家里说说，去他那里扯不做新衣。哼，别提了，今天下午我就是因为我哥这是请的假呀。那女方父母今天找上门来说，我哥让他们女儿怀孕了，要告他流氓罪呢。流氓罪？现在严打，真进去了能活着出来吗？不对啊，你哥不是跟女生自由恋爱的吗？2人既然合得来，又怀孕了，结婚就好了呀。叶青雨虽然没开口说话，但一颗心瞬间提了起来，让人家女儿怀孕就得判流氓罪。我哥原本也是这么想的，在嫂子肚子大之前赶紧结婚，保住嫂子的名声。但是嫂子娘家人不乐意，让我哥必须拿出3转1响，还有200块钱做彩礼，不然直接告我哥流氓罪。周如简直越说越气，那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手表4大件加起来没600块下不来，外加200的彩礼钱。就算他们家很有诚意，但这种要求普通家庭根本就做不到啊！我的天，你嫂子家怎么不直接去抢？就是这3转1响，外加200块的彩礼，也就荣城那些大户人家能拿得出来吧？而且周如嫂子都怀孕了，她娘家竟然也不顾她的名声，什么人啊都是！叶青雨越听，心就越发的揪了起来。要是家里知道我怀孕了，外公外婆可能还好，但是爸那边会不会也给陈旭安一个流氓罪？那你嫂子家里人的意思就是只要男方能拿出钱来，给了彩礼就同意结婚，不告流氓罪吗？肯定的呀，结婚就是合法夫妻了，2人生孩子天经地义呀。结婚？叶青雨呢喃一声，脑袋里也冒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翌日，
我刚走出广城火车站，前方就传来一声招呼：“旭哥，还特地过来接我，不忙啊？”什么事也没有旭哥的事重要啊！你可是我的财神爷啊！这一次旭哥直接订6000多块的货，可是一笔不小的单子。现在我在海之，面都大了不少，可不得亲自过来，好好把财神爷招呼满意了。那我还挺荣幸。哎呀，可不能这么说，现在还早，咱先去吃顿早餐，附近有家早点不错。吃过早茶，我就跟着刘红一同去了厂子里，120多匹布已经全部装在了大车的货箱里。验完货，跟刘红招呼一声，就跟上货车司机一路离开，拉货回荣城。经过2天1夜的长途跋涉，终于安全行驶回到荣城。之后再花1个多小时，100多匹布总算是全卸到我租的小院里。这时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怎么说，这2个多月也挣了不少钱，现在要挣更多的钱，没有一辆好的运输工具怎么成？说罢，我就往街上一家3轮车行走去。这3轮车也不便宜，跟老板砍半天价也花了230才打起。虽然有些肉疼，但是有了这辆车，接下来卖布可要方便多了。这个年代能买上一辆3轮车，不亚于后世买轿车。这不，我刚骑着车过来，就成了众人的问候焦点。哦，哎呀，小陈不错啊，都买上车了。这车不便宜吧？吃午饭没有？没有就来我家吃，最少也得250、6吧。厉害呀，小陈，来我家吃饭啊！老唐什么运气啊，竟然遇到小陈这么会挣钱的合伙人呐！看，才1个多月，人家车都买上了，来我家吃饭，今天吃大肉。谢谢叔婶啊，饭我就不吃了，家里还有事儿，先走，下次聊。招呼一声，我就脚蹬3轮车，迅速离开。当我回到租房时，发现门口正站着一道熟悉的身影。你怎么过来了？可以让我进院子里吗？啊，可以。你怎么了？我今天有事跟你说。你说。完了，这妮子是个妖精吧？怎么越瞧越让人移不开眼睛？我上一世又不是没见过漂亮的女人。我怀孕了。怀孕了？瞬间，我只感觉惊雷骤铃在头顶炸响开来。她怀孕了？怎么会？之前奇妙他们不是说没有吗？我脑袋一片混乱，半天才囫囵憋出一句几乎没有经过大脑思考的话来：是我的。哼！这话刚问出口，叶青雨几乎是瞬间攥成拳头，当即撒气儿般的我胸膛上捶。接着不等我反应，气鼓鼓的转身，大步走开。这头臭狗熊，气死他算了。我愣是慢了半拍才反应过来，当即就大步追了上去。青雨，等等，别摔着了，别气了，我刚才说话没经过大脑，我现在。见叶青雨又埋头猛走，我也顾不得那么多，当即一把拉住他的手腕。确实是我刚才说话欠妥，咱不气了，好吧？叶青雨这会儿也冷静了不少，确实怄气没用，他是过来解决问题的。我这次过来，除了说这个事情，还有一个。你说。既然怀孕了，就是2个人的责任，不管对方有什么想法，我都会尽量配合。只是我也有些害怕叶青雨说出打掉这2个字。然而叶青雨接下来说出口的话，却让我当场愣住。陈旭，我们结婚吧。重生之后，我竟被女生上门逼婚。陈旭，我们结婚吧。叶青雨此话一出，我的大脑出现了短暂的空白。叶青雨要跟我结婚？我不可置信看着跟前的女生。陈旭这反应是不是不想结婚啊？当初特意提醒我避孕，是不是就是怕怀孕了？我找上门要他负责。短短几秒，叶青雨的脑袋里已经闪过无数想法和念头。你是不是不想跟我结婚啊？没有，就是有点突然。我本以为叶青雨要我跟她一起去打掉孩子，哪里会想到这妮子突然就说要结婚，一下子怀孕，结婚砸过来，我确实有点发懵。估计这妮子还不知道我结过1次婚了，虽然现在没老婆，但是有个女儿。那你结还是不结？要不跟我回屋里，我慢慢跟你说。对了，忘记跟你说了，是双胞胎。我目光直勾勾盯着女生的小腹，心底涌出一股难以言喻的喜悦。既然一次来了俩，可以啊。本想上手去摸摸，不过想着这还有些尴尬的关系，又赶紧收回手。挺好的，一次性来俩。现在都还不怎么看得出肚子呢，摸也摸不到，起码也得等肚子大了才好摸吧。也是，你不说我都没看出来你怀孕。那我们结婚，你怎么想的？结婚我肯定没问题，但是我情况得先跟你说。你说。我结过婚，老婆生女儿没了，现在我有一个快3岁的女儿，你介意吗？一口气将话全部说了出来，心里也莫名忐忑。我这2婚还有个女儿，是个女生，都会介意的吧？你竟然结过婚？结过婚的话，那他心里是不是还有他老婆？所以刚才说要结婚的时候，他才这么犹豫。所以你犹豫跟我结婚，是对你亡妻还有感情吗？我属实没想到这妮子会突然抛出这么一个问题，我以为她比较在意我结过婚或者有个女儿，结果开口是问我跟前妻的感情啊。也不是，当时我跟她结婚的时候，这里还不行，对男女感情这些更不懂。不过现在我还是很感谢她，给我生了一个很懂事的女儿啊。你之前真的傻呀。小时候发烧，脑袋出了问题。叶青雨回想起我当时在酒席上那霸道蛮横、狂吃狂喝、村民惧怕的场景，而后又接连回想起那天夜里。那我们那个的时候，你还傻吗？说来也巧，就你出现在我床上，我就正常了，所以当时也本来想拒绝。你别说了，我那时候喝醉了。好，不说。反正我们都舍不得打掉孩子，也不能让2个孩子生下来被人指点。你现在也单身，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就把婚结了。我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介意的？
而且当初我也说过可以负责，只是你不愿意。不用想也知道，这妮子跟我结婚就是为了娃，也正好小鱼儿还想要一个漂亮妈妈呢，把这妮子带回去，肯定比她说的那个什么漂亮大姐姐好看。那我还有1个多礼拜放假，等我放假，我带你去见见我家里人。见谁？他外公外婆吗？对了，等要回去见二老那天，我再好好交代你他们的喜好，这样可能他们会更快接纳你，同意我们结婚。既然要结婚，肯定要带人回去见见。我外公外婆就在文兴镇上，到时候先带你去见见。相比于他爸和爷爷奶奶，他比较在意外公外婆满不满意我这个外孙婿，他想尽量让二老满意。我本来正想说我跟二老的事，看叶青雨这一脸慎重的模样，当即就将话憋了回去。那你女儿有没有什么喜好？有比较喜欢的吃的东西吗？想要什么样的？妈妈？她呀，吃的什么都喜欢。至于妈妈，她喜欢像你这样漂亮的。你胡说什么呢？真的呀，我过来之前她就跟我说，叫我给她找个漂亮妈妈，带你回去，小家伙别提能多开心。我还要水。好，我去给你打，等会儿再给你弄午饭吃，给你弄酸豆角盖饭怎么样？会比较开胃。这会儿知道叶青雨真是因为肚子里小家伙瘦下来的，我心里说不上来的难受，只想赶紧给人补回来。好，那可以放点辣椒一起吗？没问题啊，多依你。叶青雨一大海碗饭下去，整个人精气神儿都瞬间大不一样，明显活力了许多。晚饭也来我这里吃吧，以后我天天给你做饭。你不是很忙吗？天天做饭的话，那不是挺麻烦？跟我不要客气，做饭的话，我每天也要吃，顺便给你也多做一份，哪里会累？好吧，那我以后不跟你客气了。这才对嘛。正好其他的也吃不下，也怕饿着肚子，2个小家伙营养不良。虽然今天礼拜6，叶青雨学校也还会上1-2节课。吃完午饭，他也没在这里多耽搁，和我多说了几句，就让我送他去公交车站。回去之后，我开始准备叶青雨的爱心晚饭。下午我就拎着自己做好的酸菜面，直奔荣城吃饭。保安大叔看到我时，几乎一眼就认出了我。又送东西呢？对啊，叔，抽烟吗？嘿，客气，应该又是送叶青雨女同学吧？放我这，等她下课我亲自给她送过去。那就劳烦叔了。跟大叔说了2句，就道了别，然后招呼3轮车师傅就离开这。这高个子这么豪横，这3轮车起步都得3毛钱吧？还特意打车来送吃的，挺有心啊。这边刚离开没一会儿，学校就下课了，保安刚准备提东西去找人，恰巧叶青雨这时也来到了学校门口。叶青雨同学，这里有你的东西。啊，好，叔，怎么了？这个陈旭送给你的，还是热的，应该是吃的吧？啊！叶青雨愣了愣，反应过来，才伸手接过东西，视线不自觉地往学校门外探去。他人已经离开了，你赶紧带回去吃吧。叫我跟你说一声，容易糊，早点吃掉。好。叶青雨应上一声，心底涌出一股莫名的失落感，礼貌地跟保安道了声谢，就提着东西转身离开。怎么的？没看到人，好像心情都不好了。这小丫头不会跟那大高个有情况吧？不会吧，不会吧！这场雨整整下了2天，我也没法出摊，只能闲在家里，也每天准时准点做饭煲汤给叶青雨送过去。我也摸不清叶青雨会不会介意同学知道我们2人的事，索性都直接送到保安室，有什么话让保安帮忙交代2句。这大高个跟叶青雨那个小丫头要是没情况，我名字都可以倒过来写。只是有些犹豫，要不要提醒一下这大个子，他女朋友似乎想见见。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别人巴不得天天守着看着。这大个子倒好，风里来雨里去，就是不愿多等等见见女朋友，怪哉！今天雨总算小了一些，眼瞅着距离过年越来越近，货还大量积压在手里，要是不赶着卖出去，今年过年可不好过。哎呀，小陈老板，你可算回来了，这几天没瞧见你人，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前几天去进货回来，紧接着又下几天大雨，不好出摊了。这不今天这雨一小，我就赶紧过来了，就惦记着姐你们还要在我这买布做新衣服，过一个漂漂亮亮的年。小陈老板家的布做出来的衣服确实漂亮，今天给我来2丈，我们家一大家子都指着你这布做的新衣服过年呢。好嘞，我多给姐你裁一些，到时候多出来的布再给孩子做个书包什么的。是人都爱占便宜，反正我布价格低，多割一些，人家也乐意多给我介绍些生意。哎呀呀，那就谢谢了。大婶本来就是个大嗓门儿，这么一跟我招呼几句，周围的行人也纷纷侧目过来。嗨呀，这不是小陈老板吗？可算是来了。哦嚯，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卖的确良的老板啊，这部看起来确实也不错，难怪我女儿知道隔壁家的新衣服是漂亮的，的确良，都跟我哭好几天了。可不是，我家那小子也是说今年的新衣服就想穿跟村头狗剩家那一身一样的衣服，一打听才知道是这边有人卖的确良，过来晃几天愣是没看到人，今天可算等到了。老板，3块3一尺对吧？给我来1丈。不一会儿的时间，摊子又被人群围了起来，一直从早上8点吃到10点半，过来买布的人也只增不减。这时，一个大婶匆匆冲到摊子前，就扯着嗓子朝我吼：“小陈老板，执法队过来了，快走！”我听到大婶提醒声，几乎是瞬间就反应了过来，熟练麻利的开始收摊。哎呀呀，那你明天还来吧？对啊，不来的话，我们去哪里找你？各位，执法队来了，我改天再过来卖啊。今天下午2点。
管园村村委院子有棵大树的那一家，我就住那里，你们要不就过来买。等执法队队长带着人冲过来的时候，连个人影都没了，又抓了个寂寞。收队，明天一早直接过来蹲。队长，如果还下雨，咱们也要一早过来蹲吗？今天不也在下雨，人家也一大早就出摊了，我们怎么就不能冒着雨过来蹲人？连个普通的人民同志的意志都比不了，还怎么在执法队里待？怎么为人民服务？回到出租屋，我赶紧准备好叶青雨的午饭。等来到校门口的时候，才从学校保安那里得知时间已经到了11点20，临近下课。大个子，你每天这么准时过来送饭送菜，就不打算见女朋友？你怎么知道她是我女朋友？这是当我瞎呀？两人一个天天送饭，一个见不到人，那失落劲儿不是男女朋友是什么？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我看你女朋友这2天好像是有话想跟你说。反正都快下课了，你在这等等他，说2句话再走啊。说你瞎揣摩什么呢？他有什么话让你带给我就行了。我开始怀疑青雨那小姑娘到底是看上这个大个子哪点了。我活那么久，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不解风情的男人。男女朋友之间的话，是我一个老头子能传的吗？我也是猜测啊，因为每次他没见着你，都好像不大开心，可能是有什么话想跟你说，是我不好转达的。我琢磨片刻，觉着叶青雨可能真是有关于肚子里孩子的事情想跟我说。行，那我等等他，偶尔在学校门口跟他见一次，保持适当距离的话，影响应该不大。只要没有学生知道我跟他的关系，就不会让他在学校难处。几分钟后，学校铃声一响，叶青雨跟秦妙几个小姐妹往保安室这边走来。几个小姐妹也好奇天天给叶青雨送饭的人是谁，可跟着过来抓2天了，人影都没见着一个。青雨同学，这次测试我成绩能拿的年级第2，多亏你这个第1名的指导。反正中午时间多，我请你去外面吃一顿怎么样？上集说到，我那怀孕2个月的未婚妻竟被万元户学霸追求。青雨同学，这次测试我成绩能拿的年级第2，多亏你这个第1名的指导。反正中午时间多，我请你去外面吃一顿怎么样？哇，那我们可以一起沾沾青雨同学的光吗？俊生同学请一顿，不得去国营饭店呢，羡慕。周围几个女生听到大学霸竟然要请叶青雨吃饭，当即就一个个跟着起哄起来。要知道，秦俊生可是荣成肉联厂副厂长的儿子，听说他家还是少有的万元户。秦同学，不好意思，我今天中午的午饭已经有人给我送了。是啊，最近天天都有人给青雨送饭呢，那些饭菜可是相当好吃。前阵子青雨什么都吃不下，现在每天吃的比我还多。如果站队，相比于总是狗眼看人低的秦俊生，我当然是选择支持这个很会做饭疼青雨，每天准时给他送饭的男人啊。对哦，还有个每天给叶青雨送饭的人呢，每天换着花样做，准时准点的送过来。羡慕的话我已经说累了，就是不知道是谁。青雨什么时候带给我们见见呀？我也想见。我家在荣城，也算得上是条件很不错的万元户大户人家了。叶青雨到底是看上荣城哪家的富家子弟了，竟然对我这么不屑一顾。这时，保安大叔见叶青雨几人走来，当即就招呼：叶青雨同学，门外有人找你。啊？谁？你快出去吧，今天饭已经到了，人也等着你呢。我听到保安跟叶青雨招呼，也往学校大门方向走去。才刚走2步，一道熟悉的身影就从学校里跑了出来。你怎么不撑伞？冻着怎么办？这个毛毛雨而已，我穿的厚，不怕的。你衣服薄，别淋湿了。他今天怎么这么好看？我见跟前叶青雨神色似乎有些不太自然，以为是挨太近他不习惯，自觉退开2步。你是怕我吃了你吗？这不是在你学校门口，总得注意点吧？万一人家觉得我是你男朋友，影响到你怎么办？为什么会影响我？我都要跟他结婚了，还怕这些？而且他又不是拿不出手，担心这些干嘛？你不怕跟我扯上关系影响到你？我在藤头村那20多年傻子恶霸的名声，也不是1、2天能消散的。特别是我还结过婚，我倒是无所谓，但是要是被他学校的同学知道，他不是会没面吗？叶青雨听到我这么一说，好片刻才终于反应过来，原来这臭狗熊这几天不过来，就是怕我顾忌这些啊！我干嘛怕影响？我都要跟你结婚了，他们是我同学，我还得好好跟他们介绍你呢。他竟然不介意。上一世我前女友可是因为我执意要摆地摊，也不顾高中到大学的感情要分手。现在我的处境可没比上一世好，这妮子竟然不介意。这时已经吃了一个惊天大瓜的秦妙，见自家小姐妹竟然一直把陈旭逼得节节后退，再也控制不住浓烈的好奇心，当即就冲了出来。哇，青雨，你跟陈大哥这是咋回事啊？几个女生和秦俊生也赶紧走了过来，几人脸上或是震惊，或是失落，更有怒火中烧。所以陈大哥就是一直送饭给青雨你的那个人？你们这是在交往了吗？怎么可能？青雨这个人看起来就不像好人，你别被骗了。叶青雨真是饿了，怎么可能看上这个毫无背景的男人？荣城万元户不多，我基本都认识。这个男人我压根就没见过，不用想也知道是个没背景的，根本配不上青雨。秦俊生同学，我未婚夫是不是好人，我比你清楚。我跟我未婚妻的事情也轮不到你来管吧？这位同学，请时刻摆正你自己的位置。两人这话一出，在场所有人此时此刻无一不是目瞪口呆，满脸震惊。这个大哥竟然是青雨的未婚夫？你们要结婚了？你们俩是这个关系，怎么不早说呀？对，
既然你是青雨的同学，到时候肯定请你吃喜糖，也可以过来吃酒席，我肯定好好招待。这特么我能吃得下？我一个荣城本地的万元户，荣城师范里数一数二的优秀青年，竟然输给一个。秦俊生从头到脚将我打量一番，全身上下的衣服加起来，恐怕也不到6块钱。这种穷鬼怎么可能配得上青雨？知道自己现在继续待在这里两头不讨好，只会在学校门口这些同学面前更丢脸。秦俊生只能冷哼一声，转身大步离开。我倒要好好打听打听，这哪里来的穷鬼，也配跟我抢女人，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难堪。你们俩是这个关系，怎么不早说呀？就是，难怪那天我们买布，大哥这么偏心，原来青雨是你未婚妻啊。何止陈大哥前阵子不是还特意给青雨煮酸辣粉吗？我们早该想到的。你们是青雨同学，瞒着你们是不对。等你们放假，青雨胃口再好些的时候，我请你们好好去吃一顿，怎么样？几个小姐妹听到我要请客，更是一阵雀跃，一个个嚷嚷着一定要去国营饭店。我笑着满口答应，怕叶青雨在外面冻着，赶紧询问他还有没有什么话说。后者摇头后，才将食盒递给他，让他赶紧跟小姐妹们回学校去。下午回到家，刚吃过午饭，院子里就传来一阵动静。小陈老板在家没？啊，这就来。这会儿，几个妇女正站在家门口，看到来人，真是我后那叫一个激动。嗨呀，陈老板，下午好啊，吃饭了没？我们没打扰到你吧？婶儿，你们的事怎么能说打扰呢？快进屋坐。陈老板说话就是好听，也亏得让我们找到了，不然我一家子今年可就只能看着别人穿漂漂亮亮的新衣服了。对，还好管园村这边离我们村子不远，几步路就过来了。就凭着婶子你们这么大老远的跑过来，今天我这不肯定得给你们优惠。原来3块3一尺，现在我每尺降1毛。原来1丈得33块，现在1丈只要32。哦，听到1丈降价1块多，几个妇女满脸喜色，当即让我赶紧裁。一波客人刚刚心满意足离开，三两赶来的妇女又上了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院子里的客人仍旧只增不减。这种情况，今天晚饭肯定没办法给叶青雨送饭了，毕竟人实在太多。也不好让这么多人在这边等。好在有个如意接过来的大婶，我赶紧给对方多减上一步，让人回去的时候帮他往学校带个话。小伙子，你放心，婶一定把你的话带到。哎呀，我还说我家侄女不错，介绍给小陈做对象，看来没机会了呀。那可不，那姑娘还来过我们村子一次，那长得叫一个俊，没想到还是荣城师范的学生啊。哎呀，那这姑娘也好福气啊，能碰到小陈老板这么会挣钱又体贴的对象。也是我运气好，遇到这么优秀的女朋友。哎呀，怎么我年轻的时候就没遇到小陈老板这么好的男人？哎呀，缘分这种东西说不准的，我们呢就没那个命。这一忙活就是一天，直到晚上8点多才送走最后一波客人。消停下来，第一时间清点了一下营业额。今天卖了17匹布，营业额加起来4752块，净利润在3860块左右。堂屋里剩余的布匹差不多还剩99匹布，全卖出去的话，最少可以挣20400多的纯收益。不过服装这块也只会在年前这个捡钱的风口碰碰，挣一波快钱。过完年就是春节，大家都收紧裤腰带，也不适合做服装，毕竟这不是后事。冬天的衣服大部分人都会穿一个春天，可不会再花钱去做新衣服。接下来的几天，除了给叶青雨送饭菜，几乎都在院子里忙着招呼客人。10来天的时间眨眼就过，荣城师大正式进入寒假。叶青雨带上秦妙一起去往管园村，今天下午就可以回去见外公外婆。回去之前得交代一些事情，不过我心里有些忐忑。到时候二老要是知道我跟叶青雨的事，会不会把我给轰出去？在这个年代，未婚先育对女生的名声影响很大。所以就算是二老对我有怨气，我也得受着。陈旭，你这是要做饭了吗？这么早就过来了，有没有吃早点？肯定吃了呀，你媳妇跟我在学校，饿不着的。那你们先去西屋那边坐，等我做好饭叫你们。不成，我也会做饭，我来帮忙，我来洗菜。我看两人这么积极，也没拒绝，三人各自分工忙活起来。吃完了午饭，我就带上两人一起出门，去市场上打些年货。来到市场时，我才发现竟然有不少人在这边卖农产品，几乎每个摊位前都挤满了打年货的人，一把一把的钱往摊主那边塞。几乎所有的东西价格都直接翻了个倍，甚至个别紧俏的已经翻到3倍的价格。即便如此，摊位前的人一个个也像不要钱似的，争相着购买。我看着这火爆的场面，很是动心。藤头村这些家禽、鸡蛋什么的可不少，要是趁着过年前来卖一波，又是一笔不小的收益。不过现在最紧要的是处理好跟叶青雨的事情，挣钱的事还是暂且往后拖一拖。很快，三人就在各个摊子前逛了一圈，买了不少东西。买好东西，几人这才同去往火车站。去火车站买票之前，我还特意去找了唐国山，正式跟唐国山介绍了跟叶青雨的关系。唐国山知道我就要结婚的消息，差点没惊得把手里的酒坛子给摔了。陈旭这么不解风情的小子，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就把天仙似的姑娘拿下了？而且这么快就要结婚了，难道就靠当初他这炸土豆吗？考虑到叶青雨在，
唐国山怕女孩子不好意思，一肚子的问题也没多问，只能赶紧笑着道谢。和唐国山告别后，之后我便带着叶青雨和秦妙朝火车站方向走去，正是回去拜访未来的外公外婆。未婚妻带我回去见家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外公外婆都是我的老熟人。你别紧张，我外公外婆性格很不错的。叶青雨心里其实也很担心二老会不会不同意结婚，毕竟这一切都太突然了。而我也担心二老要是知道我竟对他们外孙女下手，到时候会不会气得跳脚，直接轰我出门啊？这不是陈老板吗？刘叔家的青雨也回来了。这镇上的人怎么会认识陈旭？你们……叶青雨话刚说到一半，正在馄饨店门口的刘爱国也一眼就瞧见了我们，有些意外两人一起出现，却更激动开心。小旭跟青雨回来了。青雨，你真是的，陈大哥提着那么多东西，不知道搭把手啊？啊？怎么？陈旭跟外公外婆认识？走，先回去再跟你说。你这孩子一个人拿这么多，怎么不叫青雨帮帮你？跟他客气什么？这些东西也不重。哇，爸爸，哇，那是小鱼儿几乎是一眼就认出叶青雨。哇，真的是漂亮大姐姐，爸爸真的把漂亮大姐姐带回来了。小鱼儿虽然很有礼貌，但是不是那种自来熟的小家伙，怎么见到青雨就叫这么热切，还直接跑过来了？这是我女儿小鱼儿，这阵子我没空照顾，就让苏婆二老帮忙照顾了。听到我这一说，叶青雨才彻底反应过来，果然陈旭跟外公外婆早认识了，看这情况恐怕还很熟。哇，大姐姐更漂亮了。鱼儿见过我？见过，姐姐给我糖果吃的呀。闻言，叶青雨才回想起去藤头村吃酒席的时候，看着一个小家伙坐在院子门口给了他糖果。难怪我看着小奶团就眼熟，原来是陈旭的女儿啊！想起来了，几个月不见，小鱼儿都长这么漂亮了，来让大姐姐抱抱。我看到叶青雨要抱小鱼儿起来，心中一紧。青雨不能抱。叶青雨本来还有些发懵，但在看到我紧张的神色，很快就反应过来。抱一抱小孩都不行吗？肯定不行。为什么大姐姐不可以抱我？因为大姐姐最近没怎么吃饭，没有力气。那爸爸晚上多给大姐姐做点好吃的，我帮忙。可以。鱼儿，大姐姐给你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哦，我们回店里吃好不好？谢谢。本来还担心陈旭女儿不喜欢自己，也怕是个小调皮，完全没想到是个小天使。殊不知，二老看着那格外和谐的画面，相视两眼，总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劲。怎么感觉小旭跟青雨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熟啊？叶青雨也跟二老询问我的情况，得知我果然早就跟两个老人家很熟，竟然没告诉他，气鼓鼓的看了我好几眼。好了，别气了，实在是生气的话，等会儿我让你打几下出气，气多了可对他身体和孩子都不好。我才懒得打。爸爸终于有老婆了，还是漂亮大姐姐呢。苏青莲和刘爱国也惊讶于我跟叶青雨熟络的关系，虽然觉得神奇，倒也没多想。苏婆、刘公，其实我今天过来，除了看看你们二老，也是有事想跟你们说。我也有话想跟你们说。这俩孩子这是干啥呢？什么事啊？你俩这严肃的样。我刚准备开口主动提婚，身旁的人就先一步开了口。外公、外婆，我要跟陈旭结婚。刘爱国夫妇微微愣住，反应过来，顿时惊得瞪大老眼。不等两人反应，我也主动上前。苏婆、刘公，我想娶青雨，希望您二老能割爱成全。结婚？饶是经历几十年社会磨砺的二老，这突如其来的惊人消息忽然砸过来，也久久不能平复，满眼震惊地看着跟前的我俩。沉寂片刻，刘爱国率先反应过来，视线落在我身上，开始打量起来。小旭跟青雨要结婚，这也太突然了吧？陈旭是个有野心、想要干大事的孩子，我看人不说100%的准，但是也能看出99成的人品，而且人品肯定没话说。把青雨交给他，以后肯定不会吃苦吃亏。不过小旭唯一的缺点就是结过婚，有个女儿，但是小鱼儿这小家伙懂事的很，我都巴不得来几个这么乖巧懂事的外太孙呢。只是陈旭这臭小子，让他送一个馄饨，怎么把我外孙女给拐跑了？老婆子，既然两人相互有好感，我们就不要棒打鸳鸯了吧。苏青莲听到这话，心里五味杂陈。我倒不是不满意陈旭，只是两人突然要结婚，实在是太过突然。毕竟青雨也才20岁，明年下半学期上完才能毕业，都还没毕业，突然结什么婚？你们交往的话，我没意见，但是结婚就缓一缓，等青雨你毕业了，再带小旭去见见你爸，还有你妈。结婚起码也得父母同意才行。真是可惜，青雨找了个挺不错的男朋友，她却没机会看一看。外公、外婆，我想在寒假结束前跟陈旭结婚，在我肚子大起来之前得赶紧结婚，不然怀孕的事要是让爸知道，孩子保不住，可能陈旭也会被告流氓罪。而且现在也不能跟二老说，突然要结婚已经够刺激的了，再说一个怀孕，怕两个老人家直接吓晕过去，先把婚结了再说。我本来还想直接摊牌，见叶青雨似乎不打算提怀孕的事，就将刚要说出口的话咽回去。苏婆、刘公，我也想赶紧在青雨寒假结束前跟他把婚结了。
希望您二老能成全。刘爱国夫妇见着我俩这么着急要结婚，一脸费解。这两个孩子都不是冲动的急性子，怎么就这么着急？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到这种热烈的程度了。这俩孩子是坠入那什么爱河了吗？这会儿见两人都这么急，都寻思着是不是喜欢对方上头了。叶青雨见二老一直不发话，生怕二老不同意，忙抓住苏青莲的手。外婆，你们也喜欢陈旭的，就让我们赶紧结婚好不好？苏婆苏公，我会对青雨好的，你们二老就成全一下吧。两人一个急着跟人结婚急得要哭，一个怕女生哭出来又急得不行。特别是叶青雨，从小到大几乎不在他们跟前掉眼泪，现在为了跟我结婚，竟然急成这样，这不是坠入爱河是什么？刘爱国夫妇见状相视一眼，哪还忍心再不松口？好吧，你们既然想结就结。得，不过你爸那边你们自己解决。好。你个臭小子，让你去送个馄饨，把我们外孙女拐跑了。原本以为二老会轰我出去，见二老松口，叶青雨也不哭了，那是说不得的开心。没办法，青雨实在太优秀了。这家伙说起谎话来还真一套一套的。什么优秀？他不是为了孩子才跟我结婚的吗？两人情投意合的事儿，你说人家小旭干什么？我这不是看你好像介怀这事儿吗？陈旭做我外孙婿，我可别提多开心。我就不开心呐！青雨嫁给陈旭这样的好孩子，总比他爹。苏青莲说到这，感觉自己话有不妥，及时收了回去。反正外婆支持你俩，走，跟外婆回去做饭给你们吃。鱼儿，以后我就是你祖祖了，过来，祖祖抱。那大姐姐就是爸爸老婆啦。对，以后不能叫大姐姐了，要叫妈妈。叶青雨一时片刻有些转换不过来，听苏青莲这么一说，竟有些不大好意思。我想一直叫姐姐，不可以吗？哎呀，这消息对我们来说都很突然，别说小雨，让她先适应，以后多跟青雨接触就会叫了嘛。对，慢慢改。毕竟我和青雨就算要结婚，让我喊对方老婆什么的，一时我也喊不出口，更别说小鱼儿了。二老同意结婚的事，我和叶青雨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我也打算过年前去一趟京都拜访未来老丈人，却被叶青雨给拒绝了，说是过年前他爸会过来看二老，到时候再过来正式见个面。考虑到叶青雨身子确实也不好长途跋涉，也只能答应下来。对了，小旭，既然你们要结婚，我跟你外婆也得跟你家里人见一面才行。那也不能不通知一声，直接过去吧。等青雨先跟小旭回去一趟，正式见小旭家里人，再约一个时间一起吃个饭。最好是青雨他爸过来之后，一家子坐下来一起好好商量，再扯上证，把酒席给办了。那我过年不仅得准备年货，还得准备一些结婚需要用到的东西才行啊。苏青莲越说越来劲，虽然说突然了一点，但是外孙女要结婚，还找了个靠谱的丈夫，苏青莲到底还是高兴的。既然要跟青雨结婚，肯定大操大办。在这个年代，就算是荣城里的人，结一个婚3转1响加上聘金酒席，花销最多不会超过1000，就算2000彩礼，3转1响买上等的1000来块，再招呼全村人去国营饭店办一顿酒席，也不会超出1000块。拢共花销最多不过5、6千，就能办一场隆重的婚礼酒席，我口袋里的钱绰绰有余。翌日一大早，我就带上叶青雨和小鱼儿回藤头村回去见家长。今天又轮到叶青雨开始忐忑了，他也有些担心老爷子会不会不喜欢自己，几乎一路都在和我打听陈青山的喜好。你就放心吧，我爷爷性格很好的，对你肯定满意。我记得太爷爷好像说漂亮大姐姐太瘦了，不适合给爸爸做老婆。要是到时候太爷爷不喜欢漂亮大姐姐，那爸爸是不是又没老婆了？我也又没妈妈了。1个多小时后，拖拉机就缓缓驶进藤头村村头，也很快就引起了街道两边村民们的注意。哎，陈旭，你回来了。是啊，姐夫，我还赶着回去看爷，就不跟你多说了。那是我大堂姐的老公，以后跟着我叫姐夫就行。我滴个乖乖，这姑娘简直比城里头海报上的明星还漂亮啊！不过这不是张强表妹的朋友吗？怎么跟陈旭这小子一起回来了？哼，这臭婆娘不是说陈旭不做土豆生意不挣钱了吗？怎么看上去比以前还更有钱了？那一车东西少说上百块，既然有钱，不得赶紧叫陈招娣上门去拜访一下。作为农村二流子的我，竟带了漂亮的城里媳妇回家，村民们一个个见状都开始怀疑起了人生。哎呀，陈旭，你回来了，怎么还带了朋友回来？哎呦呦，买这么多年货，看来挣不少钱呢。这姑娘是你大姐姐，是我爸爸的老婆呀。小鱼儿这话一出，几个大婶满脸惊呆，看看我又看看叶青雨，怎么可能？陈旭竟然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城里女朋友，不可能是小孩子胡说的吧？就在几个妇女暗暗否决时，婶婶们好，我是陈旭女朋友叶青雨。各位，我先回去见我爷，以后有空再聊。说完就招呼拖拉机师傅加速赶紧离开。而我带了个城里女朋友回村的消息，当即也在街道上轰然展开。吴翠芳听说我回来了，也兴冲冲冲出门口，准备去找王大娘，让对方赶紧去做媒。不过刚走几步，就瞧见妇女们正聚在一起议论，忍不住上前跟着八卦。你们在说啥呢？翠芳，你没瞧见吗？陈旭带了个城里女朋友回来，长得跟天仙儿似的，白净
还很懂礼貌，家庭条件应该是很不错。是啊，就说那身上衣服，看着就不像是普通人可以买得起的。这小子怎么人清醒过来，运气也这么好，愣是给我们这山卡卡里找了个城里女朋友来。吴翠芳听着几个妇女的话，心如刀绞。什么？陈旭已经找到女朋友了，而且还是城里人，那我跟陈旭岂不是没机会了，也没机会做老板娘了？当初我为啥要走人啊？现在好了，那么一个优秀的男人没了。巨大的噩耗传来，叫吴翠芳简直无法承受，当即双腿一软，眼前一黑。哎呀，翠芳晕了，快来人！这是怎么回事呀？快来人！很快，三人回到了陈家。这回陈青山刚看到心心念念的父女俩，还没来得及招呼，视线就转移到我身旁的叶青雨身上。这小姑娘怎么过来了？过来找张强吗？陈青山只知道这小姑娘是张强那边过来吃过酒的亲戚，现在看到对方，第一反应就是过来找张强的。太爷爷之前可嫌弃大姐姐瘦的，不会是要赶走大姐姐，不让她给爸爸做老婆吧？小姑娘，你也来了，是找张强吧？快进屋坐。我不是来找张强的。不是找张强，那你？爷，这是我女朋友叶青雨，她这次跟我过来是特意见您的。啊，女朋友？这话一出，饶是这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男人，看着跟前跟个仙女儿似的小姑娘，一双老眼瞪得极大。这天仙似的善良小姑娘是我大孙子的女朋友？不会吧，这小姑娘怎么可能会？爷爷你好。听到这未来孙媳妇这声爷爷，陈青山当即倒吸一口凉气。要不是最近身体养得不错，他恐怕当场激动的晕过去。陈家老祖宗们显大灵了，大孙子还真找了这小姑娘做女朋友。啥？你们要在青雨寒假结束前结婚？这俩孩子不是还在交往吗？这小姑娘也还没毕业，怎么这么着急结婚呢？而且娶青雨这样的城里姑娘，肯定得花不少钱吧？特别是家里这套老房子也得修一修才行了，一时半会儿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呀。爷，我这趟去荣城挣了不少钱，跟青雨结婚的钱你不用操心。挣多少呢？我估摸着2000应该顶天了。上次卖土豆，那是土豆真好吃，大家吃个新鲜。这卖布能挣啥钱？一看叶青雨就不是普通人家的姑娘，要娶她回家的话，没有个几大千恐怕难，不多也就3万。就连一旁正喝麦乳精的叶青雨，听到我说出来这个数目，都差点没一口呛出来。我知道陈旭很挣钱，但是没想到竟然挣了这么多钱，1万块，就算是在我们家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何况3万。我倒不觉得这钱多，特别是让我想到了一个人，一个一生大起大落，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人——李广九。在79年改革开放之前，那个万元户十分罕见的年代，上面完全不允许私人做买卖的情况下，他硬靠着卖炒瓜子，在那个年代一跃成为了百万富翁。本来我还琢磨着过完年以后的发展，这下心里顿时就有了眉目，变得豁然开朗起来。一旁的小鱼儿从回家开始就一直观察着老爷子对叶青雨的态度，看了半天也没发现老爷子生气，反而笑得满脸乐呵呵的。那时候我跟太爷爷说让漂亮大姐姐给爸爸做老婆的时候，太爷爷不是说大姐姐太瘦了吗？另一边，陈国栋一家3口刚从镇上风尘仆仆赶回来，穷鬼一家有拖拉机坐不起，只能坐这个驴车，颠死个人。刚才听街上的人说，陈旭好像带回来了个女朋友，就连街上那个吴寡妇都看不上的人，他会带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回来？多半也是个买1送1、2、3的二手货吧。这么想着，一家子就到了院子门口。这是什么东西这么香？哎呀，堂弟！张强刚要上前跟我招呼，却在看到叶青雨时，顿时心中警铃大作。这不是那个我当初送到陈旭床上的女生吗？她怎么来了？该不会是事情暴露，过来追究我的责任了吧？张强做贼心虚，看到叶青雨，脸色顿时惨白。当然，他怕的不是这个文静的女生，而是他家背后滔天的势力。陈倩楠看到叶青雨，也差点就没站稳，踉跄着往后退了2步。陈旭回来了，大伯过来坐，这是我大伯。大伯你好，我是陈旭女朋友叶青雨。我是陈旭大伯，你好。陈国栋答应一声，才拘谨地朝几个人那边走去。叶青雨也注意到了张强和陈倩楠，有些印象，这好像就是陈旭的堂姐夫和堂姐。青雨他们就不用招呼了，毕竟叶青雨一清白小姑娘，会跟我奉子成婚，全拜这2人所赐。即便他现在不知道这2人的恶行，我也不打算让叶青雨跟2人笑脸相迎，把2个将他做陷害工具的恶人当堂姐和姐。你们先去做午饭吧。张强和陈倩楠也反应过来叶青雨不是过来问罪的，心头一松，再看着我，哪里还敢待，赶紧前后回了东屋。2人离开，桌子上的气氛才缓和下来。陈国栋看着一桌子他1年到头都难得吃上一次的美食，内心犹豫挣扎好半天。陈旭，你这是做的什么生意？看上去挣了不少钱。我就是去广城弄了些布来卖，不过现在马上就过年了，再做这个生意来不及。确实，再来回折腾一趟就过年了。我听着男人难掩失落的口气，视线开始在他身上打量，看得出来
今年陈国栋一家年并不是很好过，但是对方又是个直脾气，更不可能轻易伸手接我的钱。大伯，我记得你好像养了不少鸡呀。陈国栋听我这么问，还以为是我想要1-2只鸡过年。有27只鸡，你要的话，我送你2只。大伯，我不要鸡，我就是想问问，你想不想在过年前挣一笔钱？既然这大伯不愿意跟我伸手，现在黑市上那些家禽价格又高的离谱，要是陈国栋敢干，我倒也乐意带着他一起再去折腾一波，让陈国栋多个挣钱路子的同时，我也再挣一笔钱。想，肯定想啊！我见陈国栋很是积极，当即就将自己的计划大致跟他一说，直接去荣城黑市卖家禽和鸡蛋，这些东西村里家家户户有，荣城那些本地人可缺得很，特别是过年前天黑市上简直都抢疯了。可陈国栋听到我这个提，当下就脸色一沉，犹豫起来。且不说容易被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现在刚刚改革开放，各处的治安都不稳定，又逢过年，小偷扒手更是不少，不要命一些的，为了人家口袋里的钱，甚至连人都敢杀。陈国栋越想越怕，当即就打起退堂鼓来。这不行，这个时间段去黑市卖东西，不是上赶着往那些人手里送钱吗？送钱还是轻的，遇到个无法无天的，说不定连命都给你取了。大伯，你那些鸡拿去镇上能卖多少钱一只？一天能卖几只？2斤左右的鸡1块3，一次赶集也就卖2只吧。卖鸡的人太多了。大伯，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现在荣城黑市一只鸡能卖到4块5，一个鸡蛋1毛钱，一天最少能卖400-500只鸡和蛋。过去一天卖一天几百只鸡不成问题。哦，这荣城那边的鸡卖这么贵，一只鸡4块5，我那25只都可以卖112块5了，这可是我半年也难存到的钱啊！还有鸡蛋、鸭蛋和10只鸭，要是能全卖出去，今年哪还需要愁眉苦脸的过年，遭亲戚看不起？臭小子，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刚需的人民群众吗？爷，我今天这些东西也是去黑市上高价买的，而且我去卖的话，他们还有吃食能过年，我不去卖，他们手里攥着钱过年也不香啊。好像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大伯，所以这钱你挣不挣？卖，我算是明白了，自己要是一直这么畏手畏脚下去，这一辈子就别想挣到大钱了。也是时候跟着年轻人学习学习，大着胆子干一波了。今年能不能过一个肥年，就看和陈旭走的这一趟了。伯侄2人一拍即合，陈国栋当即就开始准备装鸡鸭的笼子，明天跟我去荣城。我看时间还早，也准备出门收村民的鸡，不曾想老爷子突然拿出一张供应票递到跟前。这个是上个月发工资，小钟他们非要发给我的，你不是说黑市上可以卖票吗？这个我拿着也没用，你拿去卖给需要的同志。我低头看到老爷子手里供应票上的几个字，双目微微发亮。爷，你这待遇可以啊，上面还给你发电视机票。我都说了我不用这玩意儿，硬塞给我，反正留我这里也没用，你拿去黑市上卖给需要的同志，你可别卖太贵，差不多就行了。这个东西是上面派发给我的，我不指着这个挣钱，一丝一丝卖出去就行了。爷，你放心，我保证不卖贵，卖啥卖？现在腾头村刚通上电，我手里头有钱，直接买台电视机回来不行？收了票，我这才出门去收村民的鸡。重生之后，我靠在黑市卖年货，日赚上千，却不料被当地混混盯上了。什么卖不卖鸡？1块8一只，有多少我收多少。几个大婶本来还想八卦叶青雨的事，听着有钱挣，那叫一个激动，哪里还有心思跟八卦？哎呦，我们正愁今年养的鸡多了点不好卖呢，在这等着，我马上回家给你抓去。之后我又找到陈春龙，付给对方1块钱的工资，让他帮我去街上收一收鸡鸭和鸡蛋。一天忙活下来，陈春龙就帮忙收上了314只鸡、86只鸭、600多枚的鸡蛋，暂存到了他家院子里，就等着明天我一早过来拉货。小张，明天跟我去荣城，跟陈旭学做生意。好嘞，那你早点睡。妈的，真是为了钱不要命了！现在去黑市卖东西，简直就是找死，容易被抓进去还不说，现在扒手土匪横行，就算挣点钱也会被抢，我才不傻。明天一早随便说个哪里痛不舒服，敷衍过去就成。这时张强突然想着就想到叶青雨跟我结婚的事情。今天观察了一天，我确认叶青雨并不知道我设计他和陈旭的事，但是2个人要是真的什么都没发生，应该也不会走到一起才对。现在2人似乎很着急结婚呢，是不是那天晚上真发生了什么？这女生为了名节，只能委身嫁给陈旭。张强想到这里，顿时就兴奋起来。如果说真是这样，女生既然这么在意名节，家里又这么有钱，是不是我威胁就能吓得她把大把的大团结往我嘴里塞封口？接下来的半辈子还需要愁吃穿吗？但是我又不能彻底确认陈旭跟叶青雨酒席那天到底成了没。张强眼珠子滴溜一转，心里很快就有了主意。张强，我有点不舒服，今天你自己烧洗脚水好不好？哎呦，没事，老婆不舒服多睡，洗脚水我自己打就成。你要干嘛？能干嘛？这不是你就要有弟妹了吗？以后可多跟人家走动，嘘寒问暖，交心，问问他跟陈旭怎么发展起来的。陈倩楠对叶青雨做了那事儿，白天见着他都心虚，也觉得张强肯定没安好心。不成，他明显不喜欢我，怎么可能跟我交心什么的？哼，他不喜欢你，会对你动手打你吗？好，我试试。你别打我。你这么听话，我怎么舍得打你？心疼都来不及呢。
翌日天还没亮，小旭，差不多4点了，拖拉机师傅也到了，该出发了。左想着今天要去荣城挣钱，激动、紧张、兴奋，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陈国栋几乎是一夜没睡。刚才拖拉机师傅刚敲响院子门，他就赶紧爬起来给人开门了。好，我收拾一下，马上出发。来到荣城黑市，刚支起摊子，我那笼子里顶个2斤以上的土鸡土鸭，很快就引来不少人的注意。小伙子，你这鸡怎么卖？大哥，我这鸡又鲜又活，最少都有2斤，还是正宗的土黄鸡，1只5块，鸭都是2斤半以上，也是5块，鸡蛋也都是新鲜的，放1-2个月都没问题，一个1毛。陈旭原来不是说4块5一只吗？怎么突然就涨了5毛？我4块5一只都不太好意思开口说了，陈旭一开口就是5块。小伙子，昨天我过来买鸡都才4块钱一只，怎么到你这儿直接5块了？你直接抢好了。各位，现在年关，什么都贵，我这鸡也是从很远的山区里高价收购过来的，5块钱一只，真没挣什么钱。你们要是觉得贵，也可以不买。过来之前确实是打算4块5一只，现在看这情况，接下来这几天黑市上恐怕都不会再有鸡鸭卖。我是出来做生意的，不是搞慈善，能多挣点就多挣点。小伙子，不是我说你，你这太贵了，要是卖不出去，留在手里，亏的钱可更多。就是大不了我们明天再过来，说不定别家还便宜一些。现在这黑市可没前几天热闹了，你不降价还涨价，等着赔本吧。几个人一通起哄，见我还是不愿意降价，当即就转身离开。他们坚信没生意我就会降价了。各位慢走。如果人家嫌贵，我4块一只也行啊。几个一直在旁边观望、默不作声的人，见我好像丝毫不打算降价，手里又还没买着年货，也就不想和我讲价了。小伙子的这些鸡都是5块一只，但是有些都快3斤了。如果我早点买，一只差不多3斤，也不亏呀。哎呀，给我来1只吧，就要这只。好嘞，姐，你这眼神可真准呐，这可是我这里面最肥的一只鸡。姐，多谢支持啊，有认识的朋友记得介绍介绍啊。哎呀呀，肯定的。周围观望的人哪还忍得住？女人前脚刚刚离开，摊子前就飞快涌上来一拨人，争相着开始抢。老板，这只我要这只，给我抓1只鸭，我要这只。哎呀呀，别踩我鞋子啊！老板，我1只鸡1只鸭，给我抓肥点的。一波客人离开，不少衣着打扮干净的荣城本地人就已经闻讯赶来。竟然还有这么多的人，黑市上人少了，不一定是大家年货都置办够了，而是摊主们没有好东西卖了。现在我这几百只鸡鸭一过来，只要有人买了走出去，自然就会有人知道这边还有好东西。难怪刚才那几个人逼你降价你没降，原来我这大侄子早就打好如意算盘了，我简直自愧不如，这做起生意来啊，10个也不够自己这大侄子打的。就这样忙活了2个半钟，鸡鸭全部卖完，我正准备招呼2人离开，只见不远处7、8个身材高大、面相不善的人正往我们这边打量，而陈国栋完全沉浸在今天带来的鸡鸭蛋全部卖完，一天挣184块1的喜悦当中，对身后靠近的几人一无所知。小旭，明天我们还来吗？这钱可太好挣了，我要是能再来上1天，那可又是100多块呢。明天估计不行，我表舅说得先给他们武装部那边送一批过去，肯定得以他们为主。表舅，武装队，我怎么不知道陈旭有个表舅还是武装队的？如果是以前听我这么一说，陈国栋铁定反口就问，但是跟我待了1天，他也发现我从来不讲废话，很多话说的更是精妙。虽然不太明白我为什么突然这么说，微微愣住后也反应过来。哎呀，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走，回去给你表舅抓鸡。成，看来我这大伯还是挺懂我的。说完就招呼着一脸懵逼的拖拉机师傅上车。明天要送货去武装队吗？要真是，我可不得穿精神点。先离开再说。后者听我语气不对，哪还敢耽搁，赶紧开着车子离开。离开时，拖拉机师傅和陈国栋人才注意到，那几个虎视眈眈盯着他们这边的人反应过来，当即冒出一层的冷汗。拖拉机师傅更是猛踩油门，一溜烟就赶紧把车开走。操，真是武装队的人，好不容易见着一个肥的，竟然跟武装队有关系。那也没办法，万一真动了武装队的人，吃进去都来不及消化，就得吐出来，100%被抓进去炖橘子，进去更没好果子吃。真他娘的可惜，难怪敢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卖，原来是有后台。还是觉得那个小子挺贼，要不我们再跟上去看看。就是，我觉得刚才那小子好像是看到我们了，故意吓唬人。几个人简直心痒难耐，既忌惮那我口中的表舅，又觉得我是不是虚张声势，实在不想错过这么一头肥羊。拖拉机离开没一会儿，2辆自行车就飞快朝拖拉机消失的地方跟了出去。离开黑市，我让拖拉机师傅将车开到供销社，来到店里拿出电视机票，跟店员招呼一声，选中一台总共380块的熊猫牌黑白电视机。您的电视机相应配件也在里面。出了店，我看到不远处2道熟悉的身影，驻足站了好几秒钟，才端着电视机上车。东哥，电视机一台得好几百吧？这是一头大肥羊，咱们赶紧冲了他！你二逼啊，这人他妈是我们能冲的？咋冲不得？他个头高，我们人多还有家伙。你怎么不想想，那电视机票就算是荣城万元户也未必有，为啥人家手里有？你个哈皮去冲嘛，冲了抢着去吃花生米。虽然说为了钱我们敢杀人，
但并不代表我们知道这人动不得，还要赶着去吃花生米。见拖拉机离开，男人就抄上自行车，带上小弟离开。陈国栋和拖拉机师傅看着那两人彻底离开，才松了一口气。好在小旭你机灵，不然这次我们可就完了。这活儿过年前我可不来了，太吓人了。大伯，这黑市上的生意一直有，只是年前风险太高，一次就差不多了。你要是想继续，过完年可以接着干，那时候风险低，挣钱虽然利润会低，但是也比在镇上卖赚得多。我年后继续干，今天虽然凶险，但是口袋里这185块钱，让我感觉这一切都值得。也坚信要挣大钱，确实不能畏手畏脚，必须走进城市里来才行。今天314只鸡，86只鸭，除去成本能挣1280块，600枚鸡蛋42块钱，这来回一趟又是1300多。这笔钱就算去荣城，也可以在偏一点的村子里买一套2手房了。回到家后，我前脚刚搬电视机进屋，村里就传出陈旭给家里买了台电视机的消息，就轰然炸开。要知道，在这个年代，普通人一个月的收入30多块都是算好的，一台电视机最少也得不吃不喝1年才能存到这么多钱，更别提大部分家庭连温饱都难以解决，怎么可能在这上头花钱？我这电视机一买，可不就成了藤头村的头号人物？而吴翠芳正好在村中央，什么消息他这儿想不听都不行。这2天陈旭又是卖鸡又是买电视机的，我简直后悔死了，当初怎么就判断失误？好好的男人给错过了呢？就算当时陈旭没有想法，起码在一个院子里住，多待一些时日，主动一点，人不就到手了吗？我真是个蠢货啊！你个臭小子，不是让你去把供应票卖了，你直接买台电视机回来，这不得几大百？你马上就要结婚，以后还得养媳妇孩子，手里有几个钱，怎么不知道省着点花？曾被全村看不起的穷小子，如今却成为了村里第一家有电视机的家庭，屋子几乎坐满了半个村子的人。哎呀，原来电视机是这样的呀！这咋做到的？里面还真有小人在动，这是在修铁路吗？这个看起来也不错，看看我们这华夏的铁路究竟是怎么修起来的。叶青雨对电视剧兴趣不大，独自坐在堂屋门口看书看得入迷。西屋今天怎么这么热闹？昨天陈旭买了台电视机回来，村里跑来不少人来他家看电视。这陈旭竟然搞到电视票，还花几大百买了电视机。看来昨天去卖鸡挣不少钱啊。爸呢？跟陈旭一起去下街里给唐伯父家按年猪了。怎么没叫上我？我也可以出力的。哼，能叫你去吗？光蹭饭不干事，丢人。对了，把鸡鸭卖了多少？全卖光了。什么？全卖光了？我记得那些鸡鸭他卖4块5一只吧？全卖完不是一天挣了100多？张强顿时兴奋了，也后悔了。早知道那边市场这么好，我昨天就跟着去了。不过现在距离过年可还有5、6天，既然昨天一天就卖光那么多鸡，说不定接下来2天更好卖。不过一想着去黑市，他又有些忌惮。爸今天身上有没有伤什么的？没有，精神的很。看来荣城没有我想象的危险啊。陈旭前天可是要收几百只鸡，今天也去按年猪了，看样子也是已经卖完了，起码也挣了7、800，都能安全回来。我要是去挣个300、500的，更不用担心了。媳妇儿，爸挣那么多钱，应该要给你一些买衣服什么的吧？陈倩楠听到他的话，当即护住一侧衣服口袋。没有。哎呦，臭娘们，还敢藏私房钱，还是大团结，你他妈胆儿也太肥了。哼！张强本想抬手就往头上招呼，不过想到接下来还要陈倩楠办的事，又将手收了回去。好了，大过年的不打你，等爸回来，你跟爸说我去镇上2天，帮我妈准备点年货。好，最好死在路上，别回来了。记住，多跟弟妹套近乎，混熟一点。等我去镇上回来，听听成果，要是不满意，好。招呼一声，张强这才准备出门，看到叶青雨还在堂屋。弟妹看书啊。叶青雨淡淡望他一眼，礼貌性应上一声，没再搭理。张强吃了一记冷脸，抽了抽嘴角，就大步出门离开。哼，现在对老子爱搭不理，等老子抓到你把柄那一天，定让你跪下来求老子。不过现在当务之急是回镇上，让老娘给我些钱，收一些鸡去荣城黑市卖，偷偷把这大钱挣了。嘿嘿嘿，老子这次要发大财了。张强脑海里幻想着在黑市大把收钱的场景，却没想到这次他一去就要吃瘪了。半个小时后，叶青雨正看得入迷，陈倩楠忽然来到他身旁。四堂姐，弟妹看书啊，我煮了一些咸水花生，你尝尝啊。谢谢。叶青雨对陈倩楠倒不是太反感，对方都热情地将花生端过来招呼，他也不好意思拒绝，招呼着人赶紧做。这是什么书啊？刚才看你看得很认真，应该挺好看的。一本文学小说，看起来还不错。你想看，我借给你看。陈旭排斥堂姐夫妇肯定有原因，但瞧着这四堂姐，他又莫名觉得有些可怜。想看书的话，我可以借给他看看。陈倩楠有些受宠若惊，又不好意思要，想拒绝，但是一想到张强的话，脸上还是挤出笑，将书本接了过来。谢谢。这会儿，西屋忽然传来一声声失落的惊呼声。叶青雨起身进屋，原来是电视播放结束了。考虑到老人和小孩不能一直看电视，他便是笑着跟众人招呼一声，让大家下午再来。叶青雨看了看时间，
已经快到11点了，该去准备午饭了。他刚削好土豆皮，出去玩了半个来小时的小鱼儿就回来了。小家伙看到他，赶紧擦了擦脸蛋上的泪，才朝他这边走来。大姐姐，我来一起。鱼儿，你怎么了？大年哥哥把我推倒了，还说什么？他说我没有妈妈，爸爸是傻子，不会管我，专门欺负我。叶青雨简直又气又心疼，将小奶团全身上下检查了一个遍，见手掌上一道明显的擦伤，心底一股无名火蹭蹭直往头上冒。鱼儿，谁欺负的你？带我过去。就是大年哥哥，他家就在铁匠伯家旁边。我既然要跟陈旭结婚，就是鱼儿妈妈，谁欺负我女儿，我肯定第一时间就得上门去跟对方家长谈谈。叶青雨带小鱼儿上门的时候，院子里只有一个阿婆跟小男孩在家里，小鱼儿也是被这小胖墩欺负的。叶青雨也没耽搁，跟小鱼儿确认人之后，直接开门见山，将小男孩推小鱼儿的事跟对方说了一遍，也没有为难的意思，就是打算让小男孩给小鱼儿道歉，保证以后不再欺负他。然而接下来孩子奶奶的表现却让叶青雨大跌眼镜。哎呀，小姑娘，小孩子推推拉拉的事儿很常见的，大人插手就不好了吧？大家都是街坊邻居的，不要闹这么难堪嘛。年年以后别欺负鱼儿妹妹了哈。小男孩听到奶奶叫唤，当即朝叶青雨和小鱼儿那边做了个鬼脸，然后飞速跑开。哎呀，一看小姑娘你就是没当过妈妈，没有经验，以后小孩子的事不要这么计较了。等年年回来，我会教育他的。进屋喝一口茶吧。不用了，希望您能说到做到，不然到时候您孙子要是再欺负鱼儿，你就别怪我跟鱼儿爸不顾及街坊邻居的情面。叶青雨说罢，就带着小鱼儿转身离开。嘿，一个黄毛丫头也想给娃出气，不顾情面，直接让他家陈旭过来吗？要是搁以前，我还真可能怕。现在陈旭正常了，个头高大又怎么样？他一个成年人还能动手打小孩不成？这次的事我肯定要跟陈旭说的。这家伙这么宠小鱼儿，说不定马上就杀到小男孩家里找人了。但是这老阿婆张口闭口都是什么小孩子的事儿，大人别插手的说辞。陈旭过去揍了人，指不定反被倒打一耙。叶青雨思索片刻，心里很快就有了主意。中午12点不到，我婉拒陈春龙的午饭邀请，匆匆赶回了家里。刚走进院子，还没来得及出声招呼，就听见堂屋门口传来叶青雨的声音：“鱼儿，不能因为我们弱小就轻易让人欺负，及时跟爸爸妈妈说也是对的。但是我们不一定能时时刻刻在你身边，打不过的话就多求助身边的哥哥姐姐，要懂得自己想办法。这些糖果和瓜子你带去分给隔壁哥哥姐姐们吃，以后多跟他们玩。要是有人再欺负你，也别客气，让哥哥姐姐帮你揍回去就行。”我本来听到小鱼儿被欺负，就要冲出去询问，但见到这妮子往小家伙口袋里塞东西，不过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也是没想到叶青雨平时看起来可是要多文静有多文静，竟然还会使用这种非常手段呢。好的，谢谢妈妈。叶青雨被小家伙突然奶声奶气而叫了一声，才发现简直比叫他大姐姐好听多了。跟妈妈不用客气，来，让妈妈抱抱，妈妈这2天可有力气了。真的吗？爸爸说不可以抱的。没事儿，爸爸不在，我就偷偷抱一下。在的话我肯定不敢，这家伙紧张的跟什么似的。那就抱一下下。叶青雨正准备动手，怎么的？我一不在就敢乱来了？这一次我愣是黑着脸，好好给2人训斥了一顿。毕竟这真的不是儿戏，不能乱来。特别是叶青雨，要是肚子里的孩子有什么闪失，到时候他后悔都来不及，身心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考虑到有些话小鱼儿不能听，就打发小家伙出去跟隔壁的哥哥姐姐玩，才带着叶青雨坐到堂屋门口，郑重其事地说：“我在荣城的时候，一个客人就提了一下20斤不到的米，3个月的孩子就没了。他当时也是想20斤应该没问题，后来后悔惨了，精神都出问题了。”当然，我肯定得添油加醋地说，省得叶青雨抱侥幸心理。他肚子里可是双胞胎，养到足月，可比单胎要难得多。那我今天也端了一下10多斤重的东西，会不会出问题？你没感觉到身体不舒服的话，应该是没问题。不过以后也要尽量避免，知道吗？好，我会的。饭菜快好了，准备吃饭吧。好，爷。这臭小子，今天陈春龙家杀年猪，中午能有好几道肉菜呢，连好吃的都不吃，赶紧跑回来。这么想媳妇的吗？今天陈倩男友跟着做饭，张强不在，我索性也让他跟着在西屋吃。张强回去帮忙准备年货了。这小子有这么勤快吗？他是这么说的，我也没多问。我一下就猜到张强干嘛去了。要是别人的话，我还可能趁现在还有时间提醒2句，荣城不太平。张强的话死活跟我无关。吃过午饭，我就忙活起家里的大扫除来。叶青雨闲不住，也跟着一起帮忙。重的活我不让他干，他就帮忙擦擦桌子、窗户。这时小鱼儿突然跑了回来。这么快回来了？我们玩了一会儿就不玩了。妈妈，鱼儿帮忙。叶青雨觉得小鱼儿有些不对劲，不过看小家伙身上没伤，也不像是哭过的样子。好，妈妈再去给鱼儿拿一块抹布。也没多问，我刚察觉到小鱼儿一丝反常，然而还没来得及询问，院子门口忽然传来老妇人带着怒火的叫喊声和孩童的爆哭声。陈旭，你在家没有啊？完了，大年真的回去告状了。8岁男孩被同村3岁小孩欺负，老人强势上门讨要说法，
索要赔钱，不料却反被全村人围堵。陈旭，瞧你们家小鱼儿把我们家年年打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得给一个说法？周围的邻居闻言，无一不是满脸的诧异，看着已经7、8岁个头的大年，又看看3、4岁的小鱼儿，只觉得难以置信。绣花婶，你是不是搞错了？小鱼儿怎么能把年年打成这样？就是大年这体型，就算是同龄的小孩子也打不过他呀。别说小鱼儿了，上次我们家柱子不也被你家年年打了？就是这个小人精，年年只不过拿一下他的手绢，就叫街上7、8个小朋友打年年，谁打得最厉害，就给谁最多的糖果和零食。你们看，这脸上都抓破皮儿了，牙也松了一颗，嘴巴肿成这样，头上还有一个包，多严重！周围众人一看，心里那叫一个痛快。毕竟他们家的孩子，哪个不经常被这个臭小子欺负？看到都要躲着走。不过都是街坊邻居，虽然心里痛快，也个个敷衍配合。看起来是有点严重，牙齿都打松了。好大年正值换牙的年纪，掉了还能长一颗。哎呀，这破皮的地方，我家正大扫除，有很多蜘蛛网，要不要贴一点上去？陈旭，3岁的小孩子应该还不懂叫人打人吧？所以就是你媳妇教的吧？他跟小鱼儿必须给我家年年道歉赔钱。肯定是这小黑心女人教的，没想到看着斯斯文文，竟然会教一个小孩子教唆小朋友打人，我绝对不可能善罢甘休。叶青雨毕竟不是藤头村的，见到众人投来的目光，多少也有些畏惧。你哪只耳朵听到我媳妇教唆小鱼儿了？就是他教唆的，3岁的娃娃怎么可能懂这些？今天上午年年跟小鱼儿有点矛盾，他就上门小题大做，还威胁人。下午年年就被小鱼儿叫人打了，不是他是谁？那我还得感谢一下我媳妇儿，不然下午我家鱼儿岂不是又要被欺负？好在我家鱼儿也厉害，知道不能一直任由人家欺负，会叫哥哥姐姐帮忙反击，做得很棒啊。你我怎么了？不是绣花神，你跟我媳妇说小孩子的事情大人不要插手吗？怎么的？上午我家鱼儿被你孙子欺负，你不让我们插手，下午又欺负我家鱼儿，还不能让他反击了？你当我陈旭女儿好欺负的？陈秀花被我吓得连连后退，忙朝周围的街坊邻居求助。你们都看见了吗？陈旭女儿叫人打人，她不讲理就算了，还想打我一个老太婆。这会儿众人也算是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听了个一清二楚。原来是这年年一而再再而三欺负人家鱼儿，跟我们以前的遭遇可一模一样啊！当初我们大人上门，绣花婶你可是放纵不管，我想着都是街坊邻居，大人也不好插手孩子的事，只能让孩子躲着一些大年。就是我家狗蛋也一直被你家大年欺负，我觉得这次小鱼儿做得好，是该给大年一个教训了。像你这么惯着啊，大年以后出社会是要吃大亏的。绣花婶，我也觉得这事儿鱼儿没错，谁让你家大年总欺负人家呢？就是嘛，绣花婶你也真是的，大年欺负人的时候，你说小孩子的事大人别插手，轮到大年身上来了，你就上门闹，你这很没原则啊！众街坊你一言我一句，阵营全站到了我一边，唾沫星子差点没喷陈秀花一脸。陈秀花连连后退，见我这会儿也面色不善地看着他，要是真动手，恐怕这样街坊不会帮忙拉，恐怕还帮来上2拳头。他哪还敢待，只能灰头土脸，赶紧拉着大孙子灰溜溜地离开。只有别人想要欺负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这样，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欺负别人，知道吗？好的，爸爸，我才不欺负人呢，被人欺负可难受了。这次鱼儿做得很棒，不要怕那个小胖子，以后被人欺负了，也要及时告诉爸爸妈妈。好的，鱼儿记住了。晚饭时，叶青雨将爸妈可能在这2天过来文兴镇的事情大致一说，我跟陈青山商量了下，决定明天先带着叶青雨回文兴镇，到时候见了岳父，谈婚事，双方家长再约个时间见面。小旭、鱼儿、青雨，赶紧尝尝这些东西味道怎么样？特别是这个腊肠，鱼儿太外公觉得很好吃。对了，外婆、伯父、伯母大概什么时候回来？我得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之前写信过来说是今天或者明天，如果今天不来，最晚明天就会过来。应该是明天。小旭你也别紧张，你这么优秀，叶远山那臭小子能有你这样的女婿，是他的运气。与此同时，荣城黑市几个小时的时间，张强带过来的100多只的鸡就被客人抢得七七八八，衣服、裤子甚至3角裤的口袋里也塞满了鼓鼓囊囊的钱，简直兴奋又激动。果然来黑市卖东西就是暴利，难怪陈旭过来买1天就直接买台电视机回去。我这一趟112只鸡，每只进价2块，4块5一只，卖完直接就能进账504块，回去还了那些赊鸡给爸妈224块的本钱，这一趟直接就挣280，简直不要太爽。一天卖280，距离过年还有5天，明天过来涨一波价，1、2千不是妥妥到手，发了。
他光顾着兴奋，殊不知不远处已经有几个人早已盯上了他。卖完鸡，张强刚要收摊，忽然抬头一惊，发现几个面色不善的人正朝着他走来，一股不祥的预感顿时涌上心头。你们干嘛？看不出来吗？打劫啊！张强怎么甘心就这么将钱送人？特别是他买这些鸡还欠着200多的账，心头一横，当即就要跑。妈的，还想跑？给老子干死他！衣服扒光，1分钱也别想给老子带走！哼！话音落下，一双双沙包大的拳头就密密麻麻落地。救命！爱国叔，苏婶，不好了！彩云，你这是发生啥事了？叔婶，张强家不是从我们这里收了鸡吗？昨天他在荣城遇到土匪了，钱被抢光了不说，腿也被打断了一条。他跟家里人上我家收鸡的时候，我就说过年关荣城不太平，他非要去。今年他家这年不好过，那有什么办法？乡里乡亲的，他爸妈非要赊鸡过去给他，我们不赊也不好啊。别说他们家年不好过，我家也是啊。我说10只鸡给他，现在他钱被抢了，人也进医院，肯定是没钱还我，我真要被我家男人骂死。那个张强是不是你堂姐夫？是。那怎么办？那张强虽然看上去就是个泼皮无赖，但是怎么说也是陈旭的堂姐夫。现在这情况，腿被打断了，陈旭多少也得管管吧。而且这张强腿断了，4堂姐以后怎么办？你同情谁都可以，但是张强这个畜生，就算他死了，你都不可以对他怜悯半分，知道吗？为什么？我并不想让叶青雨知道这个畜生的行径，毕竟这件事他知道了只会让他为难。去告的话，他名声就完了；不去告的话，他肯定不能眼睁睁看着张强逍遥法外。这个人，我自然会想办法处理掉。他就是个畜生，听我的，不可以担心他或者帮助他。好，那就不管他。二老第一时间也将这件事告诉了我，他们也知道我跟张强家的关系。不过两人没想到的是，我不仅不管，也让他们不要管。二老本来就不喜欢张强，这会儿听我这么一说，一看就是有矛盾。我们当然站大外孙婿这边，不管就不管。中午，2辆汽车高调行驶进文兴镇，停到了刘爱国家院子门口，引来街道上不少人出门围观。哎呀，一看就是爱国叔女婿回来了，这排场，这阵仗也太气派了吧？可不是，要不是二老不愿意，恐怕这女婿早都把一家子接到京都去了。嗨，接去能干嘛呢？青雨妈妈已经不在了，女婿也再婚了，二老过去恐怕还不如在这里舒坦呢。车子刚刚停稳，随后就下来了一个身段婀娜不过40岁的女人和一个容貌清纯、年纪不过17、18岁的女生。这会儿，小鱼儿玩石子玩的正花，忽然见到2个看起来超级漂亮的姨姨和大姐姐，当即呆住。你是谁？我记得刘爱国家不是就他前妻一个女儿吗？怎么大过年的院子里有个小孩子？姨姨，大姐姐，我是小鱼儿，我去叫太外婆。这个姨姨跟大姐姐也好看，但是怎么看起来比妈妈凶那么多？太外公、太外婆，有客人。小旭、青雨、远山他们来了，走，去门口接人。我听到是老丈人回来了，那叫一个积极，赶紧带上叶青雨，跟着二老一起出了厨房。上集说到，我上门去见未婚妻父亲，结果却是他后妈带着妹妹来了。陆美云、远山呢？伯父伯母，远山他最近忙着升政委的事儿，走不开。我虽然也忙着家里一堆的事儿，但也得抽出时间过来替远山看看您二老。静儿，快叫外公外婆。叶静思自从进了文兴镇，就一脸的不乐意，这会儿听到陆美云的招呼，才敷衍的跟二老点头招呼一声。妈，什么时候走啊？哎呀，东西送了就走。这位是？这是我男朋友陈旭，本来今天要让他见见我爸的，既然他不来，你就替我跟他说一声，我要结婚了。这是我妈，你跟他打个招呼吧。说这话时，叶青雨连看都不愿意去看陆美云一眼，妈也说得很艰难。伯母您好，我是青雨男朋友陈旭。陆美云和叶静思听到我俩的话，当场愣住。我是万万没想到，叶青雨竟然会喜欢年纪大7、8岁的男人。虽然气质不像山里村夫，但全身穿着可没一件名贵的，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一看就是个没背景、没后台的男人啊！短暂的惊愕过后，陆美云反应过来，顿时心中大喜。难怪一进门就觉得这男人跟叶青雨凑得近，没想到一问，两人竟然要结婚了。家里叶老爷子和叶远山都想让叶青雨跟高元帅家孙子高建伟结婚呢。要是叶青雨跟这个陈旭结了婚，板上钉钉了，叶青雨跟高建伟的婚事不也黄了？我女儿叶静思不就有机会了？想到这里，陆美云当即露出热情似火的笑来，也不急着走了。哎呀，青雨你这孩子真是的，怎么谈恋爱了都不写信跟爸妈说呀？要是妈不过来，你这孩子得瞒着家里到什么时候？走进去跟妈好好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结婚又是什么打算？你放心，妈是个开明的人。这陈什么来着？
看着也是个不错的孩子。走走走，进屋坐着说。晚上我就写封信给叶远山这混蛋，以后人不来就别让些恶心人的玩意儿来我家。算了，今天要谈好事儿，别这么大火气。来到屋里，陆美云就迫不及待地询问起婚事以及我的背景，特别是在知道我还是个二婚带女儿的情况时，震惊又狂喜。这么差劲的孙女婿，叶老爷子的气死吧！小旭，你这人格魅力很大呀，我们青羽眼光那么高，也被你拿得死死的，赶着跟你结婚哩。伯母您可过奖了，要说魅力还是得您。我丈母娘前脚刚走，您紧跟着做了续弦，这山高路远几千公里，您还跋山涉水过来给伯父传话，难怪他能让你这么快坐上续弦呢，够努力。交谈几句，我也看出来了，这女人是续弦。叶青雨后妈更不是真心祝福我跟叶青雨的人，跟这种人说话，我可没必要给她脸面。姓陈的，你会不会说话？静思，你怎么跟你姐夫说话呢？这男人越嚣张，不知道礼貌，叶老爷子可就气得越惨。小陈，不好意思哈，我家静思性子比较冲，回去我肯定好好说说她。陆美云见时间不早，就将手上的玉镯取了下来，塞到叶青雨手里。青雨呀，你要结婚，我这个当后妈的是顶顶高兴，我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这个镯子是当初我跟你爸结婚，他送给我的定情信物，现在我把它送给你，当做你们的结婚贺礼。本来他是让我过来接你过去过年的，看现在你俩如胶似漆的模样，你恐怕也舍不得。至于你跟陈旭结婚的事儿，我马上回去跟他说，让你们尽快结婚，等我消息啊。两人前脚出门，饶是向来遇事沉着冷静的叶青雨，看着手里的玉镯，也没控制住情绪，当即一把扔掉，在地上摔了个稀碎。妈，你看他就是不识好歹，给他那么贵重的东西，他马上扔，扔了就扔了，到时候叫你爸再给我买新的就成。妈，你不是要去什么头藤村拜访爷爷老战友吗？母女俩这次过来，除了看看刘爱国夫妇讨好一下叶远山，更多的是讨好一直不待见陆美云的老爷子，去看看老爷子心心念念的老班长。不过现在陆美云不打算去了，不去了，我们得赶紧回京。来都来了，为啥不去？而且爷爷不是跟这个战友交情很好吗？我们去拉拉关系，爷爷不就能对我们好点？你呀，怎么就没遗传到你妈这聪明的脑袋瓜子呢？点分不清主次轻重，我得赶紧赶回京都，把户口本给叶青雨寄过来，在叶远山和老爷子知道之前，让他赶紧把婚结了，板上钉钉啊！妈，是你话不说清楚，好吧？你想不想跟高元帅家高建伟结婚？那肯定是想的，但是他跟叶青雨……说到这儿，他才恍然反应过来，按照爷爷跟爸的意思，是想让叶青雨跟高建伟结婚，但是如果叶青雨跟这个男人结婚了的话，那这好事不就落到自己头上来了？妈，我懂了，还算聪明。现在只要叶青雨结婚，叶静思跟高家那小子结婚，以后我这当妈的家庭地位不也直线上升了？特别是以后叶老爷子要是知道自己孙女儿嫁了一个二婚的山野村夫，气都能气个半死，更别提事事偏袒照顾他了。当然，叶老爷子这老战友，他也得抽空过来拜访一下。这老英雄即便已经退隐山村，当初叶老爷子也丝毫不顾忌的想要联姻，可见对方在他心目中的分量。要是能跟这老英雄打好关系，让老人家帮忙给我美言几句，说不定叶老爷子以后见到我就不会那么剑拔弩张，不给我面子了。我在京都也才能真正抬起头来做人。刘爱国跟苏青莲这辈子也就一个女儿，这些年几乎都是叶青雨陪着过年。相比热热闹闹的街坊邻居，他们家每年都显得冷清许多。这几天我也跟二老和叶青雨也商量了一下，与其冷冷清清的过，倒不如一家子直接一起去藤头村热热闹闹的把这个年给过了。反正都要去陈旭家里拜访，倒不如趁这个机会两边人都见面。爱国叔、青莲婶子，这大过年的你们是要去哪儿啊？是呀，还带这么多东西搬家，我看不像吧？这不会是要去陈老板家送年？也不完全算是去送年，我们今年呢直接去小旭家过年，正好也跟小旭家里见面，谈谈两个孩子的婚事。哎呀，我瞅着这小陈老板啊，越看越不简单，说不定啊，以后我们这文兴镇还能出个万元户女婿哩。确实，小陈老板看着就是个头脑灵光的，估计不出1年就能上升万元户的级别。可不是嘛，不像我们胆子小，不敢出去干，一辈子就守着这个小地方。话也不能这么说，你看那张强，不是胆子大了一回，结果呢，腿让人打断了，听说得500块才能治好，老丈人也没那么多钱接回去了。不是吧？不是说张强是小陈老板堂姐夫吗？按道理小陈老板会接济一下的吗？这不清楚，怕是有矛盾。张强啥样的人我们会不知道。与此同时，东屋，张强躺在床上，看着他那再不手术就要残废的腿，求助的看着床边的陈青山和陈国栋。爷，爸，我真的不想残废，你们救救我好不好？一旁一起送张强回来的张父张母也是一脸着急，张母更是直接扑通一声跪到陈青山和陈国栋跟前。亲家公亲家爷，我们就这一个儿子都入赘到你陈家来了，
现在去做生意出了事，你们要尽力治才是呀。张母一边哭一边开始道德绑架，他自然知道这两人治不了他儿子，但是陈青山大孙子我可以啊。张强不是说陈旭在荣城挣大钱了吗？身为堂弟，500块钱怎么会拿不出来？亲家母，你别这样，我100多块钱都已经全给张强付医药费了，我真没钱了，不然我也不会放着不治。怎么说张强是入赘到我家的女婿，有钱怎么可能不治？你没有，你那个侄子陈旭肯定有。我们家张强要不是看他去荣城卖鸡挣了钱，也不会跟着去卖呀。这事儿吧，也算是因他而起，他也算是张强堂弟了。买鸡那200块钱我们也还不上，张强这腿让他给点钱治治，再帮我们把那200块钱还了，我们家也就不追究了。兄弟，你这是人说的话吗？你怎么不问问你儿子去荣城做生意有没有跟家里人说？现在腿断了，还怪陈旭头上来了。不管你家张强是腿断了还是死了，都跟我家陈旭没半分关系，别乱往人头上扣屎盆子。陈青山简直气得头顶冒烟，完全不想再跟张家人多待，呵斥几句，当即就出了屋子。亲家公啊，你们可不能这样啊！我张强好好的一个儿子入赘到你家来，可不能让他残废了。亲家公，买鸡的钱先不说，张强的腿起码是要帮忙治好吧？买鸡的钱不说，你能还得上吗？蠢货！哎，当初怎么就听了那媒人的胡话，招惹张强这一家子，过1个年都不安生。中午11点半，陈青山和陈国栋风风火火地迎接叶青雨一家。快，都进屋坐！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呀？哎呀，这些都是做来过年吃的。今年我们老2口在家过年又太冷清，恐怕要叨扰一下你们了。哪里，可不能这么说。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别说过来过年，只要你们不嫌弃，我们家里随时欢迎你们回来。陈国栋趁着陈青山招呼叶青雨一家子，赶紧将我拉到一边，抓了抓头发，欲言又止。大伯，你是想跟我说张强治疗的事吗？对的。那你就别说了，他的事我这边不出力，更不会出钱。陈旭为什么不愿意借钱？还不是张强这小子从一过来就跟陈旭不对付。现在别说腿断了，就算是人要死了，陈旭不帮，我也没理由强制人家帮。一直躲在东屋的张父张母听到我这话，简直气不打一处来。陈家人怎么都没良心呢？有钱也不帮忙治，可怜了我那儿子。里屋床上，陈倩楠正在给张强擦身体。张强听到张母的哀嚎，当即反应过来，看来陈旭是真不打算给我治。他简直越想越气，看着这同样姓陈的陈倩楠就更来气，当即抬手在他脸上甩了一耳光。妈的，你是想给老子烫死？陈倩楠被这突如其来的一耳光扇得一阵发懵，愣了愣才反应过来，这蠢货怎么没在荣城被打死，还留了半条命回来？哼，还敢瞪老子？还是觉得现在你们陈家日子太平，得让我捅出一点事儿来，全家进监狱里过。我再给你加点凉水。3个小时之内，你要是还没办法让陈旭带我去荣城治腿，我腿废了，你陈家也别他妈想好过。妈的，有钱还不治我，这个年我不好过，陈家一家人也别想好过。我只要把和陈倩楠涉及叶青雨和陈旭的事情捅出来，那天晚上2个人肯定是有8、90成了的。陈旭那流氓罪想逃也逃不过，要完蛋大家一起完蛋。上集说到，堂姐被姐夫逼迫找我借钱治腿，却不料堂姐被我策反，最后她连另一条腿也差点保不住。青雨，你帮我好不好？张强腿要是真断了，以后我们家就少一个劳力，我后半辈子也不知道该怎么过。你脸怎么回事啊？这个是不小心碰到的。青雨，求求你了，张强真的不能耽搁了。青雨，你去跟陈旭或者你外公外婆要500块，他们那么疼你，你开口他们肯定会给的。陈倩楠几乎是哭着哀求。要是再过2个小时还没借到钱，陈家就完了。叶青雨本来就不是心硬的人，这会儿看着陈倩楠这么求他，隐隐动摇起来。你起来，我等下去问问陈旭。谢谢青雨，真的谢谢。我身上也没带什么钱，外公外婆过来也不会带500块那么多钱的现金在身上，真要借的话，只能去问陈旭。叶青雨刚准备扶陈倩楠起身，抬眼愣了愣，反应过来，才继续去拉陈倩楠。堂姐，你先起来。哎，好。陈倩楠答应一声，就跟着叶青雨站起身来，眼角余光才忽然注意到了身后的我。过来。叶青雨本来没打算让我知道他想帮陈倩楠，这会儿被抓包，莫名心虚。我不知道你跟四堂姐之间有什么矛盾，但是我见不得我堂姐这样，你先借我500，等我过年以后还给你。我要跟陈旭结婚，陈旭堂姐就是我堂姐，特别是她对我不差，我跟她也没矛盾，能帮就帮。婚都还没结呢，这妮子还真把人当她四堂姐了。你先进屋，我跟堂姐说。你也要帮堂姐吗？你要是再耽搁不回去，说不定我就改变主意了。这就走。叶青雨哪还敢耽搁，
招呼一声，赶紧匆匆走开。叶青雨这么好的姑娘，我却为了一己私欲和嫉妒，差点害了她。如果以后她知道我算计过她，她亲手帮算计她的人治好了腿，那得多难受。为了那种混账玩意，这么不要尊严的求人，值得吗？你这脸是不是那王八蛋打的？是，但是男人打女人很正常的事。哼，你能是容忍男人家暴的人吗？在原主的记忆里，陈倩楠也是个倔脾气，也就陈家男人能让她收敛。那张强什么货色能治他？你是不是被他威胁了？陈倩楠刚跟张强结婚那几天可不这样，虎得很，张强还得看他脸色。现在被打不敢说，还要帮着他求人之腿，不是被威胁了是什么？要不是威胁，以陈倩楠的性格，另一条腿也给他打断了吧？威胁女人，也只有张强那混蛋做得出来。你这么急着他的腿，肯定也是他在威胁你。反正他腿我不可能治，你倒不如直接跟我坦白，或许还有回旋的余地。陈倩楠本来还有些犹豫，这会儿听我这么说，心一横，还不如直接跟陈旭说了，这样还能死痛快点。那我说，但是你要是想打我，也要等我说完。好，说吧。见我点头，陈倩楠才将张强怂恿他设计侮辱叶青雨，再到张强利用这件事威胁他家暴他的事情，一股脑全吐了出来。就是这些。陈旭现在知道我这个亲堂姐不仅冤枉他侮辱叶青雨，还亲手陷害他，肯定气得要揍人。不过我都被张强揍这么多顿，也不怕今天这一顿了。所以这件事就只有你跟张强知道是吧？啊，就我俩知道。姐，你也太好忽悠了吧！你结婚第2天，村民们可是过来检查过我房间的，青雨没在里面。张强说他跟你设计我们，怎么设计的？你说你没做过，他有证据吗？万一是他喝多喝糊涂了，又或者这次去荣城被人把脑子打坏了，胡言乱语呢？你怕他干嘛？这件事我跟叶青雨是不可能承认的，毕竟关系到叶青雨名声。陈倩楠死不承认，张强没证据，叫破喉咙也没人理，倒还可以给他安个诽谤，送他进去。哼！陈倩楠听到我这话，愣了愣，才彻底反应过来。啊，是啊，我怕他干嘛呢？我不承认，陈旭说没有，村民也见证过的，他张强叫破天也没人信。那我这几个月的打不是白挨了？陈倩楠恍然反应过来，又有了我撑腰。想着这些天受的苦和委屈，张强那威风恶心的嘴脸，简直越想越气，越愤怒。他视线在周围巡视一圈，落到墙角一根手臂粗的木棍上，一咬牙，当即上前捡上木棍。今天不该死那挨千刀的混蛋，我就不叫陈倩楠。妥了，陈家女人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这会儿，陈国栋早就已经去街上找人借钱，东屋只有张强一家子。反正回镇上也没钱给张强治腿，还得被人上门催债，倒不如在陈国栋家混吃混喝，缠着陈家人给我儿子治腿。张强这腿要是治不好，我们一家就赖在陈家一辈子。这时，陈倩楠踏进屋里，两人看到是他，那叫一个失望。张母甚至还颇为不满地瞪了这个没用的儿媳妇一眼。不在陈家人面前的时候，张强可从不给陈倩楠好脸色，陈倩楠更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叫一个顺从。这会儿两人即便见着陈倩楠拿木棍进门，完全没当回事儿。张强听到有人进来，心里顿时一阵激动，燃起希望来。说不定就是陈倩楠让陈旭同意给我治腿，要送我去医院了。然而，当他看只有陈倩楠时，激动的脸顿时垮了下来。你跟陈旭说了没有？说了。哦，他同意了没？这时他才注意到了陈倩楠手里的家伙，心底涌出一股不祥的预感。你要干嘛？干嘛？当然是干死你这王八蛋啊！陈倩楠，你他妈疯！张强话没说出口，腰上又被狠狠砸上一棒。别打了，别打了，再打老子马上把你跟老子干的脏事儿吐出来。老娘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老娘可没跟你干过什么脏事儿。陈旭说了，你他妈要是敢往我身上扣屎盆子，直接告你个诽谤，让你进去关几年。说完，再次举起木棍，一死这个气，将这些天承受的怒火和委屈全部往这个畜生身上还回去。此时，张父张母也反应过来，对着里屋的陈倩楠，你在干嘛？你他妈赶紧把门打开！发生什么事了？没啥事，你四堂姐处理点家事。叶青雨还没反应过来，陈青山几人也听到了动静，一个个哪还有心思看电视，当即起身往东屋奔去。我怕等会儿场面控制不住，让叶青雨在门口待着，也紧跟几人进了门。陈倩楠，你干嘛？张父见自己儿子被打，怒火中烧，跟着婆娘一起出手。然而两人还没来得及扑到陈倩楠身后，就被我从后面扯住衣领，完全前进不得半分。也差不多够了，停手吧。陈倩楠听到我声音，又张强身上补了一棍子，才停手下来。你干啥呢？没天理了！我儿子腿摔断了，你们陈家不给治，就连媳妇也欺负他。要不是我们在，今天我家张强不被打死。今天陈倩楠打我儿子，我一定要告了这陈倩楠，再让陈家人赔医疗费，把我儿子彻底治好。你们陈家欺人太甚。这个是张强今天打的，
逼我去找陈旭给钱治腿，这些是张强平时掐的，打我怕有动静，掐我不让我出声，专挑人看不见的地方，除了我这手，我身上就没一处是好的。众人皆是一片哗然，就连张父张母脸上的表情也凝固了，变得心虚起来了。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被打成这样！哼，他一上门女婿而已，我们陈家又不是没人，你替他瞒着做什么？我是为了家庭和睦，才一直忍受他这么欺负。但是今天他变本加厉，又逼我去找陈旭拿钱给他治腿，还打我，我不忍了。我不仅要打回去，我还要跟张强离婚。张母听到离婚2个字，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也没了之前的底气。亲家爷，你们可不能这样。就算我儿子打了陈倩楠，他不也打回来了吗？就算要离婚，也得先出钱把他腿治了。带上你儿子，赶紧收拾东西滚出去！打我孙女，还想让我孙子给医药费治腿？做梦！我不再揍这王八蛋一顿都是好的了。立刻，马上带着你们的儿子给我滚！你们妻，再不滚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张父张母被陈青山这么一瞪，只觉得头皮发麻，两人哪还敢墨迹，赶紧老老实实去将在床上的张强扶起来，哆哆嗦嗦带人离开。张强现在被打得全身剧痛，被架起来，身上和腿上疼痛骤然翻倍，疼得龇牙咧嘴，哀嚎着出了陈家院子。这时陈国栋刚从街上回来，正巧撞见正架着张强冲出院子的一家子人。亲家公、亲家母，你们这是？张父张母哪敢多耽搁再让陈国栋知道张强打陈倩楠的事儿，招呼都没打一声，就赶紧架着张强逃也似的跑开。几分钟的时间，陈国栋从几人口里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当即就要拿上家伙去找张家理论。要不是我拉住，早追出门砍人去了。刘爱国夫妇跟叶青山将张强的底细给说了出来，陈青山几人才知道，原来这张强老婆不是意外死的，是受不了家暴跳的河。陈国栋简直气得面红耳赤，又冒出一股提菜刀去砍媒人的冲动。当初媒人不是这么说的，说他家就是条件不行，老婆意外死的，他会打女人的事可知自未提。当初我就觉得这一家子不靠谱，你又还在跟我怄气，也怕找不到更好的上门女婿，赶紧招了回来。还有那陈倩楠，从小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这次这张强能把他吃死死的，肯定跟着干了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我能看不出来。只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父女俩也受到了教训，老亲家和未来孙媳妇儿在，这些家丑能不提就不提，可别把大孙子婚事搅黄了。陈青山也是个雷厉风行的，年27刚把张强一家轰走，年28就亲自带陈倩楠去了镇上，操办了陈倩楠和张强两人离婚的事，彻底摆脱了张强一家人。重生80年代，我终于和叶青雨领证结婚。青雨，你爸妈给你来信了。叶青雨从苏青莲手里接过信件，信件内容有很多，大致的内容是陆美云已经摆定她的父亲同意两人的婚事，户口本已经在寄来的路上，等户口本到了，我就跟陈旭结婚。这里面真是你爸的意思。叶远山再不重视他这个女儿，也不可能让青雨这么草率的结婚吧？就当是他的意思，反正只要外公外婆还有爷能同意我跟陈旭结婚就行。伯父怎么说？就同意我们结婚，户口本应该明天就到了，大后天我们就去领证。这么快？不是应该先去京都拜访一下伯父，订婚期，再领证办酒席吗？既然选择结婚，我可是抱着100%认真的态度，直接去领证，这也太草率了吧。我爸很忙，我们先扯证，等他忙完我们再办酒席。女儿结婚也忙得抽不开身。我现在不想坐几天的火车，会难受，而且现在胖了，穿婚服也不好看，酒席等以后再办。虽然跟陆美云不对付，也不想如她的意，但是这一次我还真得连哄带骗，让陈旭先把婚跟我结了。不行，最起码我得去见见你爸。后天初3，你不想去，我可以一个人过去。哼，你到底是娶我还是娶我爸？那还用说，肯定是你啊。那你听我的还是听我爸的？肯定听你的。那就说定了，等民政办公室上班，直接领证。虽然也不想外孙女就这么草率的结婚，但他就是急着嫁，叶远山过不来，不乐意也得同意。大年初2，这边有个习俗，每年大年初2这天，嫁出去的女儿们要跟着女婿一起回娘家来拜年。这会儿，二堂姐陈来娣跟二姐夫江庆国就来到了陈家院子里，两人身边还跟着6、7个年纪大小不一的娃儿。江家、江河、江万、江氏、江心、江文、江武，赶紧的跟舅舅拜年。我看着二姐家这一堆的娃站在跟前，也是有些头皮发麻。这二堂姐年纪不过35岁，结婚15年，生7个，几乎就没停下来过。陈来娣见几个孩子没动静，忙上前催促：“哎呀呀，你们怕啥呢？舅舅又不会吃了你们。”听到老妈催促，几个稍微大一些的孩子才稍稍上前一步，大孩子带起了头，小一些的才躲在哥哥姐姐身后，怯生生的跟我拜年。新年快乐，这是舅舅的大红包。哇，谢谢舅舅，舅舅你太好了。紧接着又分别给和万事兴、武文几个小家伙每人都发了1块钱的压岁钱，可把一院子的娃们开心坏了。哇，今年舅舅没抢我们钱，还给我们发压岁钱了。舅舅终于长大了，还懂事了，
知道给小孩子发压岁钱了。哎呀呀，院子里咋这么热闹？就你啊，妹夫和你家2个都没来。今天家里也有好多亲戚，他走不开，前几天又下雨，路不好走，2个小的我就不带过来了，等过阵子带他们过来。主要是带过来就那1-2毛的压岁钱，这么远的路程，2个孩子实在是看不上，要不是怕周围的街坊邻居口舌，初2要回门，我都不想回这个家。这时他注意到了一旁的叶青雨。妹子，你是？青雨，这是我3堂姐陈影娣。新年好，三姐，我是陈旭女朋友叶青雨。女朋友？真的？咋不是真的？这对媳妇还给家和万事兴文武每人发了1块钱的压岁钱呢。对，舅舅也给了1块。今年外公给的也多，2毛，太外公也多啦，给了5毛。这会儿陈影娣却是彻底傻眼了。这可是我在供销社好几天的工资呢。陈旭不仅找了个城里女朋友，还是个家庭条件顶好的。这老2家7个，人家姑娘随便1人1块就给了7块钱。还有陈旭，不是没做麻辣土豆了吗？出手也大方得很，难道是做了别的生意？哎呀，今天过来路上东西掉了2袋，只有1袋花生，陈旭你别嫌弃啊！早知道这陈旭还能挣钱，又傍上一个城里的女朋友，说什么也要给陈旭准备一些东西拜年的啊！三姐，难得回来一次，多带去给大伯和爷拜年吧，这些我屋子里有。哎呀，挺不好意思的，下次姐再给你带点好吃的过来。这堂弟一看就是出息了，可不得好好巴结一下。走近一些，以后一定要经常过来才行。时间飞逝，眨眼就是大年初5，一大早我就跟着叶青雨去民政办公室走了一波流程。好看吗？还可以。什么叫还可以？是很好看好吧？回去吃个午饭，下午去荣城看房子，在你开学之前把房子买下来，再把房间都布置出来，到时候你想住学校还是宿舍都可以。当然肚子再大些，我可就不放心他住宿舍了。那我们回去吧。好。这边前脚刚刚离开，下一刻民政局不远处一名身材高大的男人紧跟着转身离开。下午1点多，和2老招呼一声，让他们再帮忙照顾几天小鱼儿，就带上叶青雨踏上前往荣城的火车。我在荣城这边的熟人不多，想要买房子还得跟唐国山这个本地人再打听一下。卖房子的我认识的不多，母猪湾附近那边有一家，还有建设路那边好像有带门面，另外就是挨打巷，跟你现在租的房子格局差不多。那等下我跟青雨过去看看，你把具体位置写给我。唐国山想要亲自带我一家一家去找，不过我不想麻烦他，要了地址就打上一辆3轮车离开。根据唐国山提供的位置，带上叶青雨，在挨打巷和母猪湾那2处房子看了看，不是太偏就是太旧，也都在附近转了转，找了几家，也是不太满意。这建设路这边热闹啊，上面也在着重发展投资这一块呢。荣城很多的大型工厂都在这里，就在乐边，还有一个飞机公司和军工企业。沙河影院也是在这附近对吧？对，那个地方到了晚上全是你们这个年纪耍朋友的小年轻，热闹得很。你们应该也一起去看过不少电影吧？还没啊，乐不是小年轻约会都要去的地方吗？不过你们要是房子买在建设路，就可以天天去看看电影，约会，舒服。这时我听着老大叔的话，心里也有了主意。正好我接下来打算卖炒瓜子，而这种零食当然是最适合电影院这种地方卖。这附近工厂这么多，人流量更不会少。那我们就在建设路这边买房子，离你学校不远，人流量这么大，也很适合我接下来的发展。现在娶了一个背景不小的媳妇，我得赶紧奋斗，多挣钱，尽快让钱包充实起来，不能让叶青雨那边的亲戚觉得她真的下嫁了一个条件很差的老公。争取1年之内在京都买个4合院给她尝面。我这边一门心思是对未来的规划，也没注意到叶青雨美眸中那一闪而过的失落。随你。这大个子看起来这么不解风情，到底是怎么把这仙女士的姑娘拿下的？而且2人好像还结婚了，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小伙子，你们这是要租房子吗？大哥，你是房子的主人吗？我是过来买房子的，是的话方便带我们进去看看吗？这对小夫妻竟然是买房子。对，我就是，我叫刘大金，是这3排店面的主人。你是熟人介绍过来的吗？唐国山唐叔介绍的，我也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认识，既然是老唐介绍的熟人，我肯定给你们优惠。咱们先去看看房子。我这店面1楼这门面都是一块一块木板拼接的，把这些木板从卡槽拆开，敞亮，很适合做生意。确实不错。这店面在解放前是租给亲戚做小吃生意的，这里人流量不小，你们要是租下来，也可以卖茶水，隔壁家1天茶水也能挣4、5块。这老板也是缺钱缺疯了，其实隔壁1天也就1、2块钱。我这房子昨天白天也有一对夫妻说要买，但是没有彻底确认。如果你们觉得满意，就尽快决定，不然等他们过来，我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卖了。青雨，你觉得呢？喜欢吗？
我觉得还可以。感情这家里也是媳妇儿做主啊，这位女同志看房子的眼光跟选老公一样，都很不错啊。这房子怎么卖？一口价2500。房子打量一圈，我确实挺满意，这个地段不错，以后可以考虑在1楼弄个铺子卖东西。不过看男人似乎很着急出手。大哥，你这不会是凶房吧？是的话，别提2500，1500我都要好好考虑。哪能啊？是的话，我肯定给你交代一声，不然周围都是街坊，你迟早知道。我干啥给自己招黑找不痛快？不是凶房，这么好的房子这么便宜，还卖这么着急，看来是对方急需用钱啊。刘大金见我迟迟不开口，心想是不是自己价格给高了？这对小夫妻是不是囊中羞涩，买不起？那我价格是不是还得低点儿？想到这，他立即朝我试探下。要是你们现在手头没这么多钱，我可以再便宜50，2450，你们可以先给2000，不能再少了。好，那就2450，一次性付清。突然就感觉这房子卖亏了。好，那确定的话，今天你先付个定金，明天过来一趟，我们一起去产权交易所走一趟，应该1天之内就可以办下来。哥，里面有熟人，有个亲戚在里面混了个职位，走，跟弟妹一起下去坐坐。次日一大早，我就和刘大金一同去了当地的产权登记处。1个上午不到，两人就一手交钱，一手交房产证，完成了这笔买卖。回到管源街，我也没有急着回去，而是去了一趟唐国山电子里，让他帮忙联系几个靠谱的泥水匠。买下来的房子虽然不算旧，但是也有些年头了，需要重新装修一下，之后再带叶青与小鱼儿住进去。这2天就先继续在管源村这边住，反正房租还没到期。重生之后，我只是要办张营业执照，不曾想竟遭到京都大人物阻挠，结果我只是一招，工商局的人就亲自登门道歉。接上集，今天泥瓦师傅工人到位，我也没耽搁，跟几个工人将屋子翻新装修细节好好说了一遍。交代完毕，我就去了刘大金家。现在店面租下来了，还得办个营业执照才行。上次跟刘大金一起去办理房产过户后，我就打听到他可不止在房产局那边有熟人，就连荣城政府办公室里他也有不少七大姑八大姨，所以他帮忙办理一张营业执照，应该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不过不巧的是，今天刘大金不在家，就去了隔壁的茶铺里，借着喝茶的功夫跟店老板询问了几句。嗨，刘老板这人是个痴情人，为了他那个癌症晚期的婆娘，大把的钱往医院里送，一直耗着。昨天这刘大金赶着卖房子，原来就是想着去医院给媳妇续命。这不，昨天你们房款一交，他就赶紧去第一医院送钱去了。癌症晚期都还治，那还真是个痴情人，命运也是捉弄人。这么恩爱的一对儿，偏偏让一人得了绝症。可不是嘛，你看他原本的大金牙，为了这媳妇也换成了银的，300多斤的身材，1年不到就瘦了100多斤。这荣成啊，恐怕再没这么痴情的人。要是换个没良心点的，可能早让人去了。现在新媳妇都要过门了吧？茶老板这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我跟着聊几句，就大致打听了一下陈大金在家的时间，刚准备带叶青雨离开。老张，来碗茶。招呼出声，刘大金才注意到店里的我和叶青雨。挺好，把房子装修起来，一起和和美美过日子，这才是最幸福的。嫂子，今天情况怎么样？还可以，都跟我说想喝小母鸡汤了，这不赶紧回来喝口茶，就抓只鸡给他炖过去。好了，我得去给我媳妇炖鸡了。大金哥，稍等，我这有件事想麻烦下你。什么事儿？太麻烦的事我可不干，自己婆娘都顾不上，可没闲工夫去管别人。刘大金心里这想法刚冒出来，我就将2捆大团结递到了他手里。事情不大，但是只有大金哥你能帮，打点人情的钱我这边给。什么事儿？200块钱可不少，指不定还能捞着140-150的回扣，多挣点钱治媳妇儿。这不租了个店面，想卖点瓜子，得办个营业执照。小事儿，你马上去写个申请资料，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一个营业执照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确实难办，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张嘴就能挣200块给媳妇儿治病，何乐而不为呢？刘大金这边爽快答应下来，我就去店里跟茶老板借了纸和笔，按照刘大金的要求写了个申请给了对方。大金哥，接下来可就麻烦你了，以后咱都是邻居了，可别客气，东西明天之内我就能给你办下来。那看来我这真是遇到贵人了。可不能这么说，要真说你才是我财神爷，头天买了我的房子解决燃眉之急，第2天就送钱上门来了。说上几句客套话，我这才带上叶青雨跟刘大金告别离开。婚房的事情差不多解决，挣钱的项目也开始步入正轨。这几天我决定去隔壁市走一趟，进一批生瓜子过来。但是要去的话，来回最起码也是2天时间，我不可能带叶青雨长途奔波，也不放心她一个人在荣城这边的出租屋，所以最后我送她回了文兴镇，这样比较安全。接着我就一个人回了藤头村，家里老爷子联系的泥水匠已经全部到位，我给老爷子塞了2000块钱，让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多给重村们留几间房。我听说青雨好像再过半学期就毕业了，你年纪也不小了，等他毕业，你们也可以考虑要几个孩子，早点生，你还年轻，能多挣点钱养活也轻松些。我这把老骨头也能早点抱上重孙。爷，这个您就别操心了，指不定再过个半年就给你2个大重孙带带。嘿嘿。半年给我俩重孙，你怎么不说你能上天呢？交代完建房子的事儿，我就去了二姐陈来娣家，跟江庆国说了想找他做个帮手的意向，1天给2块钱工钱。
1个月60块的工资，都快抵上陈影帝在隔壁镇供销社上班的工资了。不知道你让我做的活我会不会做，但是我都可以学。成，那就这么定了。找到人手，第2天一大早，我就带上江庆国，坐火车去新城。是收瓜子的啊，快屋里请。花了几分钟的时间，我将收瓜子的价格和数量大致跟对方一说，打算先收5000斤的瓜子回去。同时，我顺道让周老汉帮忙联系一辆货车来装货，送货到荣城，一趟20块。哦，9分钱1斤，收5000斤。对，不过收之前我得看看你们手里的货。成，我们村的瓜子你尽管放心，现在时间也还早，我马上叫人去通知村民，把家里瓜子带过来。这小伙子9分钱1斤收走，我们这不就相当于在捡钱吗？终于不用把瓜子放坏了。很快，周老汉家院子里，村民陆陆续续都扛着麻袋来了。姐夫，每一袋瓜子上称之前，我们都得先验验货。上一世吃过一次亏，去一个村里收茶叶，有的人为了上称多称几斤，就在里面里插了石头，让我栽了不小的跟头。有了教训，现在肯定要谨慎再谨慎。不过石头没掏到，倒是发觉这瓜子有些异样。婶，你这瓜子太潮了，比较压称，只能按8分钱1斤收购。虽然说可以晒一晒，但是现在比较潮，间接加重了重量，肯定不能按9分钱收。本来还想蒙混过去，没想到这小伙子就是个人精。那好吧。后面的几个大妈看到我在一袋一袋检查瓜子，顿时就不好了。大妈重重叹一口气，只得吭哧吭哧把掺了沙的瓜子又背回去。这瓜子一收，一共5000多斤，花了400多块。回到荣城后，就将瓜子堆进了仓库里。刚卸完货，一辆摩托车就停到了我家门口。大金哥，你怎么来了？陈老板，对不住，你那营业执照我办不下来。如果换作是别人，这营业执照我当天就拿下来了。但谁知道这陈旭竟然得罪了上面的人物。办不下来，是我哪些地方不符合标准？已经不是标准不标准的事情了，你还是好好想想，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吧？虽然我关系多，但都只是一些有点小权的亲戚。工商局里最高的一个也就表叔，一个副科长。本来这事儿也用不上表叔来管，一个办事员表姐就行。但是科长那边却发话下来，没有明说，但意思很明显，就是在那卡着不让陈旭过，摆明了就是不想陈旭好。我在这荣城做生意都是规规矩矩，也没得罪什么人。现在店铺也买下来，已经着手装修，瓜子也进好了，这营业执照怎么也得办下来才行。总不可能留着店铺不用天天出去练摊吧？既然大哥这边说不清楚，明天我就自己去工商局问问，看看自己到底是哪里不合格，还是真得罪了什么人物。翌日一大早，我就来到了工商局办事处，询问自己营业执照不给过的具体原因。这位同志，我们这边都是按流程办事的，你这店铺很多方面都不合格，既然给你驳回来了，你就回去再改进改进，在这里胡搅蛮缠是没有意义的。我这主要生产用具清单、生产产品种类、流程面布局都已经写得充充分分，现在只需要你跟我说我哪里需要改进，我马上回去改，怎么就成胡搅蛮缠了？你们办事员的职业不就是协助我们人民同志办理手续，让我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成为一位优秀的个体户，为国家做奉献？我提出正常诉求，难道这不合理？这资料确实挑不出一点毛病来，但他这营业执照上头说了不给过啊，我又不能明说，要是做的太明显，这事捅上去对我和科长都没好处。这位同志别激动，你的申请和诉求我已经了解了，我会递交上去，尽快给你审核，你就耐心回去等等，不能直接拒绝，那就拖一拖看看领导的意思。行，我等你们回复，如果1个礼拜之内这边还不给我一个答复，我也不怕把这事儿往税务局那边捅，不让我们个体户办证给税务局缴税，税务局自然有人过来问候。至于爷爷陈青山那里的关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也不想让老爷子为自己的事操心。而我这一闹，效果也是出奇的佳。1天不到的时间，有位个体户被卡营业执照仗义为个体户发生的消息，就在荣城个体户圈子传开了来。这件事不能再任由这么传下去了，万一到了局长耳朵里，扯出来的麻烦事儿更多。我实在想不明白，京都那位怎么会跟一个小市民过意不去？更没想到，这小市民竟然是块铁板，换做其他个体户，不让过，就算心头不满意，也不敢吱声。这位倒好，直接就去办事处找麻烦了。男人沉思许久，终究还是选择趁着舆论上报纸之前，赶紧派人亲自上门去跟进营业执照的事情。我本来的目的就是办理营业执照，也没打算把事儿做得太死。工商局的人过来，我也就顺着台阶下，营业执照终于上了正常流程，估计再过7、8天的就能下来。本来想抄一个筋道走走关系，1天拿证，没想到还是亲自下场折腾了一番，怎么好端端的惹了里面的人？兴许是卖什么东西的时候动了别人的奶酪，正好人家在里面有人想动动手指为难我，看来以后凡事都得提防着点了。等着房子装修的这几天，我也没闲着，带着江庆国天天泡在厨房炒瓜子。1个礼拜的时间一晃而过，一共炒了4000多斤的瓜子。今天房子差不多也装修完成，我回新房大概检查了一番，整个房间温馨明亮，整栋楼房看起来焕然一新。
下午我就回去，明天带我媳妇和女儿过来，先去订一些家具。虽然这房子不大，对现在的我来说，却像是存在着某种意义，比我后世在魔都买的汤品一尘都欣喜得多。和装修师傅交谈剩下事情，我就去坐火车回了文兴镇。重生回到80年代，妻子未婚先孕的秘密，终究还是被外婆识破。怀孕3个多月，叶青雨微微隆起的小腹越发明显。苏青莲一眼就看到了外孙女那明显的肚子，这些天一直萦绕在心头的可怕想法又冒了出来。起先是觉得可能是陈旭养得太好，把青雨给养胖了点儿，肚子上长了点肉，但是最近越看越觉得蹊跷，特别是青雨吃东西的口味跟之前可是大相径庭，现在不是想吃酸的就是辣的。苏青莲也是过来人，越看越觉得叶青雨不对劲，想到这也不打算再闷着，端着土豆走到他跟前。叶青雨看到土豆，难免又会想到我的麻辣土豆，相思之情更重几分。陈旭这财迷到底什么时候才回来？他难道就不想小鱼儿跟肚子里的2个孩子吗？青雨，我看你好像比过年前胖不少。叶青雨正想人想得入神，苏青莲忽然来这么一句，心虚的看对方，有吗？苏青莲对自己这外孙女自然了解，特别是撒谎，就算表现得正常，耳朵都会红。这会儿看着外孙女泛红起来的耳垂，心头顿时一沉。你是不是怀孕了？神，什么时候的事？如果真的是2、3个月，那我这外孙女岂不是早就跟小旭？可青雨跟陈旭可都不像是冲动的人了，虽然又多了个外太孙，固然高兴，但是时间一算，2人没结婚就起码得问清楚，这俩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没结婚就忍不住了呢？那外婆，我说你不能太激动。啥好事啊？还怕你外婆激动？我也听听。我是怀孕了，已经3个多月，是双胞胎。下午4点半，我回到了刘爱国家。爸爸回来了。有没有想爸爸？想，妈妈也好想你的。你妈妈呢？刚问出声，叶青雨就来到了屋子门边，他想开口招呼，但是2人1个多礼拜没见到，又有些说不上来的生疏。我回来了啊，那正好，等会儿就吃晚饭。明明陈旭没回来的时候，脑袋里都是他，怎么现在回来了，连说话招呼都不大自然？爸爸，你回来就找妈妈，现在找到了，你们为什么不抱抱亲亲呀？每次爸爸回来都会抱抱我，怎么看到妈妈就不像正常爸爸了？叶青雨听到小鱼儿这话，也有些手足无措，想起来今天中午的事，就赶紧趁着这个话题朝我说：“那个外公外婆知道我怀孕的事情了，我要当姐姐啦。”那二老没跟你说什么吧？这会儿，刘爱国和苏青莲正站在厨房里，一人手里拿着扫帚，一人手里拿着擀面棍。你去把那臭小子教训一顿，我继续做饭。嗨呀，青雨那丫头不都说了吗？是她喝醉了，那小旭是个男人，他哪能？特别是陈旭当时也喝了酒，我外孙女儿那么漂亮，主动了陈旭哪能把持得住？我又不是没年轻气盛过，这事儿确实不能怪陈旭，但是一想到这臭小子还没结婚就把外孙女肚子搞大了，我就气，但是又舍不得打。你就惯着他吧，其他的不说，这俩孩子怀孕了不跟我们说一声就是不对。现在青雨不能打，那就打陈旭那臭小子。要不是我看出来，这俩孩子得瞒着我俩到啥时候？也是青雨不让人小旭说的，要打你去打，我不去。反正我挺喜欢这外孙婿的，现在也算歪打正着，而且结婚证都扯了，打来打去的干啥？苏青莲恨铁不成钢的看了老头子一眼，拿上擀面棍就朝厨房门口走去。去就去，我可不能像你这么惯这俩孩子。现在青雨不能打，就揍一顿陈旭这臭小子一顿，不打一顿我实在解不下这口气。院子里，我也从叶青雨这里知道了他摊牌的过程，知道这妮子把责任都揽他身上，心头触动之余，有些气又舍不得说。既然二老生气，我皮糙肉厚，让二老打一顿出气也行，你别什么都揽在你头上。这事儿我责任更大，我去承受二老的怒火，让他们撒撒气。不成，你不能去，我才舍不得。你怕我挨揍？怕，不想你被揍。这算不算表白？或许叶青雨也有点喜欢我。而早就已经来到房门处的苏青莲，听到我俩的这番话，手里的擀面棍就再也提不起来了，一双腿也像是灌了铅，根本冲不出去。这还怎么揍？真冲出去揍人，不就是棒打鸳鸯吗？这顿打，刘爱国夫妇终究还是没舍得打下去，但我也没避免被二老指责几句。毕竟怀孕了这么大的事情，2人竟然瞒着他们瞒这么久。当然，二老也不是光责备我，叶青雨那边也说到了几句，无奈我护得厉害，什么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二老看着我这么护青雨，啥气儿也消了个一干二净。看得出来，2人可不完全是奉子成婚，倒像是日久生情了，这是好事。之后我就将明天要带叶青雨和小鱼儿去荣城的事情跟二老提前知会一声。刘爱国夫妇知道我这么快就布置好外面的小家，当然是开心的合不拢嘴。成，这几天你们去置办家具，我也赶紧给我2个宠外孙孙做包被，做衣服。对，再做几个小帽子、小鞋子，都准备好来。我们家鱼儿也要做几身。不用吧，小鱼儿现在都还有2身衣服没穿呢。小孩子长得快，特别是鱼儿这个年纪，几个月就蹦一大截，当然要紧着做衣服了。
谢谢太外婆。哎呦呦，客气客气，我家小鱼儿真是个懂礼貌的小朋友。可不是嘛。第二天来到荣城，我就带上叶青雨和小鱼儿去往荣城最大的国营家具市场。而当我来到这家具市场逛了没一会儿，在看到一些家具的原材料时，饶是一个重生者也被狠狠地震撼了一把。1寸海南黄花梨，1寸金中稀有的海南黄花梨，在这个年代竟然处处皆是。同志，这个桌子多少钱？老板，您可真有眼光，这是我们店里材质最好的木材，海南黄花梨制作的八仙桌，一张10块。这么便宜，这一张桌子最少也有20斤吧？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买家具问金属的。这一张桌子起码也20斤，10块钱，那就是5毛钱一斤。我又蹲下身，好好打量了一下这黄花梨的材质。虽谈不上是最好的，也是中上材质，到了后市最少也是1000块一斤。当然，那时候可就是稀有的古董了，至少是10万起步。如果再买一些用料厚重、雕刻精细的物件，想到这儿，目光不由自主的就到了不远处的一个造型古朴典雅、雕刻流畅优美的衣柜上，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同志，这个多少钱？老板，这个比较贵，老师傅手工雕刻的，得120块。工艺看上去确实不错，放到后市没个1200万下不来。不过这个衣柜的话，就算买了，我也不打算买。青雨，这种衣柜买2个来，给你们放衣服怎么样？叶青雨将衣柜打量一番，虽然心动，但却觉得价格有些贵。买1个就好，多了费钱。好，那就买2个。我马上给您找人打包。不急，我还要买床、买圆桌，还有供案，都要图案精美些的。虽然我也喜欢沙发4件套都用黄花梨，但是还是得考虑媳妇儿带着肚子做的东西，就买软沙发就行。其他的东西就统统用着黄花梨。这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家具都是木质，也没其他的可以选，我就选最好最升值的。好的好的，真是羡慕死了，怎么自己就没找到一个这么有钱的老公？就置办一些家具，普通木材的也行，这么买太浪费了。不浪费也不亏，以后你就知道了。我在这家具市场一逛，就是一个下午的时间，订了不少物件，一口气就花掉了1100多块钱。震惊一众家具市场的员工，也把叶青雨惊得一愣一愣的，我却丝毫不觉得心痛，爽快麻利的付了1半，留了个地址，让家具市场后天给送上门去。眨眼就到了搬家这天，这一忙活又是一整天的时间，忙活不止小家这几天，江庆国也没闲着，早就将剩下1000斤的瓜子都炒完了，营业执照也成功到手。2天后，千里香瓜子铺正式开张。不过我这条街道平时人流量不多，所以在开张之前得先手动去引一波流才行。对于引流，我也有自己的一套心得，与其大费周章的派发传单，倒不如亲自带上产品，让产品自己给自己打广告。我买了1000多个牛皮纸信封，就开始在信封上写店铺地址。我记得陈旭好像初中都没毕业吧，而且那时候脑袋不灵光，认字都难吧。没想到不仅认识字儿，还写得一手好字。你以前不清醒的时候学的东西，现在还记得住？如果我跟你说我是大学毕业，你信吗？我不知道。完了，我感觉这大狗熊越来越吸引人了。与此同时，荣城工商局局长办公室，老陈，我这才进来10分钟不到，你都叹气多少回了？难怪当了这局长不到2年，你这头发都白一半，操心那么多做什么？你是不知道，前阵子有个要开瓜子铺的个体户办营业执照遇到了点问题，直接就来工商局找麻烦来了，不知道怎么传到税务局那里。那局长可在上边狠狠咬我一口，市长当时脸色就不好了。你说我能不愁吗？钟震听到陈建平这话，倒是来了几分兴致。这个体户不错，有血性，敢怒敢言，工商局的人也不怕。要不是你是老战友，敢在我面前这么气我，我老早赶人了。多大点事儿？既然老陈你支持咱荣城发展个体户，不妨以身作则，亲自做出表率，给你手底下的人。荣城的个体户还有上面看看呗。确实。这瓜子铺好像还有几天就要开业了。身为工商局的局长，我亲自过去问候支持一下，正好表明个态度，也能提荣城的同志们响应国家号召的积极性。说到这里，当即朝钟震竖起大拇指，谦虚了，陈局长。还得是你脑袋灵光，钟参谋长。钟震笑着回应一句，也对这位个体户产生了点好奇心来。等有机会了，我也去吃这老板同志的瓜子，我就喜欢有血性的同志。重生回到80年代，我只是开了个瓜子铺，工商局局长就带着电视台亲自上门捧场。瞧一瞧，看一看啊，新鲜出炉的新品种5香瓜子，好吃不贵，经济实惠。我这一吆喝，很快就引起广场上不少人的注意，特别是一些年轻小姑娘，她们现在这个年纪，正是对任何事物都保持绝对新鲜好奇的时候。听到我口里的5香瓜子，当即就来了兴致。大哥，你这瓜子怎么卖啊？小杯1杯1毛，大杯1杯2毛钱。大哥，你这瓜子有些贵了吧？我们一张电影票才4毛钱，你一杯瓜子就得1毛钱啊！一分价钱一分货，我这瓜子不用粮票，而且还是市面上独一家的5香味瓜子，这个价格很合理了。女生明显有些心动了，特别是这瓜子，那一阵阵的香味，勾人的很。
一旁的年轻小伙看着女朋友盯着这瓜子，几乎没有犹豫。老板，给我来一杯大杯的。好嘞，这就给你装。小情侣现在正是热恋的时候，小伙这会儿看女朋友对这瓜子心动得很，花起钱来可丝毫不觉得心疼。后天上午10点，我们建设路店铺正式开张，有抽奖活动，地址就在信封上。好吃的话，到时候再过来捧场啊。好吃一定再来，不好吃的话就算了，毕竟这瓜子真贵。要是今天我一个人过来，绝对不买。女生接过瓜子，脸上笑得又甜了几分。这么多人看着这边，男朋友毫不犹豫就给她买了这么贵的瓜子，大大满足了这个年纪女生的虚荣心。真的好好吃，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瓜子。我尝尝，又香又咸，还有好几种说不上来，但是很好吃的味道，真不错。周围人群本来就蠢蠢欲动，这会儿听到两人这话，哪还忍得住？特别是那些比较会看女朋友脸色的男生，见自家女朋友一脸羡慕的看着那对情侣，当即就大步朝我那边走去。老板，给我来2毛钱的。老板，我要4毛。闻起来确实挺香，先给我来6毛的。不一会儿的功夫，摊子前就被一群年轻小伙子们包围，争相买瓜子去给女朋友献宝。4个多小时的时间，带过来300多斤的瓜子，直接就被抢购了个一干二净，净赚200多块钱。现在我也能明白李广九为什么可以在79年之前就靠卖瓜子成为百万富翁了。卖瓜子实在是太挣钱。第二天，我又带上几百斤的瓜子跟江庆国一起去了沙河影院，几个小时又给卖了个一干二净。而我千里香瓜子铺的5香瓜子名头也在建设路这边成功打响开来。时间一晃，就到了叶青雨开学的日子。今天也是瓜子店正式营业的日子。刚刚来到学校门口，我俩就引起不少同学们的注意，特别是看到叶青雨微微隆起的小腹，一众学生们顷刻炸开锅。叶青雨同学怎么回事？是过年没管住嘴吗？肚子吃胖了，不过看起来好像更可爱了，是怎么回事？胖，那分明就是怀孕了，好吧？你见过有谁只胖肚子不胖脸的？真是嫉妒他身旁那个男人啊！怀孕了，不是说他旁边的人是他未婚夫吗？我才刚接受他已经名花有主，现在就怀孕了，太突然了。不过这男人什么家庭背景啊？竟然能让叶青雨同学这么年纪轻轻的就给他生孩子？那还用说，至少也是个高干家庭吧。哼，你们错了，这男的不仅不是高干家庭，而且还离过婚，也是一个个体户。秦俊生见我俩走远，当众就将我的个人信息全说了出来。站在他身旁的同学们，特别是多少有些嫉妒叶青雨的女同学，听到这个消息，几乎是瞬间就兴奋了。什么？是个二婚的，还是个体户？叶青雨怎么可能会喜欢一个二婚的个体户啊？就是找个体户还不如找纺织厂的工人呢。但是以他的条件，就算嫁京都也没问题吧？叶青雨同学怎么想的呀？要是换做我，嫁一个个体户做老公，我都没脸来学校上学了，好吧？一个师范大学的学生，竟然嫁给一个个体户，讲真的，丢我们师范的脸。一路过来，不少人都往我俩这边看，远远的窃窃私语，会不会不习惯？自己跟叶青雨这么快结婚，他肯定要承受不少舆论。有什么不习惯的？这不都是正常人要经历的正常过程，我更不会后悔嫁给你。叶青雨觉得自己是说给旁边那些人听的，但后面这话说出来，脸蛋上又像是被火燎，羞得不敢去看我。记得按时吃饭，等我那边稳定下来，能抽得开身，就继续每天给你儿送饭送菜，也能每天见见你。好。回到瓜子铺的时候，店铺门口已经站着不少人。明明通知的是10点正式开始营业，竟然提前来了这么多人。哎，卖瓜子的老板你终于来了，快给我装2杯，就等着买你家瓜子回去哄对象呢。各位别急，你们趁现在人少，赶紧排队，等会儿我卖瓜子也能快一些，不耽误你们时间。陈旭，门口好多人，我怕我应付不过来，就没敢开门。我笑着应承几句，就招呼上江庆国去开店门。各位，今天我们千里香瓜子正式开业。这开业3天时间里，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店有个活动，但凡是在我们店买上6毛钱瓜子的用户，就能获得1次免单的抽奖机会，中奖率1/10，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今天能过来的人，可都是被我这5香味瓜子彻底征服的客户。这会儿一听有这个活动，原本只打算买个2毛3毛的，当场改了主意。好，老板，我先来，给我3杯2毛的。大哥，我也要6毛钱的。好嘞。随着时间的推移，瓜子铺门口逐渐排起长长的队伍，队伍里更是随着客人中奖免单的消息传出阵阵惊呼，好生热闹。之前陈旭说要在这里卖瓜子，大家可都不看好，让他不要进这个坑。我都打算店租到期就赶紧退了，毕竟这条街没什么商铺，人流量也少，生意做不起来。谁成想陈旭这瓜子铺一开张，买瓜子的人就自动送上门来了。中午11点多，几个男人来到了街道上，看到眼前热闹的景象，也傻眼了。李科长，这就是那位卖瓜子个体户同志的店吧？生意竟然这么好。是的，陈局，我这就去前面跟店老板招呼。别，我也想尝尝这老板同志的瓜子究竟多好吃，咱也别插队，跟着队伍走。是，我也想尝尝，那我排陈局您后边。几人身后是一个扛着相机《蓉城日报》的记者，
今天特意过来陪工商局局长拍摄典范个体户事迹，为荣成明天日报的头版头条做准备。陈建平带着几个大干部往这千里香瓜子铺门口一站，可把前边队伍里的人吓了一大跳，哪还站得住？赶紧准备走人，给这地方领导让开。几位同志，可别这样，该怎么排队就怎么排队，我就是单纯过来买陈老板家的香瓜子的普通民众。几人闻言哪还敢走人，只能硬着头皮赶紧回了队伍里。买完瓜子，他们也没离开，索性就在旁边的茶馆坐了下来。表面上喝茶嗑瓜子，实际上是打算凑凑热闹，好好吃这千里香瓜子铺的大瓜呀。特别是现在个体户在荣城可不受待见，而这千里香瓜子铺开业第一天，竟然就来了几个看起来了不得的人物，还带来了记者。这阵仗可将众人的好奇心十足时的勾了起来，就等着吃瓜。陈建平一众人足足排了快20分钟的队，才终于来到瓜子摊前。欢迎光临小店，让几位久等了。没有，而且小陈同志，你这瓜子铺生意好是好事啊。来，也给我来6毛钱的瓜子，我也参加个开业活动。我也从几个干部跟对方的称呼中知道了对方的身份。小店开业，陈局还从百忙之中抽空过来支持我们个体户，不胜感激。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工商局可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也支持人民群众向小陈同志你学习，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成为一名优秀的个体户。不知道小陈同志能不能抽空跟我合一个影，给我们荣城的人民同志们做一个优秀个体户的表率。陈建平今天过来可是做了十足实准备的，既然上面支持发展个体户，身为工商局的局长，他肯定要主动站出来表态，也需要我这样的优秀个体户做典范。而这么好的事儿，我肯定不可能拒绝。可以，这是我的荣幸。应承下来，就跟陈建平握住手。几个干部站在两边做陪衬，在千里香瓜子铺前风光无比的拍下了一张照片，羡煞一旁伸着脖子的吃瓜群众。这位大人物竟是工商局的局长，还亲自过来给千里香瓜子铺捧场，让陈老板做优秀的个体户典范呢。如果不出所料，明天荣城的头版头条就是这千里香瓜子铺的老板啊！特别是这头版头条一上，有工商局局长的支持，荣城个体户的地位可就能瞬间天翻地覆。而身为个体户优秀代表的千里香瓜子铺，必定也能在荣城一炮而红。有了荣城早报和工商局局长做免费广告，明天一过，我这瓜子铺的人气和流量肯定能更上一层楼，财源滚滚。陈建平这边才离开没一会儿，附近就冒出一波又一波闻讯而来的人。知道这千里香瓜子铺的瓜子，就连工商局的局长都得排队购买。名人效应影响下，大大增加了客人们的购买热情。开业一整天，几乎都在收钱、装瓜子，抽奖几乎没停下来，简直忙得不可开交。收完摊，我将今天的营业额也大概估算了一下，今天卖了1500斤的瓜子，每斤1块钱的话，除去送人的，起码也入账1300多块钱，净赚1000多块钱，这收益简直不要太可观。陈旭，你可真是厉害！我是没想到，一个炒瓜子一天竟然能挣几百块。换做我，就算是去年自家种1年多的地，也就够勉强养活家里的孩子们，不要饿死。挣钱更是想也别想，只要陈旭不嫌弃，我就打算好好跟着干。1个月60块，还不用出伙食费和住宿，这样的待遇，就算是荣城那些工厂的职工，也是少之又少。那也多亏二姐夫你跟着帮忙，特别是姐夫，你现在炒瓜子和销售上都进步很大，学得很快。如果靠得住的话，锻炼，说不定以后我忙活其他事情的时候，这二姐夫是个可靠有力的2把手。明天尽快招工，后天一大早就得去石方那边再进个1万把斤的瓜子，那边好几个村子都在种向日葵，到时候跟地方负责人招呼一声，收购价提一提，让负责人定时往荣城这边送瓜子，这样自己就不用亲自过去收了。重生之后，我靠卖瓜子登上荣城日报头版头条，却不要因此被爱慕妻子的富家子弟盯上，欲要将我毁于一旦。瓜子铺开业的第2天，荣城早报头版头条上一条财富冒险家陈旭和他的千里香瓜子醒目的标题和内容，就像是一颗鱼雷，在荣城的大街小巷轰然炸响。这头版头条一上，我在这荣城直接摇身一变，成了荣城名气不小的人物。而在荣城大学，我上了荣城日报头版头条的消息，也在这个学校里轰然炸开。我的天，所以现在荣城上面是支持个体户，干个体户也是光荣身份了。可不是，你看工商局领导们都亲自下场支持了，还排队半个多小时去买陈旭的瓜子，这排面工厂的工人能有？而且生意好像还不错，我们家隔壁的邻居昨天去排队1个多小时都没买到，人家卖光了。听邻居说，昨天那阵仗少说也卖了1000多斤，入账1000多块。一众同学也纷纷将视线朝叶青雨的方向投去，有羡慕的，有眼红的，更有嫉妒的。陈旭开个瓜子铺，竟然能让工商局领导亲自过去捧场，还上了这报纸的头条。我老公真的是顶厉害。
真别说，陈旭这么一看啊，气场直接吊打我们学校那一群干部。讲真，要是换做面对这几个大领导，可能站着腿都哆嗦。青雨对象笑的简直比领导们还自然，肯定是个见过不少大场面的人。隔壁桌的秦俊生看着餐盘里丰富的早餐，却完全没有任何食欲。我是万万没想到，那陈旭开一个瓜子铺，竟然连工商局局长都亲自过去撑门面。本来想好好看看叶青雨放弃我这个肉联厂副厂长儿子，选择一个个体户的陈旭那落魄不堪的场景，谁曾想这陈旭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了个体户的光荣标杆。秦俊生自诩是这荣城的天之骄子，这会儿眼睁睁看着那名不见经传的山野村夫被同学们如此追捧，巨大的落差简直让他无法接受，心底的嫉妒和不甘涌上心头。一个山野村夫凭什么让叶青雨嫁给他？凭什么被工商局局长如此抬举？既然我得不到叶青雨，也不会让陈旭跟叶青雨好过。秦俊生脑海里逐渐浮现出一个邪恶的想法来。这会儿，几乎是整个荣城都在热议主人公的我，却是忙得不可开交。整个瓜子铺也被络绎不绝的客人们堵了个水泄不通，争相购买。好在后面招了几个不错的员工，我这才腾出手来。不过我刚准备带着小鱼儿去街上吃点东西，一个17、18岁的女生就来到了瓜子铺门口。老板你好，我是来做工的，你们店还招人吗？我听到对方招呼，将人打量一圈，视线在他那白嫩的手上稍作停留，片刻才开口回道：“还差一个。”老板，我叫李梅，我很能干的，卖东西、收拾、舀地、拖地我都可以，可以让我试试吗？可以，那你先跟着招呼客人试试，应付得过来的话，马上录用。谢谢老板，我会努力的。说完，就赶紧抬脚进了瓜子铺，跟着江庆国和另外一个员工招呼一声，就跟着忙活起来。爸爸，鱼儿不喜欢那个大姐姐。爸爸也不喜欢，不过现在店里忙，让大姐姐帮帮忙，不忙了就给大姐姐工钱让她走。那好吧。我倒不是非得让这个女生在我这儿帮忙，只是这女生看起来有些蹊跷，我拿不准对方到底是什么目的，是受人指使还是自发的想过来接近，我倒要看看这女生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与此同时，京都陆美云看着手里来自荣城电报上的内容，险些站不稳。工商局那边不仅没能难倒陈旭，反而弄巧成拙。工商局局长在开业当天亲自过去捧场，千里香瓜子铺在荣城一炮而红，怎么可能？这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山野村夫吗？这陈旭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难对付，更不像普通小市民那么好吓唬。看来叶青雨这老公恐怕没有表面那么简单。我现在必须得尽快让人调查一下陈旭的背景，查一查他的底细。第六感告诉我，这男人恐怕没表面那么简单。晚上6点多，吃完晚饭回来，瓜子铺过来应聘的李梅已经完全上手。我没理由拒绝这么积极优秀的员工，便是顺水推舟让他留了下来。老板，谢谢，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这没什么可谢的，我需要工人，你给我做工，我给你工资，就这么简单的事。李梅见我竟然不吃他这套，面色微微有些尴尬，还是扯着嘴角微微一笑。好的，老板。姐夫，你帮我多盯着李梅，有什么异常的行为，及时跟我说。为啥？这姑娘不是挺好的吗？姐夫，你觉得这姑娘长得怎么样？没注意看，我想想啊，好像挺白净的吧。这姑娘过来帮忙的时候，我一心都在收钱、数钱、卖瓜子、找零钱上，还真没注意这姑娘的模样。没想到我这姐夫竟然连漂亮妹子都不爱看。你觉得二姐白不白？不白，但是好看。我听到江庆国这回答，当即对这二姐夫印象加分不少。二姐平时穿的跟这姑娘差不多就罢，那种生活条件下的女人哪能有白的？特别是李梅那手，可不像是经常干重活的，都快赶上自家媳妇那张闭月羞花的脸，以及那又嫩又滑的葱白玉手。江庆国听我这么一说，才恍然反应过来，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我当时看着那姑娘白花花的手，就觉得哪里不对劲，但是说不上来。所以这姑娘是不是有什么坏心思？好好盯着李梅，看看这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管有人指使还是自己过来，我都得抓个现行，让他再没下次再来的机会，也能杀鸡儆猴，让个别动机不纯的人知道我陈旭不是好招惹的。我对这妹夫真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更是下定决心，以后我就好好跟着妹夫混，自己蠢没事，多跟聪明人在一起，多学学，多看看，长长见识，也能跟着喝喝汤。第二天去了一趟十方市，费了点功夫在当地找了个靠谱的负责人，每斤瓜子按照原来的价格提升1分钱的单价，让对方每月3万斤的供应量，分3次送货上门。老板，这是我做的绿豆糕，你最近这么忙，肯定没休息好，吃点这个降火。小月看着李梅递给我的东西，小脸蛋上写满了抗拒。要不是大人说话，小孩不能插嘴，我都直接给爸爸拒绝了。谢谢，正好最近我老婆怀孕了，我要去给她送吃的，这个绿豆糕她应该也喜欢，一并给她送去。说完就拿上东西，就带上小鱼儿离开。我那肉联厂的二叔不是说陈旭就是个山野村夫吗？我对男人也算是了解的透透彻彻的了，即便是有了老婆，像我这样姿色外表无害的女生，主动投怀示好的话，从来就没失手过。怎么偏偏到陈旭这儿，就像是碰到了铜墙铁壁。今天给他点吃的，还直接带去给老婆吃。李梅简直越想越郁闷，又低头看了看自己傲人的资本，
咬咬牙，开始总结经验。一定是跟陈旭相处的机会太少，他还没发现我的过人之处。我18、19岁的妙龄女子，难道还能输给一个怀了孕的女人不成？只要能把这个陈旭拿下，肚子里有了他的种，逼他离了婚，到时候我就是这千里香瓜子铺的老板娘了，这样后半辈子肯定吃喝不愁。11点多，我带着小鱼儿来到荣城师范门口，保安大叔看到我，招呼的那叫一个热情。还好当初对这大个子不错，现在能跟他像是朋友一般相处，只感觉浑身上下都在发光。毕竟这可是上过荣城头版头条、千里香瓜子铺的老板、个体户的优秀标杆的人物呀。叔，瓜子铺刚开业，带了些过来你尝尝。听荣城的学生说，这瓜子可难买，排几个小时的队都不一定买得到。现在我可真是沾了你的光了。客气了呀，叔。之前我给青雨送饭，这大叔可没少帮忙，好像还挺操心我跟叶青雨的事，是个热心肠的，我也不介意多走动走动。这会儿叶青雨也来了学校门口，漂亮还是那样的漂亮，但是我总觉得叶青雨好像瘦了，是不是学校的饭菜不合胃口，好像瘦了很多？没有吧，昨天才称，我都又长1斤多了，最近胃口也还行。走读还有多久才办下来？下个星期1或者星期2应该就可以办下来。爸爸，你不想抱抱妈妈吗？我怎么会不想抱一下？但是叶青雨愿意吗？况且这学校门口这么多人，我是觉得没关系，可她一个女生会不好意思吧？想啊，但是公众场合搂搂抱抱妈妈会不好意思的。那鱼儿不看，我也不看。我瞧叶青雨脸色，低着头，好像是默认，这才上前一步，伸出手，那就抱一下。好了，你先回去吃饭，下午我再过来。这些瓜子给你同学们尝尝。俗话说吃人手短，她小姐妹们吃了我送的瓜子，肯定会多帮忙照顾下叶青雨。如果以后这妮子跟我闹矛盾，他们也能多帮我说说话，不是？叶青雨听到我叮嘱，通通点头答应，拿上东西才难掩不舍地转身离开。难怪这瓜子能上荣城日报的头条，味道是真的香呀！也就我们能沾青雨的光可以吃到，别人可都得排队好几个小时才能买到呢。不得不说，青雨挺会看人。以前我觉得陈旭跟青雨完全不搭，现在呀，越看越合适。特别是今天两人在学校门口拥抱的时候，比那电影里演的让人激动多了。喜欢吃就多吃点，以后有机会再给你们带，不过得给钱。啧，千里香瓜子铺老板娘可真抠门啊！就是，刚结婚就顾着老公，不顾我们几个姐妹的革命情谊了，淡了。这哪里是抠门，分明是重色轻友，胳膊肘儿往老公那里拐呢。这时不远处的一直暗中观察这边的秦俊生，拳头攥得咯吱作响。那个农村女人虽然姿色远远不如叶青雨，也是少有的俊俏清秀。陈旭是个男人，现在叶青雨怀孕，又在学校，只要那女人投怀送抱，他能把持得住吗？只要得逞一次，那女人肯定会死咬纠缠住陈旭不放，到时候陈旭这在荣城的好名声也就到头了。叶青雨这么心高气傲的性格，更不可能容忍丈夫出轨，肯定分分钟离婚，打掉肚子里的孩子。秦俊生想到这里，又回想起以前叶青雨给他指导课题时的美好时光，心中难免又是一阵嫉妒。叶青雨只能是我秦俊生的女人，就算离了婚，我也照样不会嫌弃她，喜欢她。至于陈旭，我定要让他名声尽毁，在这荣城无立足之地。重生回到80年代，我靠与人合作卖麻辣土豆，2个月躺赚3000多块。陈旭，这是你的分红，要不咱们改合同，以后4-6分怎么样？你把麻辣土豆的配方告诉我，就是对我100%的信任。要是觉得3-7分的分成太少，4-6分也绝对没问题。这也不少了，而且我们合同都签下去了，哪有随便改的道理？我还是那句老话，自己不出钱不出力，躺着每个月拿3成足矣。唐国山见我不愿意改合同，也没再强求，才彻底是放了心。那我话说在这里了，只要什么时候你想改，我都配合你。我是真怕陈旭觉得分红少不满意，失去了一个财神爷。现在陈旭千里香瓜子铺几乎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也是荣城小有名气的人物了。这时唐国山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陈旭，还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啥事儿？我有个亲戚也想像你说的，像我这样加盟麻辣土豆，他乐意4-6分在我这儿学技术，去别的街道上开一家麻辣土豆。唐国山虽然手里已经有配方和技术，但是都跟我签了保密协议的。现在有人想要学他加盟，他肯定得问问我意见。这个没问题，反正荣城这么大，我们独一家也吃不下。他愿意加盟，就当开了个分店。对了，技术可以给，但是辣椒面配方不能给，亲戚也不行。好，那我就培训他技术，辣椒面配方保密。接着又商量了一下加盟店上交的收益分成，我还是按照老规矩，跟唐国山3-7分。既然又有人要加盟，这麻辣土豆也得有个招牌才是。正好明天礼拜5，工商局还在上班，
到时候我再去注册一个千里香麻辣土豆的商标，办个营业执照下来，正规一些，有人加盟进来的合同也更有法律保障。唐国山知道我要注册招牌，可差点没乐坏。千里香瓜子、千里香麻辣土豆，这可是有名牌连锁反应的啊！现在千里香瓜子这么火爆，再来个同名同创始人的千里香麻辣土豆，恐怕又能给店里带来不少生意，要发大财了。对了，陈旭，这个是广城那边发过来给你的电报，刚才光顾着跟你说店里的事儿，差点忘记了。我伸手将电报接过，看到是广城海之纺织刘红发来的。挣钱大项目正在进行，走不开，有意屈尊过来商量。现在这个年代就是这样，普通电报最多只能20个字，信息根本传达不全。不过虽然只有19个字，也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应该是让对方尝到了做生意挣钱的甜头，想必对方是从哪知道了什么很挣钱的项目，又因为某些原因得找个人一起，而我又是这个最合适的人选，就主动找上门来了。奔波完一圈，已经是下午3点多。回到店门口时，看见李梅正跟一个40多岁的男人在交谈。老板，你回来了。男人见我过来，匆忙跟李梅招呼一声，就转身走开。这是你亲戚？我表叔也想吃瓜子，特意过来买的。那二叔会住哪儿？过来会不会太远？要是太远，以后我出去路过他附近，可以给他送。陈旭竟然称呼我二叔，也叫二叔，是不是终于想通，被我打动了？肉联厂那些老女人都说我眼光太高，山鸡也想做凤凰。如果陈旭亲自去帮我送瓜子给二叔，那些女人不就知道我在陈旭这里吃得开，迟早能做上瓜子铺的老板娘。我二叔就在解放路肉联厂那边上班，以后老板你要是要去那附近办事，就麻烦你帮我给他送送，谢谢老板了。那你二叔不错呀，能在肉联厂上班，怎么没给你也找一份肉联厂的工作？那可是铁饭碗。那肉联厂的工作可没千里香卖瓜子好，里面好些男同志都爱打人主意，不是要请吃饭就是看电影，搞得我都被女同志们排挤了。索性二叔就让我赶紧出来你这儿换个工作。李梅说的半真半假，无一不是暗示我她很抢手。所以这李梅之前是在肉联厂上班，知道我瓜子铺招工，就辞了那边的工作，赶紧过来了。不过这国营厂辞工也不是能说走就走的，看来他二叔在厂里应该是有些关系，能让他随时走人。只是他这二叔透着些古怪，特别是看到我时反应不太对劲。爸爸，我想学写字，教我好不好呀？好，那爸爸带你去写字。我问了个大概，也不想再跟着李梅待。这个小烦人精，每次跟陈旭有点儿进展就冒出来，真是气死我了。有这个小娃在，我得猴年马月才能拿下陈旭啊！李梅，快过来招呼客人。我现在可算是看明白了，这女同志原来是打妹夫主意。不过我都能看出来，陈旭肯定也看出来了，没第一时间赶走李梅，应该是有他的考量。催，等我拿下陈旭，第一个就把这姓姜的搞走，换二叔来。1日一早，我就去了一趟工商局办理千里香麻辣土豆的营业执照。而今天的工商局相比上一次过来，简直是人满为患。这也是我上的那一趟报纸带来的连锁反应。办理完毕，不多耽搁，当即去荣城师大接叶青雨。来到的时候，学校已经放学。好了，赶紧跟你家陈旭回去吧，解解相思，省得你天天想人想得魂不守舍，影响成绩可就坏了。那可不，今天下午知道你要接他回去，上课都走神，还被老彭抓起来回答问题了呢。对，然后青雨马上就回答上来，当时老彭那个脸都绿了，哈哈哈。本来准备训斥青雨上课不听讲，结果人家直接答上来了，他们就爱乱说，我们回家。那我先带青雨回去，你们有空过来玩。这时我才发现，几人身后不远处，一道散发着浓浓恶意的视线正盯着这边。这人就是肉联厂什么干部的儿子。如果真是这小子的手笔，那手段还真是拙劣。下午6点，李梅跟大姐出去吃饭，是被大姐扶着回来的。江庆国看着一瘸一拐被扶进店的女生，忙上前：“这是咋回事？”吃完饭我们俩聊了一会儿天，走路没注意踩到一个坑，小梅这脚就崴了。都是我没好好看路，去找郎中看过，说没半个月好不了。可是我得做事挣钱，今年下半年我弟就要上大学了，我要给他凑学费。李梅一说，声音就染上了哭腔。饶是江庆国都忍不住有些同情他起来。让李梅瘸着腿在店里工作，肯定会耽误效率，对她恢复也不好啊。而且要不要给李梅放假，也不是我能决定的，还是得等陈旭回来。不过陈旭出去都快1个下午了，现在也该回来了吧？江庆国说到这，抬头朝店门口看去。陈旭回来了。李梅听到江庆国的话，也是心中一喜，赶紧转头往店门口看去。这次把脚给崴了，装一装可怜，掉掉眼泪，陈旭肯定也会心疼，或许会让我带伤上班，也会多照顾我。苦肉计成功，再来个美人计投怀送抱，就不怕拿不下这个男人。然而李梅脑袋里这一套完美的计划，却在看到叶青雨时，无论是外表还是气质上，此时此刻都让她觉得自惭形秽。万万没想到，陈旭的老婆竟然这么漂亮，饶是对方大着肚子，我也完全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江庆国看我俩进来，
当即上前跟我和叶青雨招呼，也将李梅崴脚的事儿说了一遍。你脚崴了，有没有去看医生？李梅感受对方一脸担忧的目光，一阵负罪感涌上心头。看了，应该几天就能好。早知道陈旭老婆这么好看，我就不辞职过来打陈旭主意了。今天还故意把脚给崴了，想来个苦肉计。现在看到叶青雨，看来即便就算是用遍36计，我也钓不上陈旭这个金龟婿。李梅这会儿是彻彻底底死了心，而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特别是见到李梅面上表情变化，心里大概有了底。既然脚崴了，你这几天就先回去休养一下，恢复好再来上班，怎么样？好，谢谢老板。叶青雨这会儿也察觉到店里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不过还没等他弄清楚，小奶团雀跃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妈妈，你回来了。妈妈回来了，鱼儿在家有没有乖乖？有的。母女俩招呼2句，就接连上了楼。李梅看着小鱼儿对叶青雨这亲近的态度，心死的不能再死。李梅，你年纪不小，长得也漂亮，可以找个好人家，其实没必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李梅闻言颇为意外，没想到我会这么赤裸裸拆穿她。我之前可不知道老板你老婆这么漂亮，不然我肯定不过来自讨苦吃。这世界上就没有几个男人不偷腥，就算家里老婆赛天仙，外面有主动送上门来的，恐怕没几个能把持住。偏偏陈旭就不吃我这套，如果换个对象，我恐怕早得手了。除了我老婆漂亮，我也不能背叛婚姻。对了，你之前上班的肉联厂有个副厂长的儿子，好像跟我老婆是同学，跟你年纪差不多，长得也是一表人才，我觉得你跟他挺配，你怎么不去跟他试一下？有这么一号人，那我二叔怎么没跟我说？老板，你为啥跟我说这个？按道理我要破坏陈旭家庭，如今看穿我，不是应该直接赶我走人，怎么还给我操心起对象的事情来了？看得出来，你肯定是因为家里需要钱，不得已才这样的。既然我这没法帮你，倒是可以给你出出主意，万一你跟他看上眼了呢？二叔都没跟我提这个人，也不知道是不是在给他自己的女儿谋划，肯定不会帮我。我跟那人也不熟，就是给青雨送饭见到过几次，不然还可以给你介绍介绍。说起送饭，后天我可能得去一趟广城，礼拜1、礼拜2可能都没空，姐夫也要看店，没法给青雨送饭了。看来只能让他吃食堂了。李梅这会儿正愁要怎么接近目标呢，听到我这话，当即反应过来，主动请缨。老板，我给你送。你脚不是扭伤了，不行吧？哎呀，反正又不是走路去，而且这种扭伤也影响不大，送个饭完全没问题。老板娘都好几个月了吧，可得注重营养。好，那就辛苦一下你，到时候我让我姐夫去国营饭店打包，你给他送。好。解决完李梅的事，我将人打发走。李梅家庭条件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对方安排一个女人来恶心我这事，多半也是那辛勤的干的。既然这女人想要靠男人飞上枝头做凤凰，那么就让她纠缠那小子去，让他自食恶果。重生回到80年代，妻子后妈调查我的家庭背景，结果背后的真相差点把她吓傻。我是万万没想到，本以为叶青雨嫁的是个普普通通的山野村夫，哪成想那陈旭不仅有头脑会挣钱，竟然还是叶老爷子老战友的孙子。要知道，叶老爷子这老战友在他心里的位置，跟高家那个元帅相比，只高不低。这样一来，叶青雨在这家里的地位不仅不降，恐怕还得往上升上一升。那可不成，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远修，明天去给我买张去荣城的火车票，我去看看青雨。爸，这不好吧？你这身体刚好一些，就别折腾了吧。爸，老二说的对，你亲自过去确实很折腾人，别因为青雨一时的任性，又把身体又折腾坏了。陆美云怕极了老爷子真的跑去荣城，赶忙跟着开口。爸，远山说的对，您身子骨刚有好转，过去山高路远一路奔波，要是身体再出个什么问题，青雨肯定会担心你呀。叶和平倒真有些顾忌，自己这把老骨头过去，要是身体突然出个小毛小病，恐怕会影响青雨学习。这次生病，他也是勒令家里人不许跟孙女说，怕他担心。那就等我身子骨再硬朗点，带上建伟那孩子一起去荣城。这几个月这小子老上门找青雨，反正2个人以后要结婚，带过去2人多相处相处。哼，要是爷爷带高建伟去荣城看他们心心念念的叶青雨，2人要是知道叶青雨已经跟一个死了老婆的山野村夫结婚，脸上的表情会有多精彩？叶远山对联姻自然是100%支持，毕竟要是能跟高家关系更上一层楼，对他的仕途可大有助益。2人确实该多接触一下了。今年上半年一过，青雨毕业就可以正式安排2人的婚事。那只有几个月了，2个年轻人有机会，确实得先接触接触。趁叶高2家人都还不知道2人结婚，多拖几个月，到时候叶静思也19岁了。叶青雨跟陈旭也早就木已成舟，高建伟就只能是我陆美云女婿。当然，陈旭那边我也必然不能让他发展起来，是老爷子占有，孙子又如何？只要我动动手指头，他这辈子也只能庸庸碌碌，困在荣城那一方天地里一辈子。今天下午叶青雨就要去学校，我也得去广城看看刘红那边的挣钱项目。爸爸，路上注意安全，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话哦。好。
爸爸听女儿的。妈妈，你要不要也亲爸爸一个呀？要分开这么久，妈妈也会想爸爸的吧？好了，咱们回来再亲。我不在这几天，你在学校要注意安全，毕竟真正的关系刚刚确认下来，这妮子也没谈过恋爱，一下子让他亲肯定是放不开。反正来日方长，总有一天能放开。那你路上注意安全。与此同时，陈影帝正在供销社里忙活。你的1两自己包。这个年代，供销社售货员地位不亚于后世的公务员，特别是这镇子上过来买东西的农民客人，花了钱也基本上都得吃点脸色。呸，狗眼看人低。大姐心里头虽然恨极了陈影帝这副的模样，却顾忌着以后还得过来买东西，只能陪着笑脸自己打包。月华家的，你堂弟陈旭在荣城的事儿，你知道了吗？啥事儿？难不成是在荣城做什么违法事情被抓了？不会是在荣城跟人起矛盾冲突，犯帅了吧？要真进去了，我不得赶紧去看望一下，狠狠嘲讽他几句。看来你跟你堂弟关系不太好啊，这件事你竟然不知道，到底什么事啊？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呀。你堂弟陈旭在荣城开了一家瓜子铺，工商局的局长还亲自过去捧场，陈旭跟几个干部的合影还上了荣城早报的头条呢。什么？陈旭开瓜子铺，工商局局长还去捧场，还跟他合影上荣城早报的头条，怎么可能？陈影帝当即拉住大姐，几分钟的时间将我在荣城发生的事情打听了个清清楚楚。陈旭还把老二那个蠢货家的江庆国一起带去荣城发财去了，而这一切，身为三堂姐的我竟然一无所知。我年初才问陈旭有没有什么好项目带，当时陈旭可回答得很干脆，说没有。我前脚刚走，正好堂弟后脚就把老二家的男人带去荣城发财了，咋的？三堂姐就不是堂姐了，跑去接济老二家那一窝。陈影帝简直越想越气，大姐看陈影帝脸都气绿掉，心里那叫一个舒坦，这才乐呵呵的离开。既然现在荣城那边放松个体户，陈旭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我也可以。这供销社的工作有面子，但是一个月守着这几10块钱有什么意思？陈影帝越想越心动，但是这工作也是她男人胡月华好不容易给她弄来的，这事儿还是得去跟她男人商量商量。回到家里，陈影帝就将她想辞职做生意的事情跟丈夫胡月华说了一遍。今天我也因为陈旭这件事被领导拎出来夸奖了一番。可这陈旭似乎不太待见我们，不过陈旭也就只是一个运气好一些的馒头小子罢了。对我来说，这层关系也是可有可无。现在上面鼓励个体户发展，这可是个捡钱的新兴行业。个体户一兴起来，群众购买东西的渠道一多，供销社也会逐渐没落。与其让陈影帝守着那供销社的工作，倒不如让他出去试试水。夫妻俩一商量，当即一拍即合，决定让陈影帝辞了工作，去干个体户。旭哥，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靠谱的熟人，他亲戚手上有一批松下录音机，想要低价出手，但只跟熟人谈，货很干净，只要我们吃下来不在广城出，不用担心被查。我见刘红这副警惕的模样，虽然对方没有明说，倒是大概猜出了一些。洗过的货，现在上面政策刚刚对外开放，但关税制度还处于一个非常不平衡的状态中，很多香烟、小家电等货物进口关税都非常高，所以在80年代初期，沿海地区经常会出现走黑路的一些名牌家电、名牌香烟、皮包、皮具等高档奢侈品。既然刘红说这货源头干净，也不难明白，这就是被抓到脚上去，又通过一些手段运作出来的灰色商品。虽然也有风险，但是相比于真正的走黑货，又相对安全很多。对，一共有600台，价格真的很实惠，进价70，现在这东西市场价121台，还得要工业票。我们进过来卖出去一台，最少挣50块的利润。刘红说到这里，心跳都加速许多。虽然害怕，但是要是真的能成，跟着卖几台，随随便便也比我上1-2年的班强。而且这次我也跟陈旭学聪明了，这600台录音机谈下来，每台还有1块钱的抽成。这松下的录音机不仅利润高，在这个年代可是非常流行。如果出门肩上能扛着一部这样的录音机，就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有不少年轻人，就算几个月不吃不喝，也要攒钱下来买上一台，跟后世那苹果手机在华夏受追捧的程度过之而无不及。这600台的量要一次性吃下来，我可没那么多钱，现在的存款拢共就31000多块钱，这600台得42000了。当然，这么挣钱的生意也不可能只有我动心，应该还有人一起出资，所以你们能吃多少台？我这边到处借的，加上我自己，还预支2个月工资，也只有2100，还有我那个熟人，他那边能出4000，
旭哥，我看你在荣城好像混得不错，应该有不少可靠的朋友，看看能不能拉进来，凑个3万多，我们把这批货全吃下来。主要是对方不打算零售，只愿意一次性全出，这么挣钱的生意，我实在不想错过。我听到刘红这话，也大概在心底算了算，3个人加起来有37001，还差4900多。瓜子铺现在生意也逐渐稳定，每天能收入800左右，但对方明显出得急，不太可能给筹钱的时间。我也不贪心，打算先回去问问唐国山。昨天给他送营业执照过去，对方就跟他说几遍有好项目一定记得带他。这几个月唐国山卖土豆也挣不少钱，4900绝对能拿出来。特别是这批货肯定是在荣城出，有唐国山这个荣城本地人加进来，出货或许还能帮上不少忙。你先跟那边说说，这批货我们能拿下来，不过我得回荣城准备钱。你让他们拿些样品过来，你先看看货，没问题的话，就让他们派人给我们送到荣城，到时候一手交钱，一手验货交货。这货不能在广城出，就只能运回荣城，我肯定不能自己运，这东西太贵了。既然对方能把货洗干净弄出来，肯定也能给我安全送到荣城。不愧是我的财神爷。好，吃完饭我就去交涉。与此同时，李梅也准时给叶青雨送来了饭。你脚有没有好点儿？已经好很多了，谢谢老板娘。叶青雨神色复杂的看李梅一眼，忍住想让她下午别来送饭的冲动，让她赶紧回去。陈旭说了，就算李梅腿瘸了，也不能同情她，她这么做肯定是有她的思量，自己可不能坏她事情。老板娘，等等，怎么了？李梅脸上露出无害的笑，找了个合理的理由，就跟叶青雨打听起肉联厂副厂长的儿子来。凑巧的是，秦俊生今天也后脚跟叶青雨过来，而叶青雨也注意到了跟来的秦俊生。诺，那个正看着我们这边，手里拿着一本书的男生，就是肉联厂副厂长的儿子。要我去帮你跟他说，你找他有事吗？不用不用，我就是问问。你快回去吧，别耽搁吃饭时间，不然老板可得怪我。叶青雨只觉得这女生透着古怪，倒也没多问，就抱着饭盒离开。李梅不是要去勾搭陈旭吗？怎么跑来给叶青雨送饭了？还没等他想清楚，只听一声娇滴滴的。秦俊生本就有些犹豫，要不要上前去打听一下情况。这会儿看李梅摔倒，几乎想也没想，当即就朝他那边走去。你没事吧？李梅仰头见到来人正是目标人物，心中一喜，忍着疼，费力的跟着秦俊生站起身。没事，谢谢。是摔着哪里了？前几天脚扭伤了，没太好利索，刚才没注意又崴了一下，这会儿有点疼而已。我扶着你去学校附近中医馆看看。怎么你脚崴伤了，还过来给人送饭？我老板这2天走不开，让我帮忙给老板娘送饭，本来是好多了的，就是刚才没注意又崴了。连一个腿受伤的女人都要使唤，叶青雨到底是怎么看上这种人的？从火车站下车，我就径直找到了唐国山，然后将录音机的事情跟对方说了一遍。后者听完我关于这桩生意的详细细节，整个人只觉得头皮发麻。重生回到80年代，我靠倒卖松下牌录音机，一天就轻轻松松顶上5个万元户，还差4900多是吧？这4000多我还真刚刚好拿得出来，就是这东西利润太高，渠道也不是正常渠道，我多少还是有些顾忌的。你放心，你要是能出这4000多，就能拿到70台，这批货一出，直接挣3500。唐国山也知道这录音机受欢迎的程度，在这荣城根本不愁卖，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他也仅仅只是短暂犹豫1分多钟。好，那我就要70台。唐国山答应下来，我心里也彻底有了底。对了，你有没有认识的人在做这个？相比于自己零售，我比较想一次性把货出去，降低风险。还真有亲戚在做倒爷，而且规模不小哦。我们70块买进来，120给你那些倒爷亲戚，他们绝对乐意。毕竟这录音机在荣城黑市150的价格都有人抢着买，这一趟下来最少也能挣2万2，加上本金3万1，就是5万多。一拍即合，唐国山就去跟亲戚联系，我也当即就去给刘红回电报，让对方安心带货过来。回到家，我也规划了一下以后挣钱的路子，这种快钱就挣这一笔。毕竟现在有妻儿老小，可容不得半分闪失。广城那边的货送过来需要2天的时间，所以剩余时间我基本都在管园村的院子里炒其他口味的瓜子。虽然店里的5香瓜子非常受欢迎，但是品种有些单一，总会有一些顾客想尝尝其他味儿。时间一转就到了交货的那天，运货过来我们就开始抽检验货，600台录音机中随机抽检50台。质量都没任何问题，确认无误，就迅速将货都转移到唐国山开来的货车上，然后前往目的地。40多分钟的车程，如约到达目的地。一名中年男人就接待了我们几人，招呼几句，一行人也没耽搁，验货、交钱一气呵成，7万多块钱，说给就给，点不带犹豫的。钱货两清后，大家也不敢多加逗留，当即离开，去了唐国山的茶水店里分钱。回去后，我才知道，跟刘红过来的男人名字叫李成文。虽然他没有透露自己的底细，但我听到李成文的名字，倒是想了起来，这人可是未来的服装界的大佬。单看刘红对李成文比较恭敬的态度，我心里就已经有了底。如果没猜错的话，这李成文应该就是知海纺织里的厂长，或者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不然普通工人在这个年代几乎不可能一次拿出几千块钱来做生意。今日倒卖的收音机分红，我53160，净利润22160，唐国山8400，净利润3500。
李成文6480，净利润2840，刘红3600，净利润1500。卧槽，旭哥，你平时也太低调了吧？我还以为老唐出的钱更多呢，本来以为自己利润1500，加上分红600，一起2100都顶牛逼了。现在一算，好家伙，挣的只有财神爷尾数那么多。小刘，你可别这么说，我今天能一口气挣这么多，都是多亏了财神啊，不，多亏陈哥。要不是麻辣土豆挣了钱，我哪有本钱搞这一波快钱？李成文虽然没开口说话，但看我的眼神，明显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之前刘红就跟我提过陈旭，我还以为他只是头脑灵活、胆子大一点的年轻人，但是万万没想到，这跟刘红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竟然一口气独自拿出了3万多块。陈老板，这次合作很愉快，有时间来广城，我肯定好好招待，也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再合作。我目前虽然没有再跟对方合作这种生意的想法，但毕竟是未来服装行业大佬主动示好，怎么可能拒绝？一定，我们以后的合作肯定也能像今天一样默契。现在也差不多该吃早点了，虽然荣城不兴早茶，但我们这里有一家国营店里的抄手很不错，趁这个机会一起去吃一顿。忙活奔波几天，李成文和刘红自无不可，当即笑着应承下来。不知道李梅跟秦俊生那边怎么样了？虽然说这姑娘样貌和气质没法跟媳妇比，但是手段和花样不少，拿下秦俊生那种年纪的男生应该是不在话下。听李梅说陈旭回荣城也好几天了，却不来看看叶青雨，倒是让人李梅瘸着腿整天给叶青雨送饭。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叶青雨会喜欢上这么一个不重视她的人。李梅也是，脚都崴成那样，还要让那陈旭压榨帮他给老婆送饭，难不成就是为了能成功勾引到陈旭，就这样卑微讨好吗？秦俊生原本只是因为叶青雨选择我而烦躁，殊不知几天跟李梅接触下来，现在一想起我这些事，就升级了成了双倍烦躁。回到建设路，路过刘大金家门时，我发现这才一阵子没见，他又瘦了一大圈，整个人都变得憔悴许多，估计是这阵子操持老婆的后事也还没走出来。大金哥，可能我劝你也没用，但是人死不能复生，我想嫂子也不希望你因为她一直不快乐，想开点吧。做好午餐，我刚要带小鱼儿给叶青雨送去，李梅就走了过来。老板，等等，今天不用你送，我自己给她送。好，不过我也想去一趟学校，给俊生哥还东西。我知道陈旭回来了，迟早是要给叶青雨送饭的，但是这几天跟秦俊生相处下来，也有了很多不用送饭就能接触他的理由。可以啊，那你快上来，不然等会儿去晚了，怕你见不着人。看样子这李梅是真快把那姓秦的搞定了，这是好事儿。就算去晚了，也能见到他的。最近他每天去送饭，可都能见到。这秦俊生还会问问他脚伤的事儿，有时候看他的眼神也不太一样了。对付男人，李梅也就只在我身上碰过壁。来到校门时，我注意到了门口附近的秦俊生。李梅，那个秦同学是特意在那边等你吗？哇，老板娘，我过去跟秦同学说点事哈。闻言，我看了看不远处的秦俊生，露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勉强点头。好吧，我必须得不乐意，毕竟要是表现的乐意，分分钟暴露我要给他下套。秦俊生见李梅走过来，也看到了我那副不情愿的模样，牙齿咬得咯吱作响，对我更是唾弃。李梅找一找别的男人，陈旭这有妇之夫还不乐意了，所以陈旭这时叶青雨也要，李梅也要，打算享其人之福。叶青雨到底是怎么看上陈旭这种男人的？秦俊生想到这里，不免有些激动。叶青雨虽然不明白我到底在干什么，但看我这么关注李梅，心底那股子酸味越发浓烈。哼，天天在店里看还没看够吗？什么看不看？那李梅哪有你好看？我真不喜欢看她，都是装的。你不信你问月儿，在店里我都不跟她交流，就刚才来学校门口才这样的。对的，妈妈，爸爸怎么理大姐姐的？大姐姐要摔跤，他都赶紧让开。虽然爸爸这么做好像有点没有爱心，但是我好支持哦。我就是不喜欢妈妈以外的人跟爸爸接触。叶青雨听我俩这一解释，心底的气儿当即就消了大半。好了，不生气了。你走读申请办好了没？李梅这事儿我接你回家慢慢跟你说。我又没生气，走读申请也已经通过了，明天就可以回去住。好，明天你放学我就第一时间过来接你。那可不可以抱一下？想抱就直接抱，以后可不兴问了。本来还想让李梅去将陈旭家里搞得后院起火，怎么看叶青雨跟陈旭感情好像更好了。俊生哥，这是前几天你送我去医馆付的医药费，还有6块，等大后天我发了工资，到时候一定全部还你。不用，剩下的你不用还我，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最近越是跟李梅接触，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对劲。我喜欢的是叶青雨，李梅一个农村出生的，恐怕连小学都没上过几天的人，跟我家是悬殊太大，我可不能犯糊涂。为什么不用？我用了你的钱，肯定要还的呀。哦，我明白了，是不是我这样大字不识几个，又穷又酸的农村人，像今天这样找你，给你造成了困扰？李梅这话一出，眼眶里的泪刷刷往下掉。
我不是。你是我这样的人是不配跟你这种大学生说话。但是我欠了钱，我会还你。你不想见我，我让我老板帮忙给你就是。说完，不等秦俊生开口，就哭着跑开。但还没走几步，还没好利索的腿又不小心崴了一下，差点没站稳。秦俊生哪还顾得上那么多？看李梅脚又崴了，赶紧大步上前去扶她。别碰我，免得脏了你的手。说完就抹着眼泪，快步瘸着离开。秦俊生本能的想要去追，但看着学校门口不少同学在看热闹，只能按耐住冲动，没追上去。我一个大学生，荣城师范何等优秀的学生，怎么可以去跟一个农村女生纠缠不清？知道李梅很有手段，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李梅竟然这么有手段。刚才秦俊生竟然上来追人了。他们这是什么情况？你不是每天都看着他们的吗？还来问我？肯定跟你有关系。好了，快回去吃饭，我也带李梅回去。回到建设路的时候，我想起中午给颓废的刘大金送了晚饭，碗还没要回来，便去了他家。进来随便找个位置坐坐，我确实该改状态，起码这家里不能再乱了。他有洁癖，以前最爱收拾家里，糟了就被我搞这么乱，肯定不开心。你能想明白就好。这时我看到一个雕花箱子，顿时就来了兴趣。这箱子在哪买的？挺漂亮。这个是我在上海给纯粉买的，不过你要买的话估计买不到。这樟木雕花套箱子很抢手，我那时候也是上海有个亲戚熟人，费了不少力才花260块买下来的，现在更难买了，魔都那边都供不应求。我本来只是随口一问，却在听到刘大金说出的价格后，饶是一个重生者也惊呆了。凭借上一世收购木材雕刻收藏品的经验，也能大致估测出来，这箱子长是28寸。现在这个年代，盛产樟木的江城价钱都是以寸来计算的，价格最高是1寸1块钱，28寸最多也就是28块。这箱子就这么雕刻加工一下，在魔都那边竟然就能卖260的天价，这利润也太惊人了吧！上集说到，我来到刘大金家，意外发现了更赚钱的路子。陈老板，这个我是真不建议你去折腾，这东西在魔都本地就供不应求，来回一趟折腾人不说，你未必还能买到。我可不是想买这个东西，既然这个东西利润这么高，市场前景又好，那我为什么不自己做出来卖？要是前景真如刘大金说的这样，就把木雕厂的事情确定下来，趁着这个机会赶紧开干。大金，要不礼拜一你跟我去一趟魔都，一起去散散心吧。当然，除了散心，我也缺一个比较熟悉上海的同行人。你就这么喜欢这箱子，真要去买？我不买，就想去魔都逛逛，开开眼界。大金思索良久，才点头答应。也行吧，这几天我把家里收拾出来，再跟你去一趟上海。每天待在这荣城，总是会想起他，心里烦闷的紧。出去散散心也好。在厨房里清洗碗筷时，我听了一下瓜子铺那边的动静，不少客人在买瓜子时仗着自己是老客户，都主动开口让江庆国送一些瓜子。江庆国耳根子太软，索性就顺着他们抓一把瓜子送人。后面的客人见上一个人送了，自然也要求让江庆国多送一些，造成了恶性循环。我这个月都来3次了，老顾客了，可得给我多抓点呀，小江，就给我多送点焦糖味儿的吧。江庆国听到大姐的要求，很想拒绝，但又怕得罪了老顾客，犹豫要不要再送他一次。但是又送的话，不是又成死循环了？也就在他为难的时候，我站到他身旁。姐，非常感谢您这段时间的支持，只是真的非常抱歉，因为我们店在定价上一直都很诚信，这也正是许多像您一样的老顾客会信任我们的原因之一，所以在瓜子价格活动上真的要请您多包涵了。最近没有活动，不额外赠送瓜子哈。如果以后店里有优惠方案出来，肯定第一时间通知各位。既然姐你喜欢焦糖味的，称个2-3毛怎么样？我一套话说下来，自然又合理，也表明了店里不额外赠送瓜子的立场，更没驳大婶的面子。大婶虽然被拒绝，倒也没有不开心。那再给我3毛钱焦糖味儿的吧。好嘞，马上给姐你装。看来做生意不仅要会做事，更要会说话才行。不过陈旭这话术拒绝人这方面，一时半会儿我还真学不来。大姐离开后，后面本来也准备要点瓜子的客人就没再开口。另一边，自从前天李梅离开，秦俊生就在静不下心来学习，每天脑海里都想着李梅那天受伤又决然的模样，很想知道她的近况。短短3天不到的时间，秦俊生整个人完全不在状态，没了昔日的风采。今天他终于再也克制不住那股子想人快要想疯了的冲动，刚刚下课，第一时间就出了学校，打上车离开。与此同时，李梅租房内，我已经在屋里等几天了，这秦俊生竟然真的不来找我了，已经不早了，看来秦俊生今天可能也不会过来了。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动静，李梅动作一顿，顿时心中大喜，终于来了。李梅也没急着去开，等来人敲好几分钟，才调整好情绪。哼，你来做什么？你脚不是还没好，怎么喝上酒了？我脚好不好，喝不喝酒，关你什么事？你来这大杂院里找我，不怕被别人看见笑话吗？来了也正好，把我那6块钱还给你。我不是来找你还钱的，我想我可能是疯了，我竟然真的喜欢上李梅了。那你过来做什么？我是过来看你的。对不起，那天我不该那样说的。李梅本来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可这会儿看着秦俊生真诚的眼神，却涌出一股莫名的情绪来。你放开我！真的对不起，你让我抱一会儿好不好？我真的很想你。秦俊生越真诚，李梅就越发的心虚，也不想演了。
你放开，你不是觉得我这种人配不上你的吗？李梅说到这里，也不知怎么的，鼻尖竟然微微发酸起来。咋的？演个戏还把自己演进去了？我不管，我不放。无论你是谁，你家境怎么样，我就是控制不住，我喜欢你。礼拜六带叶青雨回了趟文兴镇，由于叶青雨的肚子快5个月，回趟文兴镇来回都挺奔波了，再坐拖拉机颠簸几个小时去藤头村，实在是太过于危险，所以这个礼拜只能让他在文兴镇跟刘爱国二老待一待。藤头村那边就先不回去了。那我不回藤头村，爷爷会不会不开心？要是你带个肚子还跟我一起颠簸回村里，到时候老爷子知道了才会不开心，说不定还得骂我一顿。那到时候你可要帮我跟爷爷问好。必须的呀。你们回来了，青雨呢？青雨不方便过来，在文兴镇上。什么方便不方便，多半是你这臭小子让青雨不开心了。如果是别的女生跟你结婚了不回来，我肯定觉得是女方有问题，没礼貌。但是叶青雨的话，我100%肯定这孩子不是没礼貌的人，所以一定是你个臭小子欺负人家了。我听完却是哭笑不得。爷，我真没欺负青雨。你没欺负人，怎么人家都不跟你回来了？爷，这次我回来也是打算跟你说这事的，但是你听到了可不能太激动，毕竟跟叶青雨才领证没多久，现在突然又说怀孕，还几个月的双胞胎，这么多信息一下子给老爷子砸过去，肯定会激动。完了，青雨那小姑娘那么优秀又知书达理，是不是跟大孙子在一起久了，发现大孙子太多缺点，跟他离婚了？一瞬间，陈青山就将心提到了嗓子眼。没事，你放心说，孙子固然很优秀，但是青雨要是不乐意跟他在一起，那也不是青雨的问题，就是陈旭这臭小子不够好。爷，青雨怀孕了5个月，双胞胎。啥？青雨怀孕了5个月，还是双胞胎？2个人结婚都才1个来月，怎么肚子里的孩子都5个月了？爷，是真的，我跟青雨在结婚前就已经……一个臭小子，没结婚就把人家姑娘欺负了，这对女孩子的名声来说非常不好。真怀孕快5个月，那一次陈旭跟叶青雨真的？如果真是这样，叶青雨跟陈旭就是奉子成婚，是我害了他们。虽然怕老爷子的怒火，但也不能让陈旭背了这个锅。爷，这是……所以爷，青雨不回来，是我怕他路上太颠簸，毕竟肚子大了。不过他有让我帮忙给你问好。陈倩楠话刚刚说到一半，就被我开口打断，将他的话堵了回去。这件事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跟叶青雨也算是阴差阳错有了感情，再把这些事情翻出来已经没有意义。我只想陈倩楠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不要再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才能保全住叶青雨的名声。陈倩楠见我似乎不想让他说，当即就闭上了嘴。你个臭小子，既然青雨肚子大了，你还把人撂一边回来做什么？不留在他身边多照顾他。爷，你放心吧，现在青雨在文兴镇有外公外婆照顾，都紧张着他呢。那我可得去文兴镇看看孙媳妇。爷，明天我就要带青雨回荣城，他还得上课，你过去也待不了多久，等他放长假，你身子骨也更硬朗一些，我再接你过去。是啊，爷，等过阵子你身体完全好了再去，不然青雨也会担心不是？陈青山想了想，也不想给我们增加思想负担，也只能点头答应。吃完饭，听到陈倩楠说这段时间因找不到工作而烦恼，而我最近正愁找不到合适的员工。这四堂姐性子挺硬，不是吃亏的人，正好能跟江庆国互补一下，倒是可以让他试试。我瓜子铺正好缺一个人，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去我瓜子铺帮忙，1个月给你60，表现好的话，跟江庆国一样给他加工资。表现不好的话，我也不会讲究什么亲戚关系，重新招人。我可以1个月60，这工资都能跟那些大城市里的工人差不多了。就算是苦一点累一点也无所谓，反正我要挣钱，让村里的碎嘴子们都闭嘴。这会儿陈国栋也提了2袋东西进来，这些土鸡蛋很有营养，多给青雨补补身子。今天杀鸡的时候不小心多杀了2只，你明天一并带回去。这种土鸡炖汤最适合孕妇。对了，家里还有1只腊肉猪后腿，我们也吃不完，明天一起带走。好了，大伯，够了，再多可带不下，这些够了。也成，每次回来都可以带些新鲜的鸡鸭，终究是要好吃些。翌日，我就带着叶青雨几人一起回了荣城。这会儿差不多正好到饭点，便是去了厨房，开始准备晚饭。陈老板，你回来了啊？回来了。要不要帮忙？你想帮的话可以啊，今天晚饭也就在我们家吃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很快，一桌子丰盛的菜肴接连上了桌。陈旭，你这手艺不去开一个饭馆，可惜了。这个以后可以考虑。相比于开饭店，我现在对那木雕行业比较感兴趣，毕竟这东西的利润实在是太可观。要是要开，一定记得跟我说一声，我要入股。你一开饭店，肯定稳赚不亏。家里连饭都吃不起，还得来陈旭家蹭，还说入股跟陈旭开饭店，这大银牙一看就不像是好人，指不定占堂弟便宜。
我介绍时只说刘大金是隔壁邻居，加上他现在这胡子拉碴、憔悴颓废模样，直接给陈倩楠留下一个在邻居家蹭饭吃的懒汉形象。吃过晚饭，我将明天要去魔都的事情跟几人大致说了一遍，也让陈倩楠多帮照看一下小鱼儿和叶青雨，这也是我让陈倩楠过来帮忙的原因之一。到底都是一家人，肯定会多上心一些。陈倩楠答应的也爽快，就算不交代，我一做堂姐和姑姑的，也会照应这一大一小两人。翌日一大早，我就跟着刘大金踏上了前往魔都的火车。等我们到达魔都火车站的时候，已经是第4天上午9点多。不多耽搁，我就和刘大金直奔愚园路。大个子，你们来这边做什么？叔，我是荣城过来的，想在魔都这边买一套这种漂亮的花园洋房，想跟您打听打听。什么？你要买这里面的房子？重生之后，我用2万块在魔都买下一套房，并且仅凭一面之交就和当地大佬结成了朋友。你要买这里面的房子，这一套洋房最便宜也是2万多块，这外地人竟然想买，他是不是不知道这洋房很贵哦？对，叔，我就想买这边的花园洋房，你有知道哪几栋在卖吗？有的话，能不能帮忙引荐一下？带你们去看房子可以，但是得给我些跑腿费。一看这2个年轻人就不太靠谱，万一对方再跟我玩，岂不是跟着白忙活？陈旭，你干啥呢？钱多没地方花，你又不在魔都常住。我从来不做亏钱的事，你放心吧。叔，就这么说定了。今天你带我们看了这边房子，我给你5块跑腿费，要是能买到一套，我再额外给你5块钱抽成。哦，先付给你一半。有了本地人李志国带路，找房子的效率果然瞬间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半个小时不到，就来到一栋花园洋房楼下。这一栋有在卖，特别是这边的地理位置不错，光照也好，你们可以问问。我好好打量了一下这栋楼，外观确实十分精美，古朴大气。那就先问问看。小姐，你们洋楼是不是在卖？我这2个远房亲戚想买。女人听后丝毫不避讳的拿眼睛打量我和大金，一个衣着普通，另一个满面憔悴。别说他们想在魔都买房，看着就不像是能在魔都活下去的。女人根本懒得搭理我们，甚至觉得多说几句话都觉得是降低她的身份。我这洋楼不卖，你们去别处看看吧。女人撂下一句话，不等我俩回应，当即就转身离开。哎呀，没事，这家不卖，斜对面还有一家，那家位置比这家更好些，我们去看看。本来琢磨着给2个年轻人推荐便宜些的，哪成想这洋楼的主人不愿意搭理。很快，3人就转移阵地，到了斜对面洋楼门口。你们这是？阿婆，我们是来买房子的，看你这栋楼在出售，过来问问。是你要买吗？您是房子的主人吗？如果是的话，方便带我们进去看看吗？我不是这房子的主人，只是多少跟这房子的主人沾点亲，1个月给我几块钱，让我给他们看着。你们要是想进去看，我可以带你们进去看。如果真的有意向，我帮你们联系这房子的主人。那就麻烦您老人家了。周老太带着我们逛完一圈，回到待客厅，才开口问我的意向。周姨，实不相瞒，我对这套洋房很满意，就是不知道价格有没有在我能承受的范围里。你们人年轻，我也不跟你们说虚的坑你们。我亲戚这套洋楼的最低价就是2万3。陈旭千里香瓜子固然生意好，恐怕也吃不下来吧。我本以为的是老太会开一个2万5、6甚至更高的价格，寻思砍一砍，没想到竟然直接报了个意料之外的低价。这个价格在这个年代的上海，特别是这个地段的洋楼确实不贵，还好这个价格在我承受范围之内，也算合理。如果周一你觉得没问题，我今天就去银行开一个户，回去从荣城电汇过来，到时候过来正式跟你交易。现在的银行不能异地存取款，身上更不可能带2万多的现金在火车上逛，要是有个万一，直接损失一栋大洋楼。可以，不过你这来来回回又电汇，得耽搁不少时间。如果你真心想要这房子，可以先交一些押金，签个协议，我跟我亲戚招呼一声，这几天就先不让人看房子了。这洋楼已经卖了快1年多，好不容易有个人愿意买，可不得抓紧着点。成，我手上有2000多的现金，等会儿您把房产证给我过目，我只跟房产证上的主人拟协议，交定金。没看出来，小伙子虽然年轻，但是人也挺精的。行，不过得明天我叫几个亲戚过来，你们不赶时间吧？我当然自无不可，爽快答应下来。一拍即合，周老太之后就主动将我们送出了院子大门口。这时，斜对面窗户后一直盯着这边的女人，面色很是意外。我还是第一次看周老太对人态度这么随和，难不成是这几个乡巴佬真能买这洋房？不过我见过的有钱人多了去，就从来没有见过这3个这么寒酸的，特别是一个扫地工人，哪能有什么富贵亲戚？要是真有，他至于还给人扫大街吗？这么一想，女人顿时又舒心了许多。这房子肯定没卖出去。至于周老太今天对人这态度，天知道她是吃错了什么样。陈旭，你这是要来上海发展吗？现在不打算来，以后的话看情况。那怎么要买这2万多一套的洋楼？这房子我主要也不是用来住的，等于是投资。这买房还能投资？这房子不是越住越不值钱，怎么也跟投资搭不上边吧？这个不能看短期啊，上海现在正在飞速发展，
这个时候的洋楼价值2万，说不定在10多年以后能上千万，甚至过亿。那像陈老板你说的，我住的浦东区那地儿以后也能寸土寸金了。那叔，你那边的房子可别急着卖，再过10几年，价值就能翻上好几番，以后真的就是寸土寸金。对了，陈旭，这老洋楼你定下来了，接下来是不是去魔都雕刻艺术厂看看？我看了看天色，现在已经下午5点多，吃个饭再过去时间也不够充裕。我也不急，不然我们今天先去找个招待所休息调整一下，明天下午过去。这几天在火车上奔波几天，刘大金也挺疲惫。听到我这个提议，当即点头表示同意。与此同时，荣城师范大学刚刚放学，秦俊生跟着一众同学走出校门，就看到了正站在校门口跟他挥手的李梅。自从前阵子他跟李梅表明心意，两人之间的关系就突飞猛进的增长。就在昨天晚上，两人就偷吃了禁果，两人的关系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升华。不过，秦俊生终究还是介意李梅的身份，并不想学校里的人知道。俊生哥，不会吧？秦俊生是不是跟这个女生在一起了吧？叫这么亲热，他不是喜欢叶青雨的吗？秦俊生听到李梅叫唤，动作僵了僵，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好走人，愣住片刻后，也只能转过身，大步走到李梅跟前。李梅，以后在学校不要来找我，我想你的时候，我会去你那边找你的。所以你果然还是嫌弃我的出身。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还在上学，我们这样在学校门口拉拉扯扯，影响不好。那你怕影响你学习，为什么昨天要在我那里过夜，还跟我？李梅这话音量不低，全然进了周围一众同学的耳朵里，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秦晋生不仅跟这个女生交往了，两人竟然已经……我的天，那他们不结婚很难收场啊！可不得急，要是女生跑去告他流氓罪，他后半辈子可就完了。秦俊生也没想到李梅竟然会突然失控，将两人事情曝光，感受到一众同学的目光，听到那些议论，只觉得烦躁又丢脸，也怕李梅真的因为一时上头去告他流氓罪。我们先回去，别闹了好吗？秦俊生，你真以为我喜欢你了吗？给你2个选择，一个是马上跟我结婚，娶我进秦家，另一个就是我马上把这件事闹大，告你流氓罪，让你进去吃花生米，谁也别想好过。哼！秦俊生听到他这番话，一瞬间只觉得如坠冰窟，愣住当场。许久，他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更是满脸的不可置信。所以李梅不是真的喜欢上我，而是把当初勾引攀附的对象从陈旭换成了自己。那陈旭在这其中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此时此刻，秦俊生才彻彻底底反应过来，回想起最近的种种，只觉得头皮发麻。翌日，我按照约定好的时间，跟周老太和他的亲戚碰了面。今天让你过来陪我一下，应该不耽误警察厅里的事情吧？不打紧，手里一点是有副厅长给我盯着。两人这像是家常的问候，也直接将男人身份点了出来。周老太的意思很明显，他这大侄子是公家的人，让我和刘大金不要打他主意。刘大金听到两人对话，差点就没吓傻。虽然我在荣城有点小权的亲戚不少，但是一想到这会儿对面坐的是魔都某警察厅厅长，特别是对方身上散发出来那带着压迫感的气场，只让我浑身感到不自在。相比于刘大金，我听到对方身份倒还算镇定，甚至更兴奋了一些。难怪我一见这男人就感觉不简单，又感觉有些面熟，原来是魔都某警察厅的厅长啊。这位到了后世，似乎职位不低，我好像是在新闻上见到过，但具体是什么新闻，我记不大清楚了。周姨，茶也喝了，我们该谈正事了吧？可以，不过这洋楼出售和押金协议是我跟你签，昨天毕竟对你们不了解，我年轻时又吃了不少亏，所以防范心会强一些。招待你们的时候没有表明身份，希望你们不要介意。这大城市套路有点深啊，昨天还真信了周老太的话，以为她就是洋房主人的远房亲戚。周姨，你这是人之常情，理解的。周老太见我这副仍旧坦然自若的神态，看向我的目光里多了几分欣赏。终于想通，为什么这大个子年纪轻轻就能有实力跟我买这一套洋楼。虽然年纪不大，但生活的阅历恐怕跟我这一把年纪的老年人相比，也是过之而无不及。一看就早识破了我，却一直跟我配合，不点破不拆穿，人聪明，性子更是异于常人的沉稳。看来荣城也是个灵气的宝地，能培养出小陈你这么优秀的年轻人。周姨过奖，我很多方面也不足，还得需要多跟周姨和吴厅长你们这样优秀又阅历丰富的前辈学习。这时几乎不开口说话的吴文军也露出赏识的目光，朝我开口：你这年轻人真有趣，不介意的话以后我们可以多多联系，交个朋友。我听到吴文军这话，当然乐意至极，毕竟这人在这魔都也是个不小的人物。那可真是我的荣幸。彼此，这小小荣城出来的年轻人，竟然能一口气吃下这2万多的洋房。之前我以为是依靠家里接济，现在算是彻底确认，这年轻人就是个优秀的人才，恐怕在不久的将来，真能在这华夏闯出一番名堂来。我就喜欢跟这样优秀的后辈打交道。我是谁？我在哪儿？怎么几句话，陈旭就跟这位大佬成朋友了？双方人放下警惕，接下来的事情就顺利快捷许多。确认这洋楼在周老太名下后，我就跟对方签了个协议，交了2000块。而对面盯了这边几乎1上午的女人，看着这一幕，难以置信的瞪大了眼睛。
不会吧？难道这几个乡巴佬真买了那洋楼？不可能吧！重生回到80年代，情敌破坏我家庭不成，反而最后自食恶果。在参观雕刻厂后，我就回到师范大学。这前脚刚走进校门口，就碰见了同样是刚从学校走出门来的秦俊生。相比于10多天前，现在这秦俊生脸上明显憔悴了许多，徒增颓态，恐怕这小子已经自食恶果了吧。这会儿，秦俊生也注意到了我，看到了我这张让他嫉妒又无比憎恨的脸，这些天积压的怒火瞬间涌上心头。区一个山野村夫，凭什么抢走叶青雨？凭什么算计我？凭什么玩弄我？秦俊生怒火冲天朝我这边走来。陈旭，你他妈的，凭什么抢走青雨？凭什么算计老子？眼见秦俊生已经冲到跟前，我直接一拳将他。这会儿，叶青雨刚刚走到学校门口，正好看到这一幕。这是什么情况？怎么打起来了？还是秦俊生先动的手？按道理来说，会主动动手的人不应该是陈旭吗？姓秦的，你是学生，我不想跟你动手，但你也不要觉得我真的能任由你欺负。老子就是不服，我家庭外表学历哪里不如你？凭什么叶青雨就选择了你？凭什么？凭什么设计我？你这个卑鄙小人！我就对2个女人动过心，一个被你抢走，另一个也被你使用手段过来勾引给我下套，毁了我一生。凭什么？凭你口口声声说喜欢青雨，却被李梅轻松下套上钩，几天就跟人好上了，你觉得你配喜欢他吗？凭你手段卑劣安排李梅过来勾引我，我只不过是以牙还牙而已，谈得上卑鄙？你除了靠着家里的条件能从小锦衣玉食上了这荣成大学，没了家里的接济，你秦俊生就什么都不是，你凭什么要我跟你比？而我俩这番对话也全然进了周围一众同学耳朵里。我的天，秦俊生同学竟然安排李梅去勾引陈旭，所以陈旭不仅没上套，还来了个反间计。所以秦俊生就自己沦陷进去了。就连刚走到2人不远处的叶青雨和秦妙几人，也被这番对话狠狠震撼到。他当真是没想到，秦俊生手段竟然如此卑劣，故意让李梅去勾引我。你这个卑劣小人，你真无耻！之前就听说他跟李梅好了，不想负责，李梅在学校门口哭，没想到这男人竟然安排李梅去勾引陈旭，想破坏我的家庭。秦俊生早就被我刚才一针见血的言语给彻底打击破防，此时听到叶青雨指责，只觉得无地自容，彻底自闭了。是啊，面对诱惑轻易动心的是我，算计陈旭不成自食恶果的也是自己。没了家庭背景，我俊生什么也不是，李梅也不会接近我。好了，别气着了，咱回家吃饭。而保安亭里默默吃了一个大瓜的保安大叔，在确认我离开后，才赶紧冲出学校门口。哎呀，刚才发生啥事了？下午送叶青雨去学校回来的路上，我就去邮政局垫汇2万多块钱到魔都那边的账户上。今天汇钱过去，明天一早就可以出发去魔都那边。等人到魔都，钱应该也会到了。如今要办厂，确保万无一失的话，这厂子得拉拢一个在荣城小有权力或者关系的人合伙，成为一个可靠的靠山，也能第一时间打听到上面的动态，有什么问题及时做出应对才行。而现在我认识的人里，目前最合适的人选也只有他了。正想到这里，刘大金就走了进来。陈旭，你啥时候开饭店啊？一定得喊我合伙啊！目前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倒是想开一个木雕厂。啥？木雕？这玩意儿好做吗？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没饭店靠谱。如果开饭店，你这手艺绝对不会亏本。你知道你那个木雕箱的商家的利润是多少钱吗？还真不知道，只能大概估了一个数，60吧。这东西看起来就高档，工艺精湛，听说还是什么香樟木做的。我260买下来的话，成本应该在200左右。说低了。那190成本，一个箱子挣70，如果是70块利润，能给我那个在工商的办事员表姐1个月的工资了啊！这利润实属有点离谱了。还是低了，你再猜。110块，一个箱子挣110，这利润已经非常离谱了，也是我能想象出来最高的利润。No， 还猜太低了。还猜太低了，操，还太低！大金瞬间被勾起了兴趣。那到底是多少？一个箱子成本价最多不过80，卖260，利润最少180。什么？我没听错吧？一个箱子就能挣180，这利润也太逆天了吧！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刘大金一颗心顿时就变得蠢蠢欲动起来。如果真能做出来，一个月做几个箱子，也比开1年半年的饭店挣钱吧？就是这么捡钱的生意，陈旭不差投资资金，又不差头脑，愿意让我参与进来吗？刘大金忽然有些忐忑起来。陈旭，你这木雕厂，我可以加入吗？可以啊。我怎么觉得陈旭就等着我说这话呢？不过陈旭也不像是会坑我的人，他是不是已经把我当朋友了？陈旭，讲真，我是没想到你能答应的这么爽快。毕竟我对木雕这方面没有研究，也没优势，以为你要考虑很久呢。可不能这么说，我跟你合作，除了信得过你人品，你身上也有不少我不具备的优势的。什么优势？你优势很大呀，在荣城关系多，特别是办厂子，得着不少工人。现在上面政策没有彻底放开，恐怕还得仰仗你的关系多多关照木雕厂这边呢。刘大金听我这么一说，愣了愣，彻底反应过来，不知怎么的，有点难受。原来陈旭跟我合作，纯就是看我手里的关系啊。
算了，天上不会掉馅饼。陈旭看中我手里的关系跟我合作，总比无缘无故拉我入伙要靠谱。而且陈旭也看得很准，在这荣城，我刘大金要是想成立一个员工多一些的厂子，还真不是难事。成啊，那就这么说定了。以后厂子需要处理关系的都交给我，我一定给你处理好。别人不一定能处理，但大金你肯定没问题。对了，大金，你在荣城这么多房产，现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厂房？我本来是打算去附近逛逛找厂房的，但现在身边可是坐着一个刘半成，先问问看对方有没有资源再说。有一个在跟镇上家具厂签合同的厂子，那厂子经营不下去了，最近正在处理剩下的事情，遣散工人，估计再过1个多礼拜就能空出来，就在母猪湾附近，你要去看看不？好啊，趁现在有时间，我过去看看。明天我还得去魔都那边，估计最近都没空。成，这就去。一拍即合，我俩当即就一同出了门。刚刚离开没一会儿，陈倩楠来到厨房，一眼就看到桌上空空的碗和筷子。这人真是每天过来蹭吃蹭喝，吃完了连个饭碗都不收，真当这里是他家了。要不是陈旭好像跟这个懒汉关系好像很不错，我早都忍不住开说了。陈倩楠对刘大金的印象很差，特别是看这个男人天天胡子拉碴不修边幅，好像一件衣服也穿很多天，直接将他定义成了混吃混喝的懒汉。这家家具厂距离建设路不远，20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到了目的地。两位来我们车间是有什么事吗？叔你好，我是这厂房的房东，这不是这个礼拜这家具厂就要关厂了，我带我朋友过来看看。哦啊，那你们随意转转，反正厂子里现在也没事做，就只剩收尾工作。既然房东要带朋友看，那跟我来就是。我倒也没急着去参观，视线在张喜国粗糙甚至留着几条疤的手上停留片刻，在对方离开前出声叫住他：叔，你也是木匠吗？在这家具厂里的工人大多数都是会木匠的啊，我做异形也30多年了。我16岁开始跟着师傅学习，到现在46岁，干这一行已经30年。那叔您在雕刻这方面应该功底很深吧？我本来就打算做木雕厂，正愁找老木匠和木工，现在一看，接手厂子的同时也能接手这些木工，不用再费心思去招人了。我都做30年了，功底能差吗？这家具厂倒闭可不是我们手艺人的问题，是几个负责人不懂得经营。看得出来，这工厂里的木匠手艺都不错。敢问叔，您是成何人？我师傅啊，虽然是东城那边的人，但现在在荣城的名气可不小。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就是大家口里的阿木师傅，工匠世家出身的老工匠郑天伦。哦，我在听到这号人物的名字时，脑海里当即就浮现出上一世曾经收到手里的2件木雕，鹿鸣和出淤泥而不染。这2件藏品虽然不是他众多藏品里最昂贵的，但那灵动飘逸、意趣无穷，融合传统深浅浮雕、圆雕、透雕技法，实在是让我印象深刻。这位我听说过，也有幸见过他的作品，特别是那幅1979年的《出淤泥而不染》荷花图，构图饱满，技法精妙，实在是让人印象深刻。哟呵，看不出来啊，年轻人你也是个木匠。不，我可没老师傅你们这么精妙的手艺，我就是很喜欢研究这方面的，而且也打算开一个木雕厂。如果大叔你们不介意，可以跟厂里的木工一起留下来，工资只高不低。啥？这个年轻人要开木雕厂，还要招我跟车间工人留下来做事，工资还比之前高，还有这好事儿？突然降临下来的喜讯叫张喜国防不胜防，短暂愣神过后，他又忍不住朝我确认：真的？比真金还真，这个项目我也有参与，你们不用担心没工资或者其他。对，也不用担心没事情做，厂子开起来，我就可以给你们安排任务。如果能请到大叔您师傅过来坐镇，我能保证我们工厂以后绝对不会少活做。如果郑天伦老师傅可以亲自过来雕刻指导，别说简单的木雕箱，就算是上海工艺品厂里难度最高的工艺品也完全没问题。而张喜国听到我这话，刚提起来的心却又瞬间沉了下去。让师傅他老人家过来恐怕是不行。听张喜国说，这才知道这老师傅老伴中风了，现在生活不能自理。为了能照顾老伴，他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大大减少手上的工作，偶尔在家接一些零工维持生计。我也回想起来，这位老师傅老伴就是在中风后某天突发恶疾，凑不出医疗费来，最后撒手人寰。而老人家后来也一直郁郁寡欢，几个月以后也跟着去了。而老师傅离开的那一年是83年年初，现在是1982年年头，还有1年的时间。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请这位老师傅过来厂子里帮忙，工资可以给高一些，改善他生活和经济条件的同时，也能解决我们这边需要老师傅坐镇的需求。那你觉得多少工资合适？1个月150。这个工资已经算是在荣城数1数2的高了，不过在这老师傅身上值得。成，那明天你放心去魔都，这老人家的事情交给我就行。重生之后，我用2万块在魔都买下一套房。当我那瞧不起人的三姐得知后，当即上门献殷勤。三姐，你咋来了？今天陈旭没在店里。没有，去魔都了。他去魔都干啥呀？陈倩楠和江庆国哪会不知道这3堂姐的习性？听到他打听我的事情，2人很是默契。这个我们哪里清楚？等他过几天回来了，你问问。
三妹，你先坐一坐，我们忙完了再招呼你，别介意啊。两人敷衍的回应几句，就继续忙活。哪会介意哦？你们忙可别因为我耽误了你们两个的工作。切，不就是在陈旭这里给陈旭打工吗？这两人还真把自己当忠心的狗了。这时一道身影将他的注意力吸引过去。陈影帝看到来人，目光大亮，一眼就看出来这男人是个有钱人。陈旭已经出门了，你过来干啥？刘大金本来想过来蹭个早餐，看到这虎娘们的态度就知道没戏了。没事，就是想过来看看小鱼儿。小鱼儿出去跟对面姐姐玩了。陈倩楠简单回应一句，继续忙活。倒是陈影帝三两句就听出来这大金是我朋友，当即从凳子上起身。哎呀，这位大哥，快坐快坐。刘大金本来以为这女人是店里的客人，突如其来的招呼让他有点发愣。啊，我是陈旭三堂姐，今天过来看看他。你是陈旭朋友吧？陈影帝说话同时不着声色将刘大金从上到下好好打量一番。100%确认，陈旭这朋友绝对是个有钱的，也就只有陈倩楠那蠢货没有眼色，对人家那都是什么态度啊？还真没看出来，三堂姐，你比你妹还要显得年轻呢，那我还得叫你一声姐呢。听听这大懒汉说的是人话。哎，老了，今年5月份马上就30啦。那我还得叫你一声姐呢，我7月份才满30岁。刘大金也是个健谈的，加上格外热情随和的陈影帝，短短1-2分钟的时间，两人就热络了起来。那你有没有吃早餐啊？要不要我煮点面条给你吃？不用，我等会儿出去随便吃点。哎呀，你看你们个个都好忙的样子，也不知道陈旭这小子最近都在干嘛，忙得都见不着人。我好不容易来一趟荣城，他就去魔都了。大金知道我跟家里亲戚关系都不错，现在面对三堂姐，根本没释防备心。姐，陈旭是真的吗？不仅要去魔都交易房子，还得忙活。刘大金话刚说到一半，一道带着杀气的目光就从朝他这边看，让他下意识就闭上了嘴，同时心里也生出一抹古怪来。似乎这陈建南不想让我跟三姐说陈旭的事情。姐，不说了，我得走了，有空再聊啊。说完就赶紧溜之大吉，留下一脸懵逼的陈影帝。我是不是自己耳朵出问题了？陈旭在魔都买房子了。陈倩楠，我跟你亲还是陈旭跟你亲啊？也不要你说啥，打听点消息你也不乐意说，你还真当你自己是陈旭亲姐了。刘大金人离开，陈影帝被勾起了浓烈的好奇心来。江庆国去管元街拉货去了，他只能追着陈倩楠问：我就跟陈旭亲咋的了？起码我这堂弟知道，在爷生病的时候花几千块钱给爷治病，在我们家困难的时候会主动出手接济。那个时候你这个老三又在哪里？陈旭有没有在魔都买房？有干你什么事？难不成买了那房子，你知道了就会是你的了？你这人这么奇怪，别打扰我招呼客人。陈倩楠彻底没了耐心，也不想再顾忌什么姐妹情面。陈影帝也没想到，这老妖才来荣城没多久，嘴皮子就立了这么多，一下子竟被他对得有些说不上话来。我看你就是个吃里扒外的蠢货，亲姐妹不帮人堂弟，你以为你帮着陈旭他就能记着你好吗？还不是把你当一条听话的狗。陈影帝这话一出，别说陈倩楠，就连一旁平日里跟陈倩楠关系不错的客人大姐大哥们都听不进去。哎，这位同志，有你这样说自己妹妹的吗？我看你才是没良心的吧。就是，而且陈老板为人怎么样，对人家倩楠怎么样，我们可是天天看眼里的，你过来挑拨什么？哎呀，陈老板一家子怎么摊上你这么个亲戚？自己堂弟堂妹都一通乱骂。既然你话都说这么难听了，我也不跟你客气了，这里不欢迎你，你出去。陈影帝也是个要脸的，饶是不爽陈倩楠这态度，这么多人一起指着他骂，他也不好意思再多待，也只能叫骂几句，气冲冲转身离开。不就是傍上陈旭这条大腿吗？狗仗人势。另一边，刘大金也已经到了双林镇，也以恐怖的速度打进了郑天伦老爷子老两口的家里去。这位同志，谢谢你啊。小意思，阿伯。阿伯，你这样平时在家里接一接私活，一个月能挣多少啊？还行吧，勉强能维持一下生活，一个月能有30来块。一个月30块怎么够生活？我也听说老师傅您妻子的情况，不是还要去中医馆调理，去调理针灸一次什么的，也得花销不少钱吧？再省下来的钱，恐怕生活都难支撑。这年轻人把我情况了解的这么透彻，恐怕不只是路过热心给我忙这么简单吧？这位同志，你来我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啊，确实是有事。啥事？是这样的，我和我朋友最近在筹备一家木雕厂，不过里面缺一个能坐镇的老师傅，想请您老过去帮忙。郑天伦闻言，又朝屋里方向看了看，态度坚决道：那谢谢你的好意，我得在家照顾我爱人。阿伯，您先别急着拒绝，我肯定也是知道您的情况的，而且我也赞同您将爱人放在第一。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现在您收入只能维持生活，要是一直这样，说句不好听的，万一哪一天伯母或者您突然有个头疼脑热或者更大的毛病得去医院，您能掏出钱来吗？郑天伦听到刘大金这话，当即就不乐意了，面上已经露出愠怒神色。你什么意思？就我家老婆子呢？阿伯，
我肯定不是那个意思，当然是希望您和伯母平安。只是这真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真的有什么突发情况，您到时候拿不出钱来，情况不是更糟？这个问题我也有在考虑，只是我上班了，老伴儿谁来照顾？我在荣城熟人多，您要是愿意，我可以帮你找个靠谱专业的护工，帮您照顾伯母。找护工靠谱吗？不靠谱的，我绝对不跟您介绍啊。郑天伦不免又更心动了几分。不过一个护工最少也是30-41个月，这年轻人是打算给我开多少？以前我给一家厂子做师傅，一个月也有75呢。那你这边一个月能给我多少工资？150一个月，包吃2餐。郑天伦听到这高的离谱的工资，老眼微微发亮起来。与此同时，魔都这边，我跟周老太签完房租交易合同，就去了当地房管局。这边办事效率非常快，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就完成了房产移交手续。这套洋楼也算是被我给拿到了手。洋楼的事情解决，我倒也没急着回荣城，打算去了附近的电器用品店买一台相机，再去一趟魔都雕刻艺术场拍些照片带回去，到时候跟师傅们沟通起来，可要方便许多。先生，这几款就是我们店里比较畅销的相机，你有没有合适喜欢的呢？就这一台吧。先生，这台价格比较高，一台得500块，在这个年代可是一笔不小的钱。毕竟他在这里上班，一个月工资最多也只有60块，500块他都得不吃不喝9个月才能存到。他根本不相信我一个外地人能买得起。确实是有点贵，不过我就比较喜欢这台，你给我包起来吧。好的，我这就给您包。本来还以为志大哥买不起，没想到人根本不差钱，真是人不可貌相呀。拿上相机的第一时间，我就去了雕刻厂。来到时，我注意到了接待前台一叠厚厚的纸张，上面展销会几个大字十分醒目。我掏出一捆大团结，自然的送到一旁的大姐跟前。姐，魔都是要举办展销会了吗？展销会，顾名思义，就是商家为了展示产品和技术，扩展渠道，促进销售，传播品牌而进行的一种宣传活动。有商人也有消费者，有农产品也有工业品，都可以参加。要是我能在半个月之内做出一个香樟木雕花箱子来，要是能拿到展销会来参展，只要质量耐打，不愁没生意。是啊，再过10天我们雕刻厂就要联合其他几家大厂举办展销会，我们也会给过来展厅以公司名字参观的公司发出邀请函，邀请对方过来参加。如果到时候老板您有时间的话，欢迎过来参加。没问题，到时候一定来。本来他们只发给以公司名义过来参展的客户，我这种个人名义过来的是没有的，但无奈我给的实在太多了。而这几天，秦俊生也趁着礼拜6和礼拜天外接1天的假，匆匆跟李梅领证结婚。秦家大办了酒席，该有的3转1响和彩礼一样也没少，8台大轿把李梅娶进门。李梅一家除了李梅之外，倒是差点乐坏，也终于正眼瞧自己女儿了。重生之后，我创立的木雕厂，再请来闻名后世的老艺术家做镇下，第一件作品就在圈内爆火。10来天的时间，刘大金已经将厂子里的事情接手处理完毕，老师傅郑天伦也成功被他招揽下来。我将需要制作的木雕花箱子照片给郑天伦过目，他在看到这木雕箱时，当即就看入了迷，拿着照片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陈老板，这箱子我可以雕刻，不过花纹方面，我想融入一些其他元素的来。身为一名老木匠，我可不想去复制别人的劳动成果。我也明白你的意思，就是需要工艺能跟这木雕箱不相上下的作品去魔都参加展销会。成，这距离展销会也就半个月，除去路程只有10天，时间很紧迫。要是真让郑老爷子自由发挥，到时候雕刻出来的东西没有预期的那么好怎么办？而且魔都这一款肯定比较流行受欢迎，魔都雕刻厂也没明文规定不可以仿制，陈旭怎么就同意了老爷子这个要求呢？刘大金越想越觉得不妥，赶紧将我拉到一边。你真让老爷子慢慢构图研究新款式木雕箱子啊？让老爷子先试试吧，说不定他雕刻出来的木雕箱能比魔都艺术厂的还要好呢。这不太可能吧？虽然郑老爷子在荣城名头不小，但荣城终究只是小城市，魔都雕刻厂里那些大师的作品哪那么容易超越？不过这雕刻刘大金还真没什么发言权，毕竟他不懂木雕。见我一副把握十足的模样，也只好妥协。算了，我不懂木雕，这事儿还得以你为主。你就放心吧，肯定不会让你失望。与此同时，另一边，我在魔都买房以及在荣城跟人合同木雕厂的消息，也以恐怖的速度传到了京都陆美云的耳朵里。什么？陈旭在魔都买了洋楼，而且还跟人合伙接手了一家家具厂。时间飞逝，8天的时间眨眼就过，几乎也在厂子里泡了8天的郑天伦，在经过数道工序，终于完成了他在加入核心雕刻厂的第一个作品。不愧是郑老的手艺，即便是从成品也能看出来稳准狠的刀工，力道把握的精确完美，蜡和油漆也加工的非常完美，摸起来有丝绸般顺溜的手感，实在是妙。郑老爷子这木雕箱，无论是雕刻工艺还是寓意层次，相比于魔都那套木雕箱还要让人惊艳，谬赞了。不过没想到陈老板你这么年轻，对木雕这块儿了解这么通透。身为一个老木匠，能遇到像是陈老板这样懂得欣赏木雕、喜欢木雕，并且认可我作品的伯乐，可不多见。也是我运气好，能碰到郑老您这么优秀的老师傅，以后厂子里可得多仰仗您这一身的本领了。你们不嫌弃我这个老头子就成。刘大金虽然不懂木雕，
倒也彻彻底底被老爷子这个木雕箱给折服。但愿有了郑老师傅这套木雕箱，今年的展销会我们肯定能拉到单子。有了参展样品，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上刘大金和箱子出发去魔都。虽然李梅如愿嫁进秦俊生这个万元户家庭里，但也没能避免做饭洗衣服。现在全家的衣食住行几乎都落到了他头上。今天他还得多掏点钱买一只猪腿回去炖给公婆吃，也顺便帮他妈问问公婆，安排他哥和嫂子去肉联厂工作的事情。爸，肉联厂那边有没有空缺的职位？我哥跟嫂子人挺勤快的，能不能帮忙安排下呀？对秦父这个食品厂副厂长来说，安排2个岗位也就是动动手指的事情。他刚想回应，不过在察觉到一旁杀来的目光时，动作一顿。李梅，我们秦家能娶你进门，已经是你的福气了。你别真以为你一人得道，你们李家就能鸡犬升天。我们秦家更不是搞慈善的，没义务管你一家子穷鬼的烂事。秦母本来就不是个吃素的，这会儿面对李梅这种靠手段进他家门的农村儿媳妇，更是万分嫌弃厌恶。更别提他一窝子穷亲戚。你看不上我们家这种穷亲家，那也是你没好好教育好你儿子，让我有空子钻，都是你自找的。李梅话落，瞪了瞪对面若无其事低头吃饭的秦俊生一眼，咽下这些天以来到现在的所有委屈，直接起身离开回屋。下贱东西，勾引我儿子嫁我们秦家来，还觉得光荣，真是一窝子烂人。秦母的嘴一直不依不饶，饶是李梅离开都7、8分钟，还骂个不停。秦俊生本来不想参与，但听到秦母嘴里越骂越难听，心头终究还是不忍。妈，够了，哪有像你这样骂自己儿媳妇的？就算李梅再过分，也是我媳妇儿。你还给这狐狸精说话，我看你就是着了他的道。没听见这贱人刚才怎么说你的吗？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没用的儿子？你就当我着了他的道，以后不许骂他，不然别想我回这个家。说罢就放下碗筷，起身离开。来到门外，想着刚才李梅那委屈的模样，想去安慰下她，但一想到这女人当初就是在她面前这样装可怜玩弄她，刚才又赤条条羞辱她，终究还是忍住那股子冲动，大步离开出了院子。早就进了房间的李梅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再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见门外仍旧没有动静，一股子失落感涌上心头来。秦俊生，你这个王八蛋，以前都会哄我心疼我，现在是不是就算我死了，他都不会关注我一下？唉，我真是愚蠢，我现在是真有些后悔了，后悔嫁进秦家来，后悔逼秦俊生跟自己结婚。与此同时，魔都，我和大金来到展销会现场的时候，这边已经非常热闹，而我这核心雕刻是这众多木雕艺术公司里最名不见经传的一家。这时，一个男人正从我们的展区前路过，当看到核心雕刻的展示牌时，驻足多看了我2眼。今年的展销会怎么回事？什么不三不四的小作坊也给拉来了？狗眼看人低。男人刚刚走远，就注意到了一群身着光鲜的男女朝这边走来，而其中为首、最为富态的男人，就是京都那边过来参展的一位家具厂大佬。男人将这位大佬认出来，脸上当即露出笑容来，赶紧迎了上去。李总，你好，你好，我是龙源木雕的销售经理王贺，2年不见，您怎么好像都没什么变化，而且还年轻了许多呢？这会儿，我跟刘大金也将木雕箱摆放到了展览区台面上。这木雕箱子刚一摆出来，精致的外观和栩栩如的雕刻工艺，当即就将周围不少人的视线都吸引了过去。你们核心木雕是魔都新开的公司吗？这制作手艺应该是木雕界数1数2的师傅吧？可不是，就拿这个镂通雕和修漆贴金这些工艺来看，不是顶级的老师傅可做不出这么精妙的成品来。我们厂子确实是新开的，但是不在魔都，在荣城。这雕刻师傅虽然现在名气不大，但也是我们费了不少功夫请来的，手艺没得说。刘大金在一旁笑得像个200斤的胖子，看着周围许多人目光落在这边，并且不断靠近过来，说不得的激动和兴奋。这一波波来的哪里是人，是生意啊！这会儿，那个富态男人也被这套木雕箱吸引了注意，见人群都往那边涌去，当即简单的跟迎上来跟他招呼的王贺回应一句，就迫不及待的跟着人群朝那边的展区走去。这小作坊是弄出什么哗众取宠的东西来了吧？这木雕箱造型精美，构图饱满，雕刻手艺绝妙，看着就让人赏心悦目。敢问这是出于哪位大师的手笔？能得到您的喜欢，我们公司很荣幸。我们这位木雕箱的雕刻师傅名字叫郑天伦，现在并不是很出名，但我相信在今天以后有了您的赞同，他老人家的名头应该会在雕刻界响亮起来。看得出来，这应该是个人物。听口音，还是京都那边过来的人，带着这么多人来木雕区这边，肯定也是奔着木雕来的。可不能这么说，能有幸见到老师傅这精湛的手艺，是我的幸运。这位同志，你叫什么？是贵公司的老板。鄙人不才，正是我们这核心木雕的股东之一。很高兴认识你们，陈老板，我是帝都百盛家具公司的采购经理李启年。李启年也很直接，跟我简单的招呼过后，就立即说明了订购意向，询问起价格。能得到李总的欣赏，是我们公司的荣幸。这个木雕箱的价格，我们是定在298一套。什么？298一套？这价格偏高了吧？虽然你这箱子确实不错，但一个小厂子雕刻出来的木雕箱，这个价格不合适。王贺这话一出，不少跟他一样的红眼病也纷纷点头。
确实贵了点，魔都艺术雕刻的好像也才288，也是多年的老厂，实力经得起考究。就是嘛，新开的厂子，价格怎么有底气开这么高？各位，我们过来参展的目的可不是为了跟同行攀比价格，大家也看得出来，我这木雕箱的手艺繁琐复杂，师傅和工人都需要耗损很多的精力才能制作出这么精美的成品。这个价格不是跟同行攀比，而是对匠人师傅们的汗水和精力的认可，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并不贵。此话一出，现场顿时陷入短暂的寂静。这时，一旁一直默不作声的魔都艺术雕刻的负责人也赞同的点头出声。陈老板这话说的确实没错，我们木雕箱的价格不是跟同行攀比，而是对老师傅们手艺的认同和赞可。特别是陈老板这木雕箱的雕刻工艺确实比较繁琐，需要更多的精力，价格高一些也是常理。的确如此，这位师傅的手艺值这个价，那就298一套。等展销会结束，我们再来详细谈谈合作细节怎么样？现在木雕厂不大，慎重起见，博胜并没有一次性给我们太大的单子，而是先订购了30套木雕箱，看看后续的质量能不能达标合格。合格的话就来大单。忙活完这些，也接下了单子。我跟刘大金第二天一大早就赶紧搭上往返荣城的火车。这30套木雕箱得在2个月以内交货，时间非常紧迫。与此同时，荣城建设路一处1000多平的厂房正在马不停蹄地进行装修。陈影帝站在厂区门口，指挥着工人们安装。回想起这些天经历的一切，简直就像是在做梦。陈旭这蠢货不会做事，好像是惹到了帝都什么人。对方1个礼拜前就主动找上门来，将陈旭要在荣城发展木雕厂子的事情跟我说了，还主动要跟我合作开木雕厂。对方在帝都那边似乎背景不小，还认识什么博胜家具的老总，人际关系很广，只让我这边只负责出一半的资金和管理厂子，订单和雕刻师傅这方面根本不用我愁。陈影帝一想着日后自己这家具厂生意红火蒸蒸日上的画面，再想想到时候生意惨淡死气沉沉的核心木雕，心头就说不得的痛快。这陈旭到底是得罪了什么大人物？对方明显就是要利用木雕厂精确打压他，不让他在这荣城发展起来。还好当初陈旭做生意不愿意带我，不然现在被这位大人物对付的可不就只有陈旭还有我这个陈旭堂姐了。重生之后我创业开工厂，不料下一秒就被我那3堂姐背刺，直接让我的生意石沉大海。二位，你们这批箱子确实很不错，不过介于种种原因，我们公司已经有另外一家更为合适靠谱的长期合作对象，所以只能遗憾地跟你们说一声抱歉了。李启年说到这儿，自己都有些不大好意思起来。当初和陈旭承诺过，只要这30套质量跟得上，就可以长期合作，但我也是没想到上头会突然插手我采购经理的事情，直接内定跟一家实时星木雕厂合作。什么？百胜已经有更合适的合作对象了？李总，是我们除了产品之外，什么地方做的不够周到吗？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不是你们的问题，只是我人微言轻，终究是个打工的，有些事情不是我说了算。这一次真的只能算你们比较不走运，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我一直在荣城正儿八经的做生意，怎么又得罪人了？这也不得不让我回想起当初瓜子铺办营业执照时候的事情来。交完货，结完货款，我就和刘大金一同离开，踏上往返荣城的行程。陈旭到底是得罪了谁？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针对他？以前我就以为是荣城本地人在针对陈旭，没想到对方已经能伸手到帝都百胜来，说明后台肯定比我大，不要太多。既然不能跟百胜合作，我就重新找一个合作对象。现在我们手上的资源，除了百胜，就是魔都艺术雕刻厂。想到这，我脑海里想起艺术展上除了木雕箱之外，另外一款加工比较简单，同样供不应求的产品，出口岛国那边的神龛。工艺简单，基本都不怎么用郑老亲自上手，利润也高得离谱。出口给岛国人的东西也可以卖贵一些，多赚岛国人的钱也不会良心不安。说到跟魔都艺术雕刻合作，我当即就想起刘大金那位回荣城办事的二叔来。虽然他的职位不是很高，但也是个管理层人员，在厂子里应该挺有发言权。想到这里，我就跟刘大金说了这事。刘大金这会儿正愁那些木头没地方销呢，听到这办法，虽然不知道行不行，但也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先答应下来。回到荣城后，陈倩楠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情。对了，陈旭，你不在这几天，陈影帝有过来问什么你木材在哪里买的，不知道他在鼓捣什么，你可要注意着他点儿。刚在木雕厂子栽了一个跟头的我，听到陈倩楠这话，顿时心生警惕。他来问木材了？是啊，问什么买木材的价格还有货源，这我跟二姐夫哪里会知道，应该就你跟大懒汉知道吧。我听到这，隐隐反应过来些什么，但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就算陈影帝老公吃公家饭，但关系实力连刘大金都不如，怎么可能把手伸到帝都那边去？既然都过来打听木材购买渠道了，要么就是陈影帝去了抢走我订单的工厂上班，要么就是找了个了不得的靠山，成立了工厂，抢走我的生意。想到这，当即心头一沉。如果真是这堂姐故意跟我作对，到时候可别怪我不客气了。陈倩楠刚跟我说了几句，刘大金就赶回来了。
他没多逗留，当即就起身去招呼客人。大金，以后如果有人跟你打听我们木材货源，你就这么跟人说。啊，你不是说那一家木头里有很多虫眼不能用吗？怎么？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打听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抢走我们订单的那一家，搞他一手。既然抢我们生意的厂子在荣城，似乎又不知道我们的货源，在背地里打听，我们怎么可能坦诚交代让他再赚一笔？记得，无论是谁，即便是你或者我亲戚、亲哥、亲姐，无论是含沙射影还是直白的问，你都得这么回答，别因为是自己人就放松警惕。有时候你把别人当自己人，别人未必如此。别说亲哥亲姐，就算是亲爹，坑了我也得给他坑回去。跟刘大金交代几句，我看时间不早，就招呼一声，出门买些菜，顺便去学校接媳妇。当刘大金也要离开时，他刚站起身来，一记眼刀子直接就朝他这边杀了过来。见陈倩楠将视线从他身上转移到桌子上的碗筷上，顿时反应过来，我正准备去洗碗呢，看啥看？说罢就从新的将桌上的碗筷收拾一番，端着去了厨房。陈倩楠看刘大金端碗离开，脸上的神色才缓和下来。其实我就是想让他帮忙收碗而已，既然这懒汉乐意自己洗，那就洗吧。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像是抓准了我不在店里，准时来到了瓜子铺门口。陈影帝，你咋又来了？陈影帝几乎都没搭理他，直接抬脚进了店里。看到正在厨房洗碗的刘大金，脸上露出热情又夸张的表情。哎呀呀，陈倩楠你怎么回事？怎么可以让客人自己洗碗啊？我来。姐，你来了，没事的，洗个碗而已，我可以自己来。不得不说，陈旭这三姐跟四姐简直天差地别，一个热情好客，一个跟个母老虎似的。哎呀，怎么说你也是客人，倩楠是真不懂事，我来洗就行。那真是不好意思了。哎呀，客气啥？你跟陈旭玩这么好，也算是我半个堂弟。陈影帝说到这，像是想起什么来。对了，陈旭呢？怎么每次来都不见他啊？他去买菜接青雨放学了，应该等会儿就回来。哎呀，本来开一个瓜子铺就够他忙的了，现在听倩楠他们说又开一个雕刻厂，每天都不在家，媳妇儿大着肚子都照顾不到，这臭小子真是的。陈影帝说得很自然，俨然一副操心大姐姐的模样。刘大金本来就对热心的陈影帝没什么防备心，听到他这话，忙帮我解释，这不是木雕厂刚刚开始吗？会比较忙一些，等稳定下来，就有时间多照顾弟妹了。不得不说，陈旭这三姐是真的关心陈旭，挺不错。话是这么说，但是有些事情是不是办得太复杂了？就比如买什么木材，这荣城这边不是很多木头，怎么你们还跋山涉水跑去江城那边买？姐，这不一样啊，不是什么木头都可以用的。比如我们之前生产的那一款箱子，得江城那边的香樟木才可以，荣城这边没这种木头。见自己终于套出话来，陈影帝继续追问，竟然这么讲究，江城哪个地方这么神奇？长的木头还是香的？就是江城一个镇子上。什么镇？刘大金心头那股古怪感觉越发强烈，忽然觉得这对方真不对劲。我怎么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就是当初陈旭让我猜木雕箱价格，再让我心动加入木雕厂子，那种下套的感觉。陈旭那是有钱挣，想让我看到办木雕厂子的好处，拉我合伙。这三堂姐就只是想套我话一样。今天陈旭也跟我叮嘱过，就算是亲哥亲姐过来，都不能真的跟对方说货源。何况陈旭这三堂姐，三姐你问这干啥？那地方很偏，也没啥好玩的。哎呀，就是好奇嘛。而且我过阵子也要去江城一趟，跟你问问，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去见见世面，看看什么地方长的木头还是香的。你就跟姐说说嘛，又不会掉一块肉。肉倒是不会少，只是那边卖东西什么的都比较坑人，我就是怕姐你过去被坑。这你大可不必操心，这世道还没人能坑到我。姐，你真想知道啊？你说说看是什么镇？如果距离我要去的地方近，我就去看看；不近的话就算了。就在跳马镇那边。姐，你想去看的话，我给你推荐一家专门种植这个木头的人家，刘长在。他家香樟木才7毛钱一寸不说，质量顶顶好，人也非常热情。虽然不确定，但宁可错杀也不放过。特别是陈旭特意叮嘱过，我肯定得按照陈旭说的来。陈影帝终于套出话来，心头大喜，却面露遗憾地说：哎呀，跳马镇啊，我都没听过，估计距离我要过去的地方太远，去不了哦。他哪还有心思帮刘大金洗碗，当即随便找了个理由。哎呀，我还有点急事要去处理，来不及了，大金，我得先走了。说罢，不等刘大金回应，就赶紧大步出门离开。陈旭这三堂姐，不会是抢走陈旭订单那个木雕厂子里的人吧？不会吧？买完菜，刚要接叶青雨回家，然而刚出门就碰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陈老板啊，你这是？我婆婆昨天说想吃瓜子，我过来买一些。还有就是什么事？是这样的，我想问问你这里还招不招人？我想回来上班。他最近打听不少工作，待遇完全没法跟肉联厂和千里香瓜子铺这边相比。他不想再过给秦家人洗衣服做饭的日子，他要自己挣钱，要秦家人对他刮目相看。可以，不过我瓜子铺目前不需要人。那哪里招人？我最近跟人合伙接手了一家木雕工厂，正好里面缺一个销售，你有意向吗？李梅能力很强，让他卖瓜子可有些屈才。他要是真心想来我这工作，不妨培养培养。
让他在木雕厂子里帮我跑跑业务。我可以，谢谢老板。可不要高兴太早，我这里也是要试用期的，看看你能不能胜任。别的工作我不敢说，销售我绝对有信心。行，那就这么说定了。晚上，当秦俊生知道李梅要去我那里上班，一股难以遏制的情绪涌上心头。去陈旭那里工作，是嫌我陈家这万元户满足不了你，还惦记去陈旭那里勾搭他，给他做情人是吗？他这话一出，下一秒只听啪的一声，一只不大的手狠狠在他脸上甩了一个耳光，瞬间泛起一片红印来。对，我就是，你要是受不了，就跟我离婚，我才不要跟你这种混蛋王八蛋继续在一起。离就离。李梅本来说的就是气话，这会儿见秦俊生真答应下来，难以形容的情绪在心头瞬间蔓延开，眼眶里的泪终究没能忍住，滚滚滑落下来。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你们要离婚是吧？我举双手赞成。两人争吵的动静不小，早就将秦父秦母吸引到房门外。这会儿听到两人说要离婚，秦母是说不得的高兴。秦俊生没想到周秀兰会忽然冲进来，听到他的声音，下意识转头看去。周秀兰刚才在门外就有听到响亮的耳光声，本来以为是自己儿子打李梅，这会儿看到儿子脸上那鲜红的拇指印，反应过来，顿时炸毛。你这个贱人，凭什么打我儿子？周秀兰怒斥一声，直接上手，将根本没心理准备的推倒，欺身上去就开打。你这个贱人，耍手段威胁我儿子嫁给他就算了，还动手，你他妈配吗？你儿子就是犯贱，你们全家都犯贱。秦俊生和秦父没想到两人会厮打起来，慢了半拍才反应过来，第一时间上去将人拉开。你这是干啥呢？年轻人的事情你插什么？李梅先是被秦俊生刺激，这会儿又被周秀兰辱骂动手，心里已经彻底崩溃。姓秦的，赶紧去跟老娘离婚！你这秦家，老娘不稀罕待。哎呀，要离就赶紧离了，天天吵天天闹都是个什么事儿？秦俊生见李梅疯了似的要跟他离婚，傲气使然，也不再强求，咬了咬牙，好，我成全你。重生回到80年代，我花16000创业开工厂，直接做跨国生意，接10几万的单子。哎呀呀，你们真是就是吃一顿饭，这太破费了。叔，可不能这么说，没有您，我跟大金可不能进魔都艺术展展厅，也不会有机会在展销会上拿到博胜的订单。特别是您又百忙之中抽空过来跟我吃一顿饭，我准备这些可算不上什么，就是怕您有不合心意的。哪会不满意啊？就拿你这茅台来说，几百块一瓶，我还是第一次喝呢。酒过3巡，刘三顺的话也多了起来，一行几人聊起了一些琐事，我也自然的将话题往挣钱方面引。还是你们年轻人行啊，胆子大敢自己干，不像我，没什么大本事，只能在魔都厂子里做小领导，拿死工资。叔，话可不能这么说，魔都雕刻厂我们想进还进不去呢，您能做到管理层，实在让人佩服。再说，就算是在厂子里上班，也不代表您不能挣大钱啊。哎，啥意思？正好我们厂子里有个项目需要叔您手里的资源，如果叔您愿意帮忙，以后您既能在厂子里抱住铁饭碗，又能挣大钱。刘三顺听到我这话，顿时就来了兴趣。什么项目啊？能抱住稳稳的饭碗，还能挣大钱的事儿，谁能不感兴趣呢？是这样的，我们厂子里除了做木雕箱，还能做出口岛国那边的神龛。你们厂子不是供不应求，生产不上来吗？我们核心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来货来，帮忙供货。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帮忙牵线，这我能怎么挣钱呢？虽然是我大侄子合伙办的厂子，但是想白嫖我没门。叔，我就不跟您绕圈子了，这个神龛我们这边单价310一个，给魔都雕刻厂，质量保证一模一样，只要您搭上这条线，每个箱子我给您返3块钱抽成。这神龛的价格我也了解过，在岛国那边可是350一个的天价，成本也就比木雕箱高10块不到。我310一个卖给魔都雕刻厂，能挣大头，对方一个也能轻轻松松挣40块差价。一个神龛用金3块，1万套就是3万块，光是这神龛的用金，随随便便接一单也能成万元户，这不比那些大街上摆摊做生意强？你这小子还挺有办法的。可不是吗？二叔，合作上了，以后您还羡慕什么个体户？您这样的人才是人生赢家，特别是又能在魔都拿着铁饭碗，也能轻轻松松年入几万甚至10几万，还稳赚不赔。哎呀，那就先祝贺三顺叔您了。这合作是没问题，但是你们厂子真能生产出合格的神龛吗？那小日子真的是要求近乎变态啊！这完全不是问题呢，二叔，您不是还有几天才回去吗？我等会儿就去跟我厂子里的师傅交代，让他们抓紧把神龛做出来，让您带上样品去魔都，满意再合作。那就这么说定了，合作愉快啊，二叔。愉快愉快，我们家大金运气是真不错，遇到你这么个脑袋瓜聪明的合伙人。一场饭局下来，话题几乎都是我在主导，刘大金跟李梅没插上什么话，不过我也不是让两人过来帮忙的，特别是李梅，就是带过来锻炼锻炼，早点培养起来，等叶青雨生了，这厂子里的事情才能放心交给两人。回家后，我想起了刘大金这2天跟我说过的陈影帝的事情，大概算了算，现在已经是第3天，如果陈影帝真去了江城，
今天上午就应该已经到了吧？陈影帝不仅到了，还在半天之内完成了交易，付了4500块钱货款，买了满满一货车的香樟木。一想到陈旭厂子里现在堆着几千块的香樟木没订单，我现在心头就一阵痛快。估计再过不久，陈旭那核心木雕也该倒了吧。陈影帝这边前脚刚走，一家木料厂里钱袋装的鼓鼓囊囊的男人就笑得咧开了嘴。我还以为荣城那边的人都跟那个大个子一样精了，能看出来我们这木头里都是虫眼，没想到这婆娘这么蠢，随便验1-2根，我们准备好的货就给钱走人了。他当然没心思验货了，听说过来之前就有人跟他狠狠夸奖了我们这木材厂一番呢。所以这女人跟那大个子有仇，大个子知道我们木材都是虫，还极力推荐给他。肯定是啊，毕竟这几年只有一个荣城过来的客户，就是前阵子那个人精大个子和他的大姨丫朋友。之前还疑惑怎么这荣城来的女人到镇子上怎么就指明要我家的香樟木呢？感情是跟大个子有仇啊。两人想到这里一阵后怕，还好当初这大个子说我们木材有虫，我们没去得罪，不然指不定也得栽一个跟头。经过接连几天的忙碌和赶工，一尊精美的佛龛生产了出来。相比于做木雕箱，这佛龛的速度简直不要太快。事事追求完美的郑老甚至在原来佛龛不足的细节上进行了一些改善。下午在佛龛出来的第一时间，我就带上刘三顺一同来了木雕厂子里。顺叔，这就是郑老指点我们车间工人生产出来的佛龛，您看看。这好的，怎么就给改动了呢？要是不改动，我带回去，小日子那边肯定100%对这佛龛满意。但是现在擅自做了改动，这让我顿时没底了。特别是小日子，经常在一些小细节里吹毛求疵。这佛龛进行了这么大的改动，天知道他们会不会觉得不满意。这会儿整天跟着郑老在一起的李梅见刘三顺对这改动颇为不满，主动跟人介绍说道：顺叔，是这样的，我们郑老是考虑到原来的佛龛没有充分展现出香樟木本身的色调，纹理的特长，显得沉闷。现在在这格铃上进行了款式特别的花叶透雕，充分展示香樟木的特点，同时又形成独有的审美意趣。我能100%跟您保证，这款佛龛客户那边一定会满意。毕竟同样的价格，款式却更加秀美沉静，谁能拒绝得了这么好的事情呢？在场的人听到李梅这一番话，皆是微微一愣。这李梅刚进厂子的时候，对木雕的了解程度跟我相差无几，现在竟然就能说的一套一套的了。陈旭这到底是什么火眼金睛？不只会看项目，更会看人。刘三顺紧皱起来的眉头也逐渐舒展开来，短暂思索片刻，抬手指向李梅：妹子，要不你跟我去魔都，到时候就像今天这么跟那边的人推销一下。这姑娘不仅长得好看，说话好听，说起来还一套一套的，带她过去我更有底。老板，我可以去吗？怎么不可以？你可是我们核心的销售，必须去。错，是金牌销售，人漂亮，说话又好听，专业技能也过硬。老板，顺叔，你们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刘大金对这大妹子是发自内心的欣赏，在李梅离开前，忍不住笑着多夸赞了几句。李梅连连得到2个老板的夸奖，笑的是前所未有的灿烂和开心。而这和谐的一幕，也尽数落在对面不远处路边秦俊生眼底。见着李梅跟刘大金有说有笑的模样，钢牙紧咬，不自觉攥紧拳头。眼尖的我也早早注意到了他。1个月没见，秦俊生大变样了。按道理来说，这小子摆脱李梅，不是应该很开心吗？怎么看起来完全没有以往的傲气和精气神了？李梅跟刘大金交谈几句，见我似乎一直盯着某个方向，顺着我的目光看去，也一眼就看到了马路对面的男人。但李梅当作没看见人，笑着跟我俩招呼一声，就匆匆走开。陈旭，小玉儿说今天晚饭有你姐烧的红烧鱼是吗？你这人真是，在我姐面前就不跟人好好说一句话，又惦记人家做的红烧鱼做什么？哎呀，瞧瞧你这胳膊肘往里拐的太过分了啊！你也不看你姐每次看到我那呲人的表情，是个男人也没法好好跟她说话啊。你也知道她是我姐，我不往她那拐，还帮着你欺负人吗？哎，你这虎女人，你都欺负不了，我能怎么欺负？她欺负我还差不多。与此同时，帝都陆美云看着昨天下午电报里的内容，简直开心的睡不着。石石星木材厂那边已经将木材购买到厂子里，今天应该都已经开始生产了。虽然说我背后支持陈旭那个堂姐开木雕厂，目的是打压他，但现在不仅打压了陈旭不说，还可以额外挣3万来块的钱。也是百盛产业负责人跟她老公叶远山有些交情，她也就是给人送了些礼，说了2句话，背着叶远山就把这件事儿给办妥了。现在陈旭这核心木雕厂子总算是搞黄了，电报里说厂子工人们每天到厂门口的时候都没精打采，明显就要开不下去。在魔都展销会上大放异彩又怎么样？只要我陆美云动动手指头，就能叫这臭小子翻不起来身。今天晚上对于陈影帝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昨天刚回到荣城，今天一早他就安排厂里工人开工制作木雕箱，一整车4000多块的香樟木全部切开，只有10根正常
其他的全部都是重演，根本没法加工。陈旭这个杀千刀的，老娘这就去劈了他。原本一片大好的前景，就因为我和刘大金的算计，叫他跟胡月华一辈子的积蓄全部打了水漂。他现在只想去跟我拼命。你提着去干嘛？去陈旭店里闹事，好叫他有理由送你进去蹲大牢吗？真是个蠢货！当初我怎么会同意陈隐帝做什么生意？还在帝都那边递来橄榄枝，就跟着上了船，掏空家底开了这时实兴木雕厂子。现在好了，被陈旭反手一算计，帝都那边的人得罪了不说，看现在这情况，恐怕还要赔得倾家荡产。这陈隐帝要是再去一闹，被陈旭送进去不说，我的仕途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当初我怎么就瞎了眼，娶这么一个蠢货进门？如果真去闹别人，我不知道，陈旭那没良心的绝对二话不说送我进去。所以这一次这哑巴亏，我也得像陈旭被我们时兴抢了单子一样，打碎牙往肚子里咽。短暂的寂静过后，还是行事作风较为老道沉稳的胡月华先开了口。现在要挽救时兴，看来只有这个办法了。什么办法？和兴那边订单被我们抢走，不是堆积了一批香樟木木材吗？他们没单子做的亏钱，倒不如我们退一步，让人提高一些价格，去把那些香樟木买回来，先做一批木雕箱给帝都那边，结一些货款回来，继续跟他们买，完成这一次订单。这是现在胡月华能想到最两全其美的办法。反正陈旭那些香樟木也没单子可以做，我让人去买，能给他们挽回几千块的损失，对方肯定能二话不说答应下来。果然第二天一大早，一个穿着得体的中年男人进到店子里来，人看起来十分温和，简单做了一个自我介绍，说是隔壁城市里的一家木雕厂子老板。上集说到，三堂姐被我反坑买了坏木材，5000块直接打水漂，没想到贼心不死的他，又派人来打算骗我的好木材。李老板，你们是距离我们荣城可有些距离，您还千里迢迢特意过来拜访，让我们实在是受宠若惊啊！哪里，和兴木雕可是今年魔都展销会上的热门品牌，特别是那款香樟木雕箱，听说连魔都艺术雕刻厂子里的那款都给比下去了。我这趟过来，除了找陈老板你们有些事情，也想一睹郑天伦老艺术家手下这款木雕箱。那李老板过来是什么事呢？这同行老板主动上门，说不定是有什么合作项目呢。虽然不知道佛龛的单子成了没，但厂子里多来些生意，我肯定是非常乐意的。是这样的，我们厂子里呢有一款产品也是得用到香樟木，原来供应的厂家今年收成不好，供应不上来，导致我们货也可能延期。他说到这，故作叹息，而后又看向我俩，试探的询问出声。陈老板、刘老板，你们和兴那款木雕箱不是也用的香樟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靠谱的货源可以推荐一下？又或者说，你们有没有多的香樟木，我可以高价买过来应急？这阵子刘大金正愁木雕箱订单取消，那些香樟木可能销不出去。这会儿这有模有样的木雕厂子老板过来询问，顿时就有些动心。反倒是被毒打过一世的我，本能的警惕心多琢磨起男人的话来。没木材，想在我这里高价购买香樟木，虽然他身上我看不出什么破绽，但现在缺香樟木的，在这荣城里可还有我那堂姐的石心呢。想到这儿，我警惕心一下就拉了上来，叹息一声，然后故作为难的回复他：实不相瞒，我那木雕厂子里确实有一批香樟木，不过那批木材几乎都是重演，不能用啊，李老板。什么都是重演？刘大金就是稍微单纯一点，但是不傻，见我不按套路出牌，疑惑片刻，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赶紧跟我打配合。是啊，不过老板，我们那些香樟木重演也不是特别厉害，一根木头起码也能勉勉强强切出巴掌这么大的面积出来。您这么急需木材，我们也不收您多的钱了，所有木头一起打包，1块钱1寸卖给您。我侄子胡月华那重演香樟木都才7毛钱1寸，这和兴不也是去江城拉来的？同样的重演香樟木，肯定进价也是7毛。这会儿竟然想把我当冤大头，1块钱1寸卖重演木头给我，做梦吧！知道我手里的也是重演香樟木，男人就没心思再跟我们多装。重演木头还1块钱1寸，你们怎么不去抢？说罢就瞪我俩一眼，怒气冲冲转身离开。就算那香樟木烂在厂子里亏钱，也不拿去救济阴险小人。几千块钱虽然肉疼，可大金爷还是亏得起的。烂不烂在厂子里那还不一定呢。对，烂不烂还不一定。人走后，我第一时间看起电报里的内容来。财神金梅表现很好，客满意，订单已拿下。成了，我们成了。陈旭，你可太厉害了，找了这么厉害的师傅，还有销售。看完电报没有耽搁，商量几句就准备去核心木雕厂通知工人们开工。不过还没走出店门，就迎面跟一个熟人碰上。你来我店里有事？今天礼拜5，现在可是上课时间，你总不可能翘课过来我这里买瓜子吧？陈旭，李梅呢？李梅去哪儿了？他去魔都出差了。看样子这小子应该是不知道李梅去魔都了，现在发现人没了，到处找人呢。不过这小子不是嫌弃李梅的很吗？现在都离婚了，这又是闹啥？
你让她去魔都，她一个女生，你不知道外面多危险吗？外面人贩子猖獗，李梅这个年纪还长得漂亮，就是人贩子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你是故意的吧？将她往虎口里送。刘大金还是第一次见秦俊生，见对方这么紧张，李梅两人之间又隐隐火花带闪电的气氛，让他感觉不妙，当即上前一步，一手拦在两人中间。这位同志，请问你是李梅的亲戚还是？什么亲戚？他是李梅前夫，现在李梅在我厂子里上班，她的人身安全我们和新会负责。你都跟她离婚了，没必要这么关注我们厂子里的员工。就算是离婚了，我们也有过一段婚姻，我有义务关注她的人身安全。明明看上去都要着急疯了，现在嘴巴上还义务关注。李梅这前夫嘴有点硬啊。小伙子，你放心吧，我亲戚也在魔都，亲自带他过去的，应该再过几天就会跟他一起回来，你不用担心。这会有了刘大金夹在中间，气氛倒是瞬间缓和不少。那具体还有多少天？你亲戚真的会送他回来吗？反正你放心，李梅绝对不会有任何危险。秦俊生听刘大金说了一通，确认李梅会安全回来，才放心下来。不早了，走吧。今天冒昧打扰了。客气。石新木雕厂那边，陈影帝从胡月华叔叔口中知道我厂子里的木头竟然也是重眼木这个消息，虽然没能如愿买到木头，但是心里却是说不得的舒心。原来陈旭这人精也会有上当受骗的时候啊。那对方肯定跟我一样，买一车木头只有10多根是好的，其他全是重眼木。所以我去打听的时候，刘大金才故意在我面前把这家厂子的木头一通夸，让我这么精明的人也在这木材上再重一个跟头。陈影帝想到这里又一阵来气，忍不住叫骂：陈旭真不是个人，自己被坑了，还要拉我这个堂姐下水。现在好了，大家都不好过。一旁的胡月华颇为不耐烦地看了自己这婆娘一眼，懒得跟他多说。陈旭那小子可能把二叔给看穿了，或者对方还记恨，就算木头烂在厂子里，也不卖出来给石星翻身的机会。这什么重眼不重眼，也只是打发人的说辞罢了。既然没办法短时间内买到香樟木，你就将我们现在的情况如实跟帝都那位交代吧。至于这次买木材损失的钱，你就跟对方说我们自己贴上，看对方能不能让百盛那边暂时延缓一下交货日期。只要这笔订单能够留下来，帝都那边的人不得罪，我们就还有翻身的机会。陈影帝听到胡月华的话，很快就点头答应下来。除了提订单的事，我也要跟对方狠狠告陈旭一笔。要不是陈旭恶意设计，石星早就已经开工了。接下来的几天，除了刘大金偶尔会去厂子，我基本都没去过问，一门心思放在了千里香瓜子铺分店的事情上。这么一忙活，就是好几天的时间。魔都那边的订单也彻底确认下来，小日子指定要这一款佛龛，先订了1万单。年之内尽快交货。刘三顺也带了魔都雕刻艺术厂的项目负责人过来，亲自到工厂考察，再跟签合同。周经理、顺叔，很荣幸能跟你们一桌吃饭，可惜我现在不能喝酒，就先以茶代酒敬你们一杯。顺叔、周经理，也感谢你们这么千里迢迢奔波过来，我也敬你们一杯，祝我们今后合作愉快。陈老板，合作愉快，走一个。一场饭局足足吃了1个多小时，期间我还抽空亲自将叶青雨送回了学校。下午2点多，酒足饭饱。按道理来说，我本来是得去厂子里走一圈考察考察，不过陈老板把我当朋友，我们也不讲究那么多了。这是1万单佛龛的代加工合作合同，陈老板你过目一下，如果没问题，我们马上签约。那就多谢经理您了。招呼一声，刘大金也迅速来到身旁，我将合同展开，一串让人惊心动魄的数字迅速映入2人眼帘。1万套佛龛，单价每套310块，预付1/10定金，12个月之内分批交货，一共310万块钱。饶是荣城的刘半成刘大金，再看到后面那一串数字，双腿也是克制不住一阵发抖。妈的，1年挣几百万，我当初就算是做梦也不敢这么做啊！相比刘大金，我虽然心里也亢奋激动，面色却淡定如常。仔细的将合同里每个字和条款都检查清楚，确认没有问题，才正式跟周经理确认签合同。与此同时，国营饭店楼下，在国营饭店逗留近2个多小时的男人神色凝重，匆匆走出店门口，大步朝街道电报局方向走去。翌日，帝都，陆美云看到手里电报里的内容，差点没惊得当场晕过去。前几天才收到陈影帝那边传来的信息，说陈旭也买了一堆重眼木头，亏了几千块。没想到陈旭那小子没了百盛的订单，已经死气沉沉，又堆积着重眼木的核心木雕厂，竟然跟魔都雕刻艺术厂合作上了，接的还是海外订单。而这订单的金额，饶是陆美云看到也是胆战心惊。货款310多万，这也太离谱了，一单挣几百万，这臭小子！陆美云拿出手里的信件，只觉得双腿一阵发软。这小子心眼不知道比我多几百个，竟然表面将心思放在瓜子铺上，声东击西，暗地里跟魔都艺术雕刻厂搭上海外的订单。现在合同都签了，就算是想搞他都搞不了。陆美云想到这里，简直气得发抖，又无力改变。本来以为叶青雨嫁了个废物，谁曾想竟然是个这么厉害的人物。那女人的女儿
到底是走了什么运气？陈旭这木雕厂子发展起来了，那我自己掏1万多私房钱去跟陈隐帝合伙开厂的意义在哪里？我好不容易才稳下来的那百剩5、6万的订单，怎么可能跟陈旭那几百万的订单相提并论？还怎么打压他？另一边，相比于陆美云，陈隐帝夫妇对核心木雕签大单的事儿毫不知情。两人已经来到隔壁城市，花了一些功夫，从一家木材厂子里高价购买上一批香樟木。只要这一批货交出去，在博胜那里结一部分货款，就能周转过来，完成这一笔订单。虽然到时候最多只能盈利2万块，还不够我开这厂子贴的钱。不过，即便是2万块，也足够让我狠狠去嘲讽陈旭一波了。怎么说，我这博胜的生意算是稳住了。而陈旭呢，厂子都快倒了吧？等这趟回去，我马上就去陈旭那里去跟他说我们订单稳住的事儿，气死这个没良心的。木雕厂的事情彻底解决，走上正路，我就一头栽进了千里香瓜子铺的扩充分店当中。千里香瓜子铺在荣城已经小有名气，现在红星路这边刚一开张，又有开业优惠活动，一大早就聚集过来不少客人排队购买，热闹的很。一直到他的出现，哎呀，陈旭，你这瓜子铺生意不错呀。重生之后，我开办的工厂接到了300万的海外订单，不料我那瞧不起人的堂姐竟还敢上门嘲讽。你咋来了？我当然是过来支持陈旭你开的分店啊。那我可多谢三姐你了，要多少我亲自给你打。1斤吧。说完，视线在店子扫视一圈，继续道：你这分店生意看起来不错，正好你那木雕厂子干不下去了，可以腾出手来多经营瓜子铺。不像我呀，劳碌命，忙活了好几天摆剩那几百套木雕箱的事儿，可算是把几万块的订单稳下来了。陈隐帝本来以为这话说出来，我脸上的笑容会消失，然而我脸上的笑容不仅没消失，甚至还更加灿烂几分。劳烦三姐你这么忙还挂心我的事儿，不过我厂子里也有不少是忙活，恐怕还真不能完全腾手在瓜子铺这边。啥事儿啊？是不是给你厂子找接手人不干了？那倒不是，只是这几天接了一个海外的大单，接下来得忙活1年呢，我可舍不得把我这红火的生意给人接手。啥？海外订单？陈隐帝呆愣在原地，大脑出现短暂的空白，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刚才说什么？海外订单？怎么可能？你一家新开的木雕厂，国内的订单都难接，怎么可能接到海外订单？还是在几天之内接到的？切！信不信由你，我店里客人多，你的大驾就别在这占着位置了，影响我生意。我本来是不屑跟他多说，到这女人过来嘲讽的目的太明显了，不恶心他一波，他也不会长记性。陈隐帝只感觉整个人都有些发懵，只觉得我就是在骗人，但又转念一想，我没必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骗他。逐客令一下来，他哪还有心思继续在这里待？当即转身准备回去求证。等等，干啥啊？瓜子还没给钱。这话一出，周围一众客人带着鄙夷的目光齐刷刷落到陈隐帝身上来。他站在原地，面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最后只得气冲冲回到瓜子铺面前，将手里的瓜子一把扔到柜台上。老娘不买了。谢谢李姐，正好我也不想卖给你。陈隐帝听着周围不少人忍不住冒出来的嗤笑声，一张脸涨得通红，只能一跺脚，愤愤转身离开。回到家的时候，吴月华已经知道何星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什么？陈旭接了一个海外订单，还1年能挣300多万。一想刚才自己一个6万订单，竟然跑去嘲笑一个几百万订单的愚蠢行为，我只想当场死了得了，这辈子都没这么丢脸过。木雕厂这场风波过后，订单终于归于稳定。我也是个有仇必报的，1个礼拜不到就几乎垄断了所有香樟木的进货渠道，不会手软找靠山一起针对我的陈隐帝，将木雕厂子的事情处理完毕，又一心投入到了千里香瓜子铺上。红星路瓜子铺开业第3天，万年街道瓜子铺分店也隆重开业，生意十分火爆。接下来几天，3家瓜子铺加起来，每天的营业额最少也在2000多块钱以上。不过这红火的生意，挣钱挣得爽，也容易遭人眼红惦记。陈旭，你知道明达干果吗？知道啊，也是刚起来不久的坚果铺子。除了我的瓜子铺，现在荣城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他家坚果铺。今天有个熟人跟我说，那明达坚果要在建设路、红星路给我们这万年街道开分店了，这不就是看我们千里香瓜子铺生意好，过来恶意竞争吗？对于这种手段，我在上一世也经历见识过不少，早已司空见惯。倒是刘大金坐立难安。这咋整啊？听说这明达干果手段厉害着呢，在管源街那边弄垮好几个瓜子铺，一家独大。现在把枪口指我们这里来了。他要跟我们竞争，你急也没用。咱们做生意尽量不挑事儿，更不能怕事儿。既然对方要跟我们竞争，那我们就跟他玩到底，看谁玩得过谁。但凡是做生意，这些事情必定会遇到，先怂可就玩完了。刘大金本来心里没谱，这会儿听我这么一说，忽然就不那么怕。对呀，我隔壁坐着的可是一个山村里出来，半年多就在荣城开了店铺，还办了厂子，接个订单1年挣几百万的男人。我怕啥？有陈旭在，我还真不用怕。哎呀，瞧我这出息，跟他干就完了。论心态还是得陈旭你啊。与此同时，李梅从瓜子铺离开，正往万年街道附近的电车站台方向走去。
不巧的是，一辆刹车失灵的3轮正朝他这个方向飞速驶。妹子，快让！李梅听到男人惊呼，看到已经朝他跟前冲来的3轮，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在这惊魂一刻，李梅只感觉手腕处一紧，身子一个踉跄，撞进一个熟悉的怀抱里。我只是刚好路过。哦，那谢谢。简单2句对话后，两人之间的气氛就变得有些凝固。这时，几声电车喇叭声传来，将僵局打破。车来了，我得走了。我也要去那边，有点事情。哦，两人一路来到大杂院附近。秦俊生见李梅差不多安全了，没多纠缠，就跟他道别。秦俊生，你等会儿。怎么了？我前一阵去魔都，顺手买了一本书，不过我又没什么文化，看不来。你不是喜欢看书吗？放我这儿浪费，要不我拿给你，你拿回去。秦俊生听李梅只是要送他书，明显有些失落。好，你就在这儿等。秦俊生接过书，视线落到书本上，看到上面的书名，心头微微一动。这书他记得，之前跟李梅吵架，他说话难听了一些，气得他当场把他手里的书撕了，撕的就是这本。当时因为这个，他好几天没跟他说话。所以李梅这是不是特意买给自己的？秦俊生想到这儿，还没来得及开口问，对方就在他开口之前急忙解释。我的意思是，我之前好像撕过你这样的一本书，正好顺手买了，现在还给你，以后也不欠你什么了。毕竟之前在秦俊生身上使了不少手段，他怕秦俊生又以为他打他主意。女生低低的声音传来，更叫秦俊生心凉一片。他在原地站了片刻，想说点什么，又张不开嘴，只能拿着书本跟李梅招呼一声，转身离开。秦俊生到家的时候，发现这会儿周秀兰和李母赵翠芬正在秦家院子里相互指着对方鼻子破口大骂。秦俊生刚一进门，赵翠芬就一眼看到他，当即转移炮火。臭小子，你行啊！刚跟我女儿结婚才多久，就始乱终弃，把她给赶出门去了，当我李家好欺负不是？他叫喊着冲到秦俊生跟前，就要跟他动手。周秀兰本来就是个护犊子的，见赵翠芬要跟自己儿子动手，二话不说直接冲上去，扯住他就往后拉。赵翠芬，你要是敢动我儿子，我跟你拼命！就许你儿子欺负我女儿，不许我给我女儿出气。你们秦家就是这么欺负人的吗？什么欺负不欺负？结婚是你女儿逼着我儿子要结，离婚也是你女儿要离，关我儿子什么事？两人扭打在一起，边打边叫，谁也不让手。秦俊生父子赶紧上前拉架，费不少力才将人彻底拉开来。我这就去问问李梅跟小秦是怎么回事，要是真是小秦逼他离婚的，我跟你们秦家没完。说罢就怒气冲冲往门外冲去。这小贱人竟然不经过我同意就跟秦俊生离婚了，让我没了这么一个金龟婿，还不跟我说，叫我来秦家丢这个脸。今天不去打脱他一层皮，最好是叫他赶紧滚回来跟秦俊生复婚。呸！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秦俊生见赵翠芬气势汹汹要去找李梅，顾不得那么多，赵翠芬前脚刚走，后脚就赶紧跟了上去。秦俊生，你个臭小子，给老娘滚回来！陈旭，那明达坚果再过5天就要开业了，还整条街道发广告单子，开业活动力度搞得很大，你看看。刘大金说着就往我手里塞上一张白纸黑字的单子，里面的内容几乎都是介绍明达干果以及开业日期和当天的活动。这明达坚果铺老板思想这么超前，营销做得不错，而且像是这种几千张小批量广告单订单，国营印刷厂根本不会接，这明达坚果竟然可以让国营印刷厂给他印刷，在荣成人脉应该不比刘大金差，这位在印刷厂子里有关系吧？可不是嘛，这印刷厂厂长就是他的叔叔，要不是我们荣成也只有这一家国营印刷厂，不然我也去印一波，来搓他锐气。刘大金说到这，满脸凝重。咱还真不能小看这人，他们家不少都是早就下海做倒爷的亲戚，还基本都在魔都和广城那些地方做。这人也是这几个月才回的荣城，好像是要做正规生意来试水，估计是跟着我们做坚果行业吃了甜头，看我们千里香生意红火，这次选择跟我们同一条街大张旗鼓开业，针对的就是我们千里香，想他们一家独大。我就怕他们手段太多，对我们千里香有影响，还没开业就几条街发传单搞活动通知了。刚才我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店子里就几个客人讨论，到时候过去看看呢。他们5天后开业对吧？对，所以我们该怎么办？这样，从明天开始，我们店铺关门整顿几天，具体整顿多少天，不用跟客人通知，等明达开业当天，我们再开门。关门整顿？整顿啥？不用整顿，只是门店先关门几天，瓜子的炒制不要停。刘大金听我这么一说，更是满头雾水。你这是啥意思啊？不想法对付明达，反而自己先关门，这不被明达看笑话吗？你就按照我说的做就行，至于结果，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与其直白的告诉刘大金结果，倒不如让他亲自体验得来的经验深刻。刘大金虽然还是不太明白，但他也相信我应该不会做对瓜子铺不利的决定，也只能点头。好吧，那明天一早我就去办。翌日一大早，瓜子铺挂上了歇业整顿几日的招牌。过来买瓜子的大婶大爷们看瓜子铺没开门，瞧见招牌上的字儿，当即不解地议论起来。这好好的整顿啥呢？我几天没吃千里香家的瓜子，好不容易今天有时间过来，偏偏关门整顿了。可不是嘛，我儿子今天正好休息，叫我给他买5箱瓜子回去。
怎么突然关门了呀？这到底关几天呐？上面没写啊，老板人也好像没在家，这生意不是不错吗？整顿啥得关门不挣钱整顿喽。哎呀，早知道我前2天就过来买了，这到底整顿几天哦？不理解的除了一众过来买瓜子的客人们，还有正蓄势待发，准备朝千里香瓜子铺开火的对手明达坚果。这千里香怎么回事？突然就关门整顿，是不是有什么不合格被上面查出来了？不太可能，这千里香算是背靠工伤，没人会主动查的，也没听说有人吃出问题。只是我也想不通，怎么好端端的那千里香瓜子铺的老板就关门了？我明达正准备开业，他就关门。本以为这千里香是个比较难搞的对手，会使出一些手段对付明达，这直接歇业，让我有些捉摸不透了。得知女儿和万元户金龟婿离婚后，女人大闹亲家。知道真相后，他又转身对女儿动手。李梅，你脖子和脸上是怎么回事？听叶青雨这么一问，也才跟着注意到李梅脸上的伤。怎么回事？谁打你了？秦俊生那小子？不对，这小子虽然自大狂妄不成熟一身缺点，但也不像是会跟李梅动手的人。难道又是秦俊生父母？这会儿我跟叶青雨这么一问，李梅有些犹豫起来。叶青雨跟李梅谈不上熟悉，看对方面色为难，带上小鱼儿就一起去郑天伦老爷子那边去。我现在把李梅当得力助手培养，也怕因为这些事影响到他，损失一个人才，当即就让他来厂里的办公室。进办公室后，他就将最近家里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跟我说了。我跟秦俊生离婚，家里不同意，我妈就3天2头上门闹，叫我赶紧跟秦俊生复婚。前几天还带哥嫂过来，强硬的要把我送回秦家去，还跟我动手。现在他们不依不饶，我躲也没法躲，每天回去都得担惊受怕，生怕半夜娘家人又找上门来。老板，你觉得我现在该怎么办？我听完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当初我也只是想摆脱李梅和秦俊生，给2人一个教训，但没想到这李梅的家庭竟然会这么复杂。那秦俊生最近在做什么？他还好，最近每天都接送我上下班。你父母这边，我听你说的这些，他们只是把你当挣钱机器而已。你不狠心一些离开的话，他们能纠缠你一辈子。李梅听到我这话，却皱起眉头来。那我妈、我哥、我嫂他们肯定会到处说我不孝，而且我妈脾气很不好，真断绝关系，我在村子里会背上不孝的名头不说，我妈真的会打死我的。你都不怕别人说你借秦俊生飞上枝头做凤凰，更不怕跟秦俊生离婚背上离婚的名头，还需要怕别人说你不孝吗？听我这么一说，倒叫他认真思考起这些问题来。他现在在村里名声确实也毁得差不多了，再多一个不孝的罪名，好像也没差了。可是我妈要是又过来打我怎么办？秦俊生不是天天围着你转吗？恐怕也是李梅被家里打了，秦俊生才天天围着李梅。这小子紧张着人呢。那他也不能一直帮我防着我爸妈他们吧？我跟他都离婚了的。虽然很不想插手2人感情的事儿，但这孽缘怎么说也有我一份功劳。要是能往好的方向发展，我也不至于罪孽感深重。既然你们现在谁也放不下谁，就先尝试重新了解交往试试看吧。这样秦俊生也保护了你，你也能看看他还会不会介意你出身。我觉得这小子也对你挺上心。上次你去魔都，他都急疯了来我店里要人啊。他来找过你？我将秦俊生那天找他问李梅的事儿大致一说，刚才还面面愁容的女生眉头瞬间就舒展开来，这些天让她烦闷的思绪好像瞬间也理通了不少。老板，我知道了，今天谢谢你。给秦俊生说了几句好话，本来还挺别扭，不过李梅心情好转，我总算是欣慰了一些。这会儿秦俊生也早早来到厂子门口，一工人大哥刚走到他跟前不远处，他就从袋里抽出一瓶带着水汽的可乐。大哥，天热，喝点可乐解解渴。谢谢了，小伙子。你们跟李梅是同事，而且我也就是一点小心意，不用客气的。哎呀，李梅同志遇到你这样的男朋友是真不错。刚刚走出厂子的我们几个人也将这一幕尽收眼底。秦俊生也注意到从厂子里走出来的我们。李梅这会儿见秦俊生看到叶青雨，脚上就像是灌了铅，定在原地，静静的看他的反应。秦俊生今天会不会像是当初在学校门口那样，不想跟我多牵扯？特别是叶青雨不仅是同学，还是他喜欢的人。然而秦俊生只是提上布包，塞上一瓶可乐到李梅手里，接着将另外3瓶一并递到我这。陈旭、青鱼、小鱼儿喝饮料。谢谢叔叔。谢谢，这些可乐不便宜，让你破费了。不用，也没破费，这是我叔厂子里生产的，卖不出去给我送来了很多，我也没花钱。我听到秦俊生这话，又看了看这可乐瓶子上天府可乐几个名字，心头不免一喜。这不巧了吗？我正准备去隔壁市看看天府可乐的工厂，要是秦俊生这小子里面有熟人，能力到他的人脉，倒是能少走不少弯路。在我眼里，只要是能给我带来商业利益的事情，就没有永远的敌人。知道秦俊生在天府可乐有人，突然就不介意跟秦俊生改善关系了。成，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秦俊生见我竟然跟他笑，莫名觉得瘆得慌，僵硬的应承2句，就赶紧拉上李梅离开。亏我今天还给这臭小子说了好话，怎么防我跟什么似的？你到底对人家做了什么？怎么看你跟看大坏蛋似的？陈旭，你说秦俊生跟李梅是不是要和好了？你真的好八卦呀，叶青雨。哼，今天就是明达坚果3家店铺隆重开业当天，而3家大门紧闭5天的千里香瓜子铺也紧跟着打开了店门。哎，
这千里香都整顿5天了，到底还开不开门？我儿子都嚷嚷好几天了，要吃千里香话梅味的瓜子，我都来讨好多趟了。以前没关门整顿吧，每天吃着倒不就得怎么样？现在几天不吃他家瓜子，摆龙门阵都没味儿了。对对对，我也去过另一条街明达那边买过瓜子改馋，说实话，还是觉得千里香好吃。虽然说几人是去明达买瓜子，可一路的话题却都是千里香。当他们来到解放路千里香瓜子铺不远处，就有眼尖的人就看到紧闭大门几天的千里香竟然开了门。仙人板板，千里香总算是开门了，真难开了！哎呀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那店门盼开了。走走走，赶紧去称他个10来斤，省得什么时候又关门了。大婶们呼出声的同时，一窝蜂就朝千里香那边进击而去。不到1分钟的时间，店铺门口就涌上来一大波客人。陈老板，你可算是舍得开门了，快给我来10斤，五香为6斤，话梅为10斤。天晓得你们啥时候又突然要整顿，搞快！我要15斤五香味，5斤核桃味。让大家久等了，别急别急，现在店里库存多，都有。不止建设路这边的千里香，红星路和万年街道上无一不是空前绝后的火热场面。刘大金跟着店员忙得团团转，也总算是彻底明白过来，我叫他关门歇业的真正目的。明达开业阵仗搞这么大，为的就是在开业当天出尽风头势头盖过千里香，一炮打响这场竞争战。而陈旭这波以退为进关门歇业，更是叫人拍案叫绝。不得不说，陈旭这一招实在是太高了。李维新这会儿在店里，耳边都是客人乌泱乌泱的声音，看着客人们跑去的方向，他心底顿时涌出一股不祥的预感来，赶紧大步走出店门，这才听到了街道上人群的惊呼声。千里香今天开门了，店门口围好多人，赶紧去抢，晚点怕是要被抢光。仙人板板，我都好久没吃到千里香的瓜子了，赶紧！甚至连不少往明达这边过来的客人，听到议论声，几乎没有犹豫，也身形一转，纷纷跟着人群往街道另一头的方向跑去抢瓜子。这是什么状况？也没听说千里香有活动啊，仅仅就是歇业几天开门，今天可是我明达开业大优惠啊，怎么都跑到他那边去了？老板，现在怎么办啊？这样我们明达很快就没客人了呀。哼，既然开业风头战没能打起来，那就准备2天，好好跟他打一场价格战。这2天，因为店铺里比较忙，李梅自发申请过来店里帮忙，而秦俊生也接连2天过来接送他上下班。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千里香瓜子铺门口。秦俊生看到来人，心头一紧，几乎是第一时间就条件反射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你小子怎么又来了？不是不愿意再娶我们家李梅进门吗？怎么的？光缠着他不给他名分？你把我家李梅当什么了？周围一众客人听到赵翠芬这话，看了看秦俊生，又看看李梅，当即现场嗑起瓜子，开始脑补八卦起来。什么情况？这是？好像是说这小伙子光缠着小姑娘，不跟人结婚。这不耍流氓吗？嗨，秦家不是万元户吗？应该是瞧不上李梅家庭吧。李梅听到众人这议论声，面上一阵难堪，忙伸手去拉赵翠芬。妈，你说什么呢？是我不想嫁，关他什么事？伯母，这些事我们可以回去坐下来慢慢说，现在李梅在工作。赵翠芬怎么可能放弃这个逼婚的机会？当即指着秦俊生。各位，你们都看见了吧？这臭小子是把我女儿完全迷了心窍，心甘情愿不明不白的跟着他，还不让我说出来了。赵翠芬说到这，更是一屁股坐到地上去，开始哭天喊地起来。我怎么这么命苦啊？辛辛苦苦养大女儿，结果被这小子拐跑了。没结婚就跟了他，结婚1、2个月就始乱终弃，跟我家李梅离婚。现在又回来蒙骗他，叫他跟着他，白让他睡，让他糟践。秦家万元户就是这么欺负人的吗？这会儿知道真相的叶青雨和陈倩楠听到赵翠芬这话，只觉得震惊不已。哪有人这样大庭广众揭自己女儿伤疤，还说得这么难听的？性子火爆的陈倩楠当即就提着擀面棍准备出门赶人，然而他才走出一步就被我拉住，叫他不要插手这件事。这件事只能让李梅自己解决，我们能帮李梅赶一次人，出一次气，难道可以给她赶一辈子吗？秦家小子，你这也太过分了吧！跟人谈对象又不愿意结婚，不就是耍流氓吗？就是，还有李梅你也是，你看看你妈妈都因为你的事操心成什么样子了，没结婚就跟人。在场几乎大半的人都被赵翠芬带了节奏，用一种鄙夷的目光审视着李梅和秦俊生。李梅饶是心里再强大，此刻被众人这么盯着，只觉得像是当众拖的一丝不挂，羞耻至极。赵翠芬，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再为了帮你扶持你儿子他们嫁人，以后我李梅想嫁就嫁，不想嫁就不嫁。你要是还想利用结婚嫁人扶持你儿子他们，你自己去嫁，就当没我这个女儿。赵翠芬怎么也没想到，从小被她掌控在手心的李梅，今天竟然会突然这么跟她来一句。她足足愣了一会儿，才不可置信的抬头。你刚才说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你不把我当你女儿，我李梅以后也没你这个妈。当初我跟秦俊生结婚，他们家给的3转1响和500块的彩礼，加起来也有1500都在你那。结婚之前我做几年公证的920块也都上交给你了，能抵消你养我到15岁的费用。反正以后我不会再给你1分钱，你当我绝情也好，不孝也罢。赵翠芬万万没想到，平时几乎对她百依百顺的女儿，竟然会跟她说出这种话来。我看你就是被这臭小子迷了心窍。我是你妈，生你养你10几年，你现在翅膀硬了，说跟我断绝关系就断绝。一众大婶们听到赵翠芬这话，也觉得李梅这话说的有些过。哎呀，家里一点矛盾而已，没必要闹成这样。就是嘛，女娃子嫁人了，扶持一下哥哥弟弟也正常吗？不必要这样子。你妈也是为了你好，不然你就这么跟人家不明不白的，说出去也不好听啊。赵翠芬见有人给她站队，底气也更足几分，伸手就要去拉李梅。就是嘛，我也是为了你好，快跟我回去，看我不回去好好揍你一顿，真以为自己翅膀硬了，还想跟我断绝关系，反了天了。你别装了，你心里根本就从来没我这个女儿，你会为我好。从小到大这19年来，我都在卖力讨好你，家里条件差，你让我辍学供弟弟读书，我不甘心也只能忍，因为你说我是女儿，聪明会读书也没用，哥哥弟弟在学校读书，我却只能在家里帮忙洗衣服做饭伺候全家，等年纪大了就出去挣钱补贴，也只希望你能够不要那么偏心他们，能正眼瞧我一眼。我等了19年，也只有在跟秦俊生结婚那一天，你才拉着我的手，也终于正眼瞧了我，但你却当看不见秦家人对我的态度，也不关心我在秦家的处境会不会好，只叫我好好伺候好秦俊生，讨好公婆，以后好扶持家里。我跟秦俊生离婚到现在，你关心过我一句吗？只是一个劲儿骂我打我，叫我嫁回秦家。你知道秦家怎么看待我这种靠爬秦俊生床去嫁进他们家的女人吗？别说秦家，我自己都觉得我很贱。李梅说到这里，情绪几乎失控，再也强撑不住，痛哭起来。在场几乎所有人听完李梅这一番控诉，也都沉默了。赵翠芬瞧着失声痛哭的女儿，张了张嘴，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但这么多年对李梅的掌控，她早就习以为常，更不觉得李梅会真的跟她断绝关系，直接将炮火转移到秦俊生身上去。好你个秦俊生，都给我女儿灌了什么迷魂汤，教她乱说话，你给我放开她，我要带李梅回去。今天李梅突然这样，跟秦俊生这小子肯定脱不了干系，等我先带李梅回去做思想工作再说。秦俊生也是彻底被李梅这极品母亲给激怒，更不管对方怎么说，抱紧怀里的人。李梅说了，她不认你这个妈了，我不会让你带她走。我们李家的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手。赵翠芬叫喊一声就要去抓人，不过还没走一步就被我拦了下来。我店里不欢迎你，也别在我店门口继续闹事，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本来店门口的围观的人群也想劝赵翠芬，但碍于别人家里事，他们不好插手。这会儿我一站出来带了个头，不少人也赶忙跟着开口，就是别闹了，我们还要买瓜子，赶紧回家做饭。是啊，都耽误好久了。丽梅妈，你赶紧走吧，我就喜欢在丽梅手里卖瓜子，你把人弄哭了，我还怎么卖瓜子？就是我也喜欢李梅给称的瓜子。你们，秦俊生，你有本事缠着我女儿，给她喝迷魂汤，教她乱说，我马上就去你秦家问个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赵翠芬说完，当即转身，气冲冲跑开。李梅听到赵翠芬要去秦家闹，哪还好意思继续在她怀里。你快回去吧，我没事了。让她去吧，即便她不去说，我也会跟我爸妈说我们的事，而且他说到这儿，表情也变得有些不大自然，瞧着跟前的女生，一颗心狂跳。我这辈子非你不娶。秦俊生这话一出口，瓜子铺门口一众大婶们几乎是瞬间炸开了锅。哦呼，可以啊，秦家小子有担当，看得出来，小伙子是真心喜欢丽梅的。丽梅嘛，思想不行，老想着靠女婿家接济，要是换别个小伙子，碰到丽梅妈这样的丈母娘，别说跟丽梅结婚，都不愿意纠缠。对，而且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就该先恋爱再结婚，不像我们都听家里大人安排，说结婚就结婚，找人凑合过日子。大婶们笑着起哄，陈倩楠也跟着笑了，眼底满是羡慕。也只有李梅和青雨才有这么好的运气，碰到秦俊生和陈旭这样好的男人了吧？李梅也没想到秦俊生会突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跟她表白，感动之余又觉得脸上火热一片。我要上班了。那我等你。大婶们看李梅好像不好意思，也没再跟着起哄。陈倩楠也是适宜的冒出来，招呼众人赶紧开始排队买瓜子。短暂的风波结束，瓜子铺又恢复了以往的热闹。翌日一早，瓜子铺刚开门营业，一身着明达坚果工作服的员工就赤条条的在瓜子铺对面的街道上吆喝发起传单来。你会，我会，优惠加倍，各位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明达坚果推出重大优惠政策，凭借我手里的优惠单去明达坚果购买任何产品，1毛只要7分，1块只要7毛，优惠力度史无前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世人都爱贪便宜，
现在一听说领优惠单可以优惠这么多，大婶大姐们哪里还站得住，当即就一窝蜂涌过去，哄抢起优惠单来。这明达也太过分了，故意弄什么优惠单抢我们客人，现在怎么办？先不急，我们先继续照常营业。不得不承认，这明达的老板确实有些手段，也足够嚣张，直接来我店门口对面发传单来了。特别是在这个年代，对方不仅能在开业时宣传造势，又能想到派发优惠单给客人以折扣吸引流量的营销竞争手段，也难怪这明达即便口味比千里香差一些，也能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将人气提升到蓉城坚果行业第2。不止建设路的千里香瓜子，红星路和万年街道上，明达都派了专人发放传单，场面十分热闹。刘大金看着明显冷清下来的店铺，万万没想到李维新这厮竟然这么厚颜无耻，抢生意都特么抢到千里香店门口来了。还是得维新你头脑灵光，连千里香的生意也能抢过来，估计用不了多久，整个蓉城的坚果市场就是我们明达的了。那就借你的吉言了。陈旭，我们商量一下吧，明达这事儿得怎么处理啊？你有什么想法？我现在还真有个想法，就是我们也搞一个抽奖活动，而且阵仗动静越大越好，必须把明达的风头盖过去。继续说，我听听看。虽然我早就有了应对办法，但刘大金能自己想办法，这是好事儿，可不能磨灭了他的热情。现在明达势头很旺，中午还有增派人手大量发优惠单，我们风头要盖过他，抽奖的奖品就必须比他的优惠券要更吸引人，方式也要有新意。我是这样想的，搞一个为期时长几个月的促销抽奖活动，从7月1号开始到10月1号结束，10号开奖公布结果。1等奖价值2600元的幸福牌摩托车1辆，2等奖凤凰牌自行车1辆，3等奖熊猫电视机1台，其他等级的奖项奖品再弄一些录音机、手表等等之类十分稀罕的奖品。而抽奖的要求就是客人每在我们店买1斤瓜子，就可另加1毛钱得到一个抽奖名额编号，我们这边记录下名字和编号来，等到10月10号一并开奖。我着实没想到刘大金竟然能想出这营销手段，感到非常意外。行啊，大金越来越会做生意了。跟你混这么久，要是一点进步没有，不是白混了？那我们是不是就按照这个办法来？你这个主意确实不错，只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每个客人增加抽奖名额的时候，我们这边都得登记名字和编号。这个年代大多数人文化都不高，很多人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沟通更耽误功夫，倒不如印刷抽奖券直接派发给客人，叫他们自己保管简单。而且我们会搞这个活动，明达估计也会搞，他们还能自己印刷抽奖券，到时候创意给我们剽窃去了，抽奖方式还比我们简单，客人不又被抢走了。刘大金这套营销手段很棒，但不适用于现在。我一针见血，刘大金顿时恍然反应过来，确实我这办法不能用，别到时候又给明达捡便宜了。那我们得怎么办？再让明达这么打压下去，千里香可能真完了。你放心，千里香没那么容易完。那你有什么办法？我会心一笑，朝他靠近一些。我的天，你这招真是绝，几乎是零成本就能杜绝明达继续作妖对付千里香，还能狠狠反击回去，杀明达一个措手不及，立竿见影，绝，真的是太绝了。那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了，能处理吧？就是写几张通知公告的事儿，简单的很。4日瓜子铺一开门，刘大金就大声吆喝：各位，买马买个跑，买产品要买个好，接婆娘要接个大姑娘，买瓜子当然得买我们千里香的瓜子，摆龙门阵才香。从今天开始，只要是拥有明达坚果优惠单的客户，凭借明达优惠单即可到我们千里香瓜子铺享受同等优惠折扣，多买多送。一众大婶大妈反应过来后，无一不是神色狂喜，拿着明达派发的优惠单，第一时间就往千里香店门口跑去。这时李维新也发觉街道外有些不对劲，赶紧出了店，这才发现街上不少人的手里都捏着明达的优惠单，然而他们并不是走进自己的店铺里，而是往千里香方向走去，心头涌出一股不祥的预感，当即跟上人群。这会儿千里香门口几乎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特别是每人手里都攥着明达优惠单，争相往店门口挤。李维新几乎是瞬间就反应过来，千里香印刷不出来优惠单，直接用我家优惠单去搞优惠活动，简直无耻至极。我自认为自己在做生意，这说上已经够无耻的了，没想到这千里香的老板比我更胜一筹。一场风波过去，千里香店铺的生意又恢复了以往的稳定。我还惦记可乐的事儿，于是趁着有空闲，掐着李梅下班之前，来到了木雕厂门口，碰巧碰到了正过来接李梅下班的秦俊生。重生回到80年代，我花12万入股了一家国营可乐厂。秦同学，李梅应该还有会儿才下班，先进厂子里坐坐吧。那就打扰了，客气。对了，秦同学，之前你那个可乐味道不错，我听说是你亲戚工厂生产的是吗？不知道招不招合作商什么的。你也想做这个？对，我觉得这个可乐前景不错，不过我没配方，所以想去天福可乐基地看看，能不能合作一下。是我亲戚的厂子，但是你也知道这可乐不好做，我劝你别冒险。既然你亲戚现在难做，你何不帮你亲戚一把，也顺便给我引荐一下，让我们见一面聊聊，至于亏不亏是我的事。你真要做，我已经劝过陈旭了的啊，这陈旭真要去做冤大头，我可不管。叶青雨肚子已经快9个月份，
我今天要跟秦俊生一起去附近的庆城，虽然有陈倩楠在会看着，但还是不放心，便叫上了叶青雨小姐妹秦妙过来帮忙看着她。最近秦妙在学校里处了一个对象，相比以前明显注重打扮很多，特别是性子收敛不少，跟之前简直判若两人。秦妙，是今天的菜不合胃口吗？你怎么就吃这么点儿？哎呀，我最近减肥，不能多吃。你这也不胖啊？吃太少了容易饿，没必要遭这罪。秦妙听一桌子人劝她多吃，隐隐有些动心。不过一想起男朋友说她腰有点粗，终究还是忍住诱惑，从凳子上起身。你们吃，我先上楼，等会儿陈旭你出门叫我，我再下来看青雨。秦妙话落，便是逃也似的往2楼方向走去。叶青雨没想到秦妙的性格竟然会变得这么处处迁就一个男生。自从秦妙跟着男朋友在一起之后，整个人都被约束了，说话要克制，不能大声。对方觉得她胖了点儿，就立马克制住贪吃的嘴，开始减肥。吃过早饭，我就跟秦俊生一起出门离开，去庆城那边。妙妙，伟杰，你怎么过来了？正好来建设路这边有点事，知道你在这边，过来看看你。所以你想我啦？抱歉啦，今天不能陪你，青雨快生了，我得多帮陈旭注意着。没关系，肯定是青雨同学比较重要。他说到这儿，看向场面热闹的瓜子铺，他对象可很厉害，这瓜子铺每天应该能挣不少钱。你也很优秀的。这时李伟杰像是想起来什么。对了，妙妙，你有没有带钱？能不能给我10块？我今天刚出门，钱就被我哥拿走了。怎么又被你哥拿走了？他说有急事要用，就给我拿走了。你也知道我犟不过他。秦妙犹豫片刻，还是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钱票。那给你。妙妙，谢谢。等礼拜1我跟之前那些一起还你。哎呀，跟我客气啥呀？你先拿去用。后者将钱接过，才念念不舍离开。秦妙看着男生没入人群的背影，心情有些复杂。想到李伟杰的那个哥哥，更是气得牙痒痒。要是还有下次，非让李伟杰带我过去，胖揍他一顿不可。从小到大欺负弟弟，现在在家里正事不干，天天抢李伟杰钱去吃喝嫖赌，这是什么哥哥？这就是个人渣。经过几个小时的奔波，我俩终于到达目的地。现在是12点半，坐车过去1点多，我叔应该已经在厂子里了。真没想到有一天我也会利用秦俊生的人脉走捷径，我竟然会跟气定神闲和陈旭相处，还亲自带他去见亲戚。与此同时，瓜子铺，伟杰，你咋又来了？过来看看你。早上不才见过吗？李伟杰又来找我，多半是又想我了，倒不如让他在店里坐坐，陪陪自己。然而李伟杰却没跟秦妙进门的意思。妙妙，我手上还有些事，不能在这里久待。啊，什么事？很急吗？挺急的。那你赶紧去忙。那个妙妙，我怎么了？你刚才给我的钱又被我哥拿走了。秦妙闻言脸色骤变，整个人身上连汗毛都气得竖起来。你哥这个混蛋，怎么老欺负你啊？走，带我去见你哥，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好意思一而再再而三。妙妙，你别这样。李伟杰不想学校同学知道他跟他那个恶毒哥哥的事儿，一直叫他别说来着。见秦妙安静下来，李伟杰才跟他说：妙妙，你能不能再借20给我？我礼拜一定还你。我没那么多钱了呀。秦妙听到李伟杰这个要求，面色泛蓝。他这些年存的小金库都差不多给李伟杰了，本来他也不想给，但这家伙老是因为钱被他那个流氓哥哥抢走，没钱吃饭。妙妙，不然你跟青雨借点，我真的急用。秦妙不想再给李伟杰钱，但瞧着对方那可怜真切的模样，终究是不忍心。那你等我。说罢就转身去店里。叶青雨知道秦妙要借给李伟杰，并不想给，但耐不住秦妙撒娇，只好借了20块给他。李伟杰拿到钱，脸上终于露出笑来，跟秦妙和叶青雨好好道谢后，就匆匆拿着钱走了。李伟杰这边前脚刚走，接到斜对面人群里，李维新看着这边的情况一头雾水。这臭小子去千里香瓜子铺做什么？几经辗转，我俩终于来到云汉大道庆城饮料厂。秦俊生第一时间就跟秦培全介绍了我，后者听闻我想过来谈合作，一双精炼的眼不着声色将我从头到脚审视一遍。合作什么？青鸟汽水还是饴糖？并不是，我想跟您谈谈天福可乐的合作。天福可乐，这个可乐在市面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怎么会想跟我们合作这个项目？按道理来说，我天福可乐的情况都是有目共睹的，项目马上就要停了，这小伙子怎么还特意跑来要跟我合作？这臭小子跟这人真是朋友吗？是朋友的话，明知道他这项目挣不了钱，还把人带过来，不是摆明坑人？叔，在过来之前，我就已经跟陈旭说清楚厂里的现状了，他还是想过来你这边跟你谈谈，我只是帮您引荐一下而已。秦厂长，你放心，我想跟您合作，肯定是把您厂子里的情况摸清楚了的。天福可乐这个项目，我是真的很有诚心想跟您合作的。秦培全更是不明白了，但心底又莫名生出一股希望来。就算知道我这天福可乐现在没有合适的市场，你也愿意跟我们合作？市场也是人开拓出来的，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以后您只管生产，
销售这方面全权由我负责。现在这个年代，大家的营销手段都处于一个懵懂状态。这天福可乐卖不出去，跟味道口感关系不大，更多的是营销没做对。小伙子，还没问你现在做的是什么生意呢？也是饮料这一块吗？叔，他就是那个你说很厉害的那位千里香瓜子铺的老板。听到秦俊生这话，秦培全虽然心里惊讶，但面上神色却仍旧如常。不过看我的眼神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就说一开始听你名字怎么这么耳熟，没想到你就是千里香那位老板，真是年轻有为。只是听说过这老板的名号，以为是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男人，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年轻。陈老板，不是我不想合作，而是我们这天福可乐的项目马上就要叫停，上面已经不同意再往里面投入资金了。他这国营厂的厂长也是上头安排下来的职位，上头不愿意继续在这可乐上投注资金，加上这可乐确实销售不出去，他不甘心也只能配合。我当然知道这天福可乐马上会停，我上一世准备进军这个市场就调研过，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趁现在这个机会加入这天福可乐项目里，让这个品牌做起来，做华夏人的可乐，杜绝后世洋可乐的入侵。主要也是华夏这10多亿人口的可乐市场实在是太香，我都重生过来，怎么可能眼睁睁拱手相让？秦厂长，现在国家支持我们发展个体户，我对这天福可乐也很有信心。您肯定也不想这么轻易放弃，不如这样，我个人出资12万入股天福可乐，并且负责接下来天福可乐的销售，你们只需要继续生产就行。秦培全听到我这话，明显有些动心了。厂子里不用再出1分1毫就可以继续生产，程序这边还能负责销售，主要是就算卖不出去，再亏的也不是厂子里的钱。不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你给这12万有什么要求？我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天福可乐55%的股份。沉吟片刻，秦厂长才开口回复：你的要求很合理，我这边也很有意向。不过我们国营厂子跟个体户肯定是有区别的，这事儿我一个人拍不了板。这样吧，我这几天跟上面联系，有了结果，我第一时间通知你。那我就静候佳音了。我丑话可先说在前头，这天福可乐的市场不好打开，你可要做好亏钱的心理准备。谢秦厂长提醒，我尽量让我和厂子的钱包都充盈起来。合作谈好后，不多耽搁就回了荣城。现在叶青雨肚子越来越大，秦妙几乎是天天跟在他身边。我索性叫秦妙每天跟叶青雨一起上下学。这些瓜子你们带去学校吃，不过得盯着青雨，不能让他多吃，吃多了容易上火。哎呀，知道了，肯定给你盯着。青雨，你说以后我跟伟杰以后结婚了，会不会像陈旭跟你一样？叶青雨见秦妙一脸憧憬，不好打破他的幻想，只能提醒说道：我不知道啊，不过结婚还是得慎重。他说到这，忍不住心底的好奇。对了，妙妙，你跟李伟杰发展到什么地步了？牵手还是？我这只手2天没洗了，你知道为啥吗？为什么？因为这是伟杰牵过的手，我们第一次牵，舍不得洗啊。下午3点，一位稀客就来到了建设路这边门店。秦厂长，欢迎，快进来坐。没招呼一声就过来了，没打扰到你吧？秦厂长能过来，我们千里香蓬荜生辉，怎么能说打扰？陈老板，你这嘴真是口吐莲花啊！我们家俊生那小子可得多跟你学学才行。客套一番，秦培全就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他这次过来就是为了庆城饮料合作签合同的事情，我也正等着庆城饮料这边同意板上钉钉呢。将秦培全带来的合同看了一遍，觉得没有问题，当即跟人签字，正式入股天福可乐，成为占股比例第1的大股东。而远在千里之外的陆美云，这一阵子可是非常不好受，也就1个月不到的时间，他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憔悴许多，精神也十分恍惚。这臭小子又是木雕厂又是瓜子铺的，手底下工人早超过8个了。陆美云想到这儿，终于找到了对付我的突破口。现在上面可是有政策的，个体户只要手底下的工人超过8个，就会被定性资本主义，是要抓进去关起来的，最少也是几个月。等程序进去了，我要整那千里香瓜子铺和木雕厂以及叶青雨，简直不要太简单了。重生之后，我入股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可乐厂，然后在我的精心策划下，仅用1天时间就让它起死回生，甚至全程爆火。哎呀，陈老板，你这大冰柜里装的是汽水吗？买几斤瓜子送？各位，我这冰柜里装的是可乐，买瓜子并没有送，而单卖，1瓶8毛。众人瞧着这冰柜里的可乐，无一不是一脸的失望。陈老板，你就算要卖，也卖汽水好吧？卖可乐这玩意儿可没汽水好喝，还贵。就是嘛，谁会嫌钱多买这玩意儿喝？我对众大婶的反应并不意外，从冰柜里拿出1瓶冰镇可乐。你们喝汽水是什么感觉？好喝还解渴啊，很热的时候喝1瓶，能凉快不少。其他人说起这汽水，也是一阵赞不绝口。我将手里的可乐盖子打开，往柜台上的几个杯里倒上冰凉凉的可乐。我们这天福可乐除了能解渴，还有市面上任何饮料都没有的功能，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老板，你可别再卖关子了，这黑黢黢的可乐还能有什么功能？婶子，你们应该也能喝出来，这可乐味道稍微没汽水那么好喝。
就是里面有一股药味儿，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这会儿日头已经出来，天儿又开始变热。一大婶见我将可乐推到跟前来，特别是杯子周围传来的凉意，叫一阵心动，伸手端上一杯，喝下肚去，一片凉意从喉咙到肚子，整个人好想瞬间凉快。难不成这个是要做的？没错，这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以白芍为主，除了白芍以外，里面还含有地黄、当归等11味中草药成分。我们天福可乐成分都是国产中药，真正具有经得起检验的保健、缓解疲劳的作用，解渴同时还能越喝越健康。口感和风味上跟现在国外非常流行的可乐型饮料几乎一模一样，米国人那边都在喝，不过相比他们，我们的保健功能性更强。现在这个年代，华夏人正是对米国文化十分追捧的时候，我将这可乐使用中药成分的优势一说，再顺口提一句米国人也喜欢喝可乐，当即就将一众大婶们的兴趣提了起来。几人瞧着可乐，竟觉得想喝的欲望强烈不少，也没再犹豫，端上柜台前的饮料一饮而尽。哎，真别说，味道好像也没比汽水差很多，还挺解渴。确实，我之前喝过，第一次喝可能不太适应，现在喝觉得好像没那么差了。我也觉得，特别是冰镇过的，药味儿没那么多浓，喝下去还健康。还有没有？再给我倒一杯吧。不好意思啊，婶子，这瓶没了，想要再喝的话得买了。嗨呀，老板你真是够小气的，给我来3瓶可乐，1斤鱼香味的瓜子吧。好嘞，谢谢婶子捧场啊，以后搞活动第一时间通知您。陈倩楠已经候在一旁，我去拿饮料，他就主动上前去称瓜子。各位，今天我们瓜子铺的可乐库存不多，只有100瓶。先买先得呀，犹豫一会儿可能就会被买光哦。在我跟几个大婶介绍的时候，千里香瓜子铺门口已经聚集许多吃瓜群众，不少人都还有些犹豫要不要买，听说库存不多，赶紧踊跃上前来。也给我1瓶看看，最近我儿子汽水喝的有点多，医生说消化不良，天天叫着还要喝，我给他喝着可乐看看。嗨呀，我家的也是啊，天儿一热，汽水就喝得多，时常跟我说肚子胀。一众客人一边交换心得，一边踊跃积极购买。冷清多天的千里香瓜子铺也逐渐变得热闹起来。接下来几天，千里香的发展也如同我意料当中，生意以井喷式的速度疯涨起来。而我这天福可乐的畅销让瓜子铺再提升一个高度，让李维新根本反应不及。看着桌上叫人买来的天福可乐，足足呆住7、8分钟的时间。我是真的没想到，陈旭竟然能让这市面上最不受欢迎的一款饮料，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地位天翻地覆，成了蓉城最受欢迎的饮料。不仅把我家的饮料都干趴了，就连蓉城其他火热畅销的饮料都一并干趴。我这上海打入个体户的第一站，似乎选择了一个不可能战胜的对手。千里香的生意再次爆火，我也借着这个势头连开3家分店。分店开业当天，蓉城一把手竟然亲自过来支持我的生意，还主动跟我握手合影拍照。本来我还有些担心手底下人多了会有人拿这个做文章，但现在我将蓉城的经济带动起来，而且蓉城第一把手都亲自支持我生意，就算是有人举报，上面看到这蓉城经济上明显上升的趋势，也不会再贸然动我。次日，我跟蓉城一把手的合照在蓉城早报一出，像是一颗鱼雷，在这个城市里轰然炸开。千里香瓜子铺的名气更上一层楼的同时，天福可乐的名号也彻底在蓉城打响。有了蓉城一把手的支持和名媛效应，天福可乐销量大增。原来一个上午一家门店最多卖500瓶，今天这报纸一登，一个上午直接卖出去近2000瓶。我跟蓉城一把手登报的事情也很快传到庆城秦培全耳朵里，可差点没把秦培全给乐坏。赶紧召集工人，加班加点，大量生产天福可乐。等以后有时间，我一定上门去秦家，好好感谢一下秦俊生，也跟他爸妈好好夸夸这个儿子。要不是那小子把陈旭引荐给我，我这天福可乐恐怕早就已经叫停了，哪能有现在的红火？有人欢喜就有人愁。这会儿，陈影帝站在千里香瓜子铺对面，看着几乎被人围堵的水泄不通的店铺，心头简直比针扎难受。他在瓜子铺对面站了没一会儿，就攥紧手里的举报信，大步往邮电局方向走去。我现在这么惨，都是陈旭那个白眼狼害的。既然帝都那位说这举报信可以将陈旭送进去，我现在就去寄，1分钟也不想等。我只想立刻马上让陈旭千里香、木雕厂还有千里香土豆通通关门，人也进去关他个几个月，叫他狠狠尝尝苦头，泄我心头的愤恨。今天有空我就去接了叶青雨放学回家，中间出现的小插曲让我下定决心带叶青雨到大城市待产。你们还不知道吧？第一医院一个产妇生双胞胎没生好，没了一个。现在产妇跟娃儿都还在重症监护室里头呢。这生孩子啊，真的是九死一生，特别是这个双胞胎。师傅说到这，回头看了叶青雨一眼。女同志，你这肚子看起来不小哦，应该没几天就要生了吧？师傅说到后面，看叶青雨和我脸色不太对劲，连忙出声安慰。不过单胎应该还好，双胞胎才容易出事。师傅，我媳妇肚子里的就是双胞胎，您别说话吓着她。没事。啊，这不好意思，我这破嘴。师傅说着，赶紧抬手，狠狠在嘴巴上拍了2下。你们冒介意也别担心，这个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的。我看女同志你就比较好生。师傅说完，赶紧回头，更不好意思开口。
将我俩带到目的地，连钱都不好意思说，就骑车一溜烟。青雨，不如我们换一个大点的城市，医疗条件好一些的地方生怎么样？现在这个年代，荣城这样的小城市，饶是第一医院，医疗条件和水平肯定远远不如后市。距离青雨生也还有1个月多的时间，那时候他也已经毕业，转移到别的城市，时间绰绰有余。那你觉得哪个城市好？帝都和魔都，你选一个，想在哪个城市，我就带你去哪个城市。叶青雨本能的抗拒去帝都生，几乎第一时间开口。那去魔都。这几天我回去了一趟文兴镇和藤头村，将陈青山和刘爱国夫妇几个老人家接到了荣城这边来。今天陈青山一大早就叫上我，一同去了西部战区里的荣城司令部，见到了老熟人参谋长钟震。老旅长，您怎么亲自过来了？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让人给我带个信儿，我马上登门去见您就成。在这军区，钟震职位不低，平日里也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也就只有在陈青山面前才会如此热情尊敬。本来就是有些事想麻烦你们，你们也忙着处理国家人民的事情，可不能叫你们来来回回跑。钟叔，我已经接业出来了，住的地方距离这里也不远，过来花不了多少时间，让您操心了。小旭，你可不愧是国良和老旅长的后代，短短几个月就在荣城混得风生水起，成了大名人、大功臣，经济都带动起来了。本来一直想去你店里看看，就是手头上刚好有些事儿没忙完，今天可算是见着了。相比于当初在荣城第一医院见到陈旭是对他的欣赏，现在我对这个优秀后生是打心眼里佩服，不仅有孝心，商业上更是一把好手，在荣城这段时间经济发展里是一名功不可没的大功臣。对了，老旅长，您刚才说的什么事儿？您说说，不管什么事儿，我这边都尽量给您办。小钟，是这样的，我孙媳妇怀的不是双胞胎吗？生孩子比较危险，得去魔都大医院生。我记得小吴好像分配在魔都有个什么职位，你看能不能帮忙联系安排一下，约个专家，让我孙媳妇过去就能安顿下来，平平安安把孩子都生下来。主要是叶青雨过去魔都，距离预产期就只有10天左右时间，对那边都不太熟悉，七七八八安顿下来，陈青山怕耽搁，干脆直接杀钟镇这边来叫人安排。钟叔，这事儿如果您这边可以帮忙一下，可以给我媳妇儿和孩子保障不少安全，所以今天就过来打扰您了。这老旅长，你们怎么不早说呀？我肯定马上给你们安排，那能说什么麻烦呢？钟震向来就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大致询问情况后，立马就给魔都那边打去一个电话。对方知道老旅长双胞胎太孙要过去生产，二话不说立即接了任务，马上着手开始安排。将事情安排好，我俩就没多逗留，不再打扰钟震工作，告别离开。爷，这次的事谢了。客气啥？接下你小子就给我好好伺候青雨，把人伺候好了，让他平安把孩子生下来，别老想着你那些什么生意。那肯定的，爷你放心。现在荣城的事我都差不多安顿好，明天就能正式出发去魔都陪叶青雨安心待产。你就放心陪着青雨生孩子就成，接下来的事儿一切有我。好，不过有实在棘手的事一定联系我。也就在一家几口才刚刚行进到前往魔都的半道，一封关于荣城个体户的举报信成功到达帝都。在举报信送到上面不久，叶远山也知道了这个消息，狂喜不已。重生回到80年代，叶青雨顺利生下双胞胎。我知道你是心疼青雨，别吓坏了孩子，你也老大不小了，但定点，女人生孩子你也干预不了，自家孙媳妇我也心疼啊。可进了产房，一切都由医生说了算，该打点的我们都已经做好了。魔都的医术发达着呢，小旭你放心。手术进行20多分钟，伴随着接连2声洪亮的啼哭，2个孩子终于出生。哇，还是龙凤胎。对，个头不错，哥哥4斤，妹妹也3.9斤。很快，护士给2个小家伙登记完信息，就抱着孩子出了手术室。手术室门刚一打开，我当即就大步向医生走去。恭喜恭喜，母亲孩子都平安，是一对龙凤胎。现在我们要送孩子再做一些检查，请一位家长跟我过去一趟。护士说到这里，眼神自然而然落在了我身上。一般这个时候，男人都是过来管孩子的，特别是龙凤胎，稀罕得很。然而让护士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上前过来，仅仅看了一眼2个孩子，就伸着脖子往手术室方向看。我老婆呢？这个爸爸对娃应该是有爱的，只是不多。弟弟妹妹终于出来了，2个小家伙真可爱，不枉费青雨那丫头费那么大劲儿把他们生下来。哎呀呀，一看就随青雨，这模样真倔。爷，你先帮我看一下孩子，我在这里等青雨。看得出来，爸妈是真爱，这2个小宝贝估计就是个意外。刘爱国怕陈青山一个人忙不过来，紧张着2个太外孙，赶紧跟着离开。孩子们，你看到没？看到了，很像你，爷陪他们去检查了。妈妈，你终于出来了，是不是好多了？好多了，你也别光顾着我，记得休息。心疼老公了？才没有。哦，看来是我误会了。
也没有，有点心疼的。今天护士要登记2个孩子的姓系办出生证，得登记名字上去。我就和叶青雨商量一下名字。陈青山听到要给2个娃取名字，心痒得很。不过这孩子是大孙子夫妻俩的，我就不跟人家瞎掺和了，只叫陈旭跟叶青雨好好想一个，最好能取一个陈耀祖、陈花朵这样的名字，光宗耀祖，像花朵一般绽放自己的光彩，多好。青雨，你想给孩子取什么样的名？哥哥就叫陈思旭怎么样？这是陈旭在魔都庆城到处跑的时候，我想他的时候想到的名字。他问了好几次，我都不好意思说。今天要是再不说，就没机会了。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我听到叶青雨这回答，瞬间了然。这个名字不错，可以。几位老人倒是没那么快反应过来，感觉这名字不如我想的陈建军好。哥哥陈建军，妹妹陈建国，挺大气。这陈思旭听起来好像平平无奇呀。那妹妹就叫陈念宇怎么样？叶青雨还没来得及开心我同意她取的名字，这会儿听到我给女儿取的名字，笑脸难免又是一红。这个名字也不错。哇，陈思旭、陈念宇，弟弟妹妹名字里有爸爸妈妈的名字耶，好听好听。一旁的几位老人听到小鱼儿这话，顿时反应过来，无一不是老脸一红。病房里因为2个孩子的到来，温馨又快乐。而另一边，帝都远山，现在青雨也差不多放假毕业了，我这身子骨硬朗不少。建伟那小子最近也有了空闲，这几天我准备一下去荣城接青雨。现在叶青雨毕业了，叶和平只想赶紧让他跟高元帅家孙子好好处处，把婚结了，以后就在帝都安定下来。特别是最近高元帅的孙子有假期，他想让2人处处，看对眼就赶紧结婚。说不定我这把老骨头再坚持2年，还能看到太外孙出生呢。可以啊，爸，正好最近我手头上也没什么事，陪你一起过去，一起把这丫头接回来。2个人一拍即合，当下就决定要去荣城接叶青雨。哼，我都还没跟高建伟有进展呢，怎么就要把叶青雨接回来了？不过现在叶青雨都已经跟那个荣城的山野村夫结婚生孩子了，这次爷爷叶和平过去，知道这件事儿，少说也能弃掉半条命，怎么可能还接他回帝都来？那建伟也对叶青雨念念不忘，也正好让他过去看叶青雨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的模样，叫他死了这条心。叶静思想到这儿，烦闷的心这才变得痛快起来，竟莫名有些期待叶和平知晓叶青雨已经结婚生子的画面来。爷爸，我也放假了，那到时候我也去吧，好久没看见姐了，怪想她的。相比于叶静思，陆美云却坐不住了。如果叶青雨结婚生孩子的对象是别人，我巴不得叶老爷子赶紧过去。但陈旭是叶老爷子那老战友的孙子，还在荣城混得风生水起。老爷子要是知道这事儿，就算生气，恐怕也会看在老战友的份上，不那么计较。况且现在陈旭依旧如日中天，可不能叫老爷子去魔都见到这么优秀的乘龙快婿。陆美云想到这，赶忙从座椅上站起身来，笑意盈盈朝叶平和开口：爸，看得出来您是着急想去看青雨丫头了，但您身体才刚好，去荣城那边山高路远的，您要是真过去，指不定青雨那丫头多自责心疼您。不如这样，我跟远山、静思还有建伟一起过去，尽快将青雨接回来，也督促着青雨跟建伟那孩子俩人好好相处，说不定从荣城一回来呀，两人就情投意合，跟您说要结婚的事儿了呢。叶静思本来还想叶老爷子亲自过去看看他那宝贝大孙女现在的狼狈模样，谁成想陆美云会突然来这么一句。他扬起脖子想说些什么，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陆美云不着声色地瞪了回去。爸，美云这主意不错，这样也免得您来回一路折腾，青雨也能多将心思放在跟建伟的相处上。建伟那孩子性格也不错，人更是优秀，青雨肯定喜欢，指不定回来两人的事就能成。这会儿听叶远山和陆美云这么一建议，叶和平想了想，也觉得不错。可以，那你尽快去荣城那边把青雨接回来，到时候你们几个说话都收着点儿。要是青雨这丫头没接回来，你们也别回来了。过年前陆美云去接叶青雨没把人接回来，叶和平就感觉恐怕是这女人又刺激青雨了。这次这么殷勤要过去接人，指不定又在背后搞什么花花肠子，必须先打好预防针才行。爸，您放心，我们肯定把人给你接回来呀。我到时候肯定一句重话都不说，就是不知道叶远山看到自己女儿嫁给一个山野村夫，还生了孩子，到时候能不能接受叶青雨这个女儿了。叶静思本来就有些郁闷，这会儿听到叶和平这话，脸色更是不好。爷你可真偏心，腿长在叶青雨身上，他愿不愿意回来干我什么事？愤愤地说上一句，不等众人回应，就站起身来，大步离开。老二，你这是怎么回事？敢顶撞爷爷了？哎呀，老二真是，我等下就去好好教育教育他。你别生气，爸你也是别生气，万一气坏身子，青雨过来瞧着指定心疼。老二我肯定好好教育。陆美云生怕自己这不懂事的女儿再惹叶老爷子不开心，一个劲儿地安抚两人。她还惦记着叶青雨的事，也趁着这个机会拉上叶远山往书房方向走。远山，我们一起去商量一下去荣城接青雨的事儿吧。
赶紧把人接回来，爸也能开心一些。现在叶青雨没在荣城，他可不想跟叶远山一起白跑一趟。反正叶青雨结婚生孩子的事再也瞒不住，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先跟叶远山摊牌。叶远山又不认识老爷子那位老战友，不知道陈青山跟叶和平的关系，只要知道自己女儿嫁给一个山野村夫，还生了孩子，肯定第一时间跑去魔都求证。我再添油加醋说一些，等到时候真到了魔都，那陈旭只会吃不了兜着走。书房里，叶远山本来兴致勃勃地跟着陆美云进书房，万万没想到，在书房里仅仅10来分钟的时间，他已经憧憬好几天的未来，在这一刻轰然崩塌。1个礼拜的时间眨眼就过，在医生、护士以及一家子精心的照料下，叶青雨生产后的状态恢复十分迅速。要不要下床来走走？那就走走，这2天伤口恢复很多，可不能一直躺床上。小心点儿，别把刀口折腾裂了。我媳妇儿怎么这么好看？刚生完孩子哪会好看？好看着呢，比那些没生孩子的都好看。然而就在这时，一声拧动门把的声音传来，病房的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打开，几道身影鱼贯而入，将病房里温馨气氛瞬间打破。迟疑片刻，我就将女人一眼认出，这是青雨的后妈。你们怎么来了？这位看似来者不善的男人，十有八九就是我那位未曾谋面的老丈人了。刚才这3位说是产妇家属，我就带过来了。可惜今天建伟哥和爷爷没过来，要是他们也能过来看到这一幕，脸上的表情肯定也十分精彩。他看热闹不嫌事大，望了望病房里2张小婴儿床上的孩子。姐，你这是生了2个双胞胎？陆美云这会儿脸上也是掩饰不住的得意，却在看向叶远山时，瞬间换了一副神情。远山，既然现在青雨跟他都已经生了孩子，木已成舟，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想开点。陆美云这会一交，叶远山头上的青筋更是突突直跳，怒气冲冲看向不远处的我，牙齿咬得咯吱作响。我简直无法想象，自己女儿怎么会看上一个2婚的男人，一个毫无背景、学历的农村小子。李护士，谢了。接下来我就先招呼我老丈人他们，你回去忙。什么老丈人？这不明不白的女婿，我叶远山绝不可能认。爸，本来正准备等青雨坐完月子，就带着她和孩子去帝都拜访，没想到您这么忙还亲自过来了。看得出来，这老丈人明显非常不待见我，甚至可能跟我动手。但现在我是叶青雨老公，他是我老丈人，看在媳妇的面子上，该有的招呼和礼节不能少。我不是你爸，少在这里跟我叶家攀亲戚。陈旭跟我结婚，我已经通知过陆美云，她也同意支持，还回帝都给我寄信和户口本回来，也说你们也答应了。陈旭怎么不是你女婿了？叶远山听到叶青雨这话，只觉得气血上涌。未婚先孕就算了，现在你竟然还因为这山野村夫顶撞我这个爹，你立刻马上跟他离婚。重生回到80年代，老婆刚生下双胞胎，老丈人就上门逼我和他女儿离婚。我不是你爸，少在这里跟我叶家攀亲戚，你立刻马上跟他离婚。我不同意，你是青雨父亲，我也很感谢你把他养育到大，但我跟青雨都是成年人，有权利决定我们的婚姻，我们现在感情很稳定，不可能离婚。反正当初我有让妈通知你们，现在我不仅跟陈旭结婚了，还生了孩子，不可能离婚。叶青雨有多坚定，这会儿叶远山心头的怒火就有多旺盛。你跟老子回去，别再继续给叶家丢人现眼。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把你带回帝都去。然而他手还没能碰到叶青雨，手腕就被我猛然一把擒住，叫他无法动弹。青雨是我老婆，她不愿意的事，希望您不要强迫她，否则别怪我不客气。陈旭一个村夫，竟然敢这么顶撞爸！要知道，在帝都，别说陈旭这种身份地位低微的人，就算是有个一官半职的，看到爸都得点头哈腰讨好。他现在竟然面不改色顶撞警告，这小子明明就只是小小荣城山村里的一介村夫，怎么无论是说话做事，都透露着一股与我年纪差不多的气场和狠力。我叶家女儿从小锦衣玉食，你小小荣城一介村夫能有本事养活她，我叫她回去是为她好。小旭怎么就养不起青雨了？人家不仅养得起，还养得比你好。叶远山话音落下同时，病房房门就被人从外面打开，老人响亮严肃的声音也传进病房众人耳朵里。妈，您来了。妈，本来以为你是过来看青雨和孩子们的，现在看来你这是过来搅乱小两口安稳生活的。妈，我是青雨他爸，肯定希望他过得好，只是没想到我这1年忙了一些，青雨就被一个山野小子给骗了。你知道他以后日子得多苦，您可是时常陪在青雨身边的，也知道婚姻对女人的影响，怎么就同意让青雨这么随便跟人结婚呢？叶远山对这丈母娘很是不满。青雨还小，容易被骗，
妈都一把年纪了，怎么还任由她这么嫁人了？就算青雨不跟高元帅孙子结婚，起码也得家庭条件好一些的男人吧。最差，闭着眼睛也能在荣城找一个万元户。这山野二婚村夫算是个什么事儿？现在刘爱国夫妇可以用积蓄补贴2个人来魔都生孩子，等以后呢？以后二老100年之后呢？这小子靠种地能养得起叶青雨和孩子？不可能。青雨跟着小旭怎么就会吃苦了？人怕青雨双胞胎不好生，特意带我们来魔都买了洋楼安家，进了医院，在这里生产。你哪只眼睛瞧见青雨跟小旭吃苦了？叶远山正准备继续反驳，听到苏青莲这一番话，顿时语噎。什么？这小子医院是他安排的，还在魔都买了洋楼？陆美云不是跟我说这陈旭就是个山野村夫吗？哪里来的钱来魔都安排医院，还买洋楼？那可不，人家生意大着呢。现在是荣城最有名的个体户，就连荣城一把手看到他都要给3分薄面。你觉得人家会养不起青雨？完了，本来想让叶远山过来看一眼，赶紧拉他走人，不让发现叶青雨嫁的还不错。谁知道突然冒出来个苏青莲呢？这会儿叶远山听到苏青莲这话，更是震惊不已。好一会儿，他才机械般的转头去看我。他就是荣城那个上头也不愿意动的个体户。是我做的不周，没有尽快去帝都拜访，跟您多了解一下。您放心，以我现在的经济能力，养活青雨跟孩子们完全不成问题。叶远山本来就打算拿我山野村夫的身份发难，好让叶青雨跟我离婚。这会儿知道我身份，一时竟不知道开口说些什么。你名气不小，我也总算是明白，为什么这小子在我面前不会怯场，甚至敢顶撞我。那位遭人妒忌眼红举报的个体户，竟然会如此年轻，还是我女婿。叶远山想到这里，不免回头去看了一眼陆美云。能让远在帝都的你也知道我，是我的荣幸。当初跟着老妈一起去文兴镇的时候，那陈旭不就是一普普通通的二婚山里汉吗？怎么短短1年不到的时间，就摇身一变成了荣城最有名的个体户？就连爸似乎也知道陈旭的名讳，也不再反驳陈旭能养活叶青雨和孩子了。叶静思越想心头越不是滋味，所以叶青雨算是嫁了一个不错的男人。哪有这样当爹的？女儿才刚刚生孩子没几天，人直接冲过来医院，不关心女儿就算了，开口闭口就让人离婚，棒打鸳鸯。叶远山这会儿冷静下来，被苏青莲直接呵斥，也没力反驳，只得跟老人点头认不是。爸，这么远过来也累，我那边还有几间房间，就在我这里小住几天怎么样？不用，也别叫这么好听，也别以为个体户是多么光彩的身份，自己多住一点，可别被人搞进去，让青雨给你养孩子承担后果。叶青雨听到叶远山这语气，俏脸上露出一丝不快来，当即就要给我出声，却还没来得及开口。多谢提醒，我会注意。听到我落落大方的回应，他也不好再说什么，神色复杂的看了一眼叶青雨，没再开口，转身叫上陆美云母女，3人前后从病房离开。来到医院门口的叶远山跟陆美云发了好一通的火。要不是你没把陈旭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今天也不至于在病房里闹这么大一个乌龙。我也不知道那么多呀，我去文兴镇的时候，这陈旭还没起来呢。在知道他消息的时候，就听说他们一家子来魔都生孩子了，这不就赶紧跟你过来了吗？短短几句，陆美云就将自己洗脱了个干净。她怎么可能承认她知道我就是荣城那个个体户？要真承认，叶远山不从这件事开始把他这几个月搞的动作调查出来。算了，以后青雨的事不管大小，你都好好跟我商量。就拿着未婚先孕的事情来说，你就不该擅自同意。那我也没办法呀，那时候你忙着往上升，跟你说这事儿你也不能过来，还徒增烦恼。青雨对陈旭的态度你也是瞧见了，死心塌地的，又已经有了孩子，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呀。现在我们还是需要想想怎么应付老爷子吧。要是叫他知道青雨跟一个做个体户的结了婚，恐怕身体会气出问题呀。叶远山见到陈旭没事，但千万不能让叶老爷子见到陈旭，知道对方身世，不然这陈旭这么优秀，还是老爷子老战友的儿子，叫他知道了，叶青雨在家里的地位恐怕不降反升。你们回帝都之后，嘴巴都严实一点，不能透露半分青雨已经结婚的事情。那肯定的，老爷子身体重要啊，我们要真说老爷子身体气出问题可不行，是不是啊？静思，好。几天后，帝都叶和平估摸着差不多到了叶远山电报里的到达时间，早早的去了大院门口开始等。这一等就是将近1个小时，一辆轿车终于停了下来。爸，今天风大，您怎么跑外面来了？这点风算什么？以前我们革命的时候，冰天雪地里都能待几天呢。这一路过来，青雨那丫头没晕车吧？爸，那个青雨她没跟着过来。叶和平正等着孙女从车里出来，好好瞧瞧问候。陆美云这一盆冷水冷不丁突然浇下来，直接给她热乎的心浇了一个透心凉。人呢？你把人接哪儿去了？爸，你先别动气，青雨没跟我们回来，是她现在确实走不开，等过阵子她忙完了，
肯定第一时间回来。能有什么事走不开？我看就是你们不想接人回来吧。叶青雨跟陆美云向来有矛盾，叶和平最相信自己孙女，就算这陆美云平日里表现得体大方，处处迁就迎合，但他孙女不喜欢的人，肯定就不是好人。叶和平觉得他孙女不回来，跟陆美云肯定脱不了关系。爸，我怎么会不想青雨回来？我都是把青雨当女儿看待的呀。她不回来，是因为她外婆苏青莲生病，她要在老人身边照顾尽孝，我们总不能直接把她拉回来吧？陆美云说这话时，脸部红心不跳，表情管理以及到位自然，很是委屈冤枉。叶和平正要发怒，听陆美云这么一说，怒火瞬间消散大半。什么？青雨外婆生病了？时间飞快，今天是叶青雨生完孩子的第15天，在一家子和医生护士们的精心照料下，她已经能自如地下床走路，整个人状态也恢复大半。跟医院里的主任护士们招呼一声，就带上叶青雨出了魔都妇幼医院，回到愚园路的住处。如今叶青雨出了院，刘大金那边也电汇过来的钱已经到位，我也该去着手在魔都买房置办产业的事情了，不然再耽搁一阵，就怕上头要开发南京路的消息透露下来，那边的门店可就没现在那么便宜了。小伙子，侬是想要租店面吗？叔，我不是来租房子的。切，我还以为是来租房子的呢。我是过来买门面的。叔，你们面卖吗？后者刚准备转身走人，听到我这话，顿时双目大亮。只要价格合适，门面你中意，卖也不是问题。可以啊，叔，你店面是哪一间？带我去看看。好，那我这就带侬去看，包你满意。店铺一共上下2层楼，加起来有100多个平方，光线也还算明亮。我对这店铺很是满意。好叔，你这门面多少钱可以出手？这年轻人好像没什么经验，直接问价格，这让我忍不住想开高一些的价格，能多挣点是点，不过也不能开太高的价，万一把人吓走了，去买别人的店面，那我就亏大发了。陈老板，看得出来您是个爽快人，我也不跟您说虚的了，我这门面一口价5500，原本最多只值5000块，郝少山硬是壮着胆子多开了500块的价格，实在是狮子大开口，叫他整个人都不禁有些心虚，甚至还没等我开口，就已经开始后悔了，寻思要不要赶紧给自己找个台阶，降几百块价格。然而当我听到他报出来这个价格时，竟是意外之色。2年后政府会着重开发这里，房价能直线飙升到1-2万，甚至30-40年后的几千万，这个价格一点也不贵。行啊，我这边可以马上给钱，你方便这2天就过户吗？万一再过10天半个月，上头要开发这边的消息传来，房价大升，可就不是现在这个价了，必须尽快拿下。郝少山见我竟然如此爽快，还急着给他送钱，以为是真碰到一个人傻钱多的冤大头，哪敢耽搁。可以，随时可以，最好立刻马上就把这房子的事办了，省得这大个子回去头脑清醒下来反悔。我跟郝少山一拍即合，将交房的时间定在了明天早上房管局。我俩都不想耽搁太久，毕竟谁也不知道耽搁久了，对方会不会突然反悔。在这个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的我愣是一口气花了5万块在魔都买下10几套房。叔，这南汇路街道上其他店铺的房东您熟悉吗？陈老板，你不会是还要再买一套吧？难道这年轻人是真不知道这南汇路这条街并不热闹？买一套门面栽在我手里就算了，现在还要再买一套？并不是啊，叔。啊，那你是还要再租一套？不是啊，叔，我不打算再买一套，而是打算再买个10来套。刚才这个年轻人说啥？他要再买10套门面，这不可能！你是在开玩笑吧？10来套门面最少也是5-6万起，现在魔都万元户都是少之又少，这外地的年轻人竟然能一次性拿出这么多钱来，不可能！叔，知道您忙，我可不敢跟您乱开玩笑。我问您这事儿也是想你帮我帮忙，联络这附近店面位置比较不错的房东，省得我一家一家的去找核对。我还是不太相信他能一次性买10来套的门店，要是真是个骗子或者吹牛逼的，我跟街坊邻居介绍了，别人也信了，第2天他不来了，以后这街上的邻居们不怪我吗？我看得出来郝少山的顾忌，不等他开口。叔，这忙我也不是让你白帮的，只要您介绍的店面我满意，跟房东谈下来，成功一套，我就跟您30块的介绍费，当场谈妥，当场给。这30块佣金可不少，只要郝少山帮忙物色一下不错的门面，再帮忙联络，几句话的事就能拿到这普通工人半个月才能挣到的工资。既然陈老板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那我就不推脱了。这家店跟我家挨着，位置肯定没得说，而且店铺里还翻新过一次，现在看着就跟新的一样。你看看位置，你满意不？满意的话，我马上就可以去叫人。可以啊，看看能不能多通知几个店铺不错的房东，我紧挨着看看。那陈老板您稍等，我这就去街上给您叫人过来。一套门面介绍费30块，10套就是300。帮忙陈旭介绍，不仅可以拿300多的介绍费，给这一条街的街坊邻居介绍这么一个人傻钱多的冤大头，跟他们买房子，以后大家多少也会记我几分情，说不定个别还直接塞点红包什么的。一众房主听说有冤大头，无一不是心中狂喜。
跟着几十个房东在街道上逛一圈，我一共从整条街道上谈下来16家位置环境排前20的门店，并跟一众房主约定好明天的交易时间，一同去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转钱。老郝，这年轻人不知道我们这条街的情况吗？怎么一下子买10多家？肯定不知道啊，知道了别说买，租一家恐怕都要考虑几天吧。这一看就是个门外汉小子，做事情也挺急躁，今天看门店，明天就急着给钱。换做正常的大老板，少说也得考虑考察10天半个月吧。确实，不过这年轻人看起来这么不聪明，怎么做到年纪轻轻就有这么多钱的？肯定靠的不是脑子，要么是家里有钱，要么就是做什么走了狗屎运，挣了一笔钱。他就怕明天我们合同签下去，钱给了，他家里人知道了，会不会过来找我们麻烦？过来了又怎么样？我们又不是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买的，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有合同在，撒泼耍赖反悔也没用。对，现在可是法治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了，什么都得按照那个什么法律来。没错，我外甥就是从国外留学做律师的，只要我们签好合同，以后就算他反悔也没用，而且做生意投资不就是有亏有的吗？没错，有道理。众人你一言我一句，打定主意，我这个外地冤大头年轻人的便宜，他们占定了。与此同时，帝都这些天，叶和平一想到青雨现在恐怕过得不好，就有些担忧，只能跟老战友下棋，转移注意力。好了，不来了，明天我孙子还要去荣城出差，我今天的早点回去，明天陪他吃个早餐送他。叶和平见老王要走，本来有些扫兴，听到对方后半句话，却顿时心头一喜。老王孙子要去荣城出差，是不是可以去帮我去文兴镇看看青雨和他外婆现在的情况了？翌日，我就和房管局跟一众房主当场给签合同，并在第一时间完成了过户交接。房产证到手，我刚准备开口请众人去吃一顿，一个个就像是家里有什么急事似的，匆匆告别离开，就剩郝少山和另外几个房主。郝叔、刘叔、王总，你们应该没什么事吧？没事的话，顺便一起去吃个午饭。几人闻言相视一眼，脸色变得微妙起来。陈老板，今天就不用了，我还得赶紧把钱上交到我媳妇儿手上呢，毕竟这是我老丈人的房子，也就是转手卖一下，要是回去晚了，指不定他怎么跟我发难呢。那您赶紧回去，可别耽误了。其他几人见郝少山就要摆脱我，一个个赶紧也找了个借口，逃也似的匆匆离开房管局门口。既然这些人怕跟我牵扯太多，怕我过多纠缠，不跟我吃这午饭，我就回家去吃。几天后，南汇路街道上，自发来到街道围聚在一起的房主们，在交换彼此知道的信息后，瞬间沸腾了。所以上面是真的要开发这里，估计下半年就会正式通知下来。那我们这些店面岂不是亏了？何止是亏，简直就是亏大了。听说是要着重发展这边的经济，以后这南京路可能比市中心还要热闹。那个陈老板是不是跟上面的人有关系？怎么我们本地人都不知道的事情，他能知道？一下子给我们买那么多门面？不可能，我姑爷职位也不低，有什么消息也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家。他都是昨天才知道这个信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叫我好好守住南汇路的门店。那个外地人怎么可能比我姑爷还清楚？那他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哎呦，这能不能反悔啊？我不想卖了，我留着3-5年后，这门店最少也是1万多的价值。现在反悔哪里来得及？房契都已经给别人了，而且为了防止对方反悔，我们在合同里可没给双方留反悔的余地。哎呦，谁知道这政府怎么会突然要开发南汇路吗？亏死了！一众房主捶胸顿足，当初卖房时有多开心，现在就有多痛心。但是痛心后悔也没有办法，毕竟白纸黑字签了合同的，只能痛心疾首，咽下这哑巴亏。这会儿我还丝毫不知道南汇路就要开发改造的消息，正在魔都长宁区的街道上走动考察。如今这南宁区现在的区级财政收入一直处在全市垫底的位置，也是因为这个区现在比南汇路还要冷门的原因，这边的房子也非常便宜，一套下来最多不超过5000块。转悠一上午回到洋楼，第一时间就给远在荣城的刘大金打去了电话，让他赶紧垫汇钱款过来。陈旭，你要的这些钱，荣城这边你账户上绰绰有余，但是吧，这钱你拿去魔都到处买房子，还不如存银行里呢。房子越住越旧，你除了新的几年挣点房屋，这买房的本根本挣不回来。你放心，我不做没把握的事儿，你先把钱汇过来，我把看中的地和房子先拿下来。好吧，反正你现在也不是很差这几万块钱，不过我还是劝你适可而止啊。现在适可而止是不可能的，毕竟这魔都可以让我投资的地段可太多了。现在多投资一些地方，以后就算收租金或者拆迁款，也能让小念宇和我那大小儿子一辈子不愁吃喝。这财神爷做生意什么的都挺灵光，怎么去了上海就找这什么房地散财去了？刘大金嘀咕一句，便是转身走开，着手去交代财务转钱的事儿。殊不知，在多年以后，他无数次为今天的决定而万分后悔。与此同时，文兴镇一个身材瘦高的男人站在苏清莲院子门口许久，又敲了敲院门，等待片刻，还是没有动静。看了看纸条上面的地址，应该就是这家啊。
怎么好像家里没人？婶儿，打扰一下，能不能跟您打听个事儿？什么事？是这样的，我是青雨表哥，叶叔公叫我过来看看青雨和他外婆2位老人家，怎么好像家里没人？小伙子，你来的不是时候啊！青雨一家子跟她老公陈旭一起去魔都生孩子啦。几天时间，刘大金钱款电汇过来，我第一时间就去把南宁路那边的地和房子买了下来。1个上午不到，8套房产，5块地皮就已经完成了交接手续。我前脚刚刚离开，房管局里几个办事员就忍不住开始交头接耳，低声议论起来。你知道吧？上次这老板买了南汇路的门面，才过半个月，前阵子上头就透露了一些风气出来，南汇路那边这2年要重点发展。今天他又投资南宁路，你们说是不是南宁路也要开发了？不知道啊，没听上头透露消息下来。但这老板应该知道的比我们还多。你说我们要不要趁着这个风头，赶紧跟着买个1套2套？现在南汇路那边的房主，半个月1个门面就涨了500块钱呢。等着消息落实，起码也能马上翻1、2倍。1年不到5000变1万，就算是去抢，也没有这么挣钱啊。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叫家里凑钱跟着买？一家几代凑一凑，可能还真能凑上。但是万一要是这次这老板看走眼了，那钱可是打水漂了，我们亏得起。是啊，这风险太高。亏了10几年白打工。几人说者无心，倒是刚刚推开门准备进办事窗口的窗口经理江青，将几人这些话全然听进了耳朵里，难免也心动起来。既然现在拿不准那位陈老板在南宁路买房买地皮的想法，我为何不主动出击，争取搭上这位老板的船，看看能不能跟着挣大钱？帝都老王刚收到从荣城发来的电报，第一时间就赶紧拿着电报去找隔壁大院的叶和平。老爷，快，我孙子来信了，肯定说了关于我未来孙媳妇的，来看看。快，给我瞧瞧。还有什么你孙媳妇？我家青雨可没说要嫁你家那小子。叶和平将手里的电报拆开，凑近眼前看了看，看着上面模糊不清的内容，不自觉微微皱起眉头来。生个病把眼睛毛病都生出来了，我先去拿个老花眼镜来。叶和平呢喃一句，就起身去拿老花镜。王庆年身体素质可能不如叶和平，但眼睛视力还很正常。他将电报拿到手里来，饶有兴致地看了起来，上面的内容却让王庆年差点惊掉下巴。爷，雨不在文兴镇，林岩已经结婚，在魔都生产，1月有余。我未来的孙媳妇已经结婚了。重生回到80年代，老爷子看到孙女结婚生子的消息，当时什么？我未来的孙媳妇已经结婚了，还在魔都生了孩子。这会儿心里一股浓浓的失落感传来，叫他一时无法接受，同时也想起来似乎并不知情的叶和平，当即心头一紧。叶和平已经戴上老花眼镜，第一时间就伸手去拿王庆年手里的电报。快给我看看。咋的？你身体不舒服？这臭小子写信回来，完全没提小青雨，没啥好看的。你个老小子，有什么事要跟我藏着掖着的？这次小王过去荣城，就有答应帮我去文兴镇看孙女。从这电报发回来的时间来看，这电报里肯定有关于孙女的消息。到底是什么消息让王庆年竟然想瞒着我？是青雨外婆病重，还是什么其他？叶和平想法才刚刚冒出一半，视线就落到电报上，将内容扫视一眼，愣住片刻，反应过来，又不敢置信的再看2眼。什么？青雨竟然结婚了，还生？叶和平一想到孙女被不认识的臭小子拐走，还跟人生了孩子，血压就止不住的往上升，两眼一黑。哎呀，老叶，你振作点，可别晕啊！与此同时，魔都房管局的窗口经理江青上门拜访，理由说是我有些资料还需要完善一下。江经理，真是不好意思啊，还麻烦你亲自过来一趟。下次有这种事情，你给我电话通知一声，我过去办理就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且您每天这么忙，这些事情我们肯定得做周到来。冒昧问一句，陈总，您后来买这南宁路也是看中这地段的发展趋势吗？江青这话一出，我当即明白了他这趟过来的真正目的。如果是别人这么问我，我一句也不多说，但我感觉跟江经理挺投缘，就跟你直说了，南宁区这片位置我确实是非常看好。那还真是我的荣幸，以后陈总您要是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地方，尽管跟我说，能给您帮到忙的，我会尽绵薄之力帮忙。听陈总的意思就是，南宁区过阵子也会放出开发的消息来，房地价格大涨，等这趟回去，我就赶紧筹钱买房。江经理，你要是有意向投资南宁区，如果要来钱快的话，我不建议你投资那边的位置。据我估计，那片区域要开始开发也是3、5年后的事情了。你能等吗？我还真不是诓江青，南宁区开发可没南汇路那边早，只是到了后市，南宁区的房价地皮会比南汇区贵1倍。我只是现在看着那么多寸土寸金的地便宜的令人发指，早下手拿到自己手上来而已。要这么久啊？要3、5年才能见到效果？我现在的经济条件可等不起，而且要是再等3、5年，它岂不是已经……确实挺久，
要说挣快钱的话，我最近倒是有个非常不错的项目，短期就能来钱。就是我刚来魔都这边不久，很多事情处理起来不方便，有些棘手。什么事儿？陈总，您跟我说说，要是有我能帮上忙的，我这边一定帮你办。那我就不跟江经理你客气了。是这样的，我现在比较看好教育板块，有个项目需要一套新版5年级的教材，江经理你有这方面的熟人可以帮忙弄到吗？5年级教材。自从叶青雨做完月子后，她不想做全职妈妈，每天除了照顾2个孩子，就是去周边的学校走动，问问看有没有可以聘用她的教师岗位。不过却是一直处处碰壁。正好那天我从房管局回家时，看到一位母亲送孩子去补习班提前学习新课本，当时我脑海中瞬间就冒出许多能趁着现在教育不够完善进军教育行业的想法来。前后从补习班到文具用品过滤一遍，觉得现在没有比印刷卷习题更好的项目了。如果我能搞到一套5年级这个关键年段的书籍，然后青雨根据自己的方式撰写一套能稳抓学习重点的卷习题出来，把学生们的成绩飞速提升，就不愁这些卷习题没市场。这样我能为教育添砖加瓦，同时增加一项收益，也能让叶青雨如愿进入她喜欢的教育行业，何乐而不为呢？陈总，这还真是巧了，正好我有个同学在出版社里上班，关系也不错，你这事儿我这边应该能给你处理。不愧是咱们江经理，人脉就是广，这事儿就麻烦你了。哪里，能有这个机会给陈总效犬马之劳，是我的荣幸。千里之外的帝都医院，爸，您别乱动，医生说现在你身体比较虚弱，得保持良好心情，好好养一养。哼，好心情。青雨那丫头一声不吭就跟人结婚生孩子了，我们都不知道对方家世人品，你叫我现在怎么能有好心情？他说到这，又瞪了一旁的陆美云和叶远山一眼。你们俩也是好样的，上次去荣城就知道青雨这事，回来还跟我装没事人，撒谎成性，说什么青雨不回来是因为他外婆病了，是打算一辈子瞒着我这把老骨头吗？爸，您别气，青雨那个对象我已经跟他见过，他有能力养活青雨跟孩子们的，您不要担心。陆美云倒是巴不得老爷子这一口气不要顺上来。对呀，是个个体户，在荣城还开了好几家瓜子铺，只要他不被举报，青雨和孩子们肯定不会饿到肚子。陆美云怎么会不知道，叶和平自从半年前好心支持一个个体户生意栽跟头之后，就觉得这些个体户都是不用正当手段挣钱的人。现在他这么一提，这老爷子不得气得冒烟。个体户，这丫头竟然嫁了个个体户。叶远山见老爷子情况不对，当即警告性的瞪陆美云一眼。爸，你别动气，既然我知道青雨已经跟他结婚，以后肯定会多多关注他，有什么问题我也会第一时间提醒。反正无论如何，我都会尽快叫叶青雨跟那个什么陈旭离婚。我叶远山绝对不可能承认一个个体户做自己女婿，万一哪一天真被人搞进去了，只会拖累我的仕途。我要去魔都。爸，您别，您先把身体养好，不然帝都到魔都这么远，您现在的身子很难过去。那你有没有看到孩子？听你们说是双胞胎。是双胞胎，一男一女，都长得很像青雨。叶和平想着2个跟青雨一样漂亮的孩子，终于是有些喜悦。不过一想到自己孙女被不知道哪个臭小子给骗走，他又气不打一处来。这臭小子骗我孙女不说，还让他给他生孩子，一次性生了2个，看我见到他非把他腿打断不可。行，您先把身体养好，到时候我跟您拿家伙，遇到那小子您直接开揍就行。那你知道俩孩子的名字吗？叫什么？这个我没问。你个臭小子，你再怎么不乐意，俩孩子也是你外孙，你连名字都没问问。是我的疏忽，等过阵子我让人去问问。问个屁，等我身体好了，我自己过去看，顺便一定把拐走我孙女的臭小子狠狠揍一顿。江青的办事效率比我想象的还要快，第2天下午他就带着一整套崭新的小学5年级教材上了门。不愧是江经理，也就1天时间就把困扰我好几天的教材搞到手了。只要陈总您满意，就比什么都好。不知道陈总您接下来还有没有用的找我的地方？如果有，我这边也尽量给您效劳解忧。江青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抱住我的大腿。我对江青是效率和态度十分满意，也有意在魔都这边培养一个像刘大金、唐国山那样的合作伙伴。我这个项目要准备的东西还真是不少，除了这教材，我这边可能还需找个印刷厂打印一下。要是江经理你这边有渠道或者熟人，可能又得麻烦你介绍介绍。江青还有点怕我不带他混，这会儿听到这个需求，虽然目前还真没想到什么印刷厂子的熟人，但也并没犹豫太久。好，我今天回去就帮陈总您打听一下，有的话第一时间给您电话联系。成，那就又麻烦江经理了。客气，能给陈总帮忙的机会，别人可求都求不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就拿上数学课本，上了2楼。叶青雨拿到教材，也很快投入进了状态里，翻看起教材来。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叶青雨才用了10分钟不到的时间将教材简单翻看一遍，就开始在本子上写起东西来。老婆，你就开始写了，不多看看？不用，看1遍就行。现在这5年级的版本跟我原来5年级的差不多，内容我都记得，直接写题就行。
现在都大学毕业了，5年级课本的内容竟然还记得，这已经超出学霸的范围了吧？叶青雨的效率快到我无法想象。第二天一大早就给出了一个单元的卷习题，面的内容格式跟我印象中的练习题格式相差不多。现在卷习题叶青雨已经撰写出来，接下来就是验证这卷习题能不能有效改进这个年段学生的成绩了。说起测试，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同住在这愚园路洋楼里的鸡娃邻居。赶紧的，学习成绩差就算了，每天还磨磨唧唧，再继续这样下去，王老师迟早让你退了补习班，抢着去上他课的人可多得很。那正好，我也不用去学了。哎，你个臭小子，你学习底子这么差，不去提前学习一下，以后开学你拿什么跟那些脑袋聪明的比？你爸已经不在了，你指望我能一辈子养着你吗？女人说到这儿，眼眶竟有些发红起来。哎呀，我会去好好学的，你放心就是。姐，打扰一下，我也是愚园路这边的房主，能不能耽误你1-2分钟，跟你说说你孩子学习的事儿？什么事啊？叔，我妈已经给我报补习班了，我上的挺不错的。自从他爸去世没多久，总是有些怪叔叔会过来骚扰他妈妈。现在我莫名其妙过来搭讪，已经被小胖子列入那些怪叔叔行单之一。你们放心，我不是坏人，就是平日里看你们似乎因为这个学习问题有矛盾。刚好我媳妇是小学教师，我让她抽空做了一个单元卷习题，都是她抓重点撰写出来的题。这个你可以给孩子试试，我看他应该也差不多学完一个单元的内容了。那真是谢谢你了，请问先生贵姓？免贵姓陈，你叫我陈旭就好。好，陈先生，真的是谢谢，以后有机会我肯定带着乐天亲自上门感谢。女人说着，忍不住将本子打开，看着上面的娟娟字体，满脸感激。一看就很用心，谢谢。等乐天今天补习班上完回来，我就让他做。姐，这本子我以后还得拿回去，等孩子从补习班回来做题的话，你就让他誊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小胖子听到我还要他自己誊抄题目，到了嘴边感谢的话就再也说不出口来。这乖叔叔不仅送了一套题给我做，还要让我自己誊抄题目，我是真的谢谢这叔叔了。现在这卷习题送出去，就等几天之后这小孩的反馈成果了。上集说到，我让一对母子测试妻子做的一套卷习题，很快好消息就传来了。陈先生，真的是谢谢你，前阵子你给我那卷习题，我让我们家乐天连续做了几天，昨天下午老师模拟考试竟然考到了79分，真的谢谢。钟楚红万万没想到，前天我给他的习题让儿子这一做，昨天的模拟考竟然一下子就提升到79分来，可把他高兴坏了，一下班就迫不及待来感谢我。哎呀，姐你太客气了，那平时乐天考试大概都在多少分呢？我还以为用了这卷习题，这小子高低拿个90到100分，没想到才79。我家这臭小子在学习上没什么天赋，从小到大也就昨天的模拟测试上了79，以前的话也就小学1年级上过一次50分，后来嘛30、20分是时常的事，上个礼拜补习班也让做过练习题，拿了个8.5分。说起小孩以前的成绩，钟楚红脸上的笑意就逐渐消失，甚至还有点难堪。这次要不是操作了2遍我给的练习题，恐怕这臭小子更低分数的试卷都能给他拿回来，当场把他送走。真是谢谢你们了。客气，都是邻居，正好我最近也有个关于教学这方面的项目，顺便给你们帮帮忙，能把一个平时7、8分的学生提升到79分，这提升效果就算是非常立竿见影了，我很满意。这就是我媳妇儿青雨，这是我跟你说的那位邻居楚红姐，这是乐天。叶青雨听到我介绍，当即就大方地跟2人打起招呼，热情地招待了这对母子。接下来这半个多月，叶青雨带孩子之余，忙着编写这个学期数学教材卷习题。我则在江青以及朋友的引荐下，见到了杰美印刷的业务经理，费了些口舌和功夫，定了5000套卷习题册的印刷数量。与此同时，我也在着手在南宁小学附近开设图书文具店的事情。文具店的名字也跟叶青雨一起想了个简单好记又有寓意的旭光文具。不巧的是，旭光文具筹备这几天，附近一个片区的高安第1小学附近也开了一个文具店。对方可能是听到了一些风声，知道我会推出卷习题售卖，当即就请了几个在魔都赫赫有名的教育领军人物，将小学年段语数英的教材都编写出一套练习题，大量印刷上市，这让江青信心大挫。陈旭这文具店10有8、9会开黄。这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编写的东西，怎么可能干得过教育界精英们编写出来的教材？特别是编写团队强大，还有1年级到5年级的练习册，选择丰富，更有权威。要是换做我也会毫不犹豫选择去盛名文具那边。就是当初已经信誓旦旦答应陈旭，现在旭光可能做不起来，我就跑路，很可能会得罪这位老板。我也只能等旭光开始营业，收益不行的时候再跟陈旭主动请辞。今天距离开学还有3天的时间，也是旭光文具正式开业的当天，不少家长赶来这边给自家孩子置办文具用品。选购过程中，难免有人会提起来隔壁高安路那边文具店开业以及请了权威教育人物编写练习册的话题来。听说高安路盛名文具也开了一家文具店，比这个还要大一些，里面推出什么练习册，请了很有名气的老师编写的，说是可以迅速提升孩子学习成绩。我也听说，好像旭光文具店也有是吧？去看看，就在那边。很快就有客人陆陆续续去了卷习题区域，将卷习题册子拿起来翻看了一下主页资料。叶青雨是哪个学校的老师？我怎么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应该不是魔都的吧？本以为可能是帝都那边有些名气的老师，但是众人在听到店员回答后，无一不是差点直接惊掉下来。什么？荣城师范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啊？荣城没听过啊，这老板脑子瓦特了吧？怎么叫一个大学生来编写教材？几个大神打听清楚叶青雨的信息，当即就一脸嫌弃。算了算了，还是去盛明文具那边去买吧，这旭光文具的东西一般般。就是，孩子学习的东西怎么可以这么随便？有了几个大婶一带节奏，大部分的客人都被影响，赶紧走人。只有个别比较腼腆年轻一些的家长，早就已经把卷习题拿在手里，不好意思直接驳我的面子，硬着头皮把这卷习题买下来。不少刚刚来店门口的，在见到这么多客人离开，跟着打听一阵，也一窝蜂跟着去往高安路那边。我看到这一幕倒是并不着急，只要有人买了店里的卷习题，不出1个月，这卷习题效果出来，店里就不愁没有生意。反而是江青显得十分失落，又不好跟我说，只得琢磨什么时候辞职。也就在这时，一个年轻女人跟妇女牵着一个8、9岁的小男孩进了店。小男孩进店第一时间就被前面的东西吸引去了注意力，拉着妇女跑开。那人不是江青吗？他不是跟我说去干一件挣大钱的项目去了？怎么是在文具店帮人卖文具？这就是他说得挣大钱。一时间，女人只觉得愤怒又失望，抬腿就朝江青那边大步走去。江青看到靠近的人时，整个人微微愣住，明显有些意外。彩云，你来了。哼，这就是你跟我说可以跟着大老板挣大钱的项目，帮人看文具店。我们去一边说。说什么？说你能靠着帮人卖这些个文具挣大钱娶我？我都已经等你5年了，周围的同学朋友连孩子都快上学了，我呢，陪你在这里耗，陪你浪费青春。我真以为江青现在可以挣大钱了，推了妈给我安排的包子铺老板儿子，虽然是个体户，但3家店铺每天加起来的收益最少也是150到200块，只是人没有江青好看，是个200多斤的胖子。江青被陆彩云声泪俱下声声控诉，只觉得完全没法抬起头来。毕竟是他一直在耗着陆彩云，一直觉得自己肯定能有经济实力娶她进门，让她过上好日子的那天。彩云，再等等我，成吗？再等等，我都成真正的老女人了，你再没能力娶我，以后谁还愿意要我？我不等了，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去吧，以后别纠缠我。彩云，你别这样，我真的有在努力，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这时，跟着妇女也注意到了两人这边，在认出陆彩云身旁的江青时，面上的神色骤然巨变，当即就朝两人大步直冲而来。姓江的，你干什么呢？又想来纠缠我女儿吗？陆彩云已经彻底决定要跟江青划清界限，也怕江青继续纠缠。见他妈过来，顺势就找了个理由。你娶不起我，我爸妈也不同意我们在一起，而且我妈你知道的，身体不好，你要是真的爱我，就不要让我为难，不要再纠缠我。听陆彩云这么一说，江青想要再开口挽回的话，又生生就咽了回去，只能渴求的看他，希望他能回心转意。我陆家真的是倒了8辈子的霉，怎么会走到哪儿都碰到你这个臭小子？我警告你，别再纠缠我女儿，我不会同意她嫁给你，明天就给她安排相亲，随便找一个都比你这个穷小子好。本着别人感情的是我一个外人，没必要插手，一直没动作。这会儿见着陆母对着江青破口大骂，丝毫不给对方留尊严，也早就旁观者清，看透江青执着的女人是什么货色，不在乎。这位客人，这里是公共场合，你要是继续在这里大声辱骂我们股东，扰乱秩序，就别怪我报警告你流氓罪。现在上面正是严打，一切以扰乱治安的行为都能以流氓罪报警。我说这话时面色严肃，丝毫不像是随口说说，叫陆母当即就下意识闭上嘴来。母女俩更是对江青是这个旭光文具股东的身份有些吃惊，不过也就是小小的吃惊一下，看着这店里冷清的人气，又淡然下来。这店一看就是要亏钱，江青既然是股东，那陆彩云就更不可能跟他在一起。没什么好东西还开文具店，迟早倒闭。本来就不多的客人围观吃了会儿瓜，也跟着陆陆续续离开。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老江，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别太执着在一个不适合你的女人身上。我倒也没跟对方端老板架子，知道现在我说什么对方都听不进去，只能再拍拍他的肩膀，就去店里忙活。时间飞逝，半个多月的时间眨眼就过。经过3个多星期的时间，学校里的学生们也已经学习完第1单元课程，进行了这个学期的第1次模拟考试。特别是5年级段学生们的家长，几乎是全程关注着孩子的学习情况。在考试成绩出来的第1天，在接孩子放学的路上，就一个个迫不及待地问孩子们的考试分数，其中不乏几个成绩一直很拉垮学生的家长，在知道自己孩子考的分数后，当场愣住。什么？儿子，你考了69分，不会是2个鸭蛋你给老娘添了2笔吧？我怀疑我家的添了1笔，平时只有10分的，这次竟然拿90分。我家的也是平时只有88分，今天拿到了100分。其他孩子发挥不理想的家长听到几人议论，当即就一窝蜂聚拢过来。你们孩子进步这么大，我家的怎么回事？原来一次能拿88分，今天才89分啊！是啊，
你们几个孩子进步很大的家长，打听一下，农除了上课还用什么教材巩固？我们还用盛名文具店大师编写的练习册呢。我家的也是，怎么没什么效果呀？几个孩子成绩突飞猛进的家长闻言，才纷纷后知后觉反应过来。啊，我家用的就是旭光文具的那个卷习题，盛名的练习册孩子做的哭都做不出来，我们就给他旭光的卷习题了。我们家也是的呀。啊，我们家也是，盛名的练习题每次都磨磨唧唧半天说不会做，旭光的就可以，而且题错了的话可以看后面的答案，我儿子一看就说懂了，我当时可是不信，看来这孩子成绩提升这么快，真是旭光练习册的功劳呀。肯定是啊，而且旭光的卷习题孩子也爱做，更容易懂的样子。那还做什么盛名的练习题啊？现在旭光还有没有？我得赶紧去买。赶紧的，应该还有，赶紧去买，不然晚点恐怕没有了。哎呀，当初我都在旭光店里拿2套准备付钱了，听人说不好就没买了，早知道不听人说了。一众家长反应过来，当即一个个争先恐后拉着自己孩子往南宁路方向跑。半个月前有多嫌弃，现在他们的反应就有多热切推力，丝毫不顾已经无形之中被打得变形的脸。文具店里，江青并不知道有一大波客人正朝他这边奔来，看着这冷冷清清的文具店，心里也彻底下了决心，等会儿下班就主动去我家拜访，打算从文具店里退股。就在这时，门可罗雀的店门口忽然走来一道靓丽身影。重生回到80年代，妻子编写的卷习题在魔都报考，曾亲手拒绝他的第一小学校长，不惜丢面子也要出高薪挖走他。您好，看看您有什么需要的，我可以带您去对应的区域里看看。你好，请问卷习题区在哪？先带我去看看吧。好，我这就带您去。旭光卷习题是刚毕业大学生编写的事情，已经全城皆知，他怎么一来就奔着卷习题去？虽然心中疑惑，江青并没有多问，只是将人带到卷习题区域，站在一边等客人吩咐。这些家长们真是不识货呀！这么有效果的卷习题，竟然买了快1个月，还有这么多。你好，这些卷习题给我包100套起来吧。什么？100套？这客人一来就要买卷习题，就很反常了。怎么一开口就是100套？他怕钟楚红不知道这卷习题的具体情况，主动的跟对方提醒：“这位女士，我们这个卷习题一直都有在卖，您要不要先买1、2套回去试试？如果感觉不错，再过来多买一些。”没事，旭光文具店的东西都是好东西。你先帮我包100套卷习题，我再去选一些其他的文具。啊，这客人这么豪爽。好，我这就给您包。先生，这个篮子有没有大点的？女士，一般都这么大。您是需要买很多文具吗？也不是很多，就买个几百套吧。钟楚红这趟过来，直接就将旭光文具店这边开业到现在的销售总额一单打破，买了将近300块的东西，把江青跟店员惊得一愣一愣的。江青前脚刚送走钟楚红，一大波客人就涌入店内。小伙子，侬记得我吧？之前来过你店里的，快，帮我拿几套卷习题，5年级的，快！不等江青反应，人群中其他大姐的声音也陆续传来。我先到的，先给我拿，我也要5年级上册的。我当初在你们店买过1支铅笔，我是老顾客，先给我拿。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不一会儿的时间，还没搞清楚情况的江青和店员就被涌来的大姐们团团围住，几乎脚不着地的被挤着进了店里。这会儿看着店里人山人海的生意，什么辞职不干的事儿早就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陈总夫人编写的卷习题这么厉害，再出一些低年级的卷习题的话，那现在旭光前景真是一片大好。我要是还想着离开，那就真的是脑子瓦特了。我得跟陈旭商量一下，把小学其他年段的教材也编写出来。而江青跟店员这一忙就是好几个小时。另一个街头的国营饭店里，刚刚完成订婚仪式的陆彩云正挽着身旁200多斤的未婚夫送别一众亲戚朋友。3砖一响加800块的彩礼，还有这100多的大金镯子，就连订婚仪式都是在这国营饭店。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很庆幸自己理智的选择离开了江青，才有了现在这么风光的酒席。以后的日子肯定也比跟着江青要好过10倍100倍。唯一遗憾的是，她微微侧头去看了一眼自己未来的老公，看着对方满脸的痘痘和几百斤的体型，心中不免恶心作呕。没事，只要以后生活过得好就行。江青光有一张脸和身材有什么用？我要的是富足的生活。然而心情才刚刚平复，一对正议论着准备出门的妇女谈论的内容，顿时让她心头一惊。哎呀，刚才文才奶奶说文才学校有学生用旭光文具的卷习题，进步很大，50分直接考到90分。现在整个魔都人都知道了，都在往旭光文具跑，我也想去买。你说我们去会不会打烊了？哎呀，你怎么不早说？早说我就吃快点了。走，赶紧的，不然给人抢光了。2个女人说着，几乎都忘记跟陆彩云夫妻俩招呼，就赶紧往酒店门外跑去。直到2人的身影消失在视线里，陆彩云才后知后觉。我记得刚才他们说的旭光文具，江青是里面的股东吧？那现在魔都人都在往旭光文具跑，
旭光文具做起来了。一瞬间，陆彩云心底就涌出一股异样的感觉来，她好像失去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接下来的几天，我跟叶青雨都非常忙，除了去店里帮忙，就是去印刷厂谈接下来的印刷订单，也开始关注在魔都多开设几家旭光文具的事情。另一边，叶青雨这些天也将2个孩子放手给几个老人带，每天会在书桌前待7、8个小时的时间，编写1年级到5年级语数2个重点科目的卷习题。江青当初在房管局市场跟领导走走人情，领导知道他现在是旭光文具的股东，很是爽快的给他批了离职单，让他好专心看店。而这旭光文具5年级上半学期的卷习题效果立竿见影，不仅引起一众家长们的注意，就连学校里的老师甚至是校长都听到了不少风声。魔都第一小学和实验中心小学等在当地排列前几的学校，都在第一时间打起了这位卷习题主编的主意。没想到自己拒绝的人，会在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就成为魔都一众学生、家长和学校热烈追捧的教育人物。虽然有些拉不下老脸来，但是一想到这位人才可能会被别的学校拉过去任职，我就感觉到一阵危机感。没时间预了，我豁出这个老脸了。叶主编你好，我是魔都第一中心小学的校长王怀山。这第一中心小学可是魔都小学里排名第1的学校，就算是魔都或者帝都高级师范毕业的大学生，恐怕都很难能进去任职。叶青雨知道是魔都第一中心小学，还是校长亲自电话过来，明显有些受宠若惊。幸会，王校长您好，没想到我竟然能有幸接到您亲自给我打电话。小叶你可是谦虚了，我这次打电话过来就是想问问小叶，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学校任职？小叶你很优秀，之前是我们学校职工满岗了，所以没有办法，现在正好有空缺，欢迎你随时过来，待遇方面我们都会尽量满足你。叶青雨听到对方这话，整颗心都有些激动亢奋起来，心动不已。其实他教材编写半个月内就能完成，这魔都第一中心小学伸出来橄榄枝，他真的很难拒绝。不过在看到一旁的我时，王校长，谢谢您的赏识，不过现在我已经有我很满意喜欢的工作了，所以抱歉了。叶青雨虽然对这份工作非常心动，但权衡利弊一下，其实他就像现在这样留在家里给旭光出卷习题和各种辅助教材也是不错的，既能照顾几个孩子，时间也相对自由，最重要的是能多抽出时间陪陪我和家里人。媳妇儿，你真不去啊？看来你很失望啊，那我还是去吧。这就跟王校长打电话，他说随时恭候我过去呢。没有，我怎么会失望呢？不，我后悔了，我这就给王校长打电话。叶青雨，你可不能出尔反尔，不能打。臭狗熊，你欺负人，等下我就跟叶告状了哦。成，反正你都要告状了，那就让我好好欺负下先。半个月的光阴眨眼就过，旭光文具的生意如日中天，其他年段的卷习题也接连印刷上市，门店里的人气每天都在以井喷式的速度疯狂增长。我也趁热打铁，在魔都2家校区旁买下几套门店，开设起2家分店。3、4年级卷习题正是在3家门店铺货的第一天，就遭到了一众顾客们的疯抢。店里所有人忙得不可开交，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3家门店才陆陆续续关门打烊。江青将营业额一清点，头一次一天挣到这么多钱的江青，整个人都遏制不住的沸腾了。3家门店的营业额加起来在3700多块钱，除去成本，能有近2000块的纯利润了。我这个股东，光是今天一天收入就有200块。比在房管局上班1个月的工资多了1半不止，特别是现在才3家门店，以现在旭光的火爆程度，以后生意只会越来越好，门店也会越来越多。如果发展到全国的话，简直不敢想象。旭光文具店生意稳定，也正是开始着手准备去帝都的事情。这趟过去，主要就是我这个孙女婿见见叶青雨的爷爷叶和平。由于几个老人上了年纪，不适合长途奔波，刘爱国跟苏青莲跟叶家因为叶青雨妈妈的事儿，也多少有些不对付，就不打算过去。陈青山倒是想主动过去跟亲家打打招呼，怎奈前阵子抱2个孙闪了一下老腰，行动还不大利索，只能下次过去。有人欢喜有人愁，魔都一处不大的小院里，彩云，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反正我是后悔了，相比于那家包子铺，现在觉得还是旭光文具的江青更有前景。我真是蠢，当初怎么就不多等等，赶紧就喊女儿跟包子铺家儿子订婚了呢？陆母长子已经悔青的不能再青，现在只想问问女儿，要不要再回去看看能不能把江青挽留回来。彩云，看得出来江青那小子对你感情很深，没那么快放得下，反正你跟李新才订婚，还有回旋的余地，要是你回去主动是个好，江青还没放下你，李家这门婚事妈出面给你退了就是，反正都还没结婚，只是订了一个婚，两人又没发生什么，婚是可以退的。先让彩云去跟江青走动走动，要是江青还惦记他，就赶紧退婚，回来抓住江青这个金龟婿。退一步说，要是江青不接受陆彩云了，那么我只能让女儿继续跟李家胖小子结婚。陆彩云本就有些动摇，现在听到母亲这么一说，想要去挽留江青的心就越发躁动起来。相比于李家那头肥猪，江青真的是一表人才，人也勤快，特别是非常疼我。
几分钟不到的时间，陆彩云就想通了，她要去找江青，去挽回这段感情。那李家送的3转1响吗？你也别用了，等我跟江青和好了，到时候叫他给你买幸福250。陆母听到女儿这话，脸上笑的那叫一个灿烂。好嘞，真是我的孝顺好女儿。江青。江青听到这久违的声音在叫唤他的名字，心头一颤。这些天以来一直隐忍克制的情绪，好像在这一刻被按下爆发键，竟叫他瞬间红了眼眶。江青的反应一一落进陆彩云眼里，他心口生出一股得意。你瘦了好多。你来做什么？这些天我很想你。今天是几个老人精心挑选的黄道吉日。爷、外公、外婆，您老几个这阵子就好好在家享受几天清闲，我们应该用不了1个月就能回来。到时候我给你们带些帝都那边的土特产过来，尝尝味儿。跟几个老人叮嘱几句，一家5口就坐上汽车，去往魔都火车站，正式出发前往帝都。我和妻子回京都探亲，不料却被妻子后妈拦在大门外。怎么会是陈旭和叶青雨？妈，上午好。妈，外婆好。陆美云万万没想到，我竟然在明知道不受叶家欢迎的情况下，还一声不吭就过来了。足足顿了几秒，反应过来后，她当即伸出手要拦住我们，不给进门。妈，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军区家属院，按道理来说，这就是叶青雨爷爷的房子，叶青雨的家。这陆美云刚刚见到我们就不让进门，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时，院子里的叶远山和叶平和也注意到了外面。难道是要饭的要到这里了？叶远山心头嘀咕一句，就跟叶和平招呼一声，大步往院门处走去。美云，怎么了？现在叶家不欢迎你们，快走！欢不欢迎也不是你说了算吧？你撵我无所谓，但是这是青雨家，你有什么资格撵青雨？就算不欢迎，也得叶老爷子和叶远山说了算。我这趟陪叶青雨过来，可不是看着媳妇儿还继续受你这后妈的欺负。叶青雨也没想到我竟然会这么护他，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陆美云就被我弹开，往后一阵踉跄。叶远山刚刚好走过来，见陆美云要摔倒，赶紧将人扶住。没摔着吧？你们怎么来了？刚刚从躺椅上坐起来的叶和平，一眼就瞧见门外那道他心念念的身影，在确认不是自己眼花后，当即站起身来，快步朝院门处走去。是小青雨吗？爷，是我。哎呦呦，我的乖孙，你终于舍得回来看爷了呀！爷，您慢点儿。还好没瘦多少。陈旭顿顿给我做大鱼大肉，受不了爷。叶和平看到我脸上的态度和周身的气场，立马就冷下来，将我打量一眼。就是你这小子把我孙女拐走的。爷，不是拐，我跟青雨是正规领证，不过我还是要和您说声抱歉。青雨跟我在一起，确实吃了不少苦。一旁的陆美云见我跟老爷子说上话，生怕两人话再说多，叶和平接受我这个女婿。我脚好像扭到了。叶远山本来就感觉我生不吭，突然上门让他很不舒服，见陆美云反应，顿时借题发难。人都差点摔了，能不扭到吗？陈旭，你这孩子，我是怕你突然过来又把爷吓出问题，你推我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你们陈家的家教吗？然而陆美云还是低估了叶青雨在叶和平心里的地位，她刚刚指责出声，都还没等我开口，一旁叶和平的怒斥声就在院子里响起。哼，青雨回自己家来，你就想把人关在外面，人家不推你推谁？推得好。这不前阵子才因为孙女被陈旭拐走气到医院去吗？怎么人一过来反而胳膊肘往外拐，还拐得离谱？之前可是口口声声说看到陈旭就要揍一顿的，人刚来没多久就开始给对方说话了。今天陆美云可能怕陈旭一家突然过来刺激老爷子，亦或是小私心作祟，不想两人进门，但无论如何，在老爷子眼里就是赶他孙女。叶远山想到这也不再发难，知道你是怕刺激吧，但青雨是我们女儿，你把人家往门外关，确实是不对。我也是关心则乱吗？爸才刚出院不久，我也是怕他又出什么问题。我也不想叶和平因为自己在为难，主动走到陆美云和叶远山跟前。妈，也是我刚才一时情急，怕青雨加手，没控制好力道，掌握分寸，实在抱歉。我主动道歉，叶远山跟陆美云更不好再发作，饶是心头不快，也只能就此作罢。叶远山怕家里来了我这个外地女婿的丑事泄露出去，在叶老爷子带着几人进门后，就赶紧招呼人将大门关上，不让别人透露出去半点风声。这娃娃是……叶和平这话一出，还没等叶青雨开枪，一旁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陆美云就积极开口：“爸，这是陈旭跟前妻生的女儿，您看看是不是还挺可爱？”没想到陈旭过来就算了，还带个前妻生的拖油瓶过来，这不是明摆着给老爷子添堵吗？你还离过婚，猝不及防把我孙女拐走，还生了孩子不说，感情还是个二婚带娃的。嫁给一个个体户也算了，怎么的还是个二婚的？离过婚，说明这男人肯定是哪里有问题。叶和平现在看我是越看越觉得喜欢不起来。爷，并不是，鱼儿妈妈是生病走的，在天上看着鱼儿长大呢。鱼儿，跟曾外祖父打声招呼。曾外祖父好，我是陈小鱼，小鱼儿。叶和平本来满脸的不高兴，这会儿听到小家伙这么小没了妈妈，好像还因为自己脸色太差马上就要哭出来，哪还忍心垮着脸？饶是一时半会儿没法接受我二婚，脸上也挤出难看的笑来。啊，小鱼儿真有礼貌。
谢谢曾祖父。快快快，去把家豪屋里的糖果拿来，都拿来给鱼儿。什么？老爷子不仅不讨厌这拖油瓶，还叫我去拿儿子糖果给他哄人，我没听错吧？快去啊！啊，好。虽然心里1万个不情愿，陆美云也只能咬牙去儿子房里拿糖果，直到糖果将2个口袋塞得满满当当。谢谢曾外祖父。别跟曾祖父客气，不得不说，陈旭那臭小子不咋的，女儿倒是可爱懂事的很。陈旭，听说你是荣城的，荣城哪儿？那个地方我也挺熟悉，或许你家我也知道。叶和平这话问出口，瞬间将整个大厅所有人注意力都转到我身上。这回陆美云顿时不淡定了。老爷子时常惦念的老战友，可不就是陈旭爷爷陈青山？特别是老爷子当初就有2家联姻的想法，只不过被陈青山以孙子智商有问题给主动拒绝了。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这陈旭不仅恢复正常人智商了，脑袋还比普通人灵光得多。要是那样，我以后在叶家地位处境不是更糟？还得天天看着老爷子用自己的资源各种扶持叶青雨跟陈旭，我绝对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这事发生。哎呀，爸，您忘了吗？我不是有跟您说过，陈旭虽然在村子里，但跟青雨外婆他们同一个镇文心镇呐，环境都大差不差的。他说着，露出一副亲切妈妈的模样来，伸手搭在叶青雨肩膀上，继续说：青雨跟小旭一家子这么远奔波过来，在火车上也没吃到什么好吃的，现在肚子里肯定没有水。我觉得我们还是得赶紧让人准备饭菜，先让2个年轻人和孩子把肚子填饱才行。特别是青雨现在还要喂孩子，他饿一顿，孩子们肯定也要跟着饿肚子的。爸，您觉得呢？陆美云突然变得如此热心亲切，叫整个屋里的人都颇为意外，但他又说得十分自然有道理。叶平和虽然觉得陆美云多半不是出自真心，不过也希望一家子能和睦。他难得一次柔和地跟陆美云开口说道：确实是我疏忽，那你赶紧叫人去弄点饭菜。好嘞。将这个话题一本正经糊弄过去，陆美云就笑盈盈地叫上几个帮佣，一起去往厨房。在离开前，跟比较亲近的人使了个眼色，叫对方好好盯着我跟叶青雨。哼，自己过来就算了，还带一个小拖油瓶，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离过婚吗？希望陈旭这趟过来不会待太久。虽然有过于优秀的经商才能，但终究只是一个山村里出来的个体户。要是女儿嫁的是一个高干子弟，那该有多好！今天正好是礼拜6，叶静思跟小姐妹们出去游玩半天，回家来没一会，在知道我跟叶青雨过来的消息，美好的心情瞬间戛然而止。怎么叶青雨要过来没跟我提前说一声，我都没个心理准备。陆美云今天心情也是不好，叶静思正撞他枪口上，过来发脾气不成，反倒是成了他现成的出气筒，母女俩不欢而散。叶静思灰头土脸地跑回了自己房间里生闷气，不过很快他又想起来一件重要的事。按照惯例，2个礼拜左右，高建伟就会过来叶家拜访一下。这男人不是一直惦记叶青雨吗？要是晚上高建伟过来，正巧看到已经成了他人妻子的叶青雨，不就当场死了这条心？指不定高叶2家还会因为这件事儿闹得有点不愉快。到时候爸跟爷爷也更讨厌陈旭跟叶青雨，最好叫2人赶紧滚回他们的荣城去。叶青雨回来，不高兴的除了叶静思，还有家里地位仅次于叶青雨的叶家豪。跟陆美云问了一句，知道爷爷把他糖给了别人，当即就怒气冲冲去找小鱼儿还他糖果。家豪要是能把这小拖油瓶狠狠打一顿，叫他不敢再在这家里住，不就会拉着陈旭、叶青雨赶紧滚回荣城去了？我没有偷你的糖，这些都是曾祖父给我的，你要拿回去就拿回去，我叫我爸爸妈妈再给我买就是，才不稀罕你的呢。小鱼儿一边傲娇说着，将口袋里的糖全然掏出塞到叶家豪手里去，然后委屈又倔倔地瞪他一眼，在哭出来之前潇洒迈着小短腿离开。叶家豪本来是准备过来干仗的，以为这小鱼儿不会还给他，没想到人家竟然还了，还还得这么干脆，顿时感觉非常内疚。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糖，又看看小鱼儿，终究还是没能忍住，抱着糖果去追人。野丫头，等等，我糖太多了，还是给你1颗糖好了。你才是野丫头，小气鬼，我才不要你的糖，要不我给你2颗。哼，就算是5颗我也不要。晚上饭菜陆续上桌，小鱼儿衣服口袋又塞得鼓鼓囊囊，糖果全回来了。臭小子，你没把你糖抢回来？妹妹会委屈呀，我舍不得。也是怪了，之前隔壁家妹妹抢她零食，她二话不说，哐哐2拳头就把人打哭了。这个妹妹她竟然舍不得打，真是个小狐狸精。妈，你说啥呢？怎么一下子说这妹妹是野丫头，一下子又狐狸精的？说啥？说那野丫头是狐狸精，跟叶青雨一个样。妈，妹妹说了，她不是野丫头，不过狐狸精又是什么东西？小狐狸吗？她也不像啊，更像小猫咪吧，又凶又可爱。算了，让这小子揍那野丫头是没希望了。
不过今天高元帅家小子应该会过来。叶和平当初可是心心念念撮合两人，要是高建伟过来看到叶青雨已经跟陈旭结了婚，肯定不给叶家好脸色。叶和平老脸恐怕也挂不住，不狠狠拿陈旭这个拐走他孙女，还让他跟高家失信的农村孙女婿出气才怪。我就坐等看好戏好了。我和妻子回京都探亲，不料下一秒和妻子有婚约的青梅竹马就冲上门了。青雨，你回来了，这位是……陆美云生怕对高建伟刺激不够大，赶紧上前，故作为难介绍。建伟，我们本来也正想约个时间给你说一下这事儿呢。这位是青雨的丈夫陈旭，青雨在荣城上学的时候认识的，两人情投意合，所以……什么？青雨竟然跟人结婚了，还有孩子了？我瞧着家里突然变得紧张的气氛，特别是叶青雨脸蛋上明显心虚的神色，隐约猜到一些大概。心里有了大概，倒也没失风度，大大方方跟高建伟点头招呼。建伟，快过来坐，来喝茶喝茶。直到几人接连出声招呼，高建伟才从震惊中回神过来，看向我的目光带着一丝敌。陆美云和叶静思早就对这一幕期待已久，看着高建伟脸色沉下来，心头大喜，坐等看好戏。你结婚怎么不跟我说？我听着他这质问的语气，顿时心生不快。不等叶青雨开口，这算是我的疏忽，不过没关系，这趟过来帝都正好有机会好好请青雨朋友一顿，如果有时间，欢迎大家光临。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高建伟就算是再不痛快，我这一套主动有礼的邀请下来，他要是再甩脸色，就是他的不对了。感谢邀请，那到时候我肯定如约而至。我经常过来叶家，也没听说青雨结婚的事儿，甚至1个月前，老爷子还跟我提过跟青雨结婚的事儿。看来青雨跟陈旭肯定是奉子成婚，先斩后奏。哼，青雨可不是随便的女生，我觉得肯定是这男人用了什么非法手段，才不得不委身于他。建伟，青雨这事儿确实有点突然，等以后有时间，我再跟你和你爷爷好好谈谈。要不是这臭小子拐走孙女，我现在也不至于这么为难。要不是陈旭，这个时间叶青雨跟高建伟的婚事恐怕都快成了吧。现在好了，和高家的联姻没了，还把高家得罪了。毕竟这高建伟当初可是口口声声非青雨不娶的，现在一声不吭就把叶青雨嫁给别人了。高建伟能不生气不记恨吗？要不是这孩子家教好，换做别人恐怕早就把叶家桌子都给拍烂了。高建伟脸上也确实很不高兴，倒也没现场跟长辈们发难，惯例跟几个长辈问候几句就起身告别。叶和平也不好挽留，只能点头答应。然而没想到的是，高建伟在出门前却主动找了个理由叫我送送他。叶和平怕我俩出门会打起来，刚准备找个理由推了，我却在他之前开口答应下来。我倒要看看这姓高的葫芦里卖什么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我跟高建伟刚出院门没多久，他就打听起我的背景来，态度语气跟叶和平打听的时候相差无几。现在荣城个体户确实发展的不错，那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呢？也就是一点小生意，做瓜子，卖汽水，弄木雕厂子，混口饭吃。这男人生意头脑还可以，知道跟风那位大人物一起做这些生意喝汤。不过听说那位的生意垄断性很强，这陈旭跟着跟风，会不会进城太强挣不了什么钱？如果真挣不了什么钱，就没能力养叶青雨和孩子们。我倒不如私底下劝叶青雨不要执迷不悟，跟陈旭赶紧分开。高建伟现在虽然早认清现实，已经放下叶青雨，也有了自己的感情，但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心里不大平衡。我也纳闷了，这男人无论是学历还是出身都很一般，叶青雨当初怎么也看不上我这高干子弟，现在会愿意委身嫁给这个男人，还给他生孩子。听说荣城千里香瓜子、天府可乐和一家跟模都雕刻艺术厂合作的木雕势头很猛，几乎是荣城龙头老大。对你这些生意会不会有影响？高建伟说的这些不都是我的手底下的产业吗？怎么了？是不方便说吗？看来真是问到他痛处了。这些生意不挣钱？没怎么，就是你说的这些产业正好都是我的公司。什么？叶青雨的农村丈夫竟然会是那位名气惊动到一把手耳朵里的人物？他甚至不太相信，反复跟我确认几遍，才彻底接受这个叫他意外不已的事实。知道我是连他爷爷都看好的人，高建伟对我的态度也潜移默化发生微妙的变化。对了，你前不久被人举报到帝都来的事儿，你应该知道了吧？知道一些，好在我运气还行，上头目前好像还没动静的样子。那也不能掉以轻心，凡事都多注意一些，毕竟你还有青雨和孩子们要照顾。明白，谢谢提醒。几番交谈下来，我对高建伟的印象也改观许多，甚至有些想将对方发展成自己的人脉。要是有高建伟这样在帝都有背景的人，要是对方愿意帮我查，应该很快就能把这次幕后举报我的人查出来。不过也不能操之过急，太过激进去拉拢他，只会适得其反，叫他心生防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我和他之间的气氛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聊得越发热络起来。对了，建伟，你跟青雨以前是有婚约吗？今天在叶家，叶平和说要跟高建伟和他爷爷单独谈谈，明眼人就看得出来，肯定是两家之间有什么约定。从叶远山对高建伟殷勤的态度，也不难看出来，这才是他最中意的女婿。这个就说来话长了。我原本确实是喜欢叶青雨的，从10多岁开始就追在叶青雨后头，要娶她做媳妇儿。但无奈的是，
任凭我各种穷追猛打，叶青雨对我所有的招式统统免疫，只知道埋头学习。不过我也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穷追猛打几年没效果，就选择放手。后来也阴差阳错遇到了心仪喜欢的女生，只是女生家庭跟你家差不多，像是我这样的高干子弟，家里肯定不允许我跟那样条件的女生交往，更别提结婚。所以现在我只能一边偷偷跟对方发展，一边拿青雨这个不可能嫁给我的女生当挡箭牌。这事儿也就我和我对象还有叶青雨知道，叶青雨跟我想法也差不多，帮忙我打掩护，同时也能避免其他门户过来提亲打扰他爷爷。那现在我跟青雨结婚，你挡箭牌没了，今后怎么办？现在就走一步看一步吧。而一路远远跟在我俩身后，暗中观察的一老一少两个男人，看到两人相谈甚欢这一幕，无一不是满脸发懵。怎么回事？叶老爷子不是叫我们过来看着，别让两人打起来吗？两人不仅没打起来，还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聊天，甚至越聊越上头。而另一边，家属院里等着看戏等消息已久的陆美云和叶静思，也迟迟不见跟出去看着我和高建伟动静的人回来报信，一头雾水。这是怎么回事？这么久了还没打起来，还是打起来了？太过严重，跟过去的人去拉架了。让陆美云想不到的是，我跟高建伟不仅没动手，这一坐下来简直就是相谈甚欢，颇有相见恨晚的意味。高建伟也趁着这个势头，主动跟我打听起目前的投资计划。陈旭，你这次来帝都有什么发展吗？这次过来帝都，我还真有个投资意向。刚来帝都就有投资项目了。我这趟过来，除了拜访老丈人，就是赶紧在这帝都买几套四合院，也已经跟刘大金和江青打过招呼，明天到处走走去看看房子，后天礼拜一就可以叫两人电汇钱款过来，把院子买下来。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是什么项目？这投资算不上个体户，如果你有意向，也可以试试，只是没那么快见到收益，也不是很复杂的项目，就是用点闲钱，在帝都这边买几套四合院。那你觉得以后这四合院一套能值多少钱？根据我目前的推测来看，现在2万一套的四合院，4、5年后应该能翻2、3倍的价格，再往后就是10倍、100倍，到20、30年后最少都是2个亿一套起。夸张了，这太夸张了！感情这四合院在陈旭眼里，不仅没有随着年代加深而贬值，还越来越贵。贵就算了，连2亿这个数字他也说得出来。在高建伟的认知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经过10来秒钟的深思熟虑，还是觉得现在投资这个项目太过离谱，索性直接放弃。虽然我很相信你的眼光，但实话说，我个人觉得这不太适合投资。不过正好我明天也休息，如果你真打算买，不嫌弃的话，我可以带你四处转转，看看地段比较不错的房子。这是我的荣幸，怎么会嫌弃？那明天就麻烦建伟了。客气。在茶馆坐了10来分钟，看时间也差不多，这才相互道别，约定好明天一大早在叶家见面。远处2个跟过来的人看着2个精壮的大块头分开，总算是彻底松了一口气，赶紧往回跑去跟叶老爷子复命。然而两人才跑到半道，就正碰上已经在家坐不住的陆美云母女。陈旭跟建伟是什么情况？打完了？现在建伟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很严重？夫人、小姐，你们放心，高少爷没事，2个人没打架。没打？怎么可能没打？两人刚才出门的架势，一看就是要马上打起来啊！不仅没打起来，而且2个人还在茶馆里心平气和坐了10来分钟。对，而且好像聊得很愉快，高少爷还一直在给陈姑爷倒茶。陈旭跟高建伟不仅没打起来，高建伟竟然还能心平气和坐下来给陈旭倒茶，这不可能！这帝都谁不知道？高建伟从13岁就开始嚷嚷着要娶叶青雨做媳妇，到现在都坚持10多年了。为了能跟叶青雨结婚，就算叶青雨在荣城上大学，他也时常过来跟叶家走动，维持关系和感情。他对叶青雨可以说是用情至深。这陈旭突然把他喜欢10多年的女生给抢走，还生米煮成熟饭，有了孩子。高建伟能忍，至少从今天两人一见面就剑拔弩张的气氛也判断得出来。高建伟对陈旭敌意很大，没动手就已经很离谱了，甚至还主动给陈旭倒茶。他们不理解我俩为什么没有动手，这让陆美云和叶静思非常失望。本来以为只要我跟高建伟冲突起来，我在这帝都就马上待不下去，然而现在的结果却是让他们大失所望。叶和平看着我毫发无损回来，听说我俩没打，意外之余也是颇为庆幸。陈旭，你生意上的事情多注意些，现在政策说变就变，要为青雨和孩子们考虑。爷，您放心，我有分寸的。今晚陆美云是彻底的睡不着了。高建伟没跟陈旭，不可能能心平气和坐着聊天，是不是高建伟有什么别的主意？今天先心平气和问问陈旭，明天直接带高元帅杀过来。让陆美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大早，高建伟真杀过来了，而且一开口就是找我。他赶紧领人去见我，但万万没想到，我俩一见面就热情亲切相互问候起来了。哎呀，旭哥这么早过来，没有打扰到你休息吧？怎么会打扰呢？
我也差不多准备要出门，没想到你就来了，那我们还真是心有灵犀了。我俩相互问候几句，就跟叶老爷子一家和叶青雨招呼一声，相互攀谈着一同离开，留下一院子满脸发懵的众人。在这个月薪人均30-40块钱的年，我愣是一口气花了8万块，在帝都买下一套在后市价值11个亿的四合院。建伟，这套四合院什么来历？这么说吧，这院子以前的主人是前朝宫廷里的大人物，几进几出的大院子，还有回廊假山和花池，最少也有900多平，正好适合你们这样一大家子，孩子比较有地方玩。现在那院子在我朋友一个叔叔手里，老爷子刚刚退休下来，正打算处理了这院子去国外跟儿子住，就是价格有点高，毕竟院子背景不小。现在这四合院再贵能贵到哪里去？特别是这种有来历背景的院子，到了后世价值也是四合院里的翘楚，现在入手一套珍藏绝对不亏。听起来不错，辛苦你跟我跑一趟，满意的话我当场就拿下来。客气，反正我今天都有时间，可以带你多转转。晴雨这老公着实豪气大方，出手比我这个京都高干子弟都要阔绰许多。可是陈旭以后这些院子要是真亏钱了砸在手里，叶晴雨那丫头会不会怪在我头上？从这外面看，这宅子确实不错，至少也是5进3跨院的格局，周围的环境也好，风水应该不错。听说以前还是什么皇亲国戚住的院子，风水肯定没得说。来到宅子大门前，敲响大门，等了片刻，大门就被人从里面打开。李叔你好，还记得我吗？我是李飞朋友建伟。高家在帝都名头不小，像是高建伟这样的高干子弟，走到哪儿都会被人多关注2眼。李志国也见过高建伟1-2次，倒也很快将人记起来，招呼一声就迎着2人进了院子。小伙子，不瞒你说，我这套宅子是前朝贝勒爷我的祖父留下来的，几经周转，费了不少功夫才回到我手里。我也是要出国去，怕这院子荒废，才打算把它出手给有缘人，所以价格不低。我正觉得这院子越看越眼熟，听李志国这么一说，才恍然反应过来。记得在2014那一年，刚到帝都没多久，一则关于帝都四合院的消息登上了当天早报的头条，大致内容就是一栋前朝贝勒爷救下来的四合院，拍出了11.8亿的高价，被一位商业巨擘收入囊中。当时我还将那价值11.8亿的四合院照片信息认真研究了一下，现在细想起来，看的这院子不就跟当时那套宅子几乎一模一样？那方便透露一下贵祖父的名字吗？我的祖父叫王义新。听到李志国回答，我心中瞬间了然，也彻底下了要买这宅子的心。那李伯父，您对一段宅子的理想价位是多少呢？8万，1分不能少。万万没想到，这宅子竟然会贵得这么离谱！一套四合院8万，就连帝都本地人也没有几个能出得起这个价格。那些2万一套的四合院，都叫我这个高干子弟都感到压力了。这一套竟然得8万块，陈旭应该也不会答应吧？8万块确实是不便宜，这价格普通四合院都够买4套了。不过一分价钱一分货，李叔你这院子确实不错，我挺喜欢。8万就8万吧，您要是没其他意见的话，今天我就把这房子定下来。我操！现在8万块买一套10多20年后就价值10来亿的房子，哪里贵？简直捡大便宜了，好吧？我这话出口的一瞬间，2人当场愣住。李志国看我的目光也瞬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来。除了魔都和帝都之外，其他小城市里的外地人能碰到一个万元户都是极其罕见的。而且就算是万元户，也未必能一口气花8万块在我手里买下这套四合院，特别还是像这样的年轻人。别说8万，我刚才觉得这年轻人能一次性拿出2-3万来都是个问题，哪成想对方竟然真的愿意买，还一口气就答应下来要买我的四合院。你真的要买？只要叔你愿意卖，我肯定买。就您说的这个价，8万。这个价格我也估算过，李志国并没有开高，应该是他心里预估的最低价。是不是我卖便宜了？但是价格都已经开出来，还是我自己说的，也不好出尔反尔。不过我也想尽快把宅子在地都出手，现在有人愿意这么爽快要买，也是好事。既然小陈你中意我这宅子，说明和你眼缘，你这么痛快，我这边也不跟你墨迹了，那我这套宅子就卖给你了。那就谢谢李叔哥爱了。哪里，是我得感谢小陈你才对。这价格真的太过离谱。以后叶晴雨要是知道我带陈旭8万块买一套四合院的事，会不会跟我算账？觉得是我坑了陈旭。将宅子的事情谈下了下来，我跟李志国约定在1个礼拜之内完成交易和手续。这套宅子定下来，大概算了一下，刘大金和江青那边能电汇过来的资金用的差不多，就暂定先在帝都买3套。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处花鸟滩，我目光不经意落在一株植物上，顿时眼光大亮。君子兰在82年年底的时候，当时国内最紧俏的商品，极都喜成的君子兰。当年随着喜都当地的媒体的推波助澜，连篇累牍的发表文章说君子兰好，放在家里能够清新家中的空气，养人容颜，有益健康等等。就这样，原本几元钱一盆的花卉，价格开始扶摇直上，几百元、几千元、上万元。而当时一般工人的工资仅30-40元左右，如果养出一盆君子兰，倒手卖出成百上千元，无疑是发了大财。旭哥在想什么呢？没事，就是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对了，建伟，我刚才忽然想起来一个比较适合你投资的项目，
有没有兴趣？是什么项目？你知道君子兰吗？知道啊，我爷跟我爸都养了几盆，观赏性不错，但这跟投资有什么关系？总不会是要投资君子兰吧？这玩意儿一盆贵点好像也就10几20块，而且养的人也不多。估计再过几个月，华夏这边会掀起一股君子兰热。你手里要是闲钱多，就找个店儿，投资个几千块钱，进一批君子兰过来养殖。到浪潮过来的时候，你手里君子兰要是品相好，价格最少也能翻100倍1000倍。或许现在5块钱一株的盆栽，品相养起来，到了那会儿上万出手都不是问题。在我的记忆里，当初这君子兰不仅整个极都的人都在养殖投资，就连国营机构和吃着公家饭的人都疯魔了一样的大批量养殖，个个挣得盆满钵满。直到85年，这君子兰带来的经济泡沫影响太大，才受到上面的重视，上面才明令发话，将君子兰的价格降下来，每一株盆栽不能超过500元。这场君子兰故事泡沫才逐渐消弭。投资几千块大批量养殖君子兰，几个月后价格能翻1000倍，夸张了，太夸张了，这是一个正常人能说出来的话。我也只是给你出个建议，至于做不做看你选择。行吧，就信你一回，试着搏一把。那明天我就开始着手你说的事儿，投资1000块钱进去试试。成啊，既然你打算做，我也不一个人折腾了，投资个5000块进去，咱找个地儿雇人一起养怎么样？高建伟听到我要跟他一起养殖君子兰，当即一拍即合，就将一起养殖君子兰的事儿敲定下来。叶家人从高建伟口中得知我花8万买了一套4合院后，一家子都吓了一跳。高建伟竟然带陈旭去买了几套4合院，其中一套还花了8万块，这不是妥妥的在坑陈旭吗？特别是4合院这东西，陈旭想住买1套就好了，怎么一买就买3套，还花这么多钱？高建伟对陈旭这么热情，又带他去买这么多贵的离谱的院子，难道是恶意报复？但高建伟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不过这陈旭也是，怎么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不是看起来脑袋挺灵光的吗？怎么一来帝都就干了这么大一件蠢事？母女俩本来就看不得我好，这会儿看着我亏钱的样子，简直比他们赚了钱还要开心。小旭，建伟年轻，没有经验，不懂这些宅子行情，难道你也不懂吗？这帝都那些4合院哪能值那么多钱？就是嘛，以后你可别怪建伟哥，人家只是帮你带路，是你自己要往火坑里跳的。我真是有点捉摸不透这2个年轻人脑袋里的想法。高建伟这小子是我看着长大的，按道理来说，就算要报复陈旭，也是明着来，不可能故意带着陈旭往坑里跳，所以只有一个可能，这坑是陈旭自己要跳进去的。妈，静思，你们这些担心多余了。建伟没你们说的那么笨，做事有他的分寸。陈旭的话你们更不用操心，毕竟他在魔都那边投资了10好几套的商铺房子，那些商铺房子正好就在半个月不到的时间，因为上面的政策翻了几倍的价格，5000涨到1、2万，而且现在都还往上涨着呢。现在陈旭只要在魔都哪个地段买房子，都不用等到第2天，那个地段的房子和商铺就一堆人跟风着买。我好几个邻居也经常来我们家打听陈旭现在看好哪个地段的房子，要是魔都那边的人知道他来帝都买4合院，恐怕也有不少人连夜赶过来跟着买呢。他这一番话落下来，众人无一不是满脸的震惊和不可置信。买房子投资还真能挣到钱，叶青雨从来没有夸大一件事或者跟人撒过谎，难道陈旭在魔都那边还真的买房子商铺投资成功了？我也就是在投资房子商铺这方面嗅觉有些敏感，也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所以我买4合院这事儿就不劳你们多费心了，我心里有分寸。我说的自信大方，陆美云和叶静思直接哑口无言。妈，这不也是怕你亏钱了，青雨和孩子们不好过吗？那有什么？陈旭要是哪一天真养不起青雨和孩子们，就回叶家来，我自个养。既然魔都那么多人都追着想跟陈旭一起买，说明他在投资这方面成效显著，眼光独到，没问题。叶青雨几句话下来，家里的气氛好像瞬间就发生了变化，反倒是高建伟整个人都有些心不在焉，匆匆跟我们告别离开。得赶紧也去整套4合院，毕竟叶青雨都开金口了，而且陈旭在魔都就已经投资过房产商铺，效果显著。现在陈旭看好帝都4合院，我要是再犹犹豫豫，恐怕在不久的将来就只能看着陈旭躺着挣钱，自己肠子毁绿。高建伟前脚离开，陆美云看我又跟叶老爷子和睦交谈起来，甚至还讨论起来明天要不要一家子去天安门玩，心头那叫一个不舒服。高建伟好像真的放下芥蒂了，恐怕不会因为陈旭的事儿跟叶家红脸。不过高建伟不红脸，并不代表他爷爷高国贤不会跟叶家红脸。这2天高国贤没来叶家找麻烦，除了高建伟没跟家里人说叶青雨和陈旭的事，就是高老爷子这段时间去了隔壁城探望以前的老战友。算了算时间，高家老爷子应该在明天下午就会回来。不管高建伟说不说，叶青雨已经跟陈旭结婚这事儿，必须在老爷子回来的第一时间传进他耳朵里才行。高老爷子也是个脾气火爆的，知道定下来的未来儿媳已经跟别人结婚生子，铁定被当场点燃。
第一时间冲来叶家询问情况。只要高老爷子过来一闹，高叶两家关系肯定会因为这事儿产生裂痕。叶青雨私自跟陈旭结婚生孩子的事儿也会在帝都传开，哪还能有脸在帝都待？老人得知定亲20年的孙媳妇被我空降驱走，当即就火速上门讨要说法，却在知道我的身份后又果断放弃。什么？我心心念念等了20多年的孙媳妇儿，竟然默不作声就跟别人结婚生孩子了？我得好好问问叶和平这老赖皮，明明答应的好好的把青雨丫头嫁给我孙子，现在是怎么回事？不仅跟别人结了婚，连孩子都有了。哼！还有那骗走我孙媳妇儿的小王蛋，究竟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能配得上青雨丫头？第二天一早，叶家大院的大门就被高国贤敲响。叶和平一眼认出来人，心中顿时咯噔一声，赶紧迎接。陆美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人叫来，心头大喜，却故作惊慌。哎呀，高叔父怎么来了？这下有好戏看了。哎呀，老高，我跟远山正准备去你家里拜访呢，没想到你还先过来了，快进屋坐。哼，高叔公，您来了，这是我对象陈旭。高叔公，即便高国贤面色铁黑，周身散发着庞大的气场，我仍旧面色如常，打招呼时没有一丝怯场。这叫正要对着我发难的高国贤微微有一丝诧异。明明看起来年纪跟建伟差不多，怎么给人一种远超同龄人的沉稳和稳重？不过一想到是这个小子抢走了我看中的孙媳妇，我就咽不下这口气。老爷，你这是什么意思？明明约定好要把青雨丫头嫁给我们建伟。他说到这，再看了两眼我俩怀里双胞胎崽崽，只感觉气血上涌。现在这是怎么回事？青雨丫头跟别人结了婚，还生了孩子。当初青雨丫头出生，叶和平就想着要跟陈青山家孙子娃娃亲，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老上司的孙子发烧烧傻了，主动拒了叶和平提出的联姻，建伟这才有了机会。我这一等就是10好几年，万没想到，心心念念等到青雨丫头出落成大姑娘，转身就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结婚生孩子了，这实在是叫人无法接受。哎呀，老高，你别动气，青雨跟陈旭这事儿也是说来话长。他听到叶和平在提起陈旭名字，心头生出一股熟悉感来。不过现在脑袋正因为孙媳妇儿被抢走发胀的厉害，也想不出是不是在哪听过这名字。虽然我们俩想结成亲家，但是现在年轻人不比我们那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思想，很多是强求不来的。我怎么看这小子好像不简单，就怕他是在欺骗青雨丫头。还有你怎么看的孙儿呀？早知道你这老家伙看不住孙女，我就亲自派人去看着了。你放心吧，陈旭这孩子对青雨还算可以，以后有时间我也会去他老家拜访一趟。高国贤这会儿人也清醒冷静了一些，在听到叶和平我的名字，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什么。陈旭，这名字好耳熟。总不会这么巧，这个陈旭会是荣城那位个体户吧？不可能，应该是不可能。魔都那个前途无量的个体户，应该是个上了年纪、经历丰富的中年男人。这个陈旭看上去恐怕30岁都不到，应该就是崇明。一定是崇明。那这陈旭是哪里人？荣城本地人，做什么的？是荣城本地的一个个体户，生意不小。那是做什么生意？就是瓜子、木雕，还有那什么。小旭，你在荣城除了瓜子和木雕，还做什么生意来着？爷，还有天福可乐。我这话一出，高国贤顿时一愣，一时间只觉得难以置信。感情这一声不吭把青雨丫头抢走的臭小子，就是荣城那位赫赫有名的领头羊个体户。高国贤发现我身份不简单，就没再暗自琢磨，直接跟我问了一遍，确认我还真是那位荣城的个体户，顿时哑口无言，再也没有当时怒气冲冲冲过来的底气了。要真说优秀，我孙子高建伟不差，但是真要跟陈旭这样的新型人物相比，建伟除了是个高干子弟出身，其他方面还真不如陈旭半点。高国贤情绪稳定下来很多，没再继续跟叶平和发难，现在冷静下来，特别是看看那对可爱的双胞胎，也认清了现实。青雨丫头已经跟着陈旭生了孩子，就算把叶家房顶掀了，青雨也不可能成为高家的媳妇，特别是这陈旭出了出身，其他方面还真比孙子好点儿。青雨丫头选择人家，我更没底气再闹。不过刚才气势冲冲过来，现在突然就偃旗息鼓不追究了，叫高国贤有点收不起来架子，一时之间只感觉有点进退两难。就这样算了吧，建伟等了20多年的媳妇儿没了，那得多难过，在地都也没了面子。继续发难的话，也是自家孙子不够优秀，没得到青雨丫头的芳心，反倒是像我这个做爷爷的无能狂怒了。好在这时
听到风声的高建伟及时赶来了叶家。爷，今天我就准备一回去跟您说青雨的事儿，没想到下班有点事耽搁回去晚了点儿，你就先来叶家了。高国贤本以为孙子知道媳妇被人抢会伤痛欲绝，这会儿看到高建伟状态，老脸诧异，不解地看向他。你知道青雨丫头的事儿了？知道啊，青雨回来第一天我就知道了。你不生气？如果是别人，我肯定生气。但是陈旭这人你也知道的，而且青雨既然选择他，说明对我没那方面的想法，我们总不能去强求青雨吧。高国贤见自己孙子真是放下了，倒是宽了些心，也才顺着高建伟给的这个台阶下来。不愧是我高家的男人，拿得起放得下。那是建伟这孩子，无论是心性还是品格，都是难得一见的优秀。就算是跟青雨没了缘分，以后的对象也绝对不会差。那肯定啊，建伟哥肯定会遇到一个全心全意喜欢他、对他好的姑娘，我们只是不适合，又不是建伟哥不好。高国贤也没再闹下去的心思，就顺其自然，顺着台阶跟叶家一家子应付。之后就找了个理由跟叶家人告别，带着高建伟离开。不过没一会儿，高建伟又独自一人返回来，说是有事要跟我说，便单独去了屋里，小声又和谐地交谈起事情来。这一幕和谐的画面，叫今天准备好好看戏，结果看了个寂寞的陆美云母女当场傻眼。高老爷子不仅没大闹起来，这高建伟似乎还跟陈旭私交渐深。原来高建伟今天下班去折腾的事情，就是君子兰供货商找到了，对方手里存货挺多，可以供应2个人都需要的量，明天就能去当场交易。这样吧，明天你什么时候方便，我跟你一起去验验货，要是没问题就把这批货定下来。虽然说高建伟足够靠谱，但这也是几千块的投资，货还是亲自验验比较放心。特别是也不能什么事都全盘扔给高建伟，自己做甩手掌柜，我俩还没熟到那个地步。短暂商量，约了个时间，高建伟就没再多待，就告别离开。陆美云母女今天看戏看了个寂寞，倒也没太影响到2人的心情。反正现在叶青雨跟高建伟是不可能了，那叶静思是不是就有机会了？静思，现在建伟对叶青雨彻底死心，你以后可要多找机会跟建伟接触，让他把心放到你身上来。虽然静思长得不如叶青雨那个小狐狸精，但也是柳眉杏眼，五官清秀漂亮，是当下最流行好看的大家闺秀长相。只要多多接触，高建伟一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面对这么一个主动的花季女生，怎么能不心动？要是叶静思能够把高建伟拿下，巩固修复高叶2家的隔阂，我们母女2人在叶家的地位不就更加稳固？叶静思再嫁进高家，高叶2家更是如虎添翼，以后娘家要是有什么事儿，我动动手指头也能摆平下来。陆美云越想越觉得今后的日子一片大好。翌日一大早，我跟高建伟就来到了盛华路这边的花卉市场。陈老板、高老板，原本我们这些苗都是10块钱一株的，既然你们一次性要这么大量的，这样吧，我这880株君子兰一起打包给你们，每一株算9块5。你们看，这些君子兰大部分都快开花了，植株体型也挺漂亮的，再养一养更好卖。这玩意儿比我想象的难养多了，养不出几株品相好的就不说了，还一株接一株的事。现在我只想赶紧忽悠这2个冤大。阿布，财神爷，赶紧把这君子兰打包带走，顺便忽悠宰上一笔。秦老板，虽然你这些苗临近花期，但你这些苗的品相外观都不太健康，漂亮的扇形没有几株，叶片也不够厚，大部分还发黄，甚至有些都快死了。这种品相值9块5一株。秦世荣被我拆穿，脸色更是变得有些尴尬起来。本来以为2个人年纪不大，还不知道哪根筋没打对，一下子要进购几百株的君子兰，妥妥的冤大头行为，寻思着卖贵点狠狠宰一笔。哪成想这位老板竟然是个行家。嗨呀，原来是行家啊！既然都是行家，那我就不跟你们说虚的了。我这880株君子兰你们全部打包带走，每株我给你们算8块。秦世荣一下子就将每株君子兰降低1块5的价格，叫高建伟很是意外，也觉得这价格还真实惠。不过他自知在这方面看得不如我准，面上丝毫没有露出一丝动容，坐等我发话。建伟，不然我们去别家看看。成，隔壁市听说还有一家也不错，就是比秦老板家这里路程远一点，你不满意我再带你去那家看看。秦世荣本来一副态度强硬，8块贱卖不再降价，一听我要去别家，生怕这批君子兰砸手里。陈老板、高老板，这是干嘛呢？价格不合适，咱们可以商量啊。这样吧，你们开心一个价，要是觉得合适，我就把这批君子兰出给你们，就当交个朋友，怎么样？既然秦老板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跟您弯弯绕绕浪费你时间。这样吧，一口价7块钱一株，你卖880株我全收，不卖也不强求。哎呀，行吧行吧，我看你俩也是很合眼缘，这次就当跟你们俩交朋友了，不挣也行。虽然是些场面话，但我两眼默契的看穿不说穿，笑盈盈的跟着他说了几句场面话，将这笔生意定下来。880株君子兰，一株7块，一共6160块钱。多亏了这2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脑袋，发热买这么多君子兰过去。这君子兰可不好养活，估计不到1个礼拜就得死100来株。
也不知道这两人会不会回来找麻烦啊？嗨呀，找又怎么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到时候他们就算亏得裤衩都不剩，也跟我没关系。我囤下了800多株君子兰，只因1个月后他的身价会突飞猛进，涨到3万1株，没想到却受到叶家人的冷嘲热讽。你这是做什么去了？去进了一批君子兰来种，忙活了一下。种君子兰？叶和平这个年纪的人，正是对这些花花草草感兴趣的时候。听到我种君子兰到大半夜，也瞬间来了兴致。你这是种了多少啊？忙活这么久？爷种了800多株，所以忙活的比较晚。我操！客厅里的众人听到我这话，无一不是微微愣住。陈旭种这么多君子兰做什么？这东西一株也就几块钱，不用想也知道没他荣成那些生意挣钱。我也是花卉市场的常客，时常会买些应季的鲜花点缀家里。这君子兰养殖周期长不说，还很难养，特别是像陈旭这样不懂君子兰这种高级一些观赏性植物习性的人，恐怕养几个月下来，亏得裤衩都不剩。你怎么会突然想着种这个？这东西价格不都一直这样吗？能高到哪里去？这君子兰我知道啊，虽然算比较贵的植物，但价格一直都挺稳定，最多上下起伏2、3块。何况这东西还不一定能养活呢。爷，别看现在这君子兰不值钱，再过一阵儿可能会迎来一波浪潮，到时候这君子兰的价格也会水涨船高，能挣不少钱。我也就是估计养一批试试看能不能趁这个机会挣点钱。我跟老爷子说这事儿也是把他当家人，不隐瞒。至于信不信，就是他老爷子自己的事儿了。叶和平当然不信，当然不止他不信，就连叶远山和陆美云都觉得我养这君子兰投资是一件必亏的生意，根本就没当回事儿，也没兴趣参与这个话题。一家3口接连告别回屋。哼，这陈旭是真烦，想种什么君子兰，还拉着建伟。我白天去建委单位找建委都没见着人，他这事儿会不会把建委拉下水啊？建委能有陈旭这么蠢吗？怎么可能跟着他干？也只有陈旭会干这种事。也不知道这次陈旭怎么想的，平时脑袋瓜子不挺灵光，现在竟然会投资什么君子兰。再说了，水涨船高，能高到哪儿去？一株15块都上天，800棵苗苗能挣几个钱？亏都不够他亏的。之前还觉得这陈旭生意头脑不错，现在嘛，也就那样。陈旭，你说这些君子兰再过2个月真能挣到钱？能啊，不过现在这种品相的君子兰，就算到了君子兰浪潮的时候，也挣不了什么钱。别说挣钱，到时候可能都死光了。那咋整呀？像是君子兰这种植物，它比较喜欢疏松通风的土壤，太干不行，太湿也不行，否则很容易引起烂根。就像我手里这株一样，这土虽然不错，但是还不够好。这2天我发酵一些树皮、松枝、花生壳混合进去，这样既可以保证土壤疏松透气，它里面含有的腐殖质还有丰富的营养。知道陈旭好像有些懂君子兰，但是万万没想到陈旭竟然这么懂君子兰，对君子兰的养殖甚至比那花卉店的老板还要专业不少。还有一点，这君子兰浇水要注意频率，要一次性浇透，不干不浇，浇就浇透。盆土干到一半时浇水是最合适的。这秦老板应该是浇水过勤，导致这些君子兰的根系出了问题，才影响到叶片和开花的质量。我在这君子兰面前给高建伟一科普，就是10几分钟的时间。只要注意了这以上几点，这君子兰基本就可以养好。到时候我们再给它配上更加漂亮一些花盆，植株形态优雅，叶片油亮翠绿，不愁卖不出好价钱。建伟，养这东西是不是还挺有趣？啊，是挺有趣的。我不理解陈旭怎么年纪轻轻就有巴纳一半的爱好了。正常的年轻人哪有心思和功夫去研究这君子兰的养殖？叶青玉跟陈旭难道真的不会有代沟吗？这些天高建伟一下班放假都会过来照看君子兰，偶尔还会带上小女朋友一起过来。晚堂，你别弄这些，里面有花生壳，小心划手。这有什么的？我小时候也经常跟我奶奶下地干活，不娇气。再说了，这些君子兰是你花了钱买的，我不懂挣钱，但是可以给你帮帮忙。林婉堂是个勤快利索的姑娘，一边说着，手上的动作也没停，小心翼翼给君子兰松土，生怕稍不注意把这君子兰误伤。现在我买了一套4合院，如果不出意外，在2、3年的时间，应该能翻2、3倍的价钱。这个君子兰再挣一些，以后多跟陈旭一起做项目，一定在你24岁之前，八抬大轿把你抬进我们高家的大门。虽然不能先去见我家里人，但我们可以先去见见叔叔阿姨，他们是在村里小学教书对吧？按照高建伟的想象，林婉堂知道他要去见他父母，应该很开心。但让他有些意外的是，林婉堂不仅没有表现出开心的神态，甚至略有些意外的看他一眼，而后装作若无其事，继续整理手里的君子兰。不用那么着急见我爸妈。好吧，都听你的。什么时候你觉得可以带我去见叔叔阿姨，我再正式陪你去。按照印象里的君子兰浪潮信息，应该再过不到半个月，喜都那边关于君子兰的各种传闻就会传出来。现在这批君子兰品相也提升了不少，虽然大部分都比较一般，但不乏也有40、50株上品相的君子兰。到了那个时候，这些价格就算是定在1万到3万之间的天价，恐怕也能引来不少人争相购买。
现在就只用精心照料着手里这些君子兰，等喜度那边开始发酵，躺着把这一大笔钱挣了。时间一晃，1个月很快就过去了。陆美云想起来，我已经打着种植君子兰的借口在帝都待了1个多月，当着叶老爷子的面问起这养殖君子兰的进度来。陈旭，你君子兰都养1个多月了，也还没见有什么动静，会不会是你判断失误了？都这么久过去了，我可没听说最近君子兰在市场受欢迎。现在几乎是100%肯定，这陈旭就是借着投资什么君子兰做借口，在帝都跟叶老爷子套近乎拉关系。不止陆美云，就连叶远山也开始怀疑这我养君子兰是假，借着这个由头一直在帝都耗着才是真的。是啊，而且你荣城那边的生意不是比这君子兰赚很多？离开这么久不去看管一下，放心吗？其实我在这边待这么久，主要就是想陪着青雨多陪陪爷。这君子兰挣钱只是次要，爷爷跟青雨开心最重要。叶远山夫妇不就是嘲讽我借君子兰巴结叶老爷子？那我就顺着两人的话来，就巴结讨好了，两人又能怎么样？我这一番话堵得叶远山和陆美云再说不出话。本来是想暗示老爷子不要太相信陈旭，都是在讨好他，哪成想陈旭就笑着直接大方承认。还说的头头是道的，所以这臭小子种植什么君子兰都是幌子，真实目的是在帝都长贷，打我这老头子的主意。我实在看不透这个年轻人。然而，叫叶和平没想到的是，就在他这个想法冒出来的第2天，一大早，一个从喜都那边传来的消息，差点没把他当场砸晕。电话里，一个跟他差不多年岁、很爱养殖君子兰的朋友跟他透露，一个外商看中了一个小商贩养殖的君子兰，还出了1万的美金，当场把这株君子兰买走。一株君子兰怎么会卖到18000？在我印象里，一株君子兰最多25，没想到竟然能有人来出18000的天价。足足好几分钟过去，他才从震惊中回神，也才后知后觉想起来。陈旭当初说的君子兰浪潮是真的，那他提前准备好的几百株君子兰岂不是要发了？这条关于君子兰的消息不仅传进了叶和平耳朵，一直让人关注喜都君子兰市场的高建伟也在第一时间速度知道了这个令人震惊不已的消息。要是这君子兰浪潮真的来临，那我当初才投资几百块买100来株过来，这个决定简直不要太愚蠢。但凡是当初多买1-2株，要是能养好一些，也是能多挣1-2万的事儿。陈旭，你猜我听到什么消息了？是关于君子兰吗？还真是什么事都没法跟你卖关子，就是君子兰的消息。高建伟用了1-2分钟的时间，很快就将喜都那边君子兰的消息跟我说了一遍。陈旭，这是你说的君子兰浪潮兴起的前奏吗？还是这只是一个假消息或者例外？这事现在先不要急，你再等等看，过阵子喜都那边会不会再传出一些消息来？如果再传出一些来，那这君子兰浪潮也正式拉开，我们手里这些君子兰也可以带去喜都，再耐心等等。从高建伟口里得知这个消息，跟对方短暂交流几句，就没再多待，打算回去赶紧将这个消息分享给叶青雨。反倒是高建伟在知道自己现在养着的君子兰在不久的将来真的可能挣大钱的之后，瞬间提高了积极性。我前脚离开，他就赶紧带着工人们去浇水。陈旭，你现在的君子兰养殖是什么情况？老爷子竟然问陈旭那几百株君子兰，就算是问陈旭魔都跟荣城那边的生意，也比打听这几百株君子兰好点吧？爷，我那800多株君子兰现在养活了400多株，状态看起来不错。这会儿，陆美云听到我800多株君子兰只养活400多株，当即就没能忍住想让我难堪的冲动。什么800株就养活400多株？那你这君子兰不是亏了？一株最多挣15块，死掉的都有2000多块了，剩下的除了本钱就没挣几个钱，还要付工人的人工，加上你最近这段时间去的心血，这批君子兰你根本就没钱挣吧？不止陆美云，就连叶远山和叶静思也朝我投去复杂的目光。哼，这陈旭折腾1个多月，那君子兰才活1半不说，可能都还卖不出去，就算勉强卖出一些去，恐怕也挣不到什么钱，还亏吧。看来这陈旭就是用这个借口赖在叶家不走。这陈旭在这叶家住这么久，就是口口声声说养这个君子兰，养死1半不说，还真没挣着钱，天天往外面跑，是不是觉得攀上我叶家不用努力了？一家3口脸色都不是很好。然而叫他们没想到的是，还没等到我回答陆美云的话，叶和平就先一步开了口。话可不要说得太早，今天我正好听到一个消息，就是关于陈旭这君子兰的。关于君子兰的能有什么消息？还能让老爷子单独拎出来说？爸，是什么消息？上午的时候，你们那个在喜都的刘叔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帝都那边有个外商从一个养花户那里买了一株君子兰。这君子兰买卖不稀奇，但稀奇就稀奇在这个外商及养花户买君子兰的价格。这一株君子兰跟高国贤养的品相差不多，却足足卖了1万美金，整整18000块钱。叶和平这话一出，除了我之外，众人脸上的表情那叫一个精彩纷呈。什么18000？在这个月薪人均30-40块钱的年代，如今一株君子兰就能让一个普通人一夜变成万元户。什么18000？一株君子兰竟然能卖18000？
这一株君子兰最多不会超过30，竟然有人会花18000去购买，这是不是太离谱了？喜都那边一株君子兰开出了18000块的价格，那陈旭现在手里可是有400多株君子兰，高老元帅手里养着的君子兰我也见过，绝对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独一无二的艺术佳品。陈旭手里400多株，听他最近透露的君子兰情况来了哦，跟喜都那一株同样品相的君子兰，恐怕最少也能有个40-50株，平均一株1.8万，那几十株最少也是90万。叶远山简直不敢想，要是喜都真的如同我说的那般流行起这股浪潮来，那400多株的君子兰究竟能挣多恐怖数量的钱？那陈旭不，那姐夫那400多株君子兰岂不是也能卖很多钱？厉害呀！要是真的流行起来，你岂不是最少也能挣100万？应该能挣100-200万，到时候我就第一时间把这些钱都上交给你。叶静思本来就已经莫名开始发酸，这会儿听到我跟叶青雨说这话，心头更是百般不是滋味，生出一股子嫉妒的感觉来。哼，叶青雨到底是什么运气，竟然能找到一个像陈旭这样优秀又疼她的男人？陆美云心头那叫一个难受，不过她还是觉得我在异想天开。也别高兴得太早了，万一这就是个巧合，是那买君子兰的外商比较任性，就他一个人愿意一株君子兰花1万多块钱买呢？怎么可能有那么多脑袋有问题的人？是啊，除了人傻钱多的外商，谁会愿意花那么多钱买一株君子兰？姐夫你可别给姐太大的希望，别到时候这些君子兰卖不出去，让她白高兴一场。那就拭目以待吧。我相信你。哎呀，这些话可能你们不爱听，但是就是事实嘛。我就是怕你们幻想的太美好，到时候君子兰没卖出去，心里有落差嘛。可以肯定，绝对不可能再有傻子再买这君子兰，毕竟这东西在昨天都还是10几20块一株的东西。喜都这件事一定只是一个个例。然而打脸来得很快，1个礼拜后，2条关于君子兰的消息又从喜都传到帝都，叫陆美云彻底傻眼。喜都城里掀起君子兰狂潮，一夜发生2件惊天大事。一位港商要用一辆世界上公认的超豪华高级皇冠轿车来换一盆名叫凤冠的君子兰，结果被花卉公司的经理给当场拒绝。李某某从隔壁城市长途开车去喜都偷花，得手后连夜返回，最后在仓皇逃窜中车翻人亡。陆美云看到报纸上这几条关于喜都君子兰的新闻，一双眼里写满了意外和不可置信。如果说半个月前有外商花18000买走一株君子兰是个特例，那喜都现在这2件让人感到同等震惊的消息，还能算是个例吗？用世界上公认的豪华轿车去换一株君子兰，还能被拒绝，说明君子兰的主人有信心，他手里的君子兰价值更大。甚至还有人长途开车去喜都那边偷花，还丧了命的，也判断得出来现在君子兰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怪不得这1个礼拜帝都这边都没有人在路边售卖君子兰了，现在看来恐怕已经集中到喜都那边开始高价售卖了吧。特别是今天这新闻一出，君子兰的身价肯定是水涨船高，以后这样的新闻恐怕每天都会层出不穷。陆美云越想，脸上的表情就越发精彩，也回想起2个月前我说起来的君子兰浪潮。这君子兰还真如陈旭说的那般疯狂夸张，从一株5、6块、7、8块，最多不过20块的价格，疯狂涨到1、2万一株。那陈旭手里那几百株君子兰，岂不是？大清早的，你这是怎么了？询问出声同时，叶远山也将手里的报纸扫了一眼，在看到报纸上醒目的标题时，顿时微微愣住，又盯着看了几秒，反应过来，双目不自觉瞪大。今天几乎叶家所有人都在看到报纸上的消息被狠狠震颤，我正好是最后一个出来，刚一过来就受到了几双眼睛的凝视。陈旭，你快看看，喜都那边真流行起这君子兰来了。看样子确实是发展起来了。这几天我找个时间去喜都那边走一趟，出货。这君子兰泡沫虽然流行了2年，但交易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喜都那个城市。现在要出这么多货，肯定也是喜都那边出的比较快。财神爷，我这次可真托了你的福，要赚大了。我也不止在你一个人面前说这君子兰浪潮的事儿，但真相信我还跟我一起买君子兰种植的人，也只有你一个人。问候2句，我也没耽搁，直接开门见山跟高建伟说了接下来的计划。现在喜都那边的浪潮已经掀起来，我们也不能再耽搁，得赶紧带上君子兰一起去喜都，把手里这几百株君子兰销货。特别是现在喜都那边刚刚盛行起来，很多人都才开始收购君子兰苗，或者才开始种植。这一批成品过去，不出意外的话，只要稍微放点消息出去，就能引起一波抢购潮流。行，不过现在这君子兰可不比以前。最近认识个熟人，有个保镖组织，不然我等会儿就上门去问问他，能不能帮我们这一趟。毕竟是几百株的君子兰，加起来价值最少也是几百万。
除了要低调过去喜东那边销货，请几个专业的保镖也是很有必要。好的。我俩一拍即合，很快就将前往喜都的事提上行程。在筹备这2-3天里，喜都那边关于君子兰的消息也是层出不穷，甚至一个比一个夸张。最贵的一株君子兰竟然炒到了5万的天价。但可惜的是，这场君子兰热潮来得太过突然，成熟品相的君子兰并不多。几天的热潮过去，市面上品相稍好一些的君子兰就开始一株难求，也有不少人看到周围的邻居因为1-2株君子兰一夜成为万元户，也跟着动心，纷纷跟风养殖君子兰。甚至连不少国营工厂里抱着铁饭碗的职工们，也将心思放在了养殖君子兰上。一时间，整个喜都大街小巷，无论男女老少，都将注意力放在了养殖君子兰上，全城陷入君子兰的疯狂当中。今天，我跟高建伟也带上满满一货车的君子兰，出发前往喜都。这一趟行程，除了我俩，其余8人都是高建伟朋友魏勇。4个人在大货车上跟车，我和高建伟、魏勇和一名司机坐在后面的轿车上。大货车的前方也还有一辆小轿车带路观察情况，给足了安全感。一路上，我除了看货跟高建伟谈话，偶尔也会观察一下这个叫做魏勇的人。现在已经出发2个多小时，魏勇几乎一句话也没说过。不过从见到他的第一面，他那带着杀气的眼神，也能自然判断出来，这男人是见过血的，恐怕还不止一次。一路走走停停，大半天的时间过去，一行人就来到了北城丰润。现在这个年代，这个位置非常不太平，很多人都在这里被劫匪抢过，是一个高发地带。好在的是，车队一路行驶都有惊无险，并没有冒出劫匪。轿车里驾驶着车子的司机松下一口气，刚才那2个弯安全通过，应该就没事了。一般情况，真有劫匪都是在这2个弯道拦的人。那就好啊，我还是第一次做这种带着一定危险性的生意，可不想见到劫匪。未必。就在魏勇这话说出的下一秒，道路两旁就接连冒出20-30号人来。各位来活儿了，只要今天劫下这几辆车，保证我们下半辈子吃喝不愁。周围众人听到张胜明这话，像是一头头穷凶极恶的狼看到了食物，往车围堵过去。20-30号人手里拿着的都是长枪大刀，而且还有人手里拿着这真家伙。这个路段会冒出劫匪不奇怪，但这么大张旗鼓来了20-30号人，分明就是有备而来。如果今天没带魏勇过来，这批货恐怕还10有89被抢走。不过现在有他在，还有拼搏一把的可能。应该会耽搁10来分钟的时间，你们就在车上稍等片刻。魏勇这边刚有动作，大货车和前方轿车上的人也接连跳车下来，虽然人少，但气势上却丝毫不输。差不多都是在一条道上混的，我也不想废话，这3辆车从现在开始就是我张胜荣的。你们也不想因为别人口袋里的钱丢了你们的命吧？张胜荣神情张狂，饶是对面站着的男人看起来并不好惹，但他人多，特别是腰上挂着的可是真家伙。不过让张胜荣感到意外的是，今天他碰到这人，并没有像他想象那般犯锁，甚至露出丝丝狰狞瘆人的笑意来。不止魏勇，就连魏勇身旁的几人，在听到张胜荣这话后，脸上无一不是露出笑意来，只好像是听到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张胜荣看到魏勇几人反应，顿时只感觉自己的威严受到了很大的冒犯，脸色瞬间变得灰暗。到底还是太年轻，今天恕我不介意教你们好好做人。然而张胜荣刚要掏出腰间的家伙，魏勇身影骤然一闪，不等众人来得及反应，张胜荣就扑通一声摔倒在地，腰间的家伙早就已经易主，被魏勇握在手里。都让开，别乱斗！短短1分钟不到的时间，张胜荣脸上的神色的立场就已经天翻地覆。魏勇一声没吭，直接镇压全场。不愧是魏勇，没让人失望。这魏勇不是说得等10分钟才能解决这些人，现在这情况不到3分钟，这魏老大是对自己实力判断失误了吗？并不会，毕竟魏老大出来一趟，可从来不走空的，收这么几10号人的东西，可不得花点时间。魏勇这一支队伍的专业程度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不仅护送东西专业认真，就连抢路匪们手里家伙东西的时候，都比路匪们还要更加像抢劫的。几分钟不到的时间，就收缴了他们10多把猎枪和10多把长刀短柄。张胜荣被废了双腿，至于留他一口气，魏勇也是有事儿还要打听。说吧，什么人给你透露这几辆车的行踪？价值100万的君子兰车队，几10名土匪们，还好我请的保镖一人出面就镇住全场。说吧，什么人给你透露这几辆车的行踪？是我一个帝都那边的熟人，说有人卖了这个消息给他，他卖给我。名字、电话，别记错信息，我不喜欢记忆力不好或者会撒谎的人。张胜荣早就狠狠领略到了魏勇的手段，赶紧将帝都那位熟人的信息吐露了个一干二净。得到答案，魏勇这才叫人将他扔回抱团蹲在一起的人堆里，一轰油门离开，留下只剩半条命的张胜荣以及一众瑟瑟发抖的众人。万万没想到，这一趟以为能满载而归报复的行动，竟然踢到了铁板，遇到了比我还土匪的土匪，东西没抢着不说，老大还差点丢了命，几个兄弟重伤，身上值钱的东西个家伙被抢了一个精光，后悔盯上今天这一波人，遇到这些魔鬼。魏老大，这趟任务完成，我这还有个委托，接吗？
既然这位老大这么会办事，揪出帝都那人的事，倒可以不用亲自动手，省不少麻烦。主要是那人我不认识，高建伟抱着公家的饭碗，找到也不好有什么动作。魏勇就不一样了，办事能力强，脑袋也灵活，这种事完全可以放心交给他。3000，行，只要办的事能让我满意，钱不是问题。接下来这一路，虽然没再遇到丰润那边有备而来的抢劫，但也不算太平。一路又大大小小遇到几波路匪，没有一波例外，都被魏勇跟着手底下的人抢了个精光。原本开往帝都的3辆车，不仅没有损失1毫，甚至还多了一辆小型货车。整个车连带车厢里都是这一路过来满满的收获。2天后，一行人终于抵达目的地，这个冬天必备棉袄大衣的城市喜都。之后我们来到一家户门口，这是叶和平给的地址，他一位老朋友的住所。叶和平知道我要过来，特意交代来这边，他老朋友会招呼我。来到院子门口，我抬手敲响院门，不一会儿，一个妇人打开门来，还不等出声招呼，院门就被他从里面狠狠关上。老刘，土匪进城了。好在叶和平有提前招呼过，没多久，院门就被人从里面再次打开。这就是老叶说的不怎么喜欢的孙女婿。福伯，我还有件礼物要送给您，差点给您忘记，这就去车上拿。您稍等。哎，不用，小旭你太客气了。小谢，你这是干啥呢？带这么多东西已经足够了。他知道这趟我过来是做生意，好像是卖君子兰，但现在看到手里的东西，却丝毫没往君子兰那方面想。不说陈旭可能拢共就几株君子兰，这么稀罕值钱的东西，用膝盖想人家也不可能送啊。听爷说老爷子你也爱养些东西，这也是晚辈的一点心意，希望您能收下。好，那福伯就不跟你客气了。老爷子呢喃一句，就将包裹盆栽的纸板掰开一条缝，再看到里面那植株的模样，也是一愣。这不是君子兰吗？还是8片叶，已经是一株即将迎来花期的君子兰。现在在这市面上的价值，没有4、5千一株根本拿不下来。这样的君子兰也是一株难求。陈旭竟然一见面就给这么一个大礼，小谢，你这礼物太贵重，特别是你现在还要靠卖这个养孩子，我不能收。你心意我已经感受到了，这趟过来看陈旭这阵仗，手里应该有个10来株的君子兰，一来就送1株，我可不好意思收。福伯，您就放心收下，我手里这样的君子兰很多，真只是我一点小心意。主要是现在有求于人，跟对方又不太熟，必须把礼物送到位，才好赶紧开口。要说现在这个年代，给喜都这边的人送礼物，哪能有比君子兰更合适的？我车上还有400多株，送1株也无关紧要。毕竟喜都这边的天气比我预料的冷太多，饶是有提前做过防寒处理，摸着车里不少君子兰，应该已经冻出问题了。我也没时间慢慢去找合适的地方转移这些君子兰，耽搁的越久，冻坏的君子兰就越多。那你这次带了多少过来？要不要现在赶紧搬到我院儿里去？有点多，而且防寒措施也没做太好，可能得赶紧搬进您院子里，占用一个房间。占一个屋是有20、30盆。我操！叶和平那老家伙有福气啊！这孙女婿靠着这一批君子兰，少说也是一次性挣10几20万吧。福伯，您说的还是少了点。难不成有5、60株？不是我不相信你，而是这君子兰十分难养。自从君子兰浪潮来临到现在，我听说最多的一个养殖户手里也只有7株君子兰，品相还挺一般。福伯，实不相瞒，我这次带来的君子兰一共有467株，所以得麻烦您老安排一间大点的屋子，或者2间小的也行。本来以为叶和平孙女婿可能会借着喜都现在的君子兰浪潮发一波小财，但是万万没想到，叶和平这孙女婿竟然有这么大的能耐，拉着400多株君子兰过来卖。要知道，在这喜都，现在一株像养一些的君子兰都得遭到一阵哄抢，他手里竟然有400多株。知道院门口的车里装着400多株的君子兰，刘福生哪里还敢耽搁，赶紧叫老伴去收拾家里最大最暖的一间屋子出来，同时叫赶紧带人去把君子兰搬进家里来。虽然动作已经够快，但这一路过来，还是有近100株的君子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冻伤。这几天喜都这天气比往年都要冷，今天都零下10几度了，又一路冻了3、4个小时。要是温度再高个几度，你这些君子兰也不会冻坏。我也知道君子兰有些不抗冻，提前做了准备，但没想到这喜都这几天的天气竟然会这么恶劣。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虽然重生，但我也不能对这个年代每个城市当时的天气都全知全悉。这一趟能借着先知优势提前2个月养殖君子兰过来卖，已经是托了这重生的大优势。好在现在这君子兰在喜都的价格似乎比预估的还要高一些，整体算下来也跟和预计的收入相差不了多少。既然都冻坏了，那也没办法，我们应该庆幸还有300多株君子兰是健康的。确实也还好，冻坏这些都是我们提前预判，预防冻伤放在边缘处，都是一些差苗，也将损失降低到了最小。哟呵，
不得不承认，叶和平这孙女婿不仅很能挣钱，心态也很不错，一看就知道以后的成就一定不小。我恐怕是没叶和平这么好的福气，就算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这么优秀出众的孙女婿。这么好的年轻人，怎么就不是我孙女婿呢？不过这老爷似乎不太满意他这孙女婿。既然如此，我倒不如对陈旭好一些，给人留个好印象。以后要真是在叶家待不下去，我刘福生不嫌弃啊！谁能拒绝一个很会养君子兰，又会做人、三观正还长得不错的孙女婿呢？午饭过后，我让魏勇跟手底下的人留在家里看着君子兰，就跟高建伟前往喜都这边的花卉市场。而我的目标就是这些出手大方的外商，或者可以批量性接手手里君子兰的富商。很快，高建伟就注意到一个穿着光鲜、体型富态的中年男人。男人似乎经济实力雄厚，也在投资君子兰养殖转手这个项目。只要是他路过的店，基本都会批量性把店里的君子兰购买下来。发现目标，没耽搁，主动上前招呼，跟男人说明来意。我手里有50株君子兰，你要不要上门看看？不好意思，我只在红旗街门店里买，没空跟你去看。怎么看这俩小子也不像是好人，更不像是能养出50多株君子兰的人。就在这时，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生侧耳跟身旁的翻译询问几句，听到翻译说出来的内容，看我和高建伟就要离开，赶紧将人叫住，急得飙出一句洋话来 ：“Hello, are you selling Jancy land？” 这洋妞是干嘛呢？这俩小子一看就知道是骗子，还直接跑去跟他们飙洋话。他们能听懂才怪。我看到洋妞在看着自己，几乎本能自然地以一口流利的英语朝他问 ：“This lady, are you calling us? Sir, it seems that you are very good at 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our country.” 卡特琳也没想到我这位华夏人不仅会说洋语，口音几乎跟他们这边相差无几。实不相瞒，我很喜欢你们西方的文化，也很认真学习了你们的语言。之前我也有注意到这个洋妞似乎也是在收购君子兰，只是刚好高建伟又注意到了华夏的富商，本着跟华夏人沟通交流比较方便，就优先选择了那中年男人。但明显对方并不想跟我俩多接触。现在这洋妞送上门来，特别是一身穿着和气质，就看得出来是个不差钱的。那真巧，我也很喜欢你们华夏文化，不过中文才开始学，希望以后有机会能跟你多多学习。我叫卡特琳。可以，我叫陈旭。陈，很高兴认识你。两人你一言我一句，交流十分顺畅，完全没有碰到障碍，就连一旁跟在卡特琳身边的翻译也惊得一愣一愣的。卡特琳知道我有50多株君子兰，顿时一惊。哦，陈，你这么厉害，竟然有50多颗君子兰。你要是感兴趣，我可以带你去我花房里看看品相，满意再购买。当然可以。如果是别人，他可能还会有些怀疑，但是面前的我，莫名给他一股值得信赖和可靠的感觉。也就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刚刚被无情拒绝的我，就带着卡特琳和身后一众随行的保镖，留下饭碗被抢、一脸哀怨的翻译，以及刚刚无情拒绝我的中年男人。这洋妞果然是太天真，正常人，特别是这种年纪连一株盆栽都可能养不活的男人，怎么可能养得活几10株养殖难度更高的君子兰？陈旭是真谈了一个洋客户，我怎么也没想到，这陈旭一个小城市里出来，好像还是个没上过大学的人，英语竟然说得这么溜，是不是叶青雨偷偷给陈旭补课了？卡特琳本来就觉得我种植出50株君子兰很牛逼，直到看着满屋子的君子兰，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瞬间瞪得更大。这一屋子何止50株？卡特琳在屋子里几百株君子兰里晃好几圈，很快就从这300多株完好的君子兰里挑出98株品相上佳的君子兰来。这么多株君子兰，最贵的一株有4万，最低的也超过了6000。这98株君子兰苗给卡特琳友情价抹一个零，一共能卖88万4千块。而这些君子兰的价格，跟卡特琳一起过来的助手也在一边计算。跟我的心算不同，对方手里带着现在国外最为流行的计算器。让他意外的是，计算器算出来的价格跟我这边统计出来的价格一模一样。1个月前，我花6000块囤下800株君子兰，如今转卖洋妞后，净赚200多万。陈，你总是这么让人感到意外和惊喜。这么复杂的数字，你竟然能算得这么准确，实在是太厉害了。实不相瞒，其实我也就在关于挣钱的事情上算得比较快。要是换做其他事儿，我恐怕100以内的加减都能算错。哦，这就是你们华夏这边叫的财迷对吗？那很巧，我父亲也经常说我是个财迷，但在算术这方面，我可还要多跟陈你请教请教。越发的觉得这个华夏男人实在太有魅力了，会流利的英语不说，还很有先见之明，种植君子兰，在现在这个热潮的时候大卖，这惊人的计算能力，直接就能吊打我那边的所有男人。卡特琳，你已经有计算器了，不用再花精力在如何提升自己计算能力的事情上。或许再过不到1年，我们华夏这边也会大量引进你们这方面的电子计算器呢。
陈，你真是个聪明的人，这款计算器正好是我们家公司生产的，我父亲也对华夏这边的市场很感兴趣，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合作。说其他的我不感兴趣，但是提起生意，兴趣可就来了。特别是接下来几年，华夏的电子产品行业势头是几十年里最为强劲的几年，我怎么可能拒绝卡特琳抛来的橄榄枝？将来如果能再次合作，那真是我的荣幸。不一会儿，出去取外汇券的助手也来到了院子里，整整100万整。高建伟现场将88万4千块的外汇券清点一遍，确认无误，才让卡特琳手底下的人将他挑选出来的君子兰搬走。难怪这外汇券这么受人欢迎，要是换做普通钱票，这么多钱估计得占不小的地儿。虽然外汇券跟普通钱的面值一样，但是现在普通钱的面值最大只有10块的大团结，这外汇券就不一样了，最大面值就是100块，同等数量的钱，体积差不多能少9%，这也是现在华夏商人比较喜欢收外汇券的最大原因。就算不用太多地方放，这么放着也不安全。等会儿这卡特琳走了，我们把钱分一分，我就先把钱都给青雨电汇过去。这次跟你的合作很愉快，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能继续合作，只要以后多跟陈旭接触，熟悉下来，他了解到我，一定不会拒绝私人的饭局或者一场浪漫的约会。只要卡特琳你不嫌弃，我们一定还会有机会再合作。简单交谈几句，卡特琳就没再耽搁，跟着搬运君子兰的助理们走出门口。卡特琳的动作非常高调，很快就引起周围不少行人的注意力。当有人控制不住浓烈的好奇心上前询问，卡特琳都会跟人说她在这里买了100株君子兰，非常喜欢，马上就要带到国外去。卡特琳这个洋妞透露出来这个消息，无异于在人群中放了一个惊雷，瞬间炸开锅来，不少人就赶紧回家拿钱，奔走相告。我跟高建伟出来送他，也将这一幕尽收眼底。卡特琳，谢谢。我过阵子可能会去你现在住的帝都，可以给你机会谢我。可以，到时候你过来，我要是还在帝都，请你吃一顿饭表示感谢。那我可得尽快去帝都，不能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才行。你就别打趣我了，卡特琳小姐。陈，后会有期。卡特琳才离开没多久，刘福生家院门口就以恐惧的速度聚集过来人群，目标都只有一个，买君子兰。短1个小时不到，刘福生家的门槛就快要被前来的人踏破。今天真是劳烦你了，要是没你帮忙，我们估计忙不过来。不用客气，反正你也要给我加钱的不是吗？收工后，统计了一下今天君子兰的交易情况，剩余的338株君子兰一共卖出去188株，今天累计收入一共是142万4千块。高建伟当初投进来700块，占全部投资的11.4%，这140多万里，高建伟就能拿到16万2300多块钱。这就是挣大钱的感觉吗？谁能想到，短短2个月的时间，这君子兰的价格就真的水涨船高，比那些冰箱彩电还要流行名贵。如果再回到2个月之前，回到投资君子兰那一天，我肯定毫不犹豫投资比原来更多几倍的钱下去。以后只要是你投资的东西，不要管它合理不合理，我只管跟着投资就行。跟高建伟分红完，我两找刘福生夫妇，给了二老派了个大红包，让二老沾沾喜气。现在看陈旭，简直越看越中意，都快忍不住要拉孙女儿回来跟陈旭见面，把墙角给挖过来。不止给二老塞了红包，也给了魏勇8000多的提成。魏勇也没含糊，拿出一半来给手底下跟来的人。可以说这一趟过来，几乎所有人口袋里的钱包都变得胀鼓鼓，赚妈了。这一忙就是2-3天的时间，终于将君子兰全部卖干净。将收益一统计，总共卖了正好整整220万。除了雇佣保镖和778的费用，高建伟这趟过来净赚24万5千块，我净赚195万5千块，和之前预计的收益差不多。明天收拾，准备回帝都。这会门被人从外面敲响，原来是福伯的老伴儿阮凤根。老人家知道我们明天就要走，特地给提来2大块喜都这边的土特产。小旭，这个是给你的，明天你带回帝都去。你也知道这肉怎么做好吃，到时候交给你爷做就成。伯母您太客气了。哪里，你们也难得来一趟，这一趟回去又不知道啥时候能再见着。阮凤根说话同时将手里的土特产给高建伟，看着我时是满眼的不舍。伯母您放心，以后有时间我会带青雨和孩子们过来看你们，也欢迎你们随时去帝都或者魔都做客，也随时欢迎您二老来帝都。就在这时，刘福生在屋外大喊一声：小谢，广城那边有人打电话来找你，快过来见。我在广城的熟人不多，也就只有刘红一个，所以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从电话里我才知道，这刘红跟纺织厂那位厂长李成文达成了共识，叮咚拼西凑加起来10万，接手了一家快要倒闭的服装厂，准备大干一场。然而让两人都没想到的是，这个冬天都已经过去2-3个月，两人工厂里几10万套衣服还完全处于滞销状态。旭哥，我跟老李是真没办法了，今年过年恐怕都不能回家，你平时主意都挺多的，这次能不能帮我跟老李想想办法？刘红，你觉得老李设计那些衣服款式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看的，就是那些服装店和个体户觉得不是当下流行的，不愿意在我们这儿进货，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看着老李设计的潜移默化觉得很好看，其实别人觉得不好看。那可未必，说不定是老李设计的这些服装太过前卫，现在的人没办法发掘它的优点和过人之处呢。
而我这话一出，电话里的刘红也有些沉默。其实我也这么想过，是不是老李的设计时髦过头了？但是光我想没办法啊，客人觉得我们厂子的衣服不时髦，不买账。我们总不能逼着跟人说我们家更时髦吧？旭哥，就算是真像你说的，是我们衣服比较前卫，但大众的审美也不跟着我们走，就跟着大众走，我们该怎么办？现在华夏的潮流不都是人带领出来的吗？既然欧美港城那边能带领潮流出来，难道我们就不能也带起一波起来？那旭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像你说的那样带领潮流？现在我们衣服都卖不出去，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带。这个也不难，只要把你们的衣服免费提供给有影响力的明星或者名人穿出去，要是衣服款式真的漂亮，还怕别人会不喜欢吗？说到这儿，我想起距离现在最近的一个节日，这不还有1个多月就要过年了，现在城市里很多家庭都会准时看春晚。你们的衣服要是能在春晚某个明星身上穿出彩来，不愁没有销售市场。这个年代，春晚几乎都是自助开办，没有像后世那样各大品牌公司挤破脑袋都想获得一个赞助的机会，相互竞争。刘红跟李成文这个厂子虽然不是很大，费点功夫去赞助一个小品或者歌曲歌手的服装，应该不成问题。打一波广告，要是效果好，就算是年后也不愁这些衣服卖不出去。对啊，这春节联欢晚会可是城市里好多人家户都会准时收看的节目，要是我们的衣服能出现在这个节目上，就算是那些衣服真的不时髦，也能受到这个节目的影响，带动销售起来吧。旭哥，谢了，我这就拿上去跟老李说这事儿，以后有机会好好请你吃一顿饭。客气，你先去忙吧。如果不出所料的话，明天一早刘红应该还会打电话，到时候再谈不迟。千里之外的广城，李成文听完我的建议，也瞬间豁然开朗，觉得这办法确实大有可为。不过想起自己那比脸还干净的口袋，顿时皱着眉头。真要去赞助春晚，肯定得去一趟帝都。我们这个厂子也不大，就算是免费提供，那些明星未必愿意穿我们提供的衣服，除非能从我们这里拿到好处。那确实，不过我现在也没钱了，要不是厂子里提供食宿，我估计已经饿死街头，可没钱再投进去了。去帝都得花不少的路费，想要见到那些春晚的明星，更需要不少钱去打点，更别还需要塞多少钱才能让明星穿我们的衣服。整个现场陷入一阵短暂的寂静，最后还是刘红先开了口：要不我们去跟陈旭借点钱？可是我感觉有点悬，其实我跟旭哥也就才见过几次面，开口跟人借这么多，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要不我们看看能不能拉陈旭入伙，让他投资几万块钱进来。如果陈旭愿意在这个时候入伙进来，我可以同意陈旭做这个厂子最大的股东，而且这也是现在我能想出来唯一的办法了。啊好，我这就去跟旭哥打电话过去。不过看了看现在已经很深的夜色，算了，现在这么晚了，人肯定已经睡了，我们明天早上再给他打。行，那就明天给陈老板打电话。好，那我先回去，老李你等我消息。好，那你先回去吧。老李你也赶紧回屋，外面怪冷的。啊，没事，你先回。李成文望了望紧闭的大门，面色不太自然的回。刘红见对方神态不太对，想起最近嫂子似乎因为李成文搞服装厂的事儿跟他闹矛盾，片刻才彻底反应过来。老李，你不会是被嫂子赶出来了吧？怎么可能？你嫂子跟我这么多年的感情，我就是出来透透气。李成文，你他妈给老娘滚远一点，别在屋门口吵老娘睡觉。早上不出意料的接到了刘红那边打来的电话，让我入股2人的服装厂子。我本来就对这个项目挺感兴趣，现在2人送上门来，也就借驴下坡答应下来。君子兰卖完，钱也会到帝都，给2个老人道别后，一行人便收拾好东西，正式出发往返帝都。我卖君子兰赚到200万，回京后却被不知情的丈母娘疯狂嘲讽。哎呀，陈旭，你这脸都冻坏了，看来喜都这韩流是真动人。虽然那些半路去堵截陈旭的路匪们没能成功，但偏偏这趟陈旭去喜都那边正遇到几10年难得一遇的寒潮，估计得是那些君子兰过去，应该也差不多冻坏了个干净了。妈，我没事，过几天就好了。这趟去喜都，你那些君子兰挣了多少钱？虽然说天气可能有影响，但应该没有全部冻坏吧？就算有个2、3株活下来，应该也挣好几万。我可记得当初你可是当着全家人的面口口声声说这次君子兰能挣100、200万给叶青雨呢。现在君子兰没挣到钱，之前说的话都成了不能兑现的诺言，我不得把当时丢在陈旭这里的脸在这会儿找回来呀。叶和平知道我是挣了100多万，但那是没挣钱时的诺言，现在我真挣了那么多钱，还愿意把这些钱给叶青雨吗？叶和平很好奇我会怎么开口跟陆美云回答，然而就在这时，守门的小厮忽然跑了进来。叶小姐，门外有您的电汇单，需要您本人亲自去签收。电汇单是有人给叶青给姐汇钱了？是喜都那边汇过来的。你会的？是啊，卖君子兰的钱不是说都要给你吗？出发回来之前我就全给你汇过来了。
不会吧，这小子真一次性给青宇会那么多钱？陆美云却并没把这笔汇款当一回事。多少钱呢？还电汇，几万十几万的，你们那阵仗带回来也没人敢抢啊！不多，也就190万而已。什么？陈旭竟然给叶青宇汇了190多万块钱？那不就等于陈旭这趟去喜都最少也挣了190多万？众人听到我这话，无一不是目瞪口呆。叶青宇也受宠若惊，想着门口来人手里拿着他100多万的汇单，哪里还敢耽搁，赶紧起身跑去拿汇款单。小旭不错啊，没有白辛苦这么一趟。陆美云大脑一阵空白过后，才逐渐回神过来，不过还是难以置信。喜都不是都韩朝吗？你那些君子兰没冻坏？冻是冻坏了100多株，不过君子兰行情正好，整体收益倒是跟我之前预计的也相差不大。那很好啊。好个屁！本来以为陈旭这趟去喜都碰到韩朝肯定挣不到钱，谁能想到他那君子兰冻坏100多株，竟然还挣到了190多万。早知道这君子兰这么挣钱，当初我也跟着养个几百株了，也不至于像现在眼睁睁看着陈旭一次性挣这么多钱，还把老爷子开心成这样。他只觉得整个人都喘不上来，也没胃口再吃东西，便是找了个理由，迅速起身离开。陆美云前脚刚走，叶静思也待不住了。我中午吃多了，吃不下，你们吃。哼，凭什么叶青宇运气这么好，遇到一个这么优秀的男人？不仅是名声大噪的个体户老板，还在魔都那边买了洋楼，帝都这边还买4合院，而现在竟然还给叶青宇汇了190多万块钱。哼，见不得别人好，让他们独自回屋待着最好，正好好好反省。叶远山在知道我这趟真挣了近200万，看我的目光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还是你们年轻人脑袋灵光啊！爸，您说笑了。2天后，刘红跟李成文终于到达帝都。我看了一下李成文手里服装的设计图纸，事实也如我所料，这一批服装设计的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比当下流行的服装都要前卫漂亮。我也没再多耽搁，和2人签了合同，投资5万，占34%的股份，成为3人中最大的一个股东。虽然陈旭你这个主意很不错，但我跟刘红的人脉极限，就是约见那几个没什么影响力的歌星。这些歌星的名字你记得吗？李成文掏出一张纸递到我跟前，这几个可能你连名字都没听过，别说你，就连我都没怎么听过这几个歌星的名字，甚至有一个我完全没有印象。我的视线落在纸张上几个人名上，逐个扫过，接连扫过名单上4、5个名字，脑海里都没什么印象。但就在视线落在纸张上最后一个人名上时，让我眼前一亮。李谷一这个名字，现在这个年代的人可能不熟悉，不过活了2世的我来说太熟悉了。就这位李谷一，务必跟这位联系上，一定要让他穿上我们服装厂的衣服。李谷一，这上面的人名字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些耳熟，但是这一位是真没听过，名气最小。陈旭，你这是认真的？要不我努力跟这个陈翠英接触一下，她有好几首歌，也有点名气。这个歌星我也听过，虽然年纪大了点儿，但也唱得还行。不然让老李努力一把，看看能不能接触到对方。你们信我，这个歌手虽然名气不大，但是他的歌我有幸听过一些，特别是人的气质跟我们公司的服装很搭，让他穿上绝对出彩。我这话也不是胡说，李成文设计出来的这些衣服都是给25到30岁的女生穿的，现在李谷一这个年纪穿刚刚好。最重要的是，今年李谷一可以凭借那首《项链》轰动华夏大部分城市，带起流行音乐潮流的同时，厂子的服装也能跟着小火一把。要是营销的好，说不定就能把公司的品牌形象树立起来。既然陈旭你看好这个李谷一，我就尽我最大的努力去联系对方，争取让他能穿上我们的衣服。不是尽量争取，是必须让他同意穿我们公司的衣服，就算是给对方多一些广告费也可以。那你觉得给多少合适？500？不，2万封顶。有没有搞错？区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歌手，陈旭竟然要给人2万的广告费，离谱，离了个大谱。但现在有合同的约束，也不得不听从这大股东陈旭的安排。那行吧，我也尽量配合老李。行，这事儿就交给你们，到时候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现在服装厂子的事儿已经办得差不多，就等着李成文那边出结果。这几天我也跟叶青宇准备一下，办年货，开始着手回魔都的事。而且最近叶老爷子状态好像都挺不错，要是叶老爷子愿意的话，叫老爷子一起过去魔都那边过一个年。真没看出来，小旭你这么会做饭，难怪青雨丫头说被你养胖了。爷，你要是喜欢我做的饭菜，今年可以跟我一起回魔都过年，我天天换招法给您做。可以，顺便跟陈旭爷爷见一面，您2老肯定聊得来。叶和平本来就不太愿意今年过年没有叶青雨这个孙女陪着，这会儿听我俩一邀请，还真是立即动起了这个心来。可一旁的陆美云听到我和叶和平说起来这话题，整个人顿时就不好了。让老爷子去魔都跟陈旭过年，那老爷子岂不是也能见到陈青山？陈旭这段时间在帝都的表现，已经让叶老爷子刮目相看。要是让他再知道陈旭和陈青山爷孙关系，岂不是得开心坏，把所有的资源都往陈旭那边倾斜？陆美云怎么可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赶在对方回应前急急说道：“爸，那
那个不行，你不能去帝都。这不是嘉豪再过20来天就生日了吗？他都跟同学们说了，要在家里办一个生日会，让抗战老英雄爷爷出场。如果爸你真的去了魔都，叶远山也正不乐意老爷子去什么魔都过年，趁着叶和平动摇之际，赶紧附和。爸，除了嘉豪过生日，你好几个老战友过年不都会过来跟你见见？现在大家年纪都大了，一年也就见这么一次。您要不考虑考虑，等过年完再去魔都那边，我亲自送您过去。主要是很多地位不低的老战友都会过来跟叶和平拜访，叶远山每年也会趁着这个机会多多跟那些过来同辈的人巩固关系。叶和平要是去魔都，隔壁好些城市的人估计都不会过来，他自己也不好一个人上门去拜访走动，所以他当然希望老爷子就在帝都过年。叶和平这个年纪，跟那些老战友们也是见一面少一面，都很珍惜每次的见面机会。这会儿听叶远山这么一说，特别是过完年就可以去找孙女一家，斟酌了好一会儿，才终于开口：行吧，那就等豪豪过了生日，过完年我再去陈旭家拜访。可以的，到时候要是爸不方便或者没时间，我就亲自过来接爷过去。我也来。而另一边，李成文跟刘红的效率也是出奇的快。晚上8点多，李成文那边的电话就打到了叶家。现在电话并不是很普及，基本上一个家庭里只有一部电话机。这一通电话过来，正好叫在客厅的陆美云接到。好吧，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去跟陈旭说一下，看他要不要过来。你们也知道，我这女婿挺优秀，经常有报社记者想要跟他接触，电话打到家里来，我得确认一下。行。我知道了，这就叫人去喊陈旭，你们过几分钟再打过来。既然从这人口里打探不到消息，我就直接打探出这人的名字，查一查他，不管陈旭现在做什么事，都能给我挖出来。鱼儿，你这是干啥？怎么把玩具都给我了？爸爸妈妈说了，再过2、3天我们就要回魔都了，玩具太多了，我拿不下。爸爸妈妈带弟弟妹妹已经很辛苦，这些玩具送给你，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等过年了收到压岁钱，让曾祖父帮你垫汇给我。鱼儿，爸爸妈妈带弟弟妹妹那么累，你也不要给他们添麻烦了，就在帝都，就在我们家过年吧。哼，那曾祖父还因为你要过生日不跟着我们回魔都呢，那你也不要在帝都过生日啊，你陪曾祖父一起来魔都呀。哼，跟着爷爷去魔都，又可以让爷爷陪着我过生日，还有小鱼儿一起，这主意好像不错呀。老李、刘红，你们可以啊，只要明天事情谈妥，让李谷一给我们公司的服装打广告，今年晚会一过，我们工厂肯定可以起死回生，甚至带起一片属于我们引领的潮流来。我这边说的激昂，电话里的李成文和刘红兴致却没这么高涨，毕竟2人并不看好李谷一，愿意费这些功夫去联系这个没什么名气的歌声，除了是没得选，也是因为我是大股东，他们没法拒绝。今天晚上是这段时间以来陆美云最开心的一夜。不仅叶老爷子在我的干预下不能去魔都，这段时间出尽风头的陈旭和叶青雨也要回魔都，我叶家女主人的威望和权力不就又统统回来了？而陆美云这个美梦也就仅仅只做了1个晚上，见不到孙媳妇儿和太孙们这些天，陈青山可以说是掰着手指头数日子数过来的。明天给陈旭打个电话过去，要是还不回来，我就去帝都找人，顺便借着这个机会见见老战友。想起这老战友的名字，陈青山脸上的表情有些耐人寻味。之前老听这个老小子说要改名字，也不知道改了没有。叶翠海不是挺好听的吗？说起来，青雨丫头跟那老小子还是一个姓呢。虽然陈旭没能跟老小子孙女结婚，倒也娶到一个叶姓势力不错的姑娘。妻子后妈千方百计阻挠叶老爷子和老战友相见，没想到最后反被亲儿子给坑了。我决定了，今年跟青雨去魔都过年，顺便跟陈旭家里人见面。至于我那些战友，基本都是年后来往，我尽量在年后早点过来，不耽误跟他们碰面。这不行啊，爸，嘉豪不是要过生日了，你要在家陪他的呀。昨天都答应的好好的，怎么今天说反悔就反悔？妈，我跟爷爷说好了，我跟他一起去魔都过生日过年。妈，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着自己这突然杀出来扰乱他计划的好儿子，气得好半晌说不出话来，缓了好一会，才按耐住身体里不断往上冒的血压。儿子，你说什么胡话呢？你不是也约了同学要来我们家一起给你过生日吗？没关系的，等过完年我回来再请同学们好好吃一顿。妈，你也一起吧，反正这个家有你没你都一样，还不如跟我和爷爷一起去魔都。要不是现在有一桌子的人在旁边，今天你这臭小子绝不可能笑着走出这餐厅。接下来的谈话，除了陆美云，一桌子人都喜笑颜开。叶远山本来不大同意老爷子去魔都，不过在知道对方会及时回帝都来跟老战友们见面，也没好再说什么。刚刚高兴1个晚上的陆美云，在这顿早饭过后，整个人就处于万分焦灼却丝毫想不到缓解办法的状态当中，找了个理由回了房间。不可以，我绝对不可以让老爷子去魔都。
如果这次叶和平过去，那再回来的时候，我陆美云在叶家还能有地位吗？我绝对不会允许叶和平跟陈青山见面。另一边，我找到魏勇，得知了在喜都劫匪那件事的调查情况。事情已经查得差不多，幕后的人也确定下来，就是这人你恐怕不好下手。不知道需不需要我这边代劳？魏勇这话一出，我几乎是瞬间明白对方的意思，也不再多问。那就有劳魏老大了，只要我不问，就不知道对方是谁，到时候这事儿就怪不到自己头上。几天的光阴眨眼就过，李成文和刘红那边就传来了好消息，李谷一那边已经同意穿蓝凤凰服装厂的衣服。李谷一同意的原因也是歌星们上春节晚会基本都是自己准备衣服，这个李谷一没有太大的名气，也买不起很贵款式漂亮的衣服，正为这事儿发愁。对方看到我们带来的设计图后，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不过蓝凤凰服装毕竟没名气，李谷一春晚上的2首歌里，只愿意用1首歌来穿蓝凤凰的衣服，现在还没确定下来。那李谷一要唱的2首歌歌曲名字叫什么？这2首歌的名字和歌词对方都有给我们过目，让我们帮忙挑选。一首是比较喜庆的过年歌，另外一首，饶是李成文想起了那歌里直抒胸臆，在这个年代堪称靡靡之音的歌词，面色都有些不自然。这首歌我觉得不适合，歌词太直白。我对于李成文的反应丝毫不觉得意外，毕竟这首歌在现在确实是让常人比较难以接受。可即便是他不太愿意说这歌的歌词，我故作不知的让对方把里面的歌词重复一遍。老李，就这首歌十分符合我们蓝凤凰服装厂的风格，大胆又前卫，相互组合肯定能带来非同凡响的效果。我衣服大胆前卫，但是也不露啊。你看这歌词唱的都是什么？我觉得不合适。本来让这个李谷一做公司的广告明星，就让我心里没底了。再选一首这堪称靡靡之音的歌曲，就怕不仅广告没打成，还背上一身的骂名。刘红也觉得我这个决定太离谱，赶紧出声劝旭哥，你可千万别冲动，这么搞我们服装公司会黄的。那让李谷一穿着我们公司的衣服唱另外一首歌，你们能保证公司不会黄？两人不得不承认，他们保证不了。毕竟李谷一名气摆在这里，另外一首也是千篇一律的拜年歌，并没有十分出彩，衣服可能穿了也等于没穿。既然你们不可以保证，那就听我的，让他穿我们公司的衣服唱这首歌。两人不敢保证能让李谷一唱一首歌把蓝凤凰服装厂起死回生，也只能听我安排答应下来。反正这服装厂怎么都是一个死，陈旭又非要瞎折腾，每次还自信满满的样子。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想让陈旭确认他现在这些决定都是错误的。服装厂的事儿几乎算是定了下来，我也没再耽搁，找到叶和平和叶青雨，跟两人说应该后天一早就可以出发回魔都。至于明天，正好高建伟休息，上门去拜访一下，顺便招呼道别。晚上，陆美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许久才恍然过来。既然没法在叶和平身上下手阻止他去帝都，那就……陆美云想到这儿，脸上露出一丝不忍，但想到一时不忍造成的后果，便是咬紧牙关，下了这个决心。李成文的办事效率从来没让我失望。第二天一大早，我在出门去找高建伟之前，就接到李成文的电话，告知李谷一已经同意穿蓝凤凰服装厂的衣服唱《相恋》这首歌。今天过来高建伟家里，没想到我就见到一个完全没了往日风采，却装得像个没事人的男人。询问2句后，才知道他不仅还没跟家里人摊牌，还跟小女朋友分手了。你们这是怎么回事？都没问问老爷子和你家里人意见，你们就分手了？哪能有这机会跟我家里人说？是他家里不同意。没关系，我估计缓一阵子就能好了。怎么会分手？是他家条件比你好。一般情况下，基本都是门户不当对，被家里人强行拆散。但高家在帝都地位谈不上数1数2，但背景绝对能吊打帝都70%以上的家庭，这不符合逻辑。并不是他们家条件太好，而是条件太差。他爸妈觉得门不当户不对，怕晚堂嫁过来受委屈欺负，所以他家里人叫他跟我分手，还安排了相亲对象。我能理解他爸妈的担心，我们可以一起解决。那为什么他就那么坦率的同意了，还答应跟人相亲？养花那段时间有见过高建伟跟林婉堂在一起，两人看起来感情很好，女生也十分依赖喜欢高建伟，怎么可能说放手就放手？即便是他家里人真觉得跟高家门不当户不对不同意，但至少也会跟高建伟一起争取一下吧。这妹子女生不仅没有争取，反而还那么迅速安排了相亲。这时我忽然想起来，上一是一则印象极深的媒体新闻，那时候已经是2020年，一个40多年来时常在火车站等人的老人。老人是土生土长的帝都本地人，从小就是高干家庭出身，自身也十分优秀，有着一片光明的前景和未来。但遗憾的是，年轻时的一段感情毁了他这一生。女生父母觉得家庭差距大，不同意女生跟他结婚，甚至还迅速安排女生相亲订婚。这件事的打击对那位高干子弟非常大。
消极了将近2年，也恨了女生2年。然而，也就是在2年后的某一天，他才从别人口中知道，那女生并没有嫁人。可不等他来得及开心，女生因为恶性肿瘤没能扛过来的噩耗就接踵而至。高干子弟从女生闺蜜嘴里知道这个消息，没过多久，就因为巨大的打击而神志失常。每到下雨天，他就会撑着伞去2人当初第一次相遇的火车站等他回来。这一等就是40多年。所以高建伟很有可能就是后世那个新闻的主人公。你跟晚唐是怎么认识的？我猝不及防抛出来的问题，叫高建伟有些意外，一下就将思绪也拉到2人第一次见面的那天，嘴角不自觉露出一丝笑意来。我们2个是在一个下雨天认识的，我从外地出差回来，他第一次来地都在火车站迷了路。高建伟一边回忆，将他跟林晚唐认识的过程说完一遍。我听完顿时一惊，高建伟竟然真的会是后世那位凄惨半生的主人公。谁能想到堂堂京都的高干子弟，在接下来短短1-2年的时间里，他就会因为一段感情的沉重打击而精神失常，抱着遗憾过完下半生。高建伟也察觉到我异样的视线，心底生出一股疑惑。你怎么了？建伟，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是关于林晚唐的，还挺重要，你要不要听听？你要是说我就听。程序主义多，或许是想起什么办法来，可以让我跟林晚唐之间刻意回旋。我记得晚唐妹子好像胃口不太好，几个月几年瘦了好多斤，还爱出虚汗。是我本来正准备带她去检查，但是她说都是很久的老毛病了，在家里就有看过医生，说是她体虚才会这样。是有什么问题吗？我也是这2天才想起来，以前认识一个朋友也是，症状跟晚唐妹子很像，刚开始以为是小毛病，但等病情严重之后，去大医院里检查，才检查出来是恶性肿瘤，已经是晚期。记得上一世新闻里说的就是林晚唐得了恶性肿瘤，当时发现已经太晚，药石无医。现在林晚唐刚刚跟高建伟分手，要是现在能让他去检查一下，尽早查出来，或许还有回旋的余地。而我这话一出，本来已经有些微醺的高建伟，只感觉像是被人当头一棒，瞬间清醒过来，更是冒出一身的冷汗。晚唐的症状像是？怎么可能？绝对不可能，不太可能吧？晚唐就是身体弱，可能就是刚好跟你说的那位对上而已。不管他是不是，你都必须带他去检查一下，万一真的是呢？如果真的是，等以后再严重才确诊，恐怕根本医治不过来。难道你想看着他眼睁睁在你面前消失而无能为力吗？我这个直白刺耳的告诫落入耳朵里，高建伟整个人都有些坐不住了。程序，要不我们改天再去？赶紧去吧，不管对方相亲还是订婚，抓也要抓他去医院里好好检查，这不是完全为了林晚唐，也是为了你。高建伟哪里还敢耽搁，赶紧去往帝都火车站，去隔壁城市找林晚唐。在外面这么一晃悠，等回到家属大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回到家，我第一时间就去了后庭，准备回叶青雨的房间休息。不过还没来得及开门进去，就听西院那边传来几声微弱动静。现在已经彻底入冬，夜里的温度最多也就1-2度。虽然那边是叶远山跟陆美云的院子，但声音听起来应该不是2个人。感觉那边不太对劲，我便是抬脚直接往那边走过去。等我来到西园，看到那在夜色里蜷缩蹲在地上的小家伙时，整个人不由得微微愣住。小舅子，你怎么在这？为了阻止老爷子前往魔都见到我爷爷，陆美云不惜让亲生儿子待在寒夜里着凉。小舅子，这么冷的天你不待在屋里，跑在外面干啥呢？没事，就是在院子里欣赏一下夜色。你这臭小子估计是做错了什么事儿，被你妈罚了吧？不过罚归罚，但现在这天气这么冷，你妈竟然让你在这院子里挨冻，就不怕你感冒吗？今天陆美云还是叶远山是抽什么风？平时捧在手心都怕摔的宝贝，竟然让她在院子里挨冻，你衣服湿的？晚上玩了一下水，不小心把衣服弄湿了，所以你妈就罚你在院里挨冻。你快去哄鱼儿睡觉吧。他说每天看到你睡觉才睡得香。这臭小子，人都要冻出问题了，还嘴硬个什么劲儿？按道理这臭小子会不会冻出问题跟我也无关，但考虑到叶家豪要是今天冻出问题，恐怕会影响明天的行程。你换一身衣服，你再回来站。不用，我等会儿就可以回屋里。我被叶家豪拒绝，丝毫不觉得意外，也没再强求，转身就要离开。那正好，你冻出问题，你就不用跟我去魔都，我还少了一个麻烦。叶家豪一想到自己要是生病不能去魔都，就要跟小鱼儿分开，几乎是瞬间就慌了。等等，我去换衣服。那就走。姐夫，我脚又僵又麻，走不动了。几分钟后，叶家豪已经穿上一身暖和的新衣服。陈旭，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卖了，我那台 iPhone 15找转转上门回收了4300多。靠谱吗？当然了，我是转转老用户了，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笔记本、手表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吃着饭就把手机给卖了，特别方便。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你妈平时都这么惩罚你吗？那不是，以前都是用竹鞭抽的。今天他竹鞭没找着，就只能罚站了。等我从魔都回来，得多给他准备几根竹鞭，以后再有这个情况的时候，他找不见了，我自己有，大可不必出来挨冻。叶家豪看叶青雨过来，整个人更是不自然几分，刚准备心口不一说自己要回屋，叶青雨就端着姜汤朝他这边走来。现在家里其他人都睡了，我给你熬了点姜汤，味道应该不怎么好，你将就喝一些。叶家豪对今天姐姐的关怀倍感意外，瞧着叶青雨递来的姜汤，看着上面的热气儿，竟也莫名担心这姜汤会烫到他，忙伸手去接。嗨，
你大半夜的弄这个做啥？正好有时间，就做了呗。叶家豪一碗姜汤喝完，就直接去找爷爷叶和平。今天先跟爷爷睡，把精神养足。他可不想明天真的感冒，到时候不能跟小鱼儿和爷爷一起去魔都。而此时此刻，戏院里的陆美云躺在床上也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如果今天不狠心点，明天要是叶家豪生龙活虎，岂不是真让叶和平跟着陈旭和叶青雨回魔都？这是我万万不能接受的。直至半夜时分，他才按耐不下冲动，匆匆出门去。然而，等他来到西院一角，却没发现叶家豪的人影。直到跟值班看守叶和平的护工一打听，才知道叶家豪早早的就去叶和平房里睡了，身上还换了一套新衣服，喝了叶青雨熬的姜汤。陆美云在知道这个消息的瞬间，整个人心底简直五味杂陈。陈旭跟叶青雨这么一搞，虽然不用着急儿子的身体，但把叶家豪动生病，阻止叶老爷子去魔都的事情，恐怕就要告黄。现在叶家豪跑去跟叶和平睡了，大半夜的，我也不可能冲进叶老爷子房间里去抓人吧。一瞬间，陆美云只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站在戏院外许久，直到护工出声提醒，叫他别冻坏身体，才回神过来，对我和叶青雨的恶意不减反增。要不是这两个人突然横插一脚，多管闲事，阻止叶和平去魔都的计划就不可能泡汤。在短暂的沮丧过后，陆美云很快就想到了新的主意。要是我这计划真的泡汤，那就不要怪我使用非常手段，让陈旭跟叶青雨在回去魔都的路上不太平。孩子经常在火车上丢失的事件不在少数。要是这一趟回魔都，要是这3个小野种在路上丢了，就算是叶和平跟陈青山是老相识又怎么样？陈青山指不定认为就是陈旭和叶青雨忙活着招呼叶和平这把老骨头，才疏忽孩子，让人贩子有机可乘。而叶和平也会因为3个太外孙丢失而倍感内疚，怎么好意思再面对陈青山？这沉重的打击下来，这2个大半个身子都埋进黄土里的老骨头，恐怕也大受影响，不久人世。到时候叶远山肯定对这个女婿跟女儿更加排斥。叶平和没了，我陆美云就是这个叶家的女主人，还用需要担心叶青雨回叶家来？到时候就怕她不回来。爸，这趟去魔都，您老可要多注意身体。过年前我也会提前派人过去，年初1您就赶紧回来。等您回来，叔公叔伯他们估计也上门来了。提前派什么人？我们过年，人家就不过年了。我又不是没长腿，到时候我会自己回来。爸，我们回去了，你们保重身体，有我跟青雨会照顾好。招呼一声，我也沿着平房老爷子的汽车扬长而去。远山，你看，叫我出来送他们，你这女婿什么态度呀？好在叶静思不愿意出来送人，不然指不定也要跟着他受这委屈。叶远山怎么会看不出来我跟陆美云很不对付？即便是知道自己这个老婆不是省油的灯，考虑到陆美云的家世背景，他自然毫不犹豫，胳膊肘往陆美云这边拐。好了，他人这不也走了吗？也犯不上因为他气着自己。被叶远山这么安慰，陆美云表面像是没事，心底却在筹谋等叶远山出门之后，去安排人收拾我和叶青雨的事。殊不知，我这边前脚刚走，已经潜伏在暗处盯了陆美云好几天的一群人就有了行动。陈老板走了，可以跟魏老大上报，开始动手。上午9点多，一家子就风风火火赶到了火车站。第一次出远门的叶家豪简直比小鱼儿还要兴奋。火车刚一启动，就满脸新奇。哇，动了，这就是坐火车的感觉吗？舅舅，你都8岁的大孩子了，能不能稳重点？哎呦，看看我们鱼儿比舅舅都要稳重懂事多了，舅舅你可得学着点儿。以后再不在小鱼儿面前乱说，这小奶团学东西实在太快。昨天说是要坐火车去林市的高建伟，按照时间来算，不出意外的话，高建伟应该已经到了。也不知道他那边事情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顺利见到林婉堂，能将人劝回来去帝都医院检查吗？另一边，高建伟不仅成功见到了林婉堂，现在已经带着人在往返帝都的火车上。而高建伟效率能这么快，并不是好言劝说林婉堂跟他一起回帝都，而是直接将人生拉硬拽带上火车上来。高建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等到了帝都，我就告你强抢妇女。你就算告我也没用，帝都是我的地盘，就算我把你抢回去，按头跟我结婚，也没人管得着我。事实也确实如此，以他的能耐，要是真是个纨绔子弟，在不让老爷子知道的情况下，也能在帝都横着走。但高建伟偏偏就不是这样的人。你放心，我也不是抓你回去按头，让你给我结婚。你跟我去帝都医院检查一下身体，没问题我就放你回来。林婉堂听到是带他回去检查身体，仅有不多对高建伟的气也瞬间消散下去。不去，都是老毛病了，有啥好检查的？当初我答应过你要带你去检查身体，这是我的事，管你愿不愿意。高建伟语气不容拒绝，他这话出口，林婉堂再也没有出声回应。高建伟瞧着对方微微耸动的肩，赶紧出声安慰。好了，不哭了，刚才我说话确实也是声音大了点，我也只是单纯想带你检查一下身体，不哭了不哭了。高建伟越温柔，林婉堂就越发内疚。这些天努力遏制的思念和情绪在这一刻爆发，终究没能扛住。对不起。好了，不委屈。这些天我好想你，我也好想你。久违的相拥和告白，让两人比之前任何时刻都要珍惜这个时刻。
迟迟不愿意放开对方，恨不能就这样抱着一辈子不要再分开。要不是陈旭，我恐怕不会过来找满堂，也不会知道这他心底还有我。不管这趟满堂的检查结果怎么样，我都不会再像之前那样轻易放手。相比于沉浸在失而复得喜悦里的高天武，此时此刻帝都的陆美云却火急火燎的在前往去娘家去联系人的半路上，让他感到不满的是，打上的出租车竟然在距离他娘家还有1公里多的街道附近抛锚。无奈陆美云只能痛骂出租车司机几句，下车步行，急匆匆往娘家方向赶。老哥有个朋友在陈旭需要转车的城市有人脉，只要现在赶紧过去跟对方联系上，就能安排上人，对陈旭跟叶青雨那几小野种下手。只要这件事成功，我才不用担心叶老爷子能不能跟陈青山碰面，2个老骨头能不能承受打击活下来，恐怕都是问题。就在他走到距离娘家仅仅只有几百米的巷子口，几道高大的黑影就从他这边靠拢过来。你们！陆美云才刚刚出声，一个大麻袋直接就朝他头上套了下来，不等他惊呼求救，就被人当头一棒敲晕过去，彻底失去意识。按照时间来估计，魏勇他们应该已经动手了吧？自从上一次去喜都的路上被山匪堵截，再到魏勇查出来背后的人真是陆美云，几乎可以确定，一直以来帝都那位针对我的人应该就是陆美云。这恶毒的女人为了不让老爷子跟我去魔都，甚至连亲生儿子也不放过。有些时候让对方死并不是报复一个人的最佳方式，特别是青羽也不喜欢这个后妈，说不定等下一次回来帝都，这陆美云都不在这叶家了吧。午夜12点，叶远山脸上焦急万分，不停在院子里来回踱步，等着派出所和家里下人回来传消息。爸，怎么办呀？妈还没回来，她是不是遇到坏人了？怎么办啊，爸？你快想想办法。你外公跟文叔叔不是都派人全城找了吗？在家等消息就是。你哭有什么用？叶远山第一时间去老丈人家里问候过，并没有见到陆美云的人，反而还被敏锐的老丈人察觉，痛骂一顿。现在老爷子跟他几乎是动用全城黑白2道的关系，派人寻找陆美云的行踪。我也不想啊，但是妈不知道在哪里，我能怎么办呀？父女俩在这家里一等就是几乎一夜，直到第2天的凌晨6点多，紧绷一夜神经的父女俩终于再见到了陆美云。但见面的场面是2人都万万没有想象到的。他们是听到门外有人惊呼，急匆匆跑来门外，一眼就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叶静思认出陆美云，小小的心灵完全承受不住这触目惊心的视觉刺激，看到老妈陆美云第一眼，2眼被晕了过去。真的是陆美云，这事发生了什么？